被卡在我精神世界之外的杜老跟我之间陷入了对峙状态，而他口中的监察者又是何方神圣呢？在他所知的情报里，监察者们都是由地灵纪元中的诸神亲自创造出来的神之使者，在当今这个纪元里，他们又被称为灵氏一族。而杜老在看到我能免疫星回协议之后也很纳闷，而且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次进来看到的我居然变成了一副老头模样，甚至他还猜测我跟他一样都是精神备份体。然而他还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就对他发动了强攻。对此发现不对劲的杜老就立即命令黑界尽快将他从这里抽取出去，但他的这些举动在全盛状态下的我面前还是慢了一步。他现在想走已经太晚了。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原本能随意出入别人精神世界的黑界竟然因为协议启动错误的原因宕机了，所以最终导致他又再次落入了我的手中。与此同时，刚没反应过来的小家伙也立即跟了上来，而他也对眼前的我感到非常的陌生，因为他从没见过如此沉默寡言的我。与此同时，顺利捕获到杜老的我则死死地掐住了他的喉咙，并且命令他给我详细解释一下监察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而杜老也在这个时候想通了刚才的疑惑，因为每个纪元里都只会出现3位监察者，所以他很肯定我不是他们中的其中一位。对此，他就表示我应该只是获得了某种类似监察者们能免疫星回协议的能力，并且他还表示这种防御设备或许是几个纪元前的地面人所创造的，而他手中的黑戒也同样来源于那个纪元。而我在听了他云里雾里的解释后，就直接动手了。要是他接下来不按我的问题来回答的话，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对此，他在挨了一掌之后就自叹起了倒霉，因为他也没想到竟然能遇上免疫星回协议的人。为此，他还搭进去了一句星魂降曹人弑格者的容器，实在是太倒霉了。而我则表示不想听他在这里自怨自艾，他要是不服气的话，我现在就能把他打服。所以我就只给了他2个选择，要么现在就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交代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要么他就带着这些答案一起去投胎。然而他在得知我想套取他的情报后，就给我摆起了谱，并且让我对他客气点，只要给他伺候高兴了，他才会告诉我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对此则毫无兴趣，然后继续让他给我说说关于博士的情报。而看到我无动于衷后的杜老则表示现在是他说了算，我必须要答应他一些条件后他才可以告诉我，并且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答应他所提出的条件的话，他就直接将意识自爆了，到时候我什么情报都无法得到，甚至我的精神世界也会在自爆中被摧毁，我的肉身也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与此同时，在我严刑逼供的时候，小家伙则留意到了我这个精神世界里的一些异样，在发觉出问题以后，他就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而我则没有去搭理他，并继续对杜老进行严刑逼供。而遭到我一顿毒打的杜老就恶狠狠地表示，现在我必须给他磕10个头消消气先，否则他就直接跟我同归于尽。对此我就表示，在我这里是从来不惯着谜语人的，既然他不愿意说就不用说了，我想要的情报我可以自己做。而小家伙也在这个时候离开了我的精神世界，紧接着我就用手按住了杜老的天灵盖。他这种贪生怕死之徒，我就赌他为了苟活肯定不会自爆的。但事与愿违，这老家伙竟然在我手掌触碰到他的时候就立即启动了意识自爆。看来这些情报对于他来说是异常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也不会自爆得如此干脆。与此同时，我这个遭到自爆袭击的精神世界也开始扭曲变形，他那些备份在星回协议中的记忆碎片也随之开始毁灭。然而让杜老万万没想到的是，小家伙在离开以后却来到了另外一处精神世界里，而这个空间中的气氛则显得非常的放松自在，整个空间看起来就是一个灯红酒绿的世界。然后他就再次来到了我的身边，并表示他早就发现刚才那个精神世界不对劲，只是他没想到我竟然在真实的精神世界之外还留了一手。对此我就稍微的夸赞了他一下，而他则没好气地表示自己身为超智能 AI 又怎么可能会一直被我蒙在鼓里。不过他对我这老奸巨猾的心思也非常的赞许，这种在真实精神世界外围构建虚拟精神世界的操作真的让人防不胜防，换谁能想到绕过了最外围的陷阱，却还是被最终的假象所欺骗。对此他就有点同情杜老这个老家伙，他牺牲自己保护情报的自爆竟然只摧毁了我的一个陷阱而已。但他也替我感到了一丝惋惜，因为他也没想到这老家伙竟然对自己这么狠，为了守住情报一言不合就玩自爆，所以他就询问我这样处理没问题吗？毕竟那家伙身上或许真的有我想要的重要情报也说不定。对此我就表示，这种危险的家伙搞不好还会有什么后手，所以能斩草除根的话就必须寸草不留。而且他之前写入进来的那些记忆碎片也被我保留在那个被毁掉的精神世界里了。于是乎我就将这些东西交给小家伙替我保管，回头他再慢慢帮我提取里面的情报就好了。在处理完杜老的身后事以后，我就询问小家伙有没有名字的，因为我总不能一直小家伙的叫他吧。对此他就表示，新主系统超智能 AI 2号就是他的名字，我用这个称呼就好。而我在听完以后就有点无语，因为这名字实在是太长了，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我可以使用？对此他在对我的实力改观了以后就表示称呼这是宿主随便起一个就好了，他都无所谓的，也不会介意这些小事。于是乎我就给了他一个狗蛋的名字，他能不介意的话就实在是太好了。然而他在接受了这个称呼之后，却突然想起狗蛋的真实样貌和作用，
并且越想就越不对劲。等到他回过神的时候，就狠狠地抽打了我一番，然后表示虽然他不介意称呼随意之事，也不能这么随意吧，用那种不可描述的器官来给他做称呼的话，他实在接受不了。对此，我就再给他想了一个二仔的名字，而他一听就知道这又是狗狗的名字，所以他坚决不接受。那既然他不接受宠物称呼的话，那就叫他二筒吧。这个听起来就感觉威力很强的样子。然后这个名字也不出意外的被他否决了。对此，我这个起名废材就表示这让我压力很大啊。既然他作为超智能 AI 的话，那他自己想几个称呼来给我做选择吧。而他在被我气冒烟之后也妥协了，所以他准备利用我的行为数据来计算几个名字来给我挑选。但他开始浏览我的行为数据后就更无语了，眼神中还慢慢的生成了一股子杀气，而结果也不出所料的非常炸裂，甚至还有几个名字只能以马赛克的形式出现。对此，大家认为哪个名字最合适？小家伙呢？嘻嘻。在处理掉杜老这个危险的家伙之后，原本应该一切按我的计划继续进行的，但朝廷封赏队伍那边却出现了让我始料未及的意外情况。时间回到小家伙让我给他起名字的时候，当我看到他给出的选择菜单时，我就更蒙圈了，因为这些通过 AI 计算出来的名字也不过如此吗？而小家伙则表示这些选项都是根据我的行为习惯大数据计算得出的，所以如果我觉得没有品味的话，也是因为我自身的原因，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对此，我在看到他一脸坏笑的表情后，就无奈地跟他说，就算我没有品味又怎么样，反正现在都是在选他的名字而已，他有什么好得意的？于是乎，我就干脆给他来个破罐子破摔，我就直接给他选择了第3个又长又臭的名字，让他长长记性。这个结果也立即遭到了他强烈的异议，并表示这个名字还不如直接使用他的原名。而我则询问他为什么选项里会有打码的名字，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我这个100岁老者都不适合查看的东西吗？对此，小家伙就表示这个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即便是无所不能的新网，也会受到某些不可抗力因素的限制。而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起了正在我房间恢复的三太爷，回想一下这一趟确实花了我不少时间，所以归心似箭呢，我就决定以后小家伙的名字就叫小红了，这样他以后还能和小兰一起组个 AI 组合。与此同时，在现实世界里的夏北叔和马爷都很紧张地围在我身边，而他们对我手上的那枚黑戒却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而且他们还突然发现我有准备摔倒的风险，所以他们就立即出手将我扶住，并且还非常惊慌失措地想将我摇醒。对此，肉体回归控制的我就跟他们表示自己没有大碍，刚刚只是醒过来的时候身体有些发软不受控制而已。然后我就让夏北叔去查看一下寻夏那家伙是否还活着，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宋府摊上命案的话也挺棘手的。与此同时，在夏北叔过去查看寻夏的情况时，我也开始研究起了手上的那枚黑戒。而这个神秘的小玩意还真的挺邪门的，因为我万万没想到他入侵我精神世界的手段竟然是物理入侵，而且那些黑线还是顺着我手掌上的魂脉入侵进来的。对此，在我一旁看着的马爷也对黑戒非常好奇，而且他还一再提醒我这个东西看起来非常危险。而我在将黑戒强行拔出了以后，就再次用风铃术将它锁了起来，等会有机会的话我再细细研究一下这个东西。与此同时，夏北叔经过一番查看以后，就跟我们表示寻夏这个家伙还有气息，但他现在似乎陷入了某种深度昏迷的状态，所以无论夏北叔怎么做他都无法醒来。而谨慎的夏北叔就顺道提议我要不要将此人灭口以绝后患，但我则表示暂时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他身上或许还存在着一些关于杜老和博士的情报。然而我不知道的是，一直非常沉默的马爷其实对我手中的黑戒有些印象，但他想不起来自己在哪里见过类似的东西了。而我对于寻夏的处理，则让夏北叔去将他交给隐卫的人关押起来，顺便安排些医务人员给他做个检查看看，方便我后续将他唤醒来套取一些情报。在处理完这里的事情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回房间里查看一下三太爷的情况，所以东院这里的守卫工作就交给他们了。不过万幸的是，这次的事情并没有影响到处于恢复期的三太爷，而且按进度来说，他老人家今天之内应该就能完成药力的吸收了。而我在确认了三太爷的恢复进度之后，就再次将小红召唤了出来，并且询问他能否查明我手中这枚黑戒的具体来历和功能。然而让我有点傻眼的是，小红这家伙的侦查手段竟然和狗狗的一模一样，难道智能 AI 的办事方式都是这样的吗？不过他的这个方法还是挺管用的，并且他转头就将黑戒的数据提交到新网的资料库中进行比对。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新网的资料库中竟然没有黑戒的相关数据，不过这也侧面的证明了这东西并不属于是新网之下的造物。对此，我就让小家伙去杜老的记忆碎片里搜索，因为我刚刚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的理由就是为了让他去替我搞清楚这事。然后我就看着小红工作的背影，深深地叹了口气，因为我感觉自从他出现了以后，我就好像多了一个女儿一样，所以我已经有点怀念老版本的新主系统了。与此同时，时间过去1刻钟之后，小红这家伙竟然还停留在处理杜老记忆碎片的事情上，所以我就让他搞快点，如果他一个人处理不来的话，我以后就让小兰过来主导他的工作。不过他在听到我的催促以后，很快就完成了对黑戒的调查，并且他还对杜老那杂乱无章的记忆碎片进行了重新排列。然后根据杜老记忆中的数据来说，这枚编号0518的测试型黑戒是来自于第18纪元的便携式外置纳米机械，基础功能有医疗、辅助和强化。而我在查看了一下整份报告以后，就询问小红为什么没有看到有关于星回协议的事情，因为我记得刚才杜老就是利用这个协议入侵我精神世界的。然而小红却跟我说，杜老的记忆碎片里他
他暂时只解读出了这些信息，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更碎片化的东西了，例如什么离线端、星人战争、通天塔之类的信息。而且这些凌乱的情报，他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解析。刚刚由于时间比较紧的缘故，他只解析出来了一部分，所以要知道其余这些信息，还得让他去慢慢整理剩余那一部分。对此，我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我就转头去询问他这枚黑戒要怎么使用，而他则告诉我，目前这枚黑戒的使用权被绑定在杜老身上了。不过只要给他一点时间去解析的话，他应该可以将其破解给我用。不过在他跟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却接到了老侯爷的电话，而且刚接通，他就立即询问起了东院这边的情况，因为他从影卫那边知道了有不速之客的到来。对此，我就告诉他，这事我已经处理好了，闯入者也已经被我们关押在影卫那边了。而且三太爷这边的情况估计很快也能出关了。对此，老侯爷在得知这边没有异常之后，就询问我是否有空过去中院会客厅那边一下，因为他那边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需要我过去了解一下。而这个意外发现则来源自顾家那边，因为他们那边收到的情报显示，朝廷可能会借着这次给我封赏为由，去对大伯的铁壁军下手，所以老侯爷希望我能过去当面跟顾家那边聊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提前做准备和反制应对措施。对此，我就将黑戒交给了小红，然后让他把这东西收入到新主系统的储物空间中。在我处理事务的这段时间里，他就慢慢的去破解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用了就出来告诉我，并且我还提醒他要小心一点处理，因为我怀疑杜老那个老杂鱼可能留了些不为人知的后手。然而他却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因为他觉得有他在的话，杜老这个老杂鱼是翻不起什么风浪的。与此同时，守在我房间外的马爷就好奇地询问我这是要去哪里，是否需要他与我同行。而我就告诉他，我现在必须要去一趟中院那边，所以他务必要守好这里，不要让任何人有机会进去。而且在我走出来的同时，我还在房间周围特意增加了3重复合防御阵法，以备不时之需。对此，见多识广的马爷也惊叹了起来，因为我这种瞬发成真的手法，放眼整个东大陆都肯定难有敌手了。然而我在得知朝廷那边要对大伯的铁壁军下手的消息后，心情也变得非常的沉重，因为按照我原本的计划来计算的话，得到强化后的铁壁军将会是阻挡这次受潮中最基础的一环，在不包括任何外来势力助战的情况下，他们铁定是主战场上的主力部队。上一轮时，如果没有铁壁军拼死抵抗争取反应时间的话，永安城几乎将会被受潮瞬间吞噬，所以这支部队注定会对整个战局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在让我苦恼的是，如果是因为我造成的影响改变了原本的历史轨迹，从而导致在这种关键时候失去这一重要战力的话，接下来的事情就有些棘手了。熟悉我们宋府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实力非常神秘的父母亲，但大家除了知道这些情报之外，却对我父亲身边的人知之甚少。时间回到我赶去宋府中院的时候，由于顾英的身上还有要事要去处理，所以他就表示顾诗静接下来可以全权代表他们南州顾家跟我们宋府的合作。对此，老侯爷就吩咐宋木叔去送顾家家主离开，但在准备出发之前，顾英则提议让徐老也去送自己，毕竟他们这对老相识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聊过天了。而徐老则深知自己跟顾英之间那说不明道不清的关系，所以这是让他感到了些许的尴尬。但他现在作为我们宋府的附庸，也不好当众拒绝这事，然后只能低着头就跟上了送行的队伍。而打了一天酱油的程教官对此也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知道顾院长等会要跟宋云祥那臭小子谈些秘密的事情，所以他就不打算再掺和在里面。对此，他就跟院长和老侯爷打了声招呼以后，就跑着去追徐老他们了。毕竟对他来说，这个暮年大瓜肯定比院长他们要处理的事情精彩很多。与此同时，老侯爷在目送顾英离开之后，就跟院长提议等会的事情。他们一边吃一边聊，毕竟时间也已经来到了中午。而徐老那边送行的队伍则走出了一个奇怪的站位，其中的原因其实是程教官特意让宋木叔叔别跟这么近，因为他希望徐老跟顾英之间能好好的聚聚，毕竟他们俩人曾经是南州3剑中的一员，所以他们之间肯定有很多话需要当面说清楚的。而顾英那边则率先打破了双方之间的沉默，并且一开口就直截了当的询问徐老，这里是不是就是他寻觅已久的入圣机缘。对此，徐老就回以了一个开心的笑容，然后轻声细语的跟顾英表示对的。而顾英则无奈的表示，大家都已经一把年纪了，他希望徐老能放下过去的一切。但徐老在听到之后就立即严肃了起来，并且以非常诚恳的态度跟顾英道了一声抱歉。而顾英在跟徐老道别之前，则让徐老放心，然后他表示自己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会一直支持自己的大哥的。对此，徐老则像被戳中了死穴一样，只能默默地看着顾家的非洲离开。毕竟在红尘中历练了数十载的他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出口去提的话，他应该会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的。然而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是，从顾家来到我们宋府的时候开始，他们就被人盯上了，而且对方还非常精通隐匿身形的手段，导致我们宋府所有人都没有察觉到他们两个。而那名叫阿古多的弥伦国南影作战计划行动组的队长，在顾英离开后也稍微的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一直很忌惮对方天阶巅峰的神使能识破他们的隐匿手段。但让他挺郁闷的是，走了一个看起来很危险的天阶高手后，却还有着其他老怪物的存在。而在他一旁的队友则提醒他说，留下来的那红衣老头比宋府里的所有人都要更危险。对此，阿古多就转头去询问那名叫拓跋伯的地阶技术小队的队长，因为他想知道一下那个老头具体有多可怕。而拓跋伯就告诉他，他们天魔圣宗的曼罗圣使在元鼎城就是栽在了此人手里，
而且他还知道圣使大人连天魔解体都动用了，也没打败眼前之人。对此知道了具体情况的阿古多就被对手的实力镇住了，然后不知如何处理的他就询问了拓跋伯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根据他们侦察得知到了这个边境小城竟然出现了这么多的强者，所以他担心这些人会影响到他们迷人国的计划。而拓跋伯则在听完问题之后表示，这些事情不是他们2个小队长可以定夺的，而且由于侦察背包上的能量已经不够了，所以他决定先回去一趟，再从长计议。而且他在准备出发之前，还想起了刚刚成功闯入宋府的那个家伙，并且他从对方能踏空而行这一点去判断的话，对方肯定是一名天阶强者。但奇怪的是，他身后的侦察背包却测不出对方的实际境界。对此，他就认为这人的实力应该和他们差不多。而且如果这样的强者都无法给宋家造成太大困扰的话，他们2个也同样无法做到。然后他就觉得他们应该将这些有趣的情报尽快带回去汇报给老大，而阿古多也同意了这个决定。与此同时，在他们2个赶回去弥伦国秘密驻地的时候，我也来到了宋府偏院这里，跟老侯爷和顾院长接上了头。而我刚进去就第一时间跟顾院长打上了招呼，然后我再把话茬子转到爷爷身上。对此，顾院长这个老狐狸则立即调侃了我一番，并且表示现在的他应该要尊称我一声爵爷了。然后他还起身给我行了个礼，然后还借此机会恭喜了一下我成为宋县男的事情。对此，我就让他别这样调侃我了。我身为基武院的学生，怎么有资格受院长如此大礼呢？而且我还表示我头上的那些功劳都是全仰仗着顾院长才得到的。而老侯爷在看到我们2个年轻人在互相打趣的时候，就及时的出口让我们坐下来边吃边聊。然后在我们都落座好了以后，老侯爷就跟我说，宋府跟顾家2边已经对结盟的事情达成了初步共识，而且顾家那边也拿出了非常好的诚意，因为今天的所有情报都是从他们那边获得的，所以他把我喊过来就是想看看我对铁壁军的事情是如何看待的。目前根据顾家那边在朝堂的眼线提供回来的情报可以得知，陛下这次很大可能会借着给我封赏的机会，找理由削掉宋家手上铁壁军的兵权。而听完这个消息之后，我就转头去询问顾院长这消息的准确性，他们有没有推测出这个可能性在多少左右。对此，顾院长就表示这个消息的准确性有70%左右的把握。由于我的情况是属于素人觉醒事件，这就等同于我们宋家以后迟早会再诞生一位圣阶强者，所以朝廷就采取了一边重赏，而另一边也给宋家的兵权进行制衡。对此，他也猜测这个有可能是对宋家服从度的试探，但也有可能会真的下手，并且铁壁军的建制早就不合乎朝廷的规制了，所以这一步迟早都会到来的，或者他们也会将我大伯调离或者撤编。而我在听完之后，也只能无奈地表示这些我懂。原本名利公路这4个字就不可兼得，朝廷这么做自然也有朝廷的道理。对此，顾院长在听完我的话之后，就再次询问我当时离开圆鼎城的时候的那番话是否坐实，而我则确切地告诉他，如果不出意外的话，40天内南荒这里必然会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凶兽潮，到时候数以万计的高阶凶兽将会冲破南荒长城，而且其中存在着数量不明的圣阶凶兽。对此，顾院长在得知更多细节之后就更加震惊了，并且他嘴里还小声地嘀咕着圣阶凶兽的事情。而老侯爷也在这个时候插嘴了几句，因为即使我们的高阶战力可以给凶兽群造成巨大的伤害又如何，如果失去了铁壁军的话，就没有足够的基础战力去填补低阶凶兽那边的防线，并且低阶凶兽一旦突破南荒长城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永安城，接着他们就会顺着天都国的南州和西水国的山左道一路北上。而我则补充道，在我原本的计划里，强化过的铁壁军必然是防线上最重要的一环，如果单凭大姐的赤鸾军的话，是不可能支撑住那么长的防线的。对此，我就突然心生一计，然后我就询问爷爷为啥铁壁军会不符合朝廷规制的事情，因为解决办法可能就在这里。而听完我问题的老侯爷就表示，我大姐的赤鸾军用的都是我们永安侯府的私兵，所以在建制上是没有问题的，但铁壁军这个问题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要追寻这个问题的源头的话，就要从20年前发生的那场兽潮说起。当年南荒长城上也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兽潮，导致当时的守备军总帅战死，其余的长城守备军也死伤惨重。而我的大伯宋清当时就以守备军副帅的身份临危受命，接过了总帅之位，然后他就将残余的守备军进行重组，并且抱着必死的决心，准备去和入侵的凶兽们同归于尽。但所幸在他行动之前，我父亲宋浪也得知了此事，然后他就带着一众友人赶赴到了南疆这边开始援助，而且他们来的时候带了非常多的物资，并且我的母亲还给军队带来了充裕的军费，所以守备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通过招募吸收了很多有志之士，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了铁壁军这个特殊的混编部队的组成。然而问题就在于这个地方，因为守备军中只有早期那部分军士是有朝廷编制的，然后后面加入的那些人员的军饷和装备则是靠宋家和我母亲提供的财力在支持，而且当时的战况还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朝廷对此也就放任不管了。但这个问题的爆发点就在地灵之战以后，朝堂格局变动，我们宋家失去了圣阶之后，就搬离天都城来到了永安城这里。后来也是靠着这支铁壁军在手，才免于被之前那些政敌报复。而之后这些年里，铁壁军超出编制的那部分也是一直由宋家出资养着的。朝廷那边则在无法对我们做明面上的打压之后，也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对此，我在听完老侯爷的讲述之后，就得出了一部分的解决办法。但我没想到的是，我父亲宋浪这个名字真没有改错。
家里老一辈的人真是一个比一个浪。当我们宋府为铁壁军要被裁撤的事情一筹莫展的时候，终于是迎来了一个相对利好的消息。时间回到我刚准备跟顾院长他吃午饭的时候，在我房间中吸收完延寿丹的宋秉川也在这个时候从入定状态中醒了过来。而他在醒来之后，就立马感觉到自己整个身体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仅多处的陈年旧伤不见了，头脑也比往常更加的清明。对此，他就感叹起了延寿丹的作用，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这种仅存在于传说中的续命丹药，竟然能有如此强大的效果。于是乎，兴奋上头的三太爷转头就撕掉了自己的上衣，来查看身体上的状况。而这种收放自如的力量感，则让他感觉到自己除了寿元增加了以外，身体状态也得到了远超寿元逆转的加强。对此大病初愈的他，就立即在我的房间内玩起了原地后空翻，而且他在落地之后，还接上了一套异常生猛的3段强击。紧接着，他就像炫耀一般释放出了自己的圣阶魂力。因为在今天之前，他做梦都不敢想自己那随时要熄灭的寿元竟然能重新燃烧起来，而且他现在感觉自己的状态随时都可以突破回去圣阶第4重，只要再给他一些时间的话，重回巅峰，这事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然而，他却在这个时候想起了自己失去的那一条右臂，这让他原本高涨的情绪开始慢慢消退。对此，他就安慰自己，这些都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他认为自己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就以他现在这个状态飞回去天都城的话，肯定也能再次吓尿那些老家伙们。而他在平复好了心情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去地下小院里好好炫耀一番。自己这般无敌的状态，想必小薇姐看到之后肯定会非常震撼。不过在此之前，他要在那滩破布中找回自己的通讯手环线，因为他在去见小薇姐之前，要去查一查当下哪款发型最时髦最帅气。而他在寻找手环的时候，则留意到了我留给他的那些美容丹药，并且我在过去宋府中院之前，还给三太爷留了口信。不过对于那些丹药的使用权，我则全部交给了他来选择。对此，三太爷差点把口水都滴下来了。他手中那些逆鳞丹和御夫丹简直就跟极品美女一般吸引着他，而内心中想着震惊小薇姐的他，顺势就把这些丹药也一并服用了。反正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不如直接来个改头换面，更彻底一些。与此同时，中院会客厅这边的情况就没有他这边顺利了。老侯爷在把铁壁军的情况说明了以后，也很无奈，因为他知道这些问题确实是逾越了规矩，如果朝廷那边抓着这一点不放的话，他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算看在往年的情分和功劳上，他也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可以去请求陛下的宽恕。而我对此也表达了理解，但在我看来，朝廷会突然做出这个动作，肯定是有他们的原因的。之前在新主秘境里的时候，我就跟高桥看了很多历史故事和影视作品，而且帝陵纪元的历史中也貌似有很多类似的案例。有些武将是因为遭到敌国的反间计被设计陷害的，有些则是触动了主和派或者某些上位者的私利所导致的，还有一些武将是功高盖主引起了掌权者的忌惮或者不悦导致被处理的，甚至还有一些是因为皇室储位之争被剥皮食草的。所以我们为了应对不久之后的受潮，就必须针对铁壁军被削的事情提前布置破局的办法。而事情的关键点就在于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原因上，只要从根本原因上找到问题的话，我们才能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而我则提醒了一下在座的2位，铁壁军这支部队是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保住的，因为我们身后就是南州千万百姓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拿天都国的100年国运去赌一个明知不可为的未来。为此，我认为我们宋府即使委曲求全或者以身饲虎都可以接受，只要能保住铁壁军的话，我们宋家就应该将这些暂时放下不提。而老侯爷在听完了我的话之后，就陷入了沉思。不过他很快就理解了我的用意，并且表示我刚刚的话语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撼。然后他就以宋家家主的身份表示，宋家全体都支持我的决定。大丈夫能屈能伸，只要能保住铁壁军的话，他愿意暂时放下宋府所有的名誉、尊严和原则。而顾院长在听完老侯爷的表态之后，也被震惊住了，因为他没想到我们宋府竟然能为了大义去放下骄傲，以屈求伸。对此，他就代表南州顾家表了一个态，在大义的面前，他们顾家愿意全力支持我们宋府的一切行动。而我则对此感到了一丝尴尬，随即我便让他们都坐回来慢慢聊。热血上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紧接着，我就询问了顾院长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家既然能得到这个消息的话，想必他们在朝中肯定还有着一些情报来源的，所以我想从他这里知道这次来永安城封赏的队伍里有哪些人。对此，顾院长就告诉我，这次负责带队的是4位大公公之首的林公公，除此之外，3监6部那边会有一些随行人员，加上安保队伍的话，人数应该在40人左右。而我在听到林公公的时候，就紧张地询问他，是不是4位大公公之首的林富光林公公？对此，老侯爷就询问我是不是跟他认识，因为他看出了我对林公公是有印象的，而我对此则表示并不认识，充其量算作是有所耳闻而已罢了。上一世，当我从西水国赶回来天都的时候，局面已经非常的不妙了。那时候，南荣将军和林国公都已经战死，由玄甲卫负责的北境防线也已经崩溃。恰逢天都国内陛下驾崩，朝堂群龙无首之际，东周、南境和中州的乱党们则借机纷纷暴起，整个天都国可以说是危在旦夕了。而手中握有兵权的林富光林公公，则在危难之中振臂而起，以一己之力震慑住了以大皇子为首的投降派，然后他还力挺3皇子入京监国。
同时他还亲自挂帅赶赴前线指挥作战，在他的一番操作下，成功拖延了弥伦国的入侵速度，为各地军队平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虽然之后天都城还是在战火中陷落了，但战死沙场的林公公则赢得了一代贤宦的身后名。所以我在得知是他带队过来封赏的事情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尝试跟他说明之后的情况呢？对此，我就询问顾院长和老侯爷他们是否有办法能和林公公搭上线，而老侯爷则询问我是不是准备从林公公这里入手解决问题。对此，我就告诉了他们我的想法，因为如果是这位林公公的话，他应该不会对即将爆发的受潮坐视不管的，要是能取得他的信任的话，或许会有所帮助。而老爷子在听完我的话后，却表示这是几乎没有可能的，因为他认为除了他们这些亲人之外，应该没有人会平白无故的去相信蓝荒长城这里会即将爆发一场受潮的。对此，我也陷入了沉思，要是现在能像在敖丙秘境中调用幻境的力量的话就好了。可惜鲛人玉这个宝物已经还给他们了，而且我随便带外人进入敖丙传承秘境也不是很礼貌。然而我顺着这个方向去想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母亲给我留下的另一份遗物，那个类似控制玉盒的东西，回头我可以扔给小红研究一下。而顾院长在听到我的话之后，就询问我是不是想取得林公公的信任后，请他安排自己的亲信来接管或者监督铁壁军。这样做的话，我们确实可以保住宋家对铁壁军具有一定的实际控制权。对此，我就表示顾院长这样去想是正确的。不过正当我准备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我手中的通讯手环则传来了一通来电提醒。不过因为我跟红石商会的交易，我暂时还不想让顾院长他们知道，所以我在离开饭厅之后才选择接通了这个电话。而电话对面的洪掌柜在跟我寒暄了几句之后，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打这通电话的原因是他们洪氏商会的总掌柜洪玉箫小姐今天下午会来到永安城这里，所以他想作为信使来邀请我今晚去跟洪小姐一起共进晚餐。对此我也突然来了兴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加钱能使磨推鬼，他们洪氏商会那超能力和经营多年的情报网属于是强大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所以铁壁军这是或许真能从他们身上找到突破口也说不定。而且这次要见的人还是洪氏商业帝国的那位未来掌门人，要是能跟对方达成某种长期合作的话，对于我们宋家而言，完全是属于瞌睡了有人来送枕头，并且这个枕头看起来就非常的大。当铁壁军的事情陷入了僵局的时候，宋府东院里面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觉到陌生的男人。这人到底是谁呢？时间回到我与洪掌柜约定好晚宴时间的时候，那艘载着洪玉箫大小姐的非洲也顺利抵达了南荒长城附近的空域中。与此同时，洪小姐则在机库中检阅着手下的雇佣兵部队，而眼下这一批来自东大陆各国的量产机，则是她这几天特意为我准备的见面礼。而洪掌柜在来到机库之后，就立即将晚宴的事情汇报了上去，并且他表示宋公子那边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情况都跟玉箫小姐之前所预料的如出一辙。对此，洪小姐就表示这些都不是难预料的事情，而且她看了一下当前收集回来的情报之后，就更加觉得我这人非常的出人意表，所以她认为现在再以这些东西来作为见面礼的话，肯定是不能打动我的，并且她认为要是从财力上出发的话，她把自己全部的嫁妆搭进去也未必能入得了我的法眼。对此，洪掌柜就感到了非常的震惊，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眼下这些东西作为见面礼已经是非常的贵重了，而他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性则是洪小姐是打算以这种方式来展示洪氏商会的巨大财力，并以此来为之后的合作谈判创造一些优势。对此，洪玉箫则否决了他这个想法，因为在他的认知里，眼下这些量产机虽然已经很昂贵了，但以宋公子手上能调用的财力来说，这些其实也并不算什么。而他此行要向我展示的是他们洪氏商会背后那强大的渠道和情报手段，因为这才是他们商会真正值钱的地方。这些即使是圣阶强者或者是天都八将，他们也没有办法搞到的东西，而他们洪氏商会却可以源源不断地将这些东西提供给我，所以他认为这些才是他和我能建立长期关系的重要筹码。除此之外，他不认为还有其他什么东西能真正的打动我。对此，他也对今晚的晚宴提起了兴趣，并且提前了3个小时回去房间里沐浴更衣，避免出现任何令他感到尴尬的事情发生。而大家都不知道的是，他之所以要争取到我的原因，其实是他想要稳压另外几位洪氏商会候选继承人一头，他要保障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稳操胜券。原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是想使用光明正大的商业手段来跟其余几人决一胜负的，但现在家里面的情况每况愈下，所以他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而且如果让他查到有人敢先破坏规矩的话，那就别怪他不念及血脉亲情了。与此同时，我在结束与洪掌柜的电话之后，就回到了会客厅的饭桌上了。对此，顾院长就让我继续说一下之后的打算。除了取得林公公的信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保住宋府对铁壁军的控制权？而我则表示，赌注当然不能全部都压在林公公他一个人身上。之前所说的办法，只能说是试一试而已。随即，我便开诚布公地告诉了他们，我今晚约了洪氏商会的洪玉箫小姐一起吃饭，其他办法就需要等我从她那里获取完信息之后再做打算。对此，顾院长则被我小小的震惊住了，因为他想不到我这个1年前还默默无闻的家伙，居然能引起洪氏商会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的注意。而老爷子则对洪氏商会那无孔不入的情报网很感兴趣，而且他还跟我说，他们现任掌门人洪克己近几年身体都不太好，所以他认为对方接触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丹药方面的能力，而有求于我。对此，我也表达了认可，
因为我也是准备利用丹药这方面去和对方置换一些紧缺的资源。顺道我还想从他们那里获取一些关于林公公的详细情报。虽然上一世林公公是以一代贤宦的身份战死沙场的，但我在地灵纪元的环境中学到了一句话：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粲时。事情不到盖棺定论的那天，始终都难以对这种权臣做出最终定论。当时国家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林公公的个人利益是和天都的利益完全一致的，所以当时他能为国捐躯，成为一代贤宦。然而现在万一我或者宋家的崛起动了他，或者他那个派系的蛋糕的话，事情就不好说了。因为上一世中是没有出现过朝廷封赏和铁壁军兵权被削的这些事情，而且其中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是，这一世我救了原本应该英年早逝在南州的二皇子。对此我就很直白地询问了顾院长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想知道他们顾家到底是支持太子的稳健派，还是站在二皇子那边的主战派。而顾院长在听完了我的问题之后，就立即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因为大皇子虽然一直住在东宫里面，但陛下到目前为止其实都一直没有进行正式的太子册封，所以他让我注意好这里面的分寸。对此老侯爷则表示这个说法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一方面大皇子的母族乃是中州大族，再者他一直居住在东宫之内，所以这也算是被朝臣们默认的未来储君之位。不过老侯爷还听说了，在主战派的支持下，二皇子那边已经开始有了和大皇子分庭抗礼的力量，而且这样的局面里，要是说没有陛下的暗中支持的话，恐怕也说不过去。而我在听完了他们俩人的发言后，就突然想到了一些让我脊背发凉的事情。前世因为二皇子很早就不在了，等到我知道大皇子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稳坐太子之位了。所以现在看来，我们宋府其实是被卷入到了立储党政的漩涡里了。眼下铁壁军兵权的事情，很有可能就是大皇子一派认为我们宋府和二皇子那边走得太近了，所以故意打压我们的，又或者是陛下在刻意以二皇子来制衡准太子，他不希望主战派能获得会影响平衡的力量。对此我就感到了一阵头痛。受朝在即这些上面的大人物还在为了争权夺势乱搞一通，这种情况真的让我感到了有些身心疲惫。而顾院长和老侯也在看到我一脸愁容之后，就表示让我把问题都说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应对。但身心疲惫的我就表示现在说太多也没用，这些事情还是等我晚上跟洪氏商会那边吃完饭再说。在结束了这场令人身心俱疲的午饭后，我就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宋府东院里面，而一直守在我房间附近的马爷则立即迎了上来，询问我接下来他们这些守卫要做些什么。对此我就让他去通知其余几位侍女解除警戒，因为在解决了巡下的问题后，应该没人会再来宋府东院这里搞事了。紧接着我顺手就解除了房间周围的防御阵法，因为按时间来推算的话，三太爷他应该已经完成药力的吸收了。然后我就让马爷他们去忙活自己的事情，而我则需要上楼去看看三太爷的情况。然而当我推开房门进屋的时候，却跟一个陌生的男子来了一个四目相视，而且这人还在我的衣柜中找衣服穿。对此经过一顿美容美发后的三太爷就一脸骚气地询问我，他的这个新造型是不是帅到没朋友了？他现在感觉自己整个人跟脱胎换骨了一样。而脑袋宕机的我在回想了一下之后，才想起了自己给他留下的那些丹药。不过不得不说，他现在这个样子，估计连他母亲都认不出来了吧。在三太爷的一通讲解下，我终于了解到我们宋府的辉煌过往。不得不说，宋府在那个时代的天都国内确实是空前绝后的存在。时间回到我回到自己房间前的1刻钟左右，眼前这位年仅120岁的单身青年才俊就在我的房间内对着镜子犯难。要不是因为长期伤病的缘故，他这位圣阶强者根本就不可能衰老成这副模样。随即他转头就盯上了我留给他的那些美容丹药，因为摆在桌面上的这些御夫丹和逆老丹以及焕颜丹就可以帮他摆脱掉容貌焦虑这个问题，而这也让他回想起了那些过去的峥嵘岁月。当年他20几岁就轻轻松松地踏入了天阶强者的行列，而且实力之强悍在那时候天才云集的天都城中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代翘楚了，并且他还凭借着风流倜傥的外表吸引来了一大票倾慕者。然而属于他宋秉川的逆天气运还在持续的发力，在他准备迈入30岁之前，上一代曹人的素人陨落，而气运爆棚的他就顺理成章地觉醒了体内的心印，成为了新魂将曹人的继任者。之后的数年间，他都一直活跃在天都边境附近的各大战场中，并且随着修为的增长，他在各大战场上的战绩简直就跟开了挂一样疯狂飙升，东大陆各处都传颂着他天都凤王的这个名号。随着他实力的增强，很快他就踏入了圣阶强者的行列，而朝廷在参考了他过往的战绩之后，就果断地将他列入了天都8将之中，并给出了丰厚的待遇和封赏。所谓一人升天，先集鸡犬。当他宋秉川在朝廷中打响了名号之后不久，他的小妹就嫁给了当时的太子殿下，而且家里的小辈宋敬忠也娶了老皇帝的小女儿。就当时而言，宋家的风头可以说是一时无二，甚至在他们之后的时间里，宋家之内又出现了我父母这一对神仙组合的存在，宋家在朝廷中的地位更是来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所以综合这么多要素来讨论的话，那个辉煌的时代是属于宋秉川和新魂将曹仁的时代也不为过。就算时至今日，天都国内还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传说，而他也借着这股势头顺利地过上了笑傲红尘引尽风流的生活。什么红颜知己娇蛮校花和2线家族那些投怀送抱的傻白甜他都玩腻了，
所以最让他满意的还是后来的冰山女总裁和病娇女刺客那种。当时他的生活完全可以说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每天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女伴陪同。但现在他这个一生要强的男人却遇到了这数十年以来最大的难题，因为他在查阅了一遍现在天都国内流行的发型后，就发现自己他妈的根本看不懂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品味。不过幸好的是，就算他不懂现在年轻人的审美也问题不大，因为他依稀还记得小魏姐曾经喜欢的类型，所以他立即就决定要给自己来一个同款发型。但他在动刀之前却犹豫了一下，毕竟这头白发已经陪伴了他很久，所以要剪掉他们的话，多少还是有点心痛的。不过当他再次想起在地下小庭院里等他的小魏姐时，他就当机立断地剪掉了自己头顶的秀发，因为他等会要去给小魏姐一个大大的惊喜，所以他必须做出改变，而且这个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他在整理完头发之后，就看到了一款他挺喜欢的胡子造型，所以他秉持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原则，就顺手把胡子也剃了。但他在做完这些之后，就又再次犯起了难，因为他等了很久我都还没回来。对此他把心一横，就打算在我回来之前把这些丹药都全吃了，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也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随即他便一次性将眼前各类的丹药全部都吃了下去，然后原地调息凝神，开始吸收丹药的药力。片刻之后，那些缠绕在他身体周围的药力很快就被他吸收完了。随即他便迫不及待地看向了摆放在一旁的镜子，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服用这类型的丹药，所以他不知道效果到底会是怎样。紧接着下一秒，我的房间中就传出了三太爷的一阵惊呼，这一下把守在门外的马三六也吓了一跳。而他在看清楚自己现在的容貌时，我房间里的镜子却遭了殃，这哪里是仅仅年轻了5岁而已，这完全是帮他返回了自己的壮年时期。随即他便抚摸起了自己那英俊的脸庞，从光泽和皮肤饱满程度来说的话，他认为至少恢复了颜值巅峰的1/3左右，而且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此刻身体内的脏器和肌肉组织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状态比刚刚服用完延寿丹的时候更上了一层楼。对此他在回去地下小院之前就对我的衣柜提起了兴趣，因为他想试穿一下现在年轻人的服装，来看看效果和气质。随即他便从我的衣柜中换上了3种风格各异的衣服进行挑选，而在我优秀的衣品加持下，老爷子开始慢慢找回了一些当年风流倜傥的气质。不过最后他还是认为白色的衣服更适合他，毕竟小魏姐一直都称他为天都小白凤。与此同时，在他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之后，我也结束了会面工作，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而心情大好的他就立即摆好了造型给我秀了一脸，而且他还迫不及待地询问我对他的新造型有什么看法。对于自己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男子这事，我一开始是非常蒙圈的，导致我脱口而出询问了他一句你是哪位。而他在看到我一脸蒙圈的状态之后就更高兴了，然后一脸贱兮兮的跟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对此我才终于从震惊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但我还是忍不住的吐槽了一下他这个非主流的发型。然而他在听到我的吐槽以后，就再次摆起了一个非常骚气的造型，并且一脸自信的跟我说他认为自己现在的造型非常的时髦。对此我也不打算继续跟这个老顽童玩下去了，只要他满意啥都好。而他也告诉了我，他现在感觉自己无论是身体状态或者外形的变化都非常的好，他老人家有我这样天资聪慧的后代倍感安慰。对此我则对丹药的效果表达了认可，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炼制这类型的丹药，现在效果看来确实比我预期中要高出不少。而他在听到这话之后就突然背脊发凉，因为他这次的行为约等于是给我免费当了一次实验小白鼠。不过他对这个效果还是感到了非常满意，然后一边跟我胡扯一些感受上的事情，一边眼疾手快的将桌面上剩余的丹药都收入了自己囊中。紧接着他还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服药总结，他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小母牛回牛圈，牛逼到家了。但他在走出房门前，我却叫停了他，并询问他这是要去哪里。而他则告诉我他现在赶时间要回去地下小院里。而他这个老顽童在转念一想之后，就认为我叫停他是在惦记着他之前承诺我的那些娇妻美妾，所以他让我放下心来，等他事情处理完了就立马回天都城给我抓几个回来。在解释完这些之后，他就提醒我等会不要去小院里打扰他，因为他等会属于是家人有约，任何事情都得等他约会完了再说。对此我就立马打断了这个老顽童的话，因为再让他说下去的话，事情就要偏到姥姥家了。而我叫停他的真实原因是，我想帮他测试一下星魂降曹仁是否能正常使用，因为这个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对此他却遗憾地跟我表示，这个测试他在服用完延寿丹的时候就已经试过了，但他不知道该如何跟我形容那种怪异的感觉，因为他感觉问题不仅仅是自己失去了右臂导致心脉缺损这么简单，所以他认为当年的那个事情似乎让他丢失了更多的东西。而我在听完他的话之后，就询问他是不是在调取星网数据的时候感觉到丢失了一部分星魂降曹仁的数据。对此宋秉川老爷子就立即认可了这个说法，并且他表示刚才自己尝试构装的时候，就因为这部分的欠缺导致他无法顺利构装出完整的曹仁。而我在确认了这个问题之后，就告诉了他我可以试试帮他补上这部分丢失的数据。随即我大手一挥，就将之前小红给我整出来的几版曹仁都投影了出来。有这些数据在，我就可以让小红尝试去修复三太爷那边的曹仁。所以我就询问他是否希望自己能够以更加完美的姿态重新出现在家人面前。在我为三太爷修补星魂降曹仁数据的时候，
我一直没怎么关注的小野也悄然出现在了宋府之内。不过他这次出去其实是跟在小紫苏的后面，而原因则是小紫苏在完成了警戒任务之后就猪瘾犯了，所以他就偷偷的前往外院的后厨里，准备偷吃点好料，并且他还念及吃货情谊的把张六爷也一起带上了。对此不太了解这些规矩的张六爷就询问他为什么吃饭要来后厨这里，明明昨天他们三人在外院的食堂里也能吃到很多好吃的，而小紫苏则让他别提昨天的事情了。今天要这样做的原因，完全就是因为他们三个昨天实在是吃的太多了，导致外院食堂把他们列入了黑名单里面。但张六爷对此却表示了不理解，而且他还觉得黑名单这个词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而已经饿坏了的小紫苏则不想再跟张六爷解释下去了，并且转头就蹑手蹑脚的开始了他的潜入后厨大作战。然而下一秒，他就感觉到了一股浓烈的杀气，而且迎面还有一大堆厨具在疾驰而来。不过已经晋升到地阶高手的紫苏对此也是早有准备，仅仅几个呼吸时间，他就巧妙地化解了这次危机。那行云流水的动作，外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他平时就没少做，妥妥的惯犯行为。而厨师长此时也从后厨里走了出来，并且一见面他就开始训斥紫苏这个贪吃的大胃王。他这个黑名单要是再敢来外院食堂的话，接下来就要动真格的了。对此紫苏就表示自己只是多吃了一点点而已，至于把事情搞成这样吗，并且嚣张的表示多出来的那部分他交钱就是了，甚至他还把我搬上了台面，说我们东院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他家少爷手里可有的是小钱钱，他想怎么吃少爷都会给他结账。与此同时，三太爷在得知了我能帮他修补星魂将数据的时候就大为震惊，因为我刚刚给他展示的一切都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所以他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他过往的记忆里和阅读过的史料文献中，也没有听闻过有人能做到这种事情，就算往前追溯到天帝国时期的历史里，也找不到这样的奇迹。对此我就跟他说，我也不敢100%的保证这是能成，要想知道结果的话，我们试一试就知道了。紧接着我就让三太爷跟我到外面的庭院里去，因为房间里的空间有限，够装机体的话怕不是要把我房子给拆了。而三太爷在听完了我的话之后就陷入了沉默，然后他从我的背影中回想起了我母亲这位神奇的人，但就算是当年的他也未必能做到修复损坏的始源星魂将数据。但紧接着他就想起了阿忠之前跟自己说的一番话，他表示自己的孙子貌似在外面获得了奇遇，不仅魂脉修复好了，实力也随之突飞猛进了起来，并且他还从某个神秘的秘境中窥探到了未来的惨烈景象。对此他就决定让我尝试一下这个事情，如果修复成功的话，他本人的实力还真的有可能重回巅峰，甚至再上一层楼也不是不可以。而在我带着三太爷来到庭院中的时候，马爷还依然守在我的房门之前，随之他就察觉到了有圣阶的气息，所以他立马回头查看是不是那位大人物出关了。可他这一看却把他整个人都吓坏了，这一眼的震惊程度甚至比对方用圣阶魂力锁定他还来得更厉害，因为他不敢相信之前还是一位白发老者模样的三太爷竟然能在半天之内完成改头换面，因为这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对此一肚子坏水的三太爷就再次摆好了姿势，猛秀起了那骚气十足的身姿，并且一脸坏笑地询问小马是不是认不出自己了。而马爷在被秀了一脸之后，就小声地询问我是不是给三太爷服用了返老还童的丹药，而且他还感觉三叔他老人家好像变得比以前更帅了。对此我就给他解释说，这一切都是3种丹药组合使用的效果而已，而且我也没想到焕颜丹那提高颜值的作用还挺好的。而马爷对此则投来了羡慕的眼光，并且他认为这些丹药要是流出市面的话，整个东大陆甚至那些世家老祖都会为之疯狂。对此我就表示丹药的效果其实没有这么离谱，三太爷身上能有这样的效果，完全是因为他是圣阶强者，寿元上的提升以及修为恢复也给他身体状态带来了一些逆转。正常情况下，这几种丹药组合使用的话，最多就是能让普通人外表看起来年轻2到3成而已，所以丹药的实际效果其实没有这么夸张。而马爷在听完解释之后，依然表示这已经很神奇了，因为能让普通人恢复过去容颜的3成，已经是逆天为的事情了。在解决完他的疑问以后，我就让他去吩咐隐卫的人来东院外围警戒，侍女以及家丁都安排去外院休息，因为接下来我跟三太爷要在这里处理一点大事，所以要掩人耳目一些。不过我在吩咐完这些以后，我就让马爷和阿北回头找个时间过来找我一下，他们身上的那些暗伤我也可以替他们治疗一下。而我的这番举动也让马爷深受震撼，因为在他眼里，当年那个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小少爷真的长大了。随后他就跟我表示，他们能有幸成为宋府的家臣是他们的荣幸。想到这里，他的眼角也泛起了阵阵泪光。在说完这些之后，他就立即动身去完成我交给他的任务，而我则跟三太爷表示，等会我们就在这里开始测试。随即我抬手一挥，整个宋府东院瞬间就被3重复合阵法笼罩了起来。而三太爷对此则感到了少许震惊，因为他从阵法上的阵纹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阵法里不仅可以隔绝气息和魂力波动的外泄，而且还具备内外双向防阵的效果，甚至其中还带有视觉隐匿的功能。然而最让他震惊的是，这种阵法我竟然可以做到瞬发成阵，所以他认为我这手段应该可以在皇城内来去自如了。要是可以的话，他还想拜托我带他去皇城里探望一下许久未见的小妹。与此同时，在我做好准备工作之后，我就让三太爷在这里把星魂酱构装起来看看。对此三太爷也没有半点含糊，
转头他就凝聚起了魂力，开始星魂构装。毕竟他也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这位老搭档了，所以他的心情也是蛮期待的。但此次构装却注定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当机体慢慢组合起来的时候，缺失掉的那一部分数据是无法完成聚合的，所以这就导致机体的胸部以上以及整个右半身都无法构装。而我在仔细观察了一遍之后，就发现现在缺失掉的那一部分数据跟我之前复制回来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随即我就将小红召唤出来，而小东西一出现就询问我是不是又有事要他出手相助。对此我就让他查看一下眼前这台星魂将曹人的构装过程。现在这样的情况，他要是能有办法解决的话，我回头就给他升级成 AI 组的组长。小兰以后就听他使唤。然而我话才刚刚说完，眼前的星魂将曹人却已经强制心解了。对此三太爷就表示，实际情况和他感觉到了一模一样，因为缺失了部分数据，导致构装体难以维持状态的稳定，即使勉强构装成功了，也会很快崩溃。而我则询问小红能不能给出解决方案，因为我之前还没有尝试过对外人使用星主系统。对此小红就拍着胸脯跟我说，只要我去接触三太爷的身体，他就可以利用系统来查看对方的将魂数据。然而在我跟小红交流的时候，隔壁旁的三太爷却像在看傻子一样看着我，因为他不知道我为何要对着身旁的空气自言自语，而这才让我想起了外人是无法看到小红的，所以刚刚自己这是在三太爷面前演了一回傻子的戏码。对此我转头就询问小红，她能不能主动现身让别人看到，而她则告诉我这是可以的，而且她还可以指向性的选择这个目标人物，在场没有被选择的人则依然无法看到他。随即他在解释完以后就一脸贱兮兮的准备现形，而三太爷在看到他的时候就差点被吓到了，所以他立即询问我眼前这个红色小飞虫是什么东西。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结合阿忠之前所说的话，他就询问我这是不是我从超古代文明遗迹里捡来的电子宠物。对此小红就让他这个老杂鱼礼貌一点，他才不是任何人的电子宠物。对此我也表示了一定的认可，然后我就让三太爷把手借我一用，因为接下来的工作需要用到。然而他老人家却会错了意，随即他就开始拆自己的一只。对此我连忙上前表示我要的是另外一只手，这样我才可以帮他检查将魂的数据。而他这个老顽童就表示刚刚只跟我开了一个玩笑而已，让我别紧张。对此我是真的又气又恨，他要不是长辈的话，我高低要祝他个身体健康。而在我们的身体开始接触的时候，小红就立即开始了数据分析。对此我就询问他要分析多久，因为我不想像之前一样傻傻的站在这里捏着一个老顽童的手，而他则告诉我仅需要片刻就可以宿主，请放心。在修复三太爷的将魂数据时，却有一件事情让我突然脊背发凉。如果小红可以将我这边的将魂数据同步过去给其他人的话，那说不定博士之前是不是就是利用这个手段将曹人赋予给杜老的呢？时间回到小红开始解析三太爷身上将魂数据的时候，结果也如我所想的一样，他这家伙所说的片刻完全就是骗小孩的伎俩。而等到他完成工作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三太爷那边的将魂数据缺失情况跟我当时复制回来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对此我就非常恼火地质问他，如果这就是他分析出来的解决方案的话，以后他去食堂吃饭他就得排在小兰后面。而他在看到我发飙以后就连忙解释说是我误会了，他刚刚的意思是如果情况是一样的话，那问题就很好解决。首先他第一个方案就是给三太爷做一个数据更新，这样他老人家就可以使用当前星网迭代后的最新版星魂将曹人了。而第二个方案则是将我这边已经更新好的数据进行逆向操作，这样也可以覆盖掉三太爷那边已经损坏的将魂数据。对此我也提起了兴趣，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想到我这边复制回来的数据竟然可以逆向填补回去星魂将素人那边。然而我在多想了一下之后，就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所以我立即询问小红，如果按第二个方案执行的话，是不是可以将他之前搞出来的那些虚有其表的曹人数据也一并覆盖过去？对此他就表示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这样操作的，但实际情况还是需要实验过才知道。而我则被这个回答给震慑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被称作博士的神秘人或许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将不属于这一个纪元的星魂将数据赋予给杜老的。不过我还是没能理解博士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难道他这么做是要故意绕开星网的监管吗？莫非他心中有着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吗？但前世他将曹人给了杜老以后，他却加入了那帮家伙里面啊！直至最后的最后，他们也是以英雄的身份战死的。所以说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与此同时，在我想事情的时候，三太爷就突然插了一句话进来，他询问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维持着这个姿势站着，他觉得我们这样多少有点那啥了。对此我就停止了自己的猜想，然后转头就让小红将我这边的曹人数据覆盖过去。不过在他操作之前，我就提醒他不要把星辰色也覆盖过去。对此他就告诉我，星辰色变换是星主系统持有者特有的隐蔽能力，所以这个和将魂数据是没有关系的。而就在我们对话的时候，小红很快就完成了数据的覆盖修复。对此我就突然感觉到了少许的错愕，并询问他这次为什么会如此的快，而他则一脸错愕的跟我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之前我去复制别人星魂将数据的时候，不也是叮的一声就完成了吗？这种数据调取在星主系统面前简直不要太简单。随即我就跟三太爷表示事情已经处理好了。对此他
他就询问我什么叫处理好，因为他有点不敢相信这么短时间之内就能修好他的新魂将曹仁。对此，我就直白地告诉他，这次是直接给他换了最新款的，所以我让他现在够装出来试一下，看看他喜不喜欢。而三太爷在听到换新这句话以后就非常震惊，并询问我这是不是眼前这个小飞虫做的。对此，小红也嚣张跋扈了起来，在三太爷的赞美之词下，他的鼻子差点就翘上了天。随即我就跟小红一起让开了场地，给三太爷留出发挥的空间。我相信他现在也按捺不住那激动的心情了。而沉寂已久的三太爷转身就立即凝聚起了魂力，向着那位陪伴了他一生的老伙计发出了召唤。紧接着一道仿佛能贯穿天地的魂力霹雳骤然乍现，在场的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凤凰涅槃重生的喜悦。此刻隐匿行踪10几年的天都凤王终于可以向世人宣告他的完美回归了，那对强而有力的羽翼必定能在东大陆再次掀起惊涛骇浪。对此，三太爷也感到了非常震撼，那种熟悉的感觉终于回来了。而他也很快就发现了机体上的变化，因为在构装过程中，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魂力的消耗比以前有着大幅度的减少，而且列表上也增加了数款全新的武器和战斗方式。所以心情大好的三太爷就趁此机会邀请我来陪他练练手，并且告诉我他会将修为压制到地阶的，让我放心大胆地跟他好好玩耍一番。既然他老人家有此雅兴，我也决定了要舍命奉陪。正好今天我也有一大堆烦心的事情要好好发泄一下，随即我也凝聚起了魂力，开始构装自己的机体。不过在此过程中，我要先从吕布开始，然后切换成敖丙的模样，最后我再以星辰色曹仁的模样完成了这次的构装。而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家里人到现在都以为我是新魂将左慈的素人，所以我只能以这种尴尬的方式去把自己伪装成左慈。对此，三太爷则有点好奇，因为他也是第一次跟新魂将左慈的相遇，所以他想起了一本由那谁所写且流传甚广的画本，因为里面就继续着新魂将左慈有着幻化的能力。随即他便驾驭着机体向我发起了进攻，因为他也十分期待新魂将左慈能给他带来更多的乐趣。而我见此情形，也放开了手脚，向着三太爷发起了反冲锋。今天积蓄回来的坏心情也在此刻烟消云散了。紧接着我们俩人的拳头就对撞到了一起，双方的魂力也在这一瞬间激荡在周围的空间中。而三太爷不愧是有着数十年战斗经验的战士，仅第一招他就给我玩了一招以柔克刚，一个卸力反手就擒住了我的右臂，然后他身体稍稍后仰，开始借势发力，他的右脚也趁此机会踢向了我的胯下。不过我对此也早有防范，在他的右脚快要击中我之前，我的左手就猛然下压去抵挡他的攻击，而且我借着他调整姿态的间隙，将自己的右手收了回来，并以一记极其快速的冲拳还以颜色。紧接着我们就开始了近身短打，因为我们双方都很清楚天下武功无快不破的这个道理，所以三太爷就抢先开始了提速，想以此来抢夺先机。而且他这番操作甚至摒弃掉了自身防御。对此我就全取手势，因为我也想看看自己现在的极限到底如何。此刻的我们俩就像天生战斗狂一样，双方都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紧接着我们双方同时都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借此机会，我们俩人又再次蓄满力向着对方攻去。这一下对冲双方都使出了全力，空间中激荡的魂力甚至吹散了对练场上的硝烟。然而下一秒，我们俩人的中间就发生了一场因魂力膨胀导致的剧烈爆炸，所以我们俩人都立即向后进行躲避。等到爆炸结束以后，三太爷就对我的实力表示了认可，甚至他还感觉到了一点小惊喜，因为他没想到我们俩人现在都同为地阶巅峰的情况下，我竟然能完美的跟上了他的速度，而且各种应对方式都表现得非常游刃有余。所以接下来他准备看看我在剑术上的技巧，而且他老人家在开始之前就提醒我，他在这方面的造诣也是有说法的。随即他便构装出了曹仁的全新武器巨蓝剑，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柄重剑是我从杜老那边的数据改良而来的。对此我则准备以剑盾流的方式去应对他的双持重剑，希望他老人家在剑术的造诣上真的犹如他所说的一样，不要让我失望。而他在看到我的剑盾流之后，就立即来了兴趣，并且提醒了一下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这个道理。所以他认为在绝对的力量和速度面前，那些招式和技巧都不过是花拳绣腿而已。他很想看看我要怎么去接住他这势大力沉的一剑。随即我们的第二场较量就正式打响了，新魂将曹仁之间的对战胜负到底花落谁家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把一直在地下庭院中休息的呼延卫吓成了这样子呢？很难想象一向性情冷淡的他为何会露出这样的神情。时间回到我跟三太爷刚开始练手的时候，此时在外院后厨的小野和紫苏正乖巧地坐在院子里等着开饭，而紫苏在等待的过程中就留意到了小野的目光一直看向着宋府东院的方向，所以他就好奇地询问小野那边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对此张六爷就一脸平淡地告诉他，那边正在发生着一场很无聊的战斗而已，没什么好看的。而紫苏在听完了他的话以后就更加的好奇了，因为他知道今天东院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在进行着，而且他还知道小野的神识是非常敏锐的，所以他就认为东院那边会有热闹可看。不过就在他思考着要不要回去东院里看热闹的时候，厨师长桂姐就端着2大盘炒饭走了出来，并且一脸没好气的让他们2个吃完了赶紧滚蛋，别继续打扰他工作。对此紫苏和小野这对小馋猫瞬间就把看热闹的事情给忘得一干二净了，而桂姐则警告他们下次别再来后厨这里偷吃了，要是再给他发现的话，食堂也不再给他们进去了。
而紫苏这个淘气包知道自己惹人不高兴了以后，就立即上前摇着桂姐的手臂装傻卖乖，甚至他为了以后还能吃上这口饭，就表示待会他和小野可以跟桂姐一起出去采购当苦力。对此他就跟桂姐说自己现在是无敌的地阶强者，而且他还把小野捅了出去，并表示小野在实力上面更是深不可测的存在，所以让他们陪同出去采购食材的话，他们可是非常好的苦力组合。对此气消的差不多的桂姐就表示这是让他考虑一下之后再说。不过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却留意起了小野头上的那对牛角，所以他很快就依据我过往的行事方式去判断，小野肯定又是被我坑蒙拐骗进来的可怜妖族小朋友。而还在他观察张六野的时候，小野则一脸傻气的流着口水询问他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开饭。对此桂姐就不再打算继续欺负他们俩了。而当他掀开盖子的时候，一道金色的闪光就骤然乍现。等到闪光散去了以后，一道用料极其丰富的炒饭就出现在了这对小馋猫的面前。那扑鼻的香气让没啥见识的张六野立即询问起了这道是什么料理。对此紫苏就立马跳了起来给他介绍，他们眼前的炒饭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家炒饭。三夫人当年开创这道料理的时候，还被传说中的美食组织老饕会评选为了天都城的10大隐藏美食之首。他自从吃过一次之后，就彻底爱上了这道料理。那颗粒饱满、软糯适中的米饭，加上滑嫩可口的鸡蛋，让他记忆深刻。配料方面，他也是非常喜欢。那弹牙的牛肉粒加上火腿的咸香和鲜美的虾仁，简直让他上瘾。而且宋家大厨们还得到了三夫人亲传下来的魂力烹饪技术，所以让这道炒饭拥有了非常独特的风味。他每吃一口都能从里面品尝到不同食材传递出来的层次感，所以这道宋家炒饭他是1周不吃就浑身难受，简直是让人欲罢不能的存在。然而他刚介绍完，却发现桌子对面的小野根本就没在听的，而且他还在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干饭速度，把眼前的一大盆炒饭全部吃了下去。而紫苏还没惊讶完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问桂姐能不能再来一碗。对此桂姐就遗憾地表示，这2碗炒饭已经耗尽了后处理的食材边角料了，所以他也没办法给大家续碟了。而张六也在听到这个噩耗以后，就把意犹未尽的目光看向了紫苏那盘。对此紫苏立即就把自己那盘护在了身后，生怕对面这个干饭机器一眨眼就把自己的也吃完了。然而小野却在这个时候舔起了自己的盘子，那本来满是油污的盘子被他舔得锃光瓦亮的，这情景让一旁的俩人都大为震惊。那可怜的样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俩在虐待妖族呢。而且小野在舔干净了盘子以后，还用一种楚楚可怜的小眼神看着厨师长桂姐，那表情和他之前要出手攻击呼延卫的时候简直就判若两人。对此深受良心折磨的桂姐就跟他们说，让他们俩人待会陪自己出去菜市场采购，回来他再给他们俩人继续做吃的。而小野在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就非常的高兴，那双眼放光的表情比紫苏刚才的献媚还更离谱。不过此时桂姐就询问起了小野具体是什么族群的妖族，如果是跟牛有关的族群的话，她怕刚刚的炒饭里放的牛肉会让小野反感，而且他们等会要一起去菜市场，所以她准备给小野找一顶厨师帽戴下，等会人多眼杂，她怕有人会对妖族有敌意。与此同时，在地下庭院中休息的呼延卫则从直通地下的电梯里面走了出来，而他走上来中院的目的其实是在地下感觉到了东院那边的方向传来了细微的震动，感觉像是爆发了战斗所导致的。不过他用魂力查探了一遍，却完全查探不到有魂力的波动，所以他就决定在宋秉川这个小笨蛋没有回来之前，就代替他过去查看一下情况，要是有事情发生的话，他就代为处理了。然而他前脚刚迈出电梯后的不久，他就再次遭到了宋府隐卫们的拦截。对此他就没好气的跟这群喽啰表示让他们让开，要不是他跟小笨蛋关系挺好的话，之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就全都死了。而隐卫的队长在听到以后就上去委婉的表示，他们只是在执行警戒任务而已，所以他想请呼延卫不要让他们为难。对此呼延卫却根本不予理睬，并且不顾阻拦的开始往东院的方向走去。见此情形，带队的那名隐卫就让同伴们让开道路给这位贵客过去，因为他们之前看到过三太爷在对方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所以他们也不敢去招惹这尊大佛。对此其他队员就让队长立马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侯爷，因为这种事情只能交给他们这些大人物之间去交涉。与此同时，被拖延了一下脚步的呼延卫在走到宋府中院和外院的连接处时，就跟要外出采购的小紫苏一行人碰上了，而且他的目光也被化身成话痨的小紫苏给吸引了过去。结果他这一眼看过去，差点没把自己吓晕过去，因为他竟然看到平田老祖竟然在宋家当起了普通侍女，而且看起来他跟宋家的其他侍女们还相处得非常融洽。对此呼延卫就深感震撼，随即他就好奇地观望了起来，因为他很想知道神界老祖这是要跟侍女们去什么地方。而下一秒小紫苏就告诉了他这个答案，因为他这个贪吃鬼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菜市场了，所以他就非常开心地宣布扫荡菜市场大作战的开始。而小野则把心思都拿去整理自己的侍女帽了，所以就没有去注意周围的情况。对此听到侍女们要带神界老祖去扫荡菜市场的呼延卫就再次被震惊住了，这种极其荒诞的事情差点就把这位100岁老者的最后一口气都给吓没了。而他在震惊之余就想起了我的存在，但他完全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敢将神界老祖当作侍女来奴役，这种事情让他去做也没有这个胆量，
所以他很好奇我这是哪来的勇气敢去做这样的事情。与此同时，在永安城西城区菜市场里面的朱雀食品大街这里，则有着2个小野曾经的手下们在吃面条，其中吃相和坐姿都极其奔放的这人名叫朱拉，他是现在平天圣宗里面的2等护法，并且担任着此次南荒作战计划小组的攻坚小队队长，修为目前处于地阶巅峰的水平。而他在吃下去10几碗面条以后，就觉得我们这群天都人其他方面都不行，但在做美食这方面是真特娘的有一套。对此，坐在他对面优雅的吃着面条的齐格就让他不要满嘴污言秽语了，因为圣宗教条里第6项第5款的第1条就是禁止门下弟子讲脏话，而他在此次南荒作战计划里面则是担任支援小队的队长，修为水平目前是地阶后期。对此，朱拉就表示他这么做是为了更好的入乡随俗，说脏话就是他的一种伪装，而且他认为执法堂那群人应该是管不着潜伏在天都的他们的。而齐格就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因为这种伪装他可从来没有做过，所以他让朱拉别拖自己下水。对此，朱拉就让他快点把面条吃了，别跟自己犟嘴，因为他们吃完还要去和总队长他们会合。而他在成功让齐格闭嘴了以后，就跟面铺老板再下单了5碗面条，而且每碗里面他都要加10块钱牛肉。然而他话音刚落，就听到齐格也要加餐的要求，所以他转头就再下单了5碗，并提醒老板他点的那几碗都要加牛肉，其他不用。但他这话刚说完，对面的齐格就害羞地表示自己的面也要加牛肉，因为他也很喜欢牛肉的味道。然而朱拉在下完单以后，就询问齐格他们在天都这里吃牛肉应该没有事吧？对此齐格就颤颤巍巍地表示应该没有问题的，毕竟圣宗教条里只说了门下弟子不能吃人而已，但暗地里就不知道了。在我跟三太爷练手的过程中，我终于明白了兵不厌诈的这个道理了。没想到我堂堂宋老六竟然在不做人这方面会败得如此彻底。时间回到今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呼延卫在得知神阶老祖是被侍女们带出去买菜逛街以后，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宋府东院外围。但正当他准备再进一步的时候，却发现了一堵用肉眼无法察觉到的空气墙。而身为圣阶强者的他，很快就通过墙壁上所传来的轻微震动判断出了里面正在爆发着战斗，并且战斗烈度还挺高的样子。随即他就感叹了起来，因为此刻眼前的这个阵法竟然一次性集齐了伪装和隐匿以及隔绝魂力波动数个功能，所以他就非常惊讶自己竟然能在小小宋府之内看到阵法宗师的手笔。然而正当他饶有兴致地准备仔细查看阵文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背后来了数名不速之客，而来者正是收到隐卫报告的老侯爷以及宋府管家里的2大战力宋武和宋金，并且为保安全，他还把徐老也一起叫了过来。对此，老侯也就以宋家家主的名义发言，他想请呼延女士不要强行进入阵法里面，因为里面的2人正在处理一件对宋家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呼延卫在听到里面只有2个人的时候，心中就已经有了答案，所以他就询问小笨蛋跟那个诡异的宋家小子在里面是不是密谋着些什么事情。对此，站在老侯爷身后的宋金就非常惊讶，因为他此刻就站在阵法的边缘处，却根本察觉不到任何事情，所以他完全听不懂家主大人和贵客口中的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而老侯爷在看到他一脸惊讶的表情之后，就严厉地呵斥了宋金的失礼之举，并叮嘱他在圣阶面前不要放肆。然而老侯爷其实也对我的阵法早已有了全新的认知，因为他之前一直都在阵法里面感觉不出来，所以他现在看完了以后就更笃定了之后要带我去南荒长城的决心。要是那些古老阵法能被修复的话，完全是天大的好事。与此同时，被众人所惦记的三太爷却对着自己的晚辈发起了猛攻。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他这势大力沉的一击让天地都为之变色。对此我也感叹了起来，果然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的招式和技巧都只是花拳绣腿而已。然而我这个前世能苟活到终极之战的老战士也不是纸糊的，要是论蛮力的话，我也略懂1、2。随即我的左手猛然发力，并借机调整了一下盾牌和重剑之间的角度，然后我就将盾牌猛地砸向了自己的右下方，完成了卸力。这一下也让还在发力顶着我的三太爷始料未及，而战斗经验丰富的三太爷很快就从茫然中清醒了过来。但在他的重剑劈开地面的时候，我就已经完成了战术转身，手中的长剑也已经蓄势待发。对此他也感叹了起来，在他眼中我这招顺行卸力使用起来简直可以用行云流水这个词来形容。不过这种招式在他的面前还是无法掀起什么波澜的，所以在我的长剑准备击中他的时候，他简简单单的顺势弯腰就完成了躲避，并在躲避完成后打算利用一个后跳来暂时拉开与我的距离。然而正当他准备沾沾自喜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原本已经被躲开的贱人竟然再次出现在了自己面前。对此还处于跳跃状态下的三太爷就只能举起双手进行格挡。我这招变拙化灰的出现着实让他这个老人家大吃了一惊，但他在举起双手以后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因为他忘记了这台全新的曹人手臂上是没有配爪子的，所以导致了他做出了这一个非常愚蠢的格挡动作。紧接着下一秒，属于他的星魂将曹人的左手就被我收入了囊中，并且这似曾相识的一幕还让他回想起了某些不太愉快的事情，这种感觉也让他感到非常的不爽。随即他就主动向后与我拉开了数个身位，并且一边走还一边表示这一下只是他自己大意了而已，新机体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然后他还在我面前秀起了断体重过这门技巧。对此我就很想吐槽一句，
这门技巧他要是这么厉害的话，怎么不把自己断掉的右臂重构出来呢？而三太爷在重构完左手以后就陷入了沉思，因为他从刚刚的交手里能清晰地感觉到，如果他跟我修为一样的话，完全就占不到什么优势。所以他转头就厚颜无耻地将自己的修为水平提高到了天阶初期，并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圣阶强者，稍微强一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无论如何，他都要保住圣阶强者的面子。所以在打定决心以后，他就在我面前又秀起了魂力取物这个技巧。今天再怎么说，他都要捍卫自己作为圣阶强者的名号。而且这次他还小心谨慎了起来。在拿回重剑之后，他就原地摆好了一副能攻能守的态势。对此，我在看到这一幕之后，我也摆出了一副攻防一体的姿势，并且我还从魂力波动中感觉到了少许差异，所以我估计这老家伙肯定是动了手脚。与此同时，三太爷在回顾了一下刚才的战斗以后，就发现我好像比较擅长于后发先至，所以他得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随即他就提议这回合让我来先发起进攻，美其名曰是他想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在进攻上能搞出些什么花样来。对此我就笑纳了他的好意，然后举着剑大步流星的就向着他跑去。而看到我直勾勾冲过来的三太爷就差点笑出了声，因为我这样的进攻方式跟他意想中的完全一样，甚至他都已经想好了赛后要如何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事情了。然而下一秒他就整个人愣住了，因为他万万没想到我竟然跑着跑着就把手中的长剑像飞镖一样对着他甩飞了出去。等到他从幻想中清醒过来的时候，那柄飞旋而来的长剑就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不过幸好的是，他凭借着过人的反射神经，立刻以一技上挑完成了格挡，并借此机会将我的武器挑飞到了半空中。对此，他就跟我气愤地说：“做人就要学会讲武德，年纪轻轻就偷袭他这个老头，成何体统？”然而我并没有给他把话说完的时间，在他准备继续说教的时候，我左手的盾牌就对着他的脸部猛击了过去，然后我抬起右手就准备继续进攻，但接下来的数拳都被回过神来的三太爷给格挡了下来。对此，我就持续使用右手进行强攻，并且利用绝对的速度将三太爷狠狠地压制住，然后空闲出来的左手开始构装另外一柄长剑。相较于之前魂力取物这门技巧的话，我倒是更喜欢分解重构。等到我长剑重新构装完成了以后，三太爷立即就感觉到了大事不妙，因为他发现自己在全力格挡我右手的同时，根本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迎接这一击了。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这稍微的一愣神，竟然导致防守上漏洞百出，而我也借此机会对他完成了数次连击。紧接着，我就以一记势大力沉的蹬腿完成了这一回合的进攻，而受到如此重创的三太爷则费了不少功夫才勉强稳住了身形。与此同时，三太爷内心中的胜负欲也被彻底激活了。虽然此刻他的姿态略显狼狈，但从他的眼神中，我能看出那一股子的韧劲。对此，他就打算在修为上再动动手脚，天阶初期不行的话，他就提升到中期水平，并且他认为这一点差距的话，我应该是察觉不到的。然而这事情的结果却让他始料未及，在他把修为提升到天阶中期后的不久，他就再次被我打飞了出去。于是乎，同样的想法又再次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只是提升到天阶后期而已，对方应该是无法察觉的。紧接着同样的结果又再次出现，虽然这一次他没有像之前那2次一样狼狈，但天阶后期的他却还是被我击退了回去。随即那个想法又萦绕在了他的心头，无论如何他都得赢下这一场比试，反正现场又没有观众，稍微做点手脚也不会有人知道。然而他还在想着要不要实行这个方案的时候，我就直接喊停了这场比试，因为再这样下去的话简直是没完没了了。然后我就戳穿了他一直偷偷提升修为的事情，并威胁到他继续这样作弊耍赖下去的话，我可就不陪他继续玩下去了。对此三太爷却不以为意，甚至他还笃定我的实力极限就是天阶后期的水平，所以他心中的那个计划又再次浮上了水面。然后信心满满的他就再次拿起了长剑向我冲来，并扬言说要跟我以天阶巅峰的境界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战斗。他宋秉川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拿下这场比试。我真的是服了三太爷这个老六，原本好好的跟他练个手，他却给我耍起了阴招，看来我得治治他的这个臭毛病了。时间回到他接连被我击退回去的时候，当时我已经察觉到了他暗自提升修为境界的事情了，所以我就立即出声暂停了这场对练，免得他等会直接拿出圣阶的修为来与我对敌。然而他老人家却对此根本毫不在意，他转头就拿起了长剑向我袭来，并且还谎称自己要跟我以天阶初期的境界来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斗。而我在听完了他的话以后，就差点笑出了声。他真当我的神识感应是假的一样，因为从他机体里喷射而出的魂力质量来判断的话，他口中所谓的天阶初期怕不是巅峰期的第一阶段吧？对此我也稍微的感觉到了一点点压力，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为老不尊的家伙，他为了保住长辈的面子是可以连做人的下限都不要的。而三太爷则对此表示，之前的失利都是他大意了而已，要是他早知道我有越阶战斗的能力的话，他之前就不会如此拖沓了。所以他认为我们之间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他要以天阶的实力来和我堂堂正正的一决高下。对此我在避开了他的斩击以后，我就质问他是不是对堂堂正正这个词存在了什么误解，结果他却反问了我一句，拿修炼度来弥补技术上的差距，这不是很公平吗？外面的人不都是这么干的吗？对此我就直接戳穿了他的谎言，他跟家里的后辈切磋都耍赖成这样，多少是有点过分了。不过跟我比耍赖的话，
这就属于是有点班门弄斧的意思了。当他再次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就发现我机体周围突然出现了非常剧烈的魂力波动，而我服用下去的超劲丹也在此时开始发挥作用。随即我便以一种极高的速度躲开了他的致命一击，并且在落地的瞬间，我就开始操作着机体进行变形。在完成凤凰形态的变形以后，我就直接从空中俯冲而下，并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态势笔直地飞向了三太爷所在的方向。对此他老人家也大吃了一惊，因为他感觉到了我的修为突然暴涨，所以他很想知道我到底干了什么。而我则不打算给他任何的反应时间，并且操纵着凤凰形态的曹仁给三太爷的机体直接撞了一个对穿，然后我就抓起三太爷往阵法的边缘处飞去。而这一下全力撞击也给他老人家造成了不少的伤害。不过我也知道，就单纯以这种程度的伤害是无法彻底把他打服的，所以我在把凤凰的头部留在了他的腰间之后，就立即退了回去，准备下一波攻击。在我落地的瞬间，机体周围就立即凝聚出了数十道魂力光束。等到他们凝聚成型了以后，我就操控着他们向着三太爷袭去。而他老人家此刻也非常想要进行躲避，但那结卡在他机体身上的凤凰头部却在我的操控下将他牢牢地控在了原地。对此，他只能采取防御姿态，准备硬扛这一波打击。但很奇怪的是，他发现我的魂力光球在接触到他机体的时候没有产生任何的伤害，只是这些光球好像有意识一样粘在他的机体上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性损伤。对此我就表示他现在有点太过于乐观了。随即我就对着空气打了一个响指，下一秒那些停靠在他身体周围的魂力光球就同时炸裂开来，瞬间他就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而我则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这场盛大的烟火表演，并且心里想着这一下他老人家差不多也该老实了吧。然而在爆炸的硝烟散去以后，我却非常的失望，因为眼前三太爷的曹仁在承受完这一波的打击以后，竟然只是轻轻地刮掉了一层皮而已，所以整体状态看起来还非常的好。而我对此也很无奈，因为在机体相同的情况下，境界上的差距确实是非常难以弥补的，所以我的很多攻击手段都无法给对方造成比较有效的伤害。与此同时，在我盘算着接下来要如何打败三太爷的时候，他也从之前的震惊中清醒了过来，并且他转头就打碎了我拿来控制他的手段。不过让我比较欣慰的是，刚刚那波攻击对他的魂力消耗也是挺大的，所以他在解除了控制以后就停在了原地喘起了粗气。等到他状态稍微恢复了一点以后，他就立即表示自己还能继续打下去，所以他让我别以为这么简单就可以打赢他。对此我就浏览起了其他星魂将的武器列表，因为要给他造成更大伤害的话，我就只能使用更强的武器和战技去组合攻击了。随即我便调取出了星魂将吕布的方天画戟，因为要论武器对装甲破防能力的话，拥有无双战力的星魂将吕布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等到方天画戟完成构装了以后，我就以一记横扫砍向了三太爷那边，而他老人家则抬起了左手进行格挡，并以天阶巅峰的构装强度硬生生地接下了这一击。对此他就向我表示，我这些都是没用的尝试而已，就算我拥有再强的越阶战斗能力，也是无法对真正的天阶造成伤害。然而下一秒，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发现不对劲，但等到他想抬手去阻止的时候，却已经为时已晚了。那柄原本被抵挡住的方天画戟已经进入了他的机体内，随着我的持续发力，三太爷所驾驭的曹仁瞬间就被我分成了两段，而且我为了断绝他施展断体重构的机会，还特意使出了第二段战技拖刀斩，再次将他的机体一分为二。要是这样都能断体重构的话，我就直接认输。不过幸好的是，这种情况他老人家也真的是无力回天了，被我砍成几段的机体随即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而他老人家则在爆炸发生之前提早从星关里逃了出来。虽然机体被彻底摧毁了，但幸好的是他自身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对此三太也就好奇地观察起了我手中的方天画戟，因为就算星魂将左慈拥有着幻化别人的能力，也不可能把别人的专属武器也给幻化出来，所以他非常清楚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星魂将左慈的素人。与此同时，我手持着方天画戟来到了三太爷的面前，并摆出了一副准备继续打下去的姿态，以防他等会又耍点其他阴招。而他在弄清楚我不是左慈素人的事情之后，就举起了双手向我表示自己认输，因为他也很清楚，要想真正击败我的话，他就要动用圣阶的实力了。对此他也夸赞了一下我的实力，因为他之前根本没想到我竟然拥有这么强的越阶战斗能力。随即他就询问起了我刚才战斗所使用的招式，其中特别是我在凤凰形态下的战斗方式，让他感到了非常新颖。对此我原本是打算跟他说这招我是从地灵纪元那里学来的，但转念一想之后，我就表示这招是我随意想到的而已。但三太爷则表示这招非常的绝妙，完全可以拿来当做必杀一击，并且他还询问我有没有给这招式起一个名字。而这事就有点难为我了，因为众所周知的是，我不太擅长于改名这事，所以真要我起名的话，那这招就叫宇宙无敌凤凰爆裂冲击吧。对此三太爷就表示这个名字起得一般般，要是让他来起的话，他认为应该叫烈焰闪光涅槃爆裂冲击。紧接着他就询问我刚刚用魂力凝聚出来飞弹的那招是怎么回事。对此我就表示这招我是模仿了凶兽们凝聚魂力飞弹的攻击方式，然后再加上一点北大陆的战绩所融合出来的全新招式。他想学的话，我正好收徒。与此同时，
在我们的对练结束的同时，张六爷他们一行人也去到了西朱雀大街的菜市场附近，而来自弥伦国的攻坚组长和支援组长也在此时吃完了他们的牛肉面，并且贪吃的朱拉还把自己吃成了一副孕妇的模样。不过他的胃口却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且他还想拉着齐格去找天都国这里特有的奶茶试试。对此齐格就跟他说，刚刚总队长那边发来了消息，并要求他们俩在2刻钟之内赶到集结地。而朱拉在听到这则消息以后，就只能无奈地放弃喝奶茶的计划了。但当他们准备赶路的时候，他却留意到了来逛市场的张六爷他们一行人。对此齐格就询问他为何突然又停下了脚步，而朱拉则表示自己好像有见过刚刚路过的那个人，并且他感觉那个人他应该在圣宗里面有见过，而且这人的长相还非常像思过堂里供奉着的那副圣宗老祖的画像。垂死梦中惊坐起，我家老祖当是虐。此次担任弥伦国攻坚队长的朱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永安城这个边陲小城里看到会动的老祖画像，而要问他为何会对平天老祖有如此深刻的印象的话，那就要从他的小时候说起了。在平天老祖创建起弥伦国之前，朱拉所在的杨部是一个长期居住在雪原高地上的部族，所有在这个部族里的人都会把自己称为达利玛的后代，而杨部在北族6部之中是最小最弱的存在，所以他们同时也是所有部族里面最穷的。因此为了给贫瘠的家里留下口粮，为了让弟弟妹妹们能够活下去，当时年幼的朱拉选择了独自离开，而他的家里人在默认了这件事之后，也没有主动去寻找过他。虽然在外面乞讨的日子过得不是很好，但幸运的小朱拉很快就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那天他在乞讨的过程中被一名平天圣宗的外门弟子看上了，所幸他就自愿以奴隶的身份被卖入了圣宗之内，并在不久后成为了外门的仆从弟子。而他之所以自愿卖身的原因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他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听人说过，在平天圣宗里，即使是最低等级的仆从弟子也可以每天吃3顿饭，每个月还能有1顿肉菜。而他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也展露出了不错的战斗天赋，跟他差不多大的外门仆从弟子基本都败在了他的手下，所以他很快就顺理成章地晋升成了内门弟子。等到他稍微长大了一点以后，他就不出意外的在一次宗门比武的时候成为了冠军，并顺利得到了4长老的垂青，晋升成了亲传弟子。然而风头一时无二的他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与宗门内的思过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之后的岁月里，他经常因为违反门规而被罚进去面壁思过，而这个他很熟悉的思过堂就建立在平天圣宗后山的悬崖峭壁上。这个圣所据说是由创派祖师平天老祖闭关过的山洞改建而成，所以他在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就经常在被罚的时候跑到思过堂的后堂大厅里去，因为这个地方正是当年老祖曾经闭关思过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则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宗门内没有人会敢来破坏里面的任何东西，所以直到今天为止，里面的石壁上还残留着几百年前的壁画。后来朱拉就从师尊的口中听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故事里他们的祖师在400多年前在南荒之地曾经得到了仙元点化，所以他的修为才能顺利突破到了神阶。不过在那之后，不幸的事情就接踵而至，当时天帝国的皇叔遭到了新帝的无情迫害，这一情况致使他们的老祖和其他追随皇叔的人只能一路北上，并在贫瘠的北境3州这里建立起了弥伦国与新帝抗衡。而弥伦国在建立的初期也是各种的内忧外患，往下有天都国和西水国对其虎视眈眈，往上则有受朝风雨欲来，其中北族6部的首领们也各自暗怀祸心。虽然最后老祖以神阶之力力挽了狂澜，但也因此犯下了无数杀孽，所以在那之后，老祖就在这个山洞里闭关思过，而出关以后的他就在这个雪原高地上创建了平天圣宗，并且为弥伦国镇守着北疆之地，抵御着从北荒而来的凶兽。所以对这段故事非常熟悉的朱拉，在看到张六爷第一眼的时候，就立即联想到了石壁上的老祖思过图。对此，站在一旁的齐格就一脸好奇地询问他哪里有老祖画像，他怎么在宗门里都没有见过这东西。而朱拉则一脸大聪明地反问他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过思过堂，因为老祖的画像就存放在里面，并且他还自豪地表示自己是思过堂里的超级熟客，整个圣宗里恐怕也没人比他更了解思过堂了。然后他还给自己统计了一下，他平均每个月都至少要进去10几次，每年至少有1/3的时间都是在思过堂里面度过的。对此，齐格就以一种看傻子的表情看着眼前的朱拉，向来非常守规则的他根本无法理解这种事情到底有什么好炫耀的。然而朱拉在炫耀完这事以后，才发现张六爷他们不见了，所以他立即就打算去市场里寻找他们一行人。对此，齐格就拉着朱拉不让他去找，并劝说道刚刚那个人只是长得像而已，天下这么多人，有长得像的根本不奇怪，而且他们老祖已经有200年未曾露过面了，所以他认为老祖是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南荒小城的。紧接着他就拖着朱拉离开了菜市场，并且提醒了一下朱拉注意时间，因为他听说末期族长惩罚迟到的人是非常残忍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准时抵达集合地才行。但脑袋一根筋的朱拉则根本没有听取齐格的劝导，并且他结合了南荒长城和老祖在南荒得到仙元点化的事情以后，就想到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推想。不过当他准备跟对方讨论的时候，齐格就连忙让他闭嘴。他认为既然这么不可思议的话，这事也轮不到他们2个来管，所以他们还是不要去操心的最好。与此同时，我和三太爷在结束对练以后就解除了宋府东院外围的阵法，然而硝烟都还没散去，
我就看到了有很多人站在东院的大门外了。随即我就走出了烟雾，跟他们打起了招呼。而呼延前辈和一众老爷子们则把我这个主角当成了空气，因为他们发现在烟雾的深处还有着一个让他们感到陌生的人影。但当他们稍微看清楚此人的身份时，就全体瞪大了眼睛，甚至徐老爷久违地张开了双眼去查看。而知道真相的马爷则在他们背后坏笑了起来。或许他老人家在看到这一幕时也有被爽到吧。对此，呼延前辈就立即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的小笨蛋出去了一会就变成了这样。与此同时，刚刚一直被烟雾笼罩的三太爷则露出了自己的全新造型，并且一脸憨笑地跟小魏姐打起了招呼。对此，身后的一众老家伙们就再次被狠狠地震惊住了，因为他们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看起来比他们年轻多的人竟然是之前一直病怏怏的三叔。而三太爷在看他们如此滑稽的表现以后就大为满意，并让他们这些老小子们把羡慕两字大声地喊出来。但他还没把姿势摆完，就突然遭到了袭击。但在看清楚来人以后，他的脸颊瞬间就红了起来。而呼延卫在检查了一遍他的身体以后，就着急忙慌地询问他这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他发现了小笨蛋除了容貌变年轻了之外，以前的暗伤和之前跌落的境界也正在恢复，所以他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了。对此，三太爷则让他稍等片刻，因为此时他更想知道的是小魏姐是否喜欢他的这个新造型。而这一幕的出现，则让我们这群吃瓜群众有点汗颜。三太爷这也太直接了吧！对此，老爷子就一脸心脏病发的表情，询问我到底对他三叔做了些什么。而其他的人则礼貌地把脸转了过去，但都把耳朵竖了起来，细心聆听。而我则一脸谦虚地表示，三太爷他老人家只是吃了一点不值钱的便宜丹药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对此，呼延前辈就立即把目光看向了我的方向，并询问我是什么丹药能把人吃成这样。然而，当我准备回答问题的时候，三太爷就立即打断了我，并跟小魏姐表示，刚刚是小贝在他们这些大人面前谦虚了而已。随即他就一脸深情地看着小魏姐说道，刚刚他服用的那些丹药都是些价值连城的宝贝，纵使放在东大陆千余年的历史上，都是些可遇而不可求的生物。然后他就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了剩余的丹药，准备送给小魏姐，因为他认为只有自己重回巅峰，返老还童的话是根本没有意思的，所以他希望在重获新生的路上能有小魏姐的陪伴。对此，呼延前辈就陷入了一阵迷糊之中，甚至此刻的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已经说不出来了。紧接着，三太爷就用食指给小魏姐做了一个禁言动作，其意思是让对方不要去拒绝他的这一份心意。大家都是大人了，有些事情就不用说得太清楚了。而他们你侬我侬的这一幕，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也有点忍不下去了，因为他们俩的岁数加起来都快赶上我们这边的总和了。对此，三太爷在听到我们嫌弃的话语以后，就立即提议他们俩去换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再深入的聊一聊这能让人重现青春的丹药。随后在呼延前辈的默许下，他转头就开始了星魂构装。紧接着，沉寂了多年的星魂将曹仁就再次出现在了天都的天空之上，而这次归来，他手中还捧着自己爱慕的姑娘。而呼延卫在看到新款曹仁之后就更加恍惚了，虽然这个样子让他感到了些许陌生，但也让他想起了他们当年一起并肩作战的岁月。对此，三太爷则没有过多的在意，因为他现在一心只想着尽快找个安静的地方约会，所以他在切换到凤凰模式以后，就提醒小魏姐抓紧自己，因为他要开始提速了。随着一声凤凰喜悦的叫声以后，三太爷就这样带着呼延前辈离开了宋家，而现场只留下了我们这群一脸蒙圈的吃瓜群众们。对此，老爷子就询问我，三太爷这么乱来不会惹到什么事吧？而我则表示这个问题好像不应该是我能关心的吧。随即老爷子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因为接下来的一切就只能寄希望于三太爷，这是不要碰巧被封赏队伍的人知道了。对此我也只能感叹一句，人不风流枉终老年嘛，只要三太爷他开心就好。紧接着老爷子就过来询问我刚刚和三叔的对练结果，对此我只能谦虚地表示，我用尽了全力才勉强险上了压制境界的三太爷。而老爷子在听完以后就一脸欣慰地表示，他三叔当年可是天都国首屈一指的天才强者，所以我能在同境界险上他的话，说明我以后的成长肯定会更胜一筹的。对此我就立即打断了这个尴尬的问题，并询问老爷子想不想也来一套三太爷吃过的丹药，需要的话我随时给他们安排好。而他则义正言辞地表示自己不需要这些丹药，但要是能提升修为的话，他就可以勉强接受了。然而徐老却在这个时候跳了出来，表示老侯爷不要的话他要了，要是能把脱发问题也治好的话，他就更感兴趣了。对此我就让他们这几个老小子不要着急，等这次封赏之后，我会给他们全部安排好的。而且徐老的入圣测试大礼包到时候也能同步推进一下。而老爷子在听到入圣大礼包之后就尴尬地表示，要是那些美容丹药多余的话，自己也想来一套，他有个朋友需要这东西。与此同时，在我们一家其乐融融的时候，永安城西城区的某处废弃房屋里则来了一对不速之客，而与他们进行交易的伸手帮则表示他们完成了对方的嘱咐，他们要打听的那几个人已经找到了其中的3个。对此，带头的那名神秘女子就立即询问那几个人的具体位置，并且她还用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面纱，估计她应该是有点受不了伸手帮们身上的气味吧。而坐在她对面的伸手帮小头目则并不在意这些，然后他就拿起照片表示他的兄弟们现在正跟踪着这3个人，但如果要得到具体位置的话，
就必须给他们一点甜头才行。对此，那名女子甩手就把一张存有5万块现金的储物符丢在了桌面上，并让他们带她去找那几个人。而对面的小头目和几个手下在听到这笔巨款以后，就瞬间答应了他的要求。紧接着，那名女子还表示，她还可以再加10万报酬，只要他们伸手帮能找到那些人在哪里集结的话，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早上我们宋家才刚解决完三太爷的问题，结果永安城里又来了几股新的势力搅局。看来这场将会决定天都国命运的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了。时间回到今天傍晚的时候，那群好吃懒做的伸手帮们就从一名神秘少女那里接到了一个酬劳非常丰厚的跟踪任务。而那名小头目在听到任务报酬有10万块以后，就立即接下了这个任务，并且表示在永安城里，只要他们伸手帮出手的话，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对此，那名神秘女子就让他们废话少说，马上出去执行任务，并且她的手下还把一个通讯手环交给了他们，然后叮嘱他们在发现了那群人的集结地以后，就使用这个手环跟他们联系，他们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随后，那名小头目就带着自己的手下和手环离开了这栋废弃房屋。然而，那名神秘女子在看到他们离开之后，就让自己的侍卫们出去查看一下他们是否真的离开了。而她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其实是她有点担心这些见钱眼开的蠢货会为了利益去当双面间谍出卖他们。对此，她的侍卫们就在房屋外仔细地侦查了一番，在确认周围没有任何危险以后，他们就回到了民谣郡主的身边复命。在听到这一消息之后，之前满脸嚣张跋扈的郡主大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其实这是他从小到大以来第一次扮演这样的一个高傲的角色，所以整个过程里他都非常的紧张，生怕自己演技不好搞砸了他们的行动。随即他就询问自己的侍卫们，他刚刚的演技如何。而这位有点胆小又碍眼的女子，其实是弥伦国燕州王公孙商的妖妹公孙展展，修为水平地阶初期，今年年仅19岁。对此，他的侍卫们就一起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虽然他演的是不错，但这个问题却让他们莫名的感到了些许尴尬。不过小展在听到他们的赞赏以后，就非常的高兴，那白嫩的脸蛋也莫名其妙的红了起来。对此，他就一脸娇羞的表示，要不是他还有一个太子妃身份的话，他肯定会去当一个演员。这该死的命运阻碍了他的演艺生涯。然而，当他兴奋的进过了以后，就想起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随即他就在通讯手环上立即拨通了自己师傅的电话，因为这重要的事情必须要给师傅大大汇报一下。然后在师傅大人接通电话的时候，小展就立即兴奋地跟师傅打起了招呼。对此，电话另一头的师傅就让他先别这么兴奋，先汇报了任务的事情，以后再说别的。随后小展就跟师傅说，他在永安城这里已经顺利地找到了军战司的一些线索，并且查清楚了他们这个作战小组的人员配置，他们这次居然派出了6个作战小组。对此，他的师傅就表示他做得很好，接下来他只要找到关键性证据的话，他们公孙一族就可以去妨碍这个南影计划的进行。而小展在听到这话的时候就有点尴尬，因为他们这次出来的比较匆忙，所以只靠他从家里带出来的4名侍卫的话，恐怕是挺难完成任务的。对此，他的师傅就让他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本人很快也会来到永安城这里，所以他会在关键时刻出手的。而小展在听到这话以后就放心了下来，但他还是略带忧愁地询问了一下，他们这样做是否真的能帮到太子殿下。对此，师傅大人就跟他表示，只要拿到南影计划的关键性证据的话，就等于是抓到了军战司的把柄，有了这个把柄，他们家就有理由向上发难。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不希望看到下一任的弥伦皇帝会继续成为被阁老院架空的笼中雀。对此，小展就表示，他一定会想办法完成自己的任务的，只要能帮到太子殿下的话，他就无所畏惧。然后在电话结束了以后，他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非常明白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所以他绝对不能把事情搞砸。随即他就拍了自己几下，给自己打打气，好歹他自己也是一名地阶高手，何必去担心这么多。对此，他心里也给自己使劲的打气。他身为前任燕州王的女儿，现任燕州王的妹妹，而且她还是下一任燕州王的小姑姑，所以她要背负起公孙一族的使命。作为未来的太子妃和唯一知道太子殿下秘密的闺蜜，现在只有她能去帮太子了。而她在给自己鼓足了劲以后，就很小声的给自己喊了几下加油。然而他所认为的很小声，却还是被后面的4名侍卫给听到了。然后他也不去管这么多了，并且向众人下达了行动开始的指令。但手下们却告诉他，现在他们还在等伸手帮们的消息，所以接下来暂时是没有事情可做的。对此，小展就提议他们现在去换个地方待着，因为这里又脏又臭，还没有厕所，所以他想去永安大酒楼那里开个顶层套房洗个澡。但手下却告诉他，这次他们出来的时候实在是太急了，所以根本没有天都这边的身份证件可以给他们拿来办理入住手续。与此同时，平天圣宗那边的朱拉和齐格也在傍晚时分赶到了南影作战小组的秘密集结地。而在门口穿着厨师服的守卫在看到他们靠近的时候，就礼貌地询问他们是否有店里的邀请函，并表示里面正在举行私人派对，暂停对外开放。对此，齐格就上前跟对方表示他们没有邀请函，但他们有店里的钻石会员身份。紧接着那名守卫就很突兀地说了一句天地英雄气，然后齐格就以千秋上凛然作为回应。然后他们眼前那道直通地下的大门也随之打开，楼道上的墙壁也做足了伪装，正常看起来的话跟普通夜店没有什么分别。而当他们来到地下负3层的时候，则有第2道大门拦住了他们，门前还站着2位身材魁梧的保镖守门。对此，齐格和朱拉就把手掌按在仪器上做掌纹识别，在身份识别通过了以后，
他们终于顺利地来到了秘密集结地，而在里面等着他们的是早已来到的其他行动组的组长们和总队长大人。而且此时默契队长的脸色还非常的阴沉，感觉敏锐的他们甚至还能感受出他眼镜里所冒出的阵阵寒气。对此患有社牛症的朱拉就立即上前跟所有人打起了招呼，希望以此来避开一些尴尬的问题。然而莫奇祥则一脸冷漠地表示，他们俩人迟到了35秒，所以他们不要以为随便打个哈哈就能过去。而天阶中期的他能成为南影计划的总队长也是有点本事的，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迷伦国军战司的高级密探。对此齐格就立即上前向莫奇队长表示了抱歉，免得再让朱拉说下去他们的惩罚就更厉害了。而莫奇队长在看到齐格的认错态度以后就放了他们一马，但还是让他们在会后自己去找奎曼队长领罚。与此同时，修为在天阶初期且担任着作战小组第2行动队队长的奎曼就调侃了一下他们俩人，圣宗那边是不是跟传闻一样已无可战之兵了？因为他认为作战计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宗那边只派了2个地阶小女娃过来的决定让他感到有点滑稽。而一向以冷静著称的齐格则一反常态的厉声反驳了回去，因为他不允许圣宗的威名被人亵渎，所以他让奎曼立即收回他刚刚所说的话。对此奎曼队长也扔出了自己的回答，因为他认为跟弱者谈道理的话，他的拳头会告诉对方什么叫做真理。而齐格在看到飞过来的杠铃时却根本毫不在意，因为他知道同为圣宗弟子的朱拉一定会第一个跳出来跟对方过上几招的。随即朱拉在踢飞了杠铃以后，就从储物卡里拿出了自己的一对短柄斧，并且他还扬言现在就要弄死奎曼这个狼不的狗杂种。对此奎曼也准备挥拳而上，在修为占优的情况下，他看着朱拉就像看着一堆垃圾一样，地阶修为在他眼里给他做奴隶的资格都没有。然而正当他们俩要大打出手的时候，莫奇队长一个顺身上前就把他们俩都挡下了，然后他就以严厉的眼神盯着挑起事端的奎曼表示，他允许组员之间有适当的竞争，但他们这种不分场合的行为让他非常的不高兴。对此被训斥过后的奎曼瞬间就收敛了起来，并向总队长大人道了歉。而朱拉在看到总队长大人训斥了奎曼以后也没了脾气，虽然他也很想打这一架就是了。在事情都处理完了以后，他们这些队长们就坐到了一起准备开会。而在会议开始后，莫奇队长就让拓巴伯给大家先说说他们最近所发现的一个突发情况。对此拓巴伯就把早已准备好的资料投影了出来。眼前这人他认为在座的同僚们应该都知道，甚至有的人还认识他。近期他们情报小组在永安城这边发现了公孙展展的行踪，而这一情况的出现原因是他们之前故意向军战司那边的细作泄露了少许南影计划的内容，借此来钓鱼。而这个鱼儿最终就钓上了公孙家这条大鱼。早前他和伸手帮们交易的过程也被他们所得知，所以在那之后他们情报小组就出手收拾了那群伸手帮，而且这群人还被他们利诱倒戈了，所以他们现在就等着这位民谣郡主来这里自投罗网。对于这个突发情况的出现，莫奇队长就表示他们接下来要借天都人的手去帮他们除掉这个碍事的女人。而朱拉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询问齐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知道弥伦国的燕州王就是公孙家的，所以他不懂为何他们要去干掉一个拥有星魂降素人的亲人，虽然那个素人才刚觉醒不久。对此齐格就表示，公孙家在弥伦国里是出了名的保皇派，而老牌勋贵们和军战司所属的阁老派是对立关系，一个求稳一个主战。而朱拉在听完以后就表示自己的脑袋转不过来了，并询问他们这次行动到底是隶属于哪一派。对此齐格就表示，根据副宗主的指示，他们这次是支持军战司那边的。与此同时，在确认了任务目标以后，莫奇队长就表示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引起以公孙家为首的保皇派和天都国之间的仇恨，为军战司未来的全线作战计划创造更稳固的后方支持。而他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拉拢公孙家成为主战派的一员，因为他家有着一位始元星魂将的素人，如果能争取到他们支持的话，那全线作战计划就会更顺利。与此同时，在他们敲定这个行动的时候，我也准备去永安大酒楼那边跟洪氏家族的人吃饭了。但这沐浴更衣的过程让我多少有点烦躁，因为家里的老家伙们非要让我打扮得非常隆重。幸好在我不耐烦之前，侍女长青代就跟我表示他们已经给我换好了衣服，而我就只能无奈地表示去吃个晚宴而已，有必要穿得这么正式吗？对此大木叔就表示，因为过了今天我就是拥有朝廷封赏爵位的人了，所以正式场合下穿上帝国传统服饰会更显庄重得体一些。而我在听完以后就表达了认可。要论家里体面人的话，大木叔他确实够优雅得体的。与此同时，在我准备出发之前，宋木叔就询问我这次晚宴要带多少名护卫随行，这种场合这个也是一种分寸。对此我也想起了这个事情，如果是去见那位洪小姐的话，我们这边在分量上可不能输了。而成为了侍女的提蟒就第一个跳出来表示她想去见识一下这种大场面，她这辈子都还没经历过。于是乎我就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因为她这分量摆在人族面前肯定是够看了。然后我再从身边的几名侍女里挑选了清代和涟漪今晚跟我一起赴宴，而松兰我则吩咐她今晚留下来看家护院，因为她这分量跟洪小姐比的话多少是有点冒昧了，所以不够凶猛的人就只能留下来了。对此他就一脸生气地跟我表示，他根本就不想去什么晚宴，外面的龙床怎么也不如自己的狗窝好。而宋木叔在看我选择了提毛以后就询问我，他这妖族的身份在永安城里面走动会不会太过招摇了，所以他想让隐卫的人陪我去。对此
我就表示这个我早有准备，然后我就让提卯过来看一个大宝贝。紧接着我就掏出了一张早已准备好的花形符，并表示有了这个，他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去走动了。而这个阵法的来由也挺有趣的，因为这个是我前世在南大陆的时候为了融入妖族特意研发而来的，所以现在逆向操作一下也可以做成遮掩妖族特征的效果。随即我就对提卯施展了这个花形符，在一道光亮闪过以后，原本人身马体的提卯瞬间就变成了人族的模样，这样他以后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永安城里溜达了。对此他就表示这种感觉非常的奇怪，因为他明明能站稳，但身体里却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不协调感。然后我就让清代他们去给提卯配双鞋子和那些个啥。由于制作这个阵法的时候比较匆忙，所以没来得及添加衣物收放功能了。而提卯在稍微适应了一下之后，就过来询问我他手上的这个光环是什么，而我则回答他只要捏碎了这个，他就可以变回原形。与此同时，在我出发去永安大酒楼的时候，身处在弥伦国永业城的公孙家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而在这之前，在燕王府内的大教场上，还有着一场实力悬殊的比武正在进行着。隶属于燕王府的卫队们这次派出了百击方阵来应对，并且在队长的带领下，他们全体已经展开了反冲阵队形，数不清的盾牌和长刀都已经指向了眼前那名正在冲来的猛将。而这名猛将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却没有半点动摇。那些卫队们甚至能从他的眼光中感受到一股非常凌厉的杀气，那股纯粹的杀意就宛若一柄锋利的长枪一般。而这柄长枪下一秒就伴随着那能震碎耳膜的马蹄声冲破了敌方阵型。紧接着他在冲进去了以后，就以一套非常娴熟的枪法瞬间秒杀了一群敢挡在他面前的对手。而独自深入敌阵的他就犹如一尊杀神一般，他手中的长枪所过之处，任何防御都无法阻挡其一丝一毫。当他冲破了第一层战阵以后，他就再次提着长枪往第二层防线猛冲，而那些卫队们则打算从他背后的死角处发起偷袭，但才刚刚靠近了一点就被逐个击破了。那柄看似沉重的长枪在他手上舞的那叫一个水泄不通，甚至在他机体的四周形成了一个保护网，在直线打穿了对手防线以后，他就拽着缰绳让玉兰白龙驹停了下来，然后再以一个360度掉头再次冲向了残余的卫队们。剩下的这些对手，他就打算施展战技，一次性全部收拾。紧接着机体浑身缠满魂力的他在冲入敌阵的时候，就瞬间化成了一场无人能挡的长枪风暴，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而有些卫队成员则非常幸运地幸存了下来。随后那些还能动弹的成员就开始招呼伙伴们重新集结起来重整队形。然而他们才刚站起来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了，因为他们留意到玉兰白龙驹的主人竟然不见了。而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下一秒，新魂将赵云就从空中带着万钧之力一落而下，随着枪龙卷战技的发动，在场所有的残余卫队都被卷了进去。当他们再次从风暴中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全部失去了战斗能力了。等到滚滚黄沙散去了以后，始源新魂将赵云的身影也再次慢慢的浮现，他那挺拔笔直的身姿就如当年文艺作品里的一样英姿飒爽，而这也是现在世人所熟知的第7代新魂将赵云。与此同时，在看完整场对练后的燕王公孙胡就在场边鼓掌表达了认可，而且他还表扬了一下自己儿子那精湛的武艺，因为他在以一敌百的战况下竟然还能做到避开所有的要害，并且在不伤及人命的情况下给予了对方无法行动的痛击。对此他就深感欣慰，自己的儿子公孙止义不愧是家里近100年以来的第一天才。而止义在听到父王的表扬后，则表现出了一副与刚才截然相反的谦逊态度，并表示他所学到的东西都是父王和各位长辈的教导之功。对此公孙胡就表示他有点过度谦虚了，然后他就邀请儿子跟自己到城墙上一起饮茶，然后他就让守在门口的仆从去收拾大教场，并让刚刚那些能撑过少主3招的人去领一份额外的奖励。而公孙胡在泡好第一杯茶之后，就把茶递给了儿子，并表示这茶叶是刚从西水国洛南道那边送过来的新茶，而他则从那群老匹夫手里讹了过来。对此止义在接过茶水以后就表示感谢父王，而公孙胡则让他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叫他爹就行了，别在意这么多礼节了。然后他则询问起了儿子对这茶叶的评价，对此止义就表示这茶清雅宜人，回甘悠长，属于是上品等级。紧接着公孙胡就表示他这小子现在的嘴都叼成这样了，真难伺候。不过既然茶水喝了，他就要给自己去办点事。而听到父王有事吩咐的旨意，立即摆正了自己的姿态，换回了一副忠臣的模样，准备领命。对此公孙胡就表示这个任务是让他去一趟天都国的永安城，任务细节就是去把他小姑这个蠢货带回永业城。而旨意在听到是小姑的事情以后，就询问了一下他去那边是为了什么。对此燕王就有点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了，因为他知道了军战司那边竟然给自己的妹妹下套，准备对他不利。家里的老头子也对这是非常的重视，由于老头子是晚年得女，而展展身为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孩，那简直是受到了万千宠爱般的存在。如果军战司那边利用她的生命来制造矛盾的话，整个公孙家乃至以他们为首的保守派的怒火都会被点燃。而且她身为未来的太子妃，此举还有可能会动摇到国内民众的反战思想，所以他让旨意要在5天之内赶到永安城，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对此旨意就表示这任务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可能办到的，就连混进去天都国他也得费不少力气。而公孙胡就表示这个问题不用他去考虑，因为这是他早有准备。
他眼前这个木盒里面的铁牌会帮他解决掉这个问题。当芷意拿出那枚刻着踏星门字样的铁牌时，公孙胡就告诉他，只要拿着这个牌子，天都那边会有人接应他的。与此同时，在公孙家的素人开始行动的同时，藏身于南州边境的太原刺客组织也有大行动正在酝酿着。而此次领导行动的正是之前身中奇毒的缩娘，同时他也是阿散的师傅。对此，他就向手下们表示，这次行动是因为他们情报组的东司师姐已经找到了关于南影计划的线索，所以他们现在要过去阻挠这一计划的实施。而身为重要战力的阿散没有任何的犹豫，就参与进了这个行动。而且这次陪同在师傅身边一起行动的，还有他的小师妹司南。随着飞梭机库的大门缓缓打开，而太原上层也已经给他们每个人都准备好了自己的飞梭。等到所有人都准备就绪以后，隶属于太原 A8 行动组的缩娘就宣布了这次行动的开始，而太原上层则给予了此次行动的通过许可，并祝他们任务顺利。紧接着，整个缩娘小队就倾巢而出了。而太原的到来到底会给风云齐聚的永安城带来些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呢？现在的永安城里，各方势力都已悄然登场。而身处于弥伦国燕州的公孙家也展开了他们的行动，但芷意在出发前却对父亲大人交给他的令牌提出了疑问，因为他不明白这令牌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而说到这个的时候，公孙胡则一反常态地坐直了身子，并以一副严肃的神情告诉儿子，这个令牌是属于一个叫踏星门的地下组织的。对此芷意就更加好奇了，因为他不理解为何父亲大人会对这一个组织表现得如此重视。紧接着公孙胡就表示，要说这个踏星门的来历的话，他就要从几百年前的天帝国时期说起。当时还处于大一统的天帝国可以算得上是这片大陆最强盛的时期，而当年明武皇帝则在一次超古代文明遗迹探险中发现了某个重大的秘密，然后这个一生不服于天命的男人就打算继承人族先贤的意志，去启动一个叫什么塔的计划。然而当时大家都没想到的是，这位明武皇帝在启动了这个计划以后，却在一次亲征东荒的战场上遭到了刺客暗杀，所以在无奈之下，当时尚且年幼的光焕皇帝就继承了皇位。在政务上，他的皇叔受命摄政；在军事上，长公主则率军亲征东荒。而根据历史记载，皇叔天和泰是明武皇帝的同母兄弟，在建国后，他受封于北疆弥伦之地，封号弥伦王。而他本人也是一名文武双全、胸怀锦绣的大德之人，所以当时朝廷内很多文官都把他列为了心目中最理想的继位人选。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昭陵长公主天佩妍。她不但继承了明武皇帝的天生武勇，同时她还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大的先天素人。所以军中很多人都在想，如果那个时代能够允许女人称帝的话，她也会是一位能够众兴帝国的继位人选。至此，在明武皇帝遇刺以后，朝廷内的文武百官就分裂成了2个党派，而除了皇叔党和地基党之外的另一部分后宫势力，则围绕在光焕皇帝的周围组成了少帝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3个党派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朝廷内外展开了诸多明争暗斗的较量。而皇叔天和泰和长公主天佩妍在眼看着情况一路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时，就以他们俩的名义联合发出了一份声明，为了平衡国内各方势力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帝国的未来考虑，他们2人愿意辅佐年幼的光焕皇帝。在这份声明发出后的几年里，事情也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整个帝国在文臣为主的皇叔党和武将为主的地基党的携手共治下，甚至超越了先帝时期的繁荣。然而美好的时光并没有维持很久，地基派和皇叔派之间就爆发了矛盾，最后甚至还出现了好几次的流血事件，这也导致了对立的双方最终彻底闹翻收场。而在此之后，手下拥有众多文臣的皇叔天和泰则在一次偶然间得知了明武皇帝在遗迹中所发现的那个秘密，所以他也决定继承先帝的遗志，继续开展那个什么塔计划。而他为了避免重蹈先帝与少帝的覆辙，他就暗中授意组建了一个神秘的组织，并以踏星门这个在古文明遗迹中被记录为敢于逆天而为的组织为名。与此同时，听到这里的时候，芷意就询问父亲，这个踏星门和他们公孙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何他们会帮助自己进入天都国内执行任务？对此，公孙胡就表示，芷意他身为星魂将赵云的第7代素人，应该是知道了前几任素人的信息。而在赵云的历代素人里面，有4位都是出自他们公孙家的，而其中第5代赵云的素人公孙浩，则是当时天帝国的魏将军，同时他也是踏星门创立之初的核心骨干，并且他还是皇叔天和泰在被迫北逃的时候一路追随并守护其建立弥伦国的开国元老之一，所以他们公孙家和踏星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虽然在距今100多年前的时候，星魂将赵云的魂玉选择了远在天都国的分家子弟公孙商，成为了第6代素人，但到了芷意这一代，星魂将赵云又回到了他们公孙家宗家的手中。对此，公孙胡就感觉这里面冥冥中有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示。说到这里的时候，公孙胡就询问芷意还有没有不理解的地方需要解答，没有的话他就可以启程去执行任务了。在看到父亲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以后，芷意就连忙表示自己还有一个疑问想要得到父亲的解答，因为在他的理解里，此次行动应该是有着比他更合适的人选的，并且这些人他父亲都能随意调用，所以他想知道父亲大人为何一定要他去执行此次任务。对此，公孙胡就表示自己其实已经在那边安排好了一对天阶死士，所以他们会在暗中支援芷意行动的。而芷意听到这里的时候就表示，有这对人的存在，父亲
为何不直接让他们去把小姑接回来？在听到儿子的这个问题以后，公孙胡就把自己的目光看向了西洋的方向，然后表示他之所以执意让儿子去执行此次任务的原因是，他希望儿子此行能去找到一个人，并和他认识一下。对此旨意的疑问就都被解答了。但在出发之前，他还想询问一下父亲，他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以及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而公孙胡在听到之后，却表示这人只是他的一位故人之子而已，没什么别的了。与此同时，当各方势力盘踞在永安城的时候，对此浑然不知的我，则带着侍女们在前往永安大酒楼赴宴的路上。而我坐在非洲上的时候，就感觉身上的衣服让我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决定等吃完这顿饭以后就立即换掉。对此马叔也看出了这一点，而夏北叔则表示这次准备时间有点仓促了，下面办事的人一时半会也找不到更好的了。对此马叔就吐槽了一下，他认为这不是时间的问题，根本原因是他认为大木叔那家伙的衣品不行，平时他自己都穿得土里土气的。然后他就跟我表示，时髦这种事情以后还得由他来亲自出马，等饭后他就给我安排一套更合适的。与此同时，在我们吐槽衣服的时候，平时开惯快车的夏北叔就突然的来了一个急转弯，这样导致趴在窗边看风景的提卯和涟漪差点被甩翻了下来。对此坐在副驾的马叔就提醒他们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况且这次还是夏北叔亲自开的车，所以更危险了。在被马叔训斥后的涟漪立马就乖乖坐好了，但一脸懵懂的提卯却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而涟漪在看到提卯对窗外的世界非常感兴趣之后，就热心肠的给他介绍了起来。我们现在正处于永安城的西北区，涟漪他小时候就住在这里，所以他非常的熟悉。然后他还给提卯指出了一家经营了100年的老店，而他和我的第一次相遇也正是在这家名叫西街烧鹅店的附近。对此提卯就询问涟漪什么是烧鹅，因为这种东西他以前完全没有听说过。而涟漪在听到以后就给提卯来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科普，从鹅的产地到烧鹅的制作方法一应俱全，然后还有烧鹅的各种吃法。这样一套解释下来，没有见识过世面的提卯瞬间就被吸引住了，那羡慕的眼泪顺着口腔就喷涌出，然后他就把目光看向了我这边，并用一副我无法拒绝的神情来恳求我这个主人带他去试试。对此我就思考了一下，等会赴宴的时候，他们几个估计站在后面只能看不能吃，所以趁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先带他们下去吃点东西垫垫肚子也是可以的。随即我就让马叔和夏北叔在西街这边先停一下，而我则带他们几个去找点吃的。由于现在已经是晚饭时间了，所以西街商业港这里的周物停满了大大小小的非洲，而那家100年老店的生意还是和以前一样火爆，门口陆陆续续有着进店吃饭的行人。对此我们一行人就低调的慢慢走了进去，而在我身后的涟漪和提卯则四处观望了起来，只有清代一人还保持着警戒状态。然而在我们刚进去后不久，寄宿在我体内的小红就给我传来了信息，而他找我的原因是他在那枚黑戒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所以他询问我想不想知道这件事情。当新魂将赵云的素人赶往永安城展开救援行动的时候，尼伦军战司那边也同时展开了他们的行动。时间来到我带着提卯他们去永安城西城区那边找东西垫肚子的时候，小红就给我传来了那枚黑戒已经被他破解完成的好消息。对此我就让他稍等我一会，我把事情安排好了以后再去找他。随后我就给了清代1刻钟的时间，让他带着提卯去大吃一顿，而我则有事要到旁边接个电话。等到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走向了饭店外的一条无人小巷，然后趁没人注意的时候给自己布下了一个隐匿阵法。为了确保没人会干扰我等会的行动，所以我在隐匿了身形以后就跳上了附近一栋高楼的楼顶。在确认好周围没人以后，我就召唤小红出来给我报告一下黑戒的事情。然而这家伙一出现又是那一副瞧不起人的嘴脸，并以阴阳怪气的语气询问我这个杂鱼宿主为何要这么急不可耐地召见他。对此我抬手就给他施展了一个风铃阵法，要是他等会不好好说话的话，我就捏碎他的脑袋。而他在被风铃阵法卡住脖子以后就立即认怂了，并表示自己以后不再嘴欠了。在教训他一顿以后，我就解开了风铃术对他的控制，而他在重获自由之后就大口地喘着粗气。对此我就提醒了一下他，作为一个没有实体的 AI， 他应该是不需要呼吸的，所以别在我面前继续装下去了。而他在听到之后就恍然大悟了，刚刚他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是不需要呼吸就能存活的。对此他就表示可能刚刚是因为我出手实在是太快了，导致他一时之间分不清虚拟和现实的情况。随后他就从系统中调取出了关于那枚黑戒的情报。这枚戒指原本是第18纪元一个不知名科技企业所制造的便携式外置纳米医疗设备，它能分解成纳米单元进入佩戴者的体内进行治疗以及身体强化。而这枚戒指同时还具有变化形态的能力，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它能变化成各种工具以及武器供佩戴者使用。但由于这个功能受到自身体积的限制，所以变化成较大体积的工具时，需要佩戴者提供额外的耗材。而我们所得到的这一批黑戒则是属于是作品，而且全都被改造了特殊的功能。根据杜老残留在黑戒中的日志记录解析出来的数据显示，改造这批黑戒的是一个曾经执行过通天塔计划的组织，经过他们的实验性质的特殊改造以后，这批黑戒就实现了可以作为离线终端执行被预设好的 1.0 版星回协议。对此所有的事情都串联起来了，当时杜老就是用这个功能把寻夏夺舍了，之后在跟我交手的过程中，他还想用这个功能把我也夺舍了。然后我就询问小红，他能不能用星回协议和容器这2个关键线索去推理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动机。对此小红就表示自己也搞不懂他们为何要如此操作，
他在日志里看到第18纪元的那些人都是主动把自己的意识复制到黑界之内的，但很奇怪的是，那些人在复制完意识以后，他们却对着自己使用这个功能，所以他看不懂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此，我却想到了一点东西，那些人对自己使用这个功能的话，很有可能是在第18纪元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是能够以同样的手段夺舍肉身的恐怖存在，所以他们就试图用黑界这种设备来进行自保。与此同时，小红在报告完黑界的情况以后，就表示杜老这个家伙在黑界中还留下了原始意识数据，虽然隐藏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但也被他抓了出来。同时，寻夏被禁锢起来的意识数据也被找到了，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件事：杜老那个家伙在寻夏的意识里还悄悄地留下了一个后门程序。对此，我就称赞了一下小红的聪明能干，因为这次工作他完全体现出了自己的存在价值。而他在听完我的话以后，就开心地询问我要不要他出手去清除掉杜老的原始意识数据。对此，我就表示这份数据我要把它留下来，但转头我就询问小红，她能不能将杜老的人格数据清除掉，然后我们再往里面灌输一点必要的东西。随即，我们就在楼顶上展开了对黑界的再次改造，在原有的功能上，我再添加了一些类似阵法语言的操控指令。与此同时，在我跟小红改造黑界的时候，之前在西城区北面的公孙展展则在跟随着伸手帮们前往南影作战计划小队所在地的路上，而他们一行人在走进这里的时候，基本上是属于被军战司那边的人全面监控着的存在。当那名伸手帮小头目在指定地点收到指令之后，就立即转身向公孙展展表示，等会他们穿过前面的西大街之后，就会安排那边的分舵用非洲带他们去目标人物的聚会地点。对此，继续扮演郡主大人的展展就表示自己对行动方式没有什么异议，只要能找到聚会地点就行。然而，在他回答完伸手帮的话之后，他手上的通讯手环就传出了他师傅的来电提醒。对此，他就示意身边的侍卫们过来掩护一下他，并让伸手帮的队伍停下来等他一下。而师傅的电话才刚接通，他就立即告诉徒弟，他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了。军战司那边现在正打算设陷阱，利用小展的生命挑起纷争，所以师傅让他们不要和军战司的人交手，赶紧逃命。对此，听到这则消息的小展就非常的震惊，这种情况毫无行动经验的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而当他把目光看向四周环境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了。那些伸手帮之前说是掩护他们行动的人，竟然和他们之间形成了前后夹击的阵型。对此，他就非常恼火，都怪自己太过疏忽大意了。所以刚刚在行动开始前，他没料到这群要饭的臭流氓反水了。迫于无奈之下，他转身就利用魂力强化自身，跳出了巷子，并让阿秋和阿兰留下来为他断后打掩护。对此，那名看着他逃走的小头目就一边带着手下去追，然后一边联系军战司那边的联系人。而那名给他们下指令的人则表示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追，因为刚才他那边的人已经给小展他们下药了。与此同时，刚从太原出发不久的缩娘小队也同时收到了一则来自东司师姐的通讯，而信息的内容则是他原本打算利用公孙家曝光军战司反人道作战计划的方案失败了，军战司那边现在反向设下了陷阱，想用公孙家的人命挑起迷伦保守派和天都的仇恨。对此，带队支援的缩娘就表示自己的小队还要30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永安城。而东司师姐在听到他们的预计抵达时间之后，就表示如果 A 计划受阻的话，他们就立即执行 B 计划，将公孙家的人就地抹杀，然后再把这件事嫁祸给迷伦军战司。对此，缩娘则默认了这项任务建议，但她却看着通讯画面里的公孙展展皱起了眉头。与此同时，对这两方势力的行动还浑然不知的我，则刚好完成了对黑界的改造。于是乎，我就让小红把黑界交给我来进行测试。不过，我在开始操作之前，就再给自己加了一道保险，让小红跟我一起进去辅助我的操作。等小红准备好了之后，我就立即启动了手上的黑界，其中的纳米单元瞬间就开始在我的身体上蔓延开来。当我的意识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正在以数据的形式出现在了一座酷似金字塔结构的建筑面前，而在这个塔顶上坐着的则是杜老在黑界中的原始意识数据备份。不过现在里面的人格数据则遭到了我的篡改，所以我很顺利的就侵入了他的意识里面，并夺取了他的控制权。对此，小红就表示我这个想法非常的好，这种将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的做法他非常的喜欢。而我则表示现在这才刚刚开始，然后我就让小红帮我接入那家伙留在寻夏身上的后门程序。与此同时，在我还没接入后门程序的时候，意识被禁锢起来的寻夏则是在我家隐微的地牢里昏睡着。等到我和小红顺利接入那个后门以后，我的意识就通过寻夏这具肉身醒了过来。而我在醒来之后就测试了一下利用杜老意识数据去操控寻夏肉身的操作，在确认没问题之后，我就等同于多了一具肉身可以使用了，这样为接下来的大战又增添了一种可能。一直被关在宋府地牢里的寻夏为何会出现在西城区这里呢？在我通过杜老控制他的这段时间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时间回到我刚通过杜老留下的后门控制寻夏肉身的时候，这时的成功让我顺利拥有了一具专门拿来背锅的肉身。对此，我就开始回想寻夏这个人的行为习惯，以防日后使用他身体的时候被别人发现了。于是乎，我就开始了实操模拟，力求把一个反派角色该有的笑容掌握起来。对此，小红就表示她看不懂我现在的操作到底是为什么。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寻夏的身体发出了和我一样的笑声。这神奇的一幕简直让他大开眼界，因为他没想到黑界竟然还能被我这么利用。
但我在操作的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极大的存在，不知道中间是出了什么问题。从我这边发送出去的动作指令竟然会延迟这么大。我跟杜老之间可以说是完美同步的，但通过黑界入侵了后门程序以后，操作的延迟就出现了，而且这个问题还不是一般的严重。所以我就在想，回头我要尝试一下利用阵法去强化一下寻夏和黑界后门之间的连接。所以在延迟问题没解决之前，寻夏的身体就暂时还不能使用。与此同时，在我拿寻夏进行测试的时候，所发出的动静就引来了看守地牢的隐卫注意，所以他们很快就赶了过来查看情况。对此，我就让小红跟我一起从寻夏的肉身上撤走，因为这件事情暂时还是不要有太多人知道为好。以后那些见不得光的行动，我还需要利用它来进行。而当我的意识撤走了以后，寻夏的身体就跟断线风筝一样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对此，过来查看情况的宋府隐卫就推测这家伙刚刚应该是在梦游，所以他们就决定不把这个情况上报回我这里和老爷子那边了。与此同时，我的意识则从黑界中回归到了我原本的肉身，但这过程确实是有点太慢了。而这就是我发现的另一个弊端了。这次对黑界的改造虽然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这中间的延迟问题和我要把精神抽走的问题依然存在。不过可喜可贺的是，在这短时间内，我就顺利得到了一具专门拿来背锅的肉体，所以我就给它起名叫背锅马甲1号。而小红就表示自己也想要一个这样的马甲号，因为她感觉自己可以进入黑界中进行操控。对此，我就一脸嫌弃地询问她这是要来干嘛？她平时不是把自己 AI 的身份看得高高在上的吗？区人类的垃圾肉身，她想用来干什么？而她则表示自己最近通过网络看到了很多地上人的美食，所以她就想要一具可以操控的肉身去尝一下。对此，我就感到了一阵头大，为什么出现在我身边的家伙都一个比一个爱吃啊？我这家底养他们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他在没得到我的回应时，就一脸楚楚可怜的过来哀求我，让我给他也去整一个傀儡肉身。对此，我就跟他表示，自己虽然不是什么正牌角色，但随便出去抢夺别人肉身这事，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然而，我细想了一下之后，就想到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跟弥伦国那边的关系还非常的深，要是我能利用起来的话，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此，我就询问小红，她会不会介意那具肉身的肤色比较深的问题？要是她没有问题的话，过段时间我就去把那个俘虏弄过来给她玩玩。然而，在我跟小红计划之后的事情时，我就听到附近传来了一阵你追我赶的声音。当我转头看过去声音出现的地方时，就发现了几个伸手帮的地痞流氓在追着几个看起来身份挺特殊的女子。与此同时，公孙展展和他的2名侍卫正在拼命的逃跑，想尽快摆脱掉身后的追兵。而负责保卫郡主大人安全的阿秋和阿兰，在想利用魂力回击过去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被人下药的问题。所以此刻他们根本调动不了自身的魂力，并且在他们的前方又出现了一队追击过来的伸手帮，堵住了他们的去路。所以现在他们的处境可以说是危在旦夕了。对此，阿秋和阿兰就让郡主大人赶紧翻过墙壁去逃命，他们俩会留在这里拼死给他拖延出逃跑的时间。而公孙展展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因为他知道军战司那边已经盯上自己的性命了，要是被他们抓到的话，他必死无疑。然而不幸的消息还在接踵而至，他才刚翻过围墙不久，就被另一队追过来的伸手帮们截住了。而且此时跟他一墙之隔的阿秋、阿兰也赶不及过来救他了。对此，他也只能任由那些伸手帮们的靠近，因为被下了药的关系，现在他除了无法使用魂力以外，体力也已经到达了极限。而那群伸手帮在看到手无缚鸡之力的郡主大人时，就嘲讽了起来，并且表示那些北国老板给的药还真管用，居然能让平时高高在上的星魂师大人变成这副柔弱模样。然而他们的兴奋仅仅只维持了1秒钟的时间，因为他们的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陌生男子，而我在来到他们背后的时候，就立即将这些人全部打晕，因为对付这些地痞流氓根本就不用跟他们废话了。对此，蹲在墙角的公孙展展也非常的惊讶，因为他没想到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竟然会有人出手救自己，所以他就战战兢兢地询问我的身份和我救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对此，我就大大方方地表示自己是永安城宋家的宋云祥，然后询问他需不需要我的帮忙。然而他听到我是宋家的人之后，却一反常态地质疑我是不是在骗他，并强撑着表示自己不是那种容易受骗的人。对此，我脑海中就有了一个想法，宋家的身份不好使的话，那我换一个不就行了？随即我就操控着众生无相开始改头换面，并安抚他说他果然是个聪明人，宋家的人怎么可能会出手帮他？然后我就幻化成了寻夏的模样，并且表示他已经识破了我的计谋，因为像他这种爱脑补的人应该只会相信自己所见到的一切。随即我就上前表示自己是白龙帮的帮主寻夏，因为看到美女有难，所以我就出手相救了。不知道他现在还需不需要我的帮助呢？我是万万没想到啊，寻夏的身份在永安城这里还挺好用的，辨识度竟然比我这个宋家少爷更厉害。在我救下公孙展展之后，我就利用母亲留下来的众生无相变换成了寻夏的模样。而看到我切换身份的公孙展展就很好奇，我这是什么操作？甚至他还以为刚刚那一幕是自己中毒出现的幻觉。对此，我就表示这些只是一点易容的小把戏而已，希望姑娘不要介意。所谓人在江湖飘就要玩得骚，要想不挨刀的话，背锅就得用小号。所以我表示宋家少爷的身份是我拿来专门背锅的，过着这种刀口舔血的生活，我也是被逼无奈，所以搞出了点小手段来保护自己而已。
然后我在解释完自己易容的目的之后，就称赞了一下公孙展展的机智聪慧，一眼就看穿了我的伪装，因为像他这样喜欢脑补真相的人肯定很受这一套。对此他在听完以后就一脸娇羞地低下了头，并评价我是一个油嘴滑舌之徒。与此同时，在我跟公孙小姐接触的时候，那群伸手帮也在这个时候围堵了上来。对此我就站了起来准备迎敌，他们这些地痞流氓对我来说根本就不足为惧，而他们在看到我冷漠的眼神之后，就当场吓破了胆，并且还非常惊讶地询问我这个白龙帮的帮主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对此我也玩味地调侃了他们2句。我一看他们这群人的穿衣品味，就知道他们肯定是伸手帮的人，而他们对此也不敢有任何反驳，但他们却跟我说现在的事情是他们伸手帮和公孙小姐之间的私人恩怨，所以他们希望我能自己离开，别加入进来。然后带头的小堂主还嚣张地表示，他刚刚已经向外发过增援信号了，所以此时此刻正有着300名伸手帮的兄弟在赶过来支援，他希望我能认清楚形势，别让我们2个帮派之间出现不必要的矛盾。对此我就表示自己不懂什么叫井水不犯河水的道理，因为在我脑子里永远就只有一山不容二虎的这个道理，所以现在他们的出现已经惊动到我这只老虎了。而公孙展展在看到这种情势之后，就连忙表示只要我能带他逃离这里的话，他可以给我相应的报酬。对此我就表示自己在永安城这里还算小有实力，所以平时这种路见不平的事情我也会出手相助的。不过现在他也看到对面伸手帮人多势众的，所以这个报酬价格上就有待商榷了。而为了活命的公孙展展明显是听懂了我刚才的话，所以他转手就拿出了10万天都币来买个平安。对于他这种聪明又爽快的人，我是真的喜欢，并表示自己第一眼见到他就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这份缘分又怎么能用金钱去衡量呢？所以我在笑纳了他的储钱符以后就表示，原本按江湖规矩来说的话，这10万天都币是连定金都不够的，不过看在他如此诚意十足的态度下，这次我就破例收他1成定金好了。对此他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跟我讨价还价，因为我现在就是他唯一的活路。而我在收了他定金以后，就立即跟伸手帮们表示，现在该轮到我们来探讨一下井水和河水的问题了。既然事主已经付了1成定金了，那现在这就是一场生意，所以我希望他们能识相一点，别挡着我白龙帮的财路。而伸手帮的那位堂主在看到我摩拳擦掌的架势之后，就想再次用他那300号兄弟来威胁我停手，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已经遭到了我的重击。就他这种弱鸡还敢说自己是出来混的，我看他是真吃了雄心豹子胆啊！在把他打得生活不能自理的同时，我也嘲讽了起来，就他们这群伸手帮是怎么敢在我面前出现的？而他的小弟们在看到老大被打晕过去以后，就立即开始召唤他们帮派的核心战力，并叫嚣着让4大金刚过来给我好好的上一课。随即刚刚一直隐藏在队伍后方的4大金刚就拿着民用版的魂将符走了出来，围在他们身边的小弟们则在给他们加油打气，并让他们好好修理一下我这个倒斗贼。对此他们几个就信心满满的准备开始新魂构装，那嚣张的气焰好像只要他们把机体构装出来就稳赢了一样。而在他们摆出构装姿势准备运转魂力的时候，我也展开了自己的行动，然后一脚踹翻了他们中的一员。正经的新魂师谁会像他们这样毫无防备的就开始构装的？真当这个过程有什么无敌保护吗？不过虽然我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但还是让其余的3人完成了机体的构装。对此我就拿走了那个倒霉蛋的魂将符。像这种非法魔改的民用机，其实我也想试试它有什么不一样。紧接着我就往后一个大跳，跟他们拉开了一段安全距离，并且同时开始了新魂构装。而剩余的3位金刚则趁此机会向我发起了攻击，并且一上来就是3人的同步攻击，打算尽快结束这场战斗。对此我则不紧不慢地跟他们玩了起来，先是一招白龙在天干掉其中一个，然后趁乱一个前空翻给另外一人来了一招地龙打滚，接着再以一招黄龙撒尿结束这场无聊的战斗。而我在把4大金刚全打趴下以后，就对着他们嘲讽了起来，就这实力他们还敢说自己是什么100年老帮吗？不行就都来加入我的白龙帮吧，起码能穿件好看衣服。对此在场剩余的伸手帮们也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因为他们引以为豪的玄阶4大金刚已经被秒了。随后他们也只好先行撤退了，但他们在离开之前却表示这笔账他们会记在我白龙帮的头上，所以伸手帮和白龙帮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对此我则不发表任何意见，并默默地看着他们离开，因为白龙帮的事情跟我宋云祥有什么关系？他们有事去找寻夏就好了。在他们全部离开了以后，我就解除构装回到了公孙小姐的面前，而她则对此向我表达了感谢。不过我相信要不是她中毒的话，刚刚那几个玄阶废物她也能轻松解决。对此我就好心上前打算搀扶一下她这个状态能熬到现在也挺不容易的。而她在看到我用手去扶她的时候，就打算推开我，并表示让我不要碰她。对此我则靠过去她耳边询问她是不是中了迷伦军战司特有的托麦散，所以按我看来她得罪的人肯定大有来头。而她在听到我的话语之后就非常的震惊，因为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知道托麦散的事情，而且看样子我还挺熟悉他们迷伦军战司的。对此我只能表示托麦散这种东西如果拿来单纯阻断目标人物魂力的话效果还行，但要是作为迷药的话却只能算是3流货色。随即公孙小姐瞬间就被我整晕了过去，像她这样的傻白甜是真的不适宜出来执行任务的。随后我就用通讯手环联系上了阿北叔，然后让他去把清代他们接上，之后按我的定位过来接我一下。与此同时
在永安大酒楼的顶层包厢里，洪玉箫大小姐则正在跟上次遭遇空中危机的员工们开会，而她对员工们表示，商会这边对他们这群恪尽职守的员工给予了高度评价，所以在客运船修复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申请带薪假期，在永安城这里好好放松一下。如果有重要工作要回去的话，也可以免费乘坐商会中的其他客运船回去。对此，员工们就非常的高兴，原本被危机影响的士气也瞬间恢复了。而现在还身为洪氏商会员工的镜花小姐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同时她也一直在永安大酒楼这里等待着我的登门拜访。然而，她在这次会议中见到洪玉箫以后，心中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因为她知道洪小姐是商会在南州地区这边的总负责人，而且在员工的心目中，她还是最优秀的洪家第3代之一，所以她认为洪小姐此次特意来这里的目的，可能是跟自己一样，为了那个男人。在我跟洪玉箫小姐吃饭的时候，天都国的北京这里，则有一位我们宋家的老朋友在默默关注着我。时间回到今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乘坐军用镇空舰回去镇北军复命的欧佩教官也顺利抵达了他的目的地。而他刚从飞艇走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有几位老熟人在停机坪下面迎接自己。对此，身为镇北军中军5卫营2等都尉的他，就立即加快了脚步走了上去，并且第一时间来到了副营，将面前敬起了军礼。而实力在地阶中期的赵牛副营将，在见到自己的宝贝部下归来时，也非常的开心，并表示欢迎他的归队。对此，站在他身后的沈文星和徐顿就表示老赵的称呼有问题，因为现在的欧佩应该被叫做欧教官才对。同时，他们俩也是步风刀剑斗型试作机的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这个项目是由泰玄重工和天都国炼造司共同开发的。对此，欧佩教官就向他们俩人问好，并表示他们俩能来迎接自己是他的荣幸。与此同时，赵副将就表示自己过来这里是接到了萧帅的任务，而另外2人来这里则是有着其他目的。不过由于时间紧任务中的关系，所以老赵就让众人先登上了接驳飞船，再说其他的事情。然而飞船才刚走出去没多久，跟欧佩一起坐在后排的徐顿就迫不及待地询问欧佩教官关于步风刀的事情。对此，老赵就表示，他们2个技术宅能一早来到这里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想要尽快得到那份关于步风剑对战凶兽的实战数据。而徐顿在听到老赵把步风刀说成步风剑的时候就不乐意了，并再次强调了一次项目的名字是叫做步风刀。对此，老赵就一脸无所谓的表示，在他眼里这玩意反正都是拿来上阵杀敌用的，叫什么他都无所谓，而且这玩意本来就是剑斗型微远式的改版而已，改成步风剑也挺好听的不是？然而此话一出，就立即遭到了沈文星的反对，并且他表示就是因为这个字的差别，所以才有了这个项目的诞生。对此，老赵在眼见气氛不对劲的时候，就连忙打起了圆场，并表示自己就是一名武夫，所以他希望沈少监大人别介意。而沈文星在听到之后就表示，剑斗型微远是这个名字最早的出现是要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刚分裂完的天都国和弥伦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武力冲突。然而随着战事的持续扩大，他们就发现原版的微远式机体上配置的33是常见在对阵弥伦国的鱼弗罗时，是很难给对方造成什么有效伤害的。所以后来他们沈家的先祖就在某位剑术大师的指导下，搞出了第一台剑斗型的微远式，并为其配备了4把全新研发出来的3/4式破甲剑。然后时间来到近代的200多年前，他们沈家又出了一位精彩绝艳的天才，他设计的63式横刀采用了独特的技术，极大的增强了劈砍时的破甲效果。但当时北京战场上还要考虑到跟凶兽之间的作战，因此第2代剑斗型就采用了3/4式长剑和63式横刀混合配置，而名字就依然叫做剑斗型。但现在北京这里的凶兽已经基本消灭了，所以剑斗型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在军阵近战中反制重甲的鱼弗罗。而第3代剑斗型微远式则全部配置了4把63式横刀，但因为还有数量比较多的第2代刀剑混装的剑斗型还在各地服役，所以名字就维持了之前的习惯性叫法。而欧佩教官之前在圆顶城之战中使用的则是名叫步风刀的试作机，是在第3代剑斗型微远式的基础上给他配置了4把步风刀。而这个委托则是3年前由萧帅所提出的，他要求天都炼造司在63式横刀的基础上进行反重甲的工艺改良，而他则利用3重复合材料来改良了刀身，并使用了一种产自西空山脉的稀有材料来为其镀层。最终的成果就是得出了这柄无坚不摧的步风刀。但很可惜的是，这种名叫药金的特殊材料实在是太少又太昂贵了，所以最终他只做出了3台试作机。而现存的3台机体中的2号机已经被弥伦国那边强行夺走了，而1号机则在启逢山夺环战的追击中受损严重，导致他们无法回收这份实战数据，所以目前只有欧佩教官手上的这台3号机得以完好留存下来。因此他们2位负责人也因为工作不力遭到了处罚，不仅升迁无望，就连项目也因此被高层冻结，研发预算也被全部停掉。所以他们俩才这么着急想看到步风刀对战凶兽的实战数据，因为这对他们2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进展。对此，老赵就跟欧佩教官表示，数据移交上的手续已经得到了高层批复，所以他现在就可以把数据交给他们了。而欧佩教官在看到手续文件以后就立即签署好了，然后他就把装有机体实战数据的加密盘和手续文件一并交给了沈少监大人。与此同时，沈文星在看到加密盘的时候就立即将它插到了自己随身携带的电脑上，而手续文件他们则看都不看一眼，并且在看到机体实战数据的时候他就被震惊住了。
因为这份数据表明了用药精去给武器镀层的话，是可以大幅度增强魂力在武器上的附着程度，这样不封刀的劈砍就可以对凶兽造成更大的伤害。对此他就表示，只要将药精镀层应用到下一代量产机上面的话，3个月后的炼造师大会他必然可以拔得头筹。沉寂多年的天都沈家也会在他的带领下再次成为首屈一指的炼造师家族。而他在得到了这份数据以后，就瞬间雷厉风行了起来。在喊停了接驳飞船以后，他就带着泰玄重工的4品炼造师徐顿跑回去他们的研究所。而欧佩和老赵在送别了他们俩人以后，就来到了天都镇北军在北京这里的临时总帅府。而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则是实力在天阶巅峰的萧帅本人，同时他还有着萧冲这个邻国公的身份。在他们俩抵达驻地后不久，守在总帅大人门口的卫兵就进去报告了此事。对此萧帅就表示让他们赶快进来，因为他有很要紧的事情需要得到欧佩都尉的确认。所以很快赵副将就带着欧佩教官来到了总帅大人的办公室。而在互相寒暄了几句以后，萧帅就表示自己早已看过欧佩教官之前汇报的文件，而他对里面特别提到的星魂将左慈的素人很感兴趣，因此他需要欧佩教官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报告里有提到，那名叫宋云祥的学员在驰援姬武院的战斗中使用了踏星七步和落月斩等秘传战技，所以他想确认这件事的真假。要是情况属实的话，那问题就很复杂了。萧帅作为天都国镇北军的现任总帅，为何会如此关心元鼎城之战当中关于我的信息呢？他和永安城宋家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敌是友呢？随着萧帅要求欧佩教官给出关于那份报告的确切回答以后，欧佩教官就把我当时使用魂力悬浮和玄甲卫特有的移动身法这是做了确认，并表示他当时之所以会这么惊讶的原因是，我在他负责的班级里是属于比较出名的那个，而且我身上还有着很多不太好的传闻，所以他才会如此印象深刻。对此萧帅就询问起了关于左慈素人宋云祥的那些不太好的传闻，因为他已经很久没和宋家那边有联系了，所以他也想知道一些这位故人之子的具体信息。而欧教官则对此感到有点难以启齿，所以他只能避重就轻地说了一些关于我先天魂脉残缺的事情，并在最后才非常隐晦地表示这名学生在私生活上存在着不检点的行为。然而萧帅对私生活这点是并不怎么在意，反而他还把我跟我父亲放在了一起做比较。他所认识的宋浪是一个非常喜欢出风头的人，所以他认为我之前在姬武院里的种种行为就是在扮猪吃老虎。然后他在心里做完比较之后，他就让欧佩教官继续报告当时的情况。对此欧教官就表示，后来他还看到了这名学生使用出了玄甲卫的秘传身法踏星七步，并且在战斗的尾声他还使出了一招落月斩隔空击杀了一头战场远处的凶兽。而据他所知的是，这2招一直以来都是现任玄甲卫总帅大人狄兰的成名绝技，而且他还有幸在战场上亲眼见识过狄兰大人使用过，所以他表示自己当时绝对没有看错。对此萧帅就有点疑惑，因为他不知道欧佩这名镇北军的都尉为何会见到过玄甲卫的总帅施展绝技呢？而欧佩教官则对此给出了答案，这是发生在1年多之前那场北境大战当中，当时他所在的五卫营负责镇守战线最东部的两崖口地区。说到这里的时候，赵牛副营将也想起了这事，而且每当他想起这事的时候，他都要再骂一次那一伙太和佣兵的祖宗18代。当时镇北军的主力在北境战线上与弥伦大军僵持着，对此弥伦的游击将军叶网就派出了自己的赤鬼军团从东线绕行两崖口地区，试图从后方发起偷袭，切断镇北军的补给线路。而当时的五卫营则奉命在两崖口地区进行阻击，但敌军战力是他们的数倍之多，所以那场战斗他们的牺牲很大。当时已经拥有白狐称号的欧佩都尉则活跃在东线战场上的各处，每当他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敌方的前进步伐也会被暂时迟滞。然而就算他有武道通天的本事也没用，赤鬼军团那边发现地面战场被迟滞了以后，就派出了6艘镇空舰，打算从空中突袭过去。还好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天都国这边的增援部队也抵达了北境东线战场，而且来的还是由狄兰总帅亲自率领的玄甲卫。但当时的战况比较紧急，导致玄甲卫那边只来得及派出了1艘云龙级镇空舰，所以他们在来到战场以后，很快就被赤鬼军团那边的6艘小型镇空舰围着打。而赤鬼军团那边的行动也一点都不含糊，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他们就果断地对玄甲卫发起了登舰作战，并且一个转头的功夫，他们就搭建好了2条登舰通道，船头船尾各1条。对此，镇守在云龙级镇空舰上的玄甲卫们则立即摆好了防御阵型。那密集的火力一时间打得那些准备跳帮的弥伦贼子丢盔弃甲。然而弥伦国那边于弗罗的装甲实在是太抗揍，所以他们就凭借着这点优势，硬生生地打通了跳帮的通道。紧接着双方就在玄甲卫的镇空舰上展开了近身白刃战。而当时在地面战场上的欧佩教官则对此感到有心无力。不过幸好的是，在他心灰意冷之际，就突然发现了云龙级镇空舰的舰桥上出现了一名年轻女子。而这也是玄甲卫那边为何敢于只派出1艘镇空舰前来的原因，因为这次任务是他们的总帅大人亲自带队的，所以只要他们能及时抵达战场的话，胜利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随着狄兰总帅从剑桥上一跃而下时，那尊被人誉为武圣的始元星魂将关羽的身影也在慢慢浮现。等到机体构装完成了以后，仅仅是一个落地的功夫，周围的赤鬼军团士兵就差点被震飞了出去。而且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狄帅一刀就轻松解决掉了那些站在他眼前的敌人，而那些被他救下的玄甲卫们则对此表示了感谢。对此，狄帅对此则不以为意，然后一个大跳就向着船首的方向飞去。当他再次落地的时候，赤鬼军团的那些士兵还在源源不断地从登舰索上往玄甲卫的镇空舰上跳帮，但倒霉的是，这回挡在他们身前的是那名被誉为武圣的狄兰总帅，所以估计他们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紧接着跟着一起倒霉的还有他们所乘坐的小型镇空舰。落月斩所过之处，万物皆成两半。对此，站在地面战场上的欧佩都尉则感到了非常震撼，因为他没想到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刀，竟然能一刀斩剑这么厉害。然而更夸张的还在后头，当他还沉寂在深深的震撼中时，身处高空之上的狄帅就以一招踏星七步从船首那边瞬间来到了左侧船尾，并再次使用落月斩将敌方的战舰一分为二。过程之快，让赤鬼军团那边完全反应不过来。不过很快，他们就将剩余4艘战舰上的舰炮都转向了狄帅这边，并打算利用强大的火力迫使这位圣阶强者离开此处战场。然而，当他们舰炮发射的时候，却发现大事不妙了。那艘处在他们包围之间的云龙级镇空舰，竟然成为了狄帅最强的盾牌，挡下了所有攻击。而狄帅本人则在空中构装出了赤焰火龙驹，他那坐在马背上英姿飒爽的神态，让在场所有的敌军都心生恐惧，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打算怎样去处置自己。对此，星魂将关于左肩上的金色龙头则轻轻地张开了他的嘴巴，紧接着一道龙形的金色魂力骤然乍现，那高亢的龙吟就像是在宣判着敌人的死期一样。而这道龙形态的魂力在凝聚完成以后，就朝着最近的敌舰飞扑了过去，被击中的那艘战舰则化作了最耀眼的烟火，照亮了整片夜空。其余的3艘敌舰的命运也早已注定，在狄帅亲临战场的时候，弥伦国的突袭行动就注定了失败的结果，而这也成为了那次北境东线战场的转折点，为之后镇北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所以在那场战斗以后，欧佩都尉就记住了狄兰大人的成名绝技，而当时也在场的赵牛副营将也称赞狄帅真乃东路第一女中豪杰。对此，萧冲就表示自己对那一战也有点印象，不过当时他在后方负责指挥，所以详情知道的不多。而他现在最担心的是狄兰和宋家之间的联系，如果按报告上所说的去推测的话，他认为狄兰或许已经暗中与宋家接触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他很担心朝廷上的那位会对此有所猜忌。与此同时，我这边则带着公孙展展在街上等来了阿北叔驾驶的非洲，在上船之前，我就解除了众生无相的幻化，恢复成了自己的模样。而当我把公孙小姐带上非洲以后，众人对此就感到了很意外。阿北叔和六爷都很想知道此人是谁，对此我就表示自己刚刚在街上捡到了这名北国的俘虏，而且看他的模样应该是有点背景来头的，所以我让六爷和清代他们等晚宴结束后，就去查一下最近永安城这里都来了些什么人，并让他们现在去联系补牙的人过来给我洗地。随即在我们离开西城区以后，补牙的人也来到了西城区这里开始抓捕犯人，而负责掩护公孙小姐逃亡的阿信则被补牙的警笛声唤醒了。他刚才得知小姐被人堵在对面墙后的时候，不小心被人从背后打晕了，然而现在他醒过来以后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了，身边空无一人不说，自己的同伴阿香也不见了。但下一秒他却想到了一件事，因为联系伸手帮的人好像就是自己的同僚阿香，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公孙家里肯定还有着其他弥伦军战司的卧底潜伏。大家等了很久的晚宴终于开始了，其实我也很想知道红石商会那边为了拉拢宋家的关系，到底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时间回到稍早之前，在我离开西城区之后，补牙的人就来到了西城区这里抓捕刚刚在街道上构装械斗的犯人。而我不知道的是，那位叫阿香的女侍卫竟然是弥伦军战司那边安插在公孙家的卧底，并且此时她已经把刚才的情况汇报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对于行动失败的原因，她也给出了解释。当时她出手制服了另外那名叫阿信的女侍卫之后，就打算去协助伸手帮们抓捕公孙展展，但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在她行动前却突然出现了一位强者从中阻挠，所以他只能放弃这个抓捕机会，并且丢失了继续潜伏在公孙家的可能性。而他根据伸手帮们的反馈得知，那名阻挠抓捕行动的强者是永安城这里另一个民间帮派白龙帮的化石人，并且他从伸手帮那边还得知了白龙帮是一个靠倒卖陪葬品起家的帮派，而且还有坊间消息说那个叫寻夏的家伙是星魂将曹仁的素人。由于他看不透对方的具体修为，所以他推测对方的境界应该在地阶之上。对此，军战司那边负责情报收集的拓跋伯就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万万没想到这次行动竟然会遇到星魂将曹仁的素人，所以他让阿香立即把寻夏的图像传送给自己。等到他看清楚资料中的寻夏时，就想起了今天早上他在宋府门外看到的那一幕，所以他当即就判断此人的修为境界肯定在天阶。要是真这样的话，他们接下来的行动就很麻烦了。与此同时，马爷这边则表示隐卫那边给出的消息是，在我手上的这位弥伦小姑娘应该是偷渡入境的，并且身份背景还很不简单。对此，我就猜测这场混乱是一场弥伦人之间的内讧。然而，就在我想继续深究此人底细的时候，我们的非洲则已经来到了永安大酒楼，所以这件事情只能等到晚宴之后才能继续。对此，马爷就表示自己可以留在非洲这里看守这名弥伦俘虏，而我则表示他在我的阵法里会睡得很安全。
所以我们把它丢在这里就行了。当我们一行人走到永安大酒楼的门口时，门口的侍女就询问我们是哪一个包厢的客人，是否需要给我们带路。在听到我们是至尊包厢的客人后，那位侍女就立即意识到我们是洪氏商会宴请的贵宾，并表示让我们跟她走就可以了。而有些事情就是这么的巧合，当我们走过酒楼大堂的同时，在此等候我多时的镜花小姐也刚好在大堂这里和同事小聚。但她在看到我第一眼的时候，却差点没认出我来，因为她感觉在这短短1周时间里面，我的变化非常的大，所以她在喊我的名字时就非常的小声，并希望以此来吸引到我的关注。而跟她一起在大堂小聚的同事也听过镜花小姐说起此事，所以她也很期待能见到这位传闻中救了他们整船人的宋公子。但我们虽然留意到了他们的存在，可洪氏商会那边的宴请邀约确实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一行人就暂时没有过去搭理他们。而他们在看到我走进直达顶层至尊包厢的电梯时，也推测出了事情的答案，因为他们都知道洪小姐今晚在顶层那里宴请了某位贵宾。然而林镜花小姐则留意到了一件更让她惊讶的事情，并且她的目光还一直盯着宋涟漪的背影。随即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则悄然浮现在了镜花小姐的脑海中。在她童年的时候，自己曾经有过一位关系很好的玩伴，但现在她却只记得此人的名字是叫做小娥。与此同时，我们一行人也跟随着酒楼侍女来到了顶层的至尊包厢门外，而作为老江湖的我们则在出电梯的时候就开始用魂力探索着周围的环境。在确认没有危险以后，我就带着清代他们几个侍女进入了至尊包厢，而马爷和阿北叔则留在门外警戒。与此同时，洪掌柜在看到我出现的时候，就立即迎了上来跟我打招呼，并将自己的顶头上司洪玉箫介绍了给我认识。当掌柜给洪小姐介绍我的时候，我就友好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准备跟洪小姐握个手。而洪小姐作为久经沙场的生意人，在看到这一幕以后，就扯下了自己的手套。至此，洪氏家族与我们永安城宋府就达成了第一次接触。等到握手结束以后，我也大致了解到了一些洪小姐的境界信息，除了不是素人，也没什么异常情况发现。而她则邀请我进去饭桌上坐下来慢慢聊。然而，在我准备走过去饭桌的时候，她却留意到了包厢门外的阿北叔和马爷，所以她就询问我那2位强者为何不进来一起呢？对此，我就表示那2位强者是我宋府东院的门卫和司机而已，没事他们是不会进来的，所以我让洪小姐不用在意他们2个。而洪小姐在听完以后，则露出了一副令人玩味的笑容，并让洪掌柜出去负责招待好门外的2位强者。对此，马爷他们也很惊讶，他们2人在宋府做了这么久的隐形人了，突然被人关心起来，还真有点不习惯。而洪小姐和我在落座好了以后，她就开始对我展开了商业互吹的那一套，说什么我在圆鼎城那一战立下赫赫战功，未来宋家会在我的带领下走向光明。对此，我就表示这些都是过誉了而已，并提议我们能不能跳过互吹环节，直奔主题聊点重要的事情。随即他就表示站在他身后的洪一静和洪一柔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虽然名义上是他的贴身保镖，但关系却亲如姐妹，所以他让我不必顾虑他们的存在，大可畅所欲言。对此，我也表示在我身后的3名侍女和包厢之外的2位强者都是我们宋家的心腹，同时也是我宋某人可以托付后辈的存在，所以我让洪小姐也可以放心他们的存在。然而在我们互相表明了底细以后，却陷入了无话可说的境地，因为我们双方都打算先听听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而我不知道的是，洪小姐在我们陷入沉默以后，就借机观察起了清代他们的修为境界。虽然她无法准确地判断出所有人的修为境界，但直觉告诉她，门外的2位肯定是天阶以上的强者，而那3名女仆的实力恐怕也在她的2位姐妹之上。对此，她就感觉今晚这场晚宴办得非常的正确，因为就凭阿北叔和马爷那种可以在洪家身居供奉高位的存在，竟然愿意屈尊于宋家之内当仆从，所以她认为我们宋家的实力非常的靠谱。与此同时，我在看到他一直沉默之后，就索性率先展开了话题，并表示自己对他们洪氏商会在政商2界的能量以及情报能力非常的感兴趣。对此，他也没感觉到什么意外，而我则表示自己手上有他无法拒绝的筹码，因为据我所知的是，洪氏商会虽然垄断了天都国这里70%左右的药业和炼造材料的生意，但洪小姐在这块业务上好像一直受制于其他洪家内部的竞争对手，并且近来我听说洪克吉老家主的身体情况不怎么好，所以我想他应该不会希望我手中的延寿丹药落到家族里其他继承人的手上吧。与此同时，包厢的洪掌柜则表示，他现在去叫人在隔壁偏厅再开一桌，让2位强者坐下来吃点东西。对此，阿北叔就表示他们有职责在身，心意到了就行，还请洪掌柜理解。然而下一秒，洪掌柜却表示他对2位强者感觉有些似曾相识，所以他就询问2人是否曾经去过天都城那边，而阿北叔随即就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对此，洪掌柜就表示刚刚是自己眼错了，希望2位不要介意，并提议自己去泡壶好茶过来，大家一起品尝一下。而马爷则对此感到了很无奈，果然这种应酬局是他们一生之痛。与此同时，在晚宴持续进行着的时候，西水国全城那里则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大事。这件事让坐落于城内的皇家宅邸警报声大作，而青药军负责传信的侍卫也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黄妙英面前。根据传回来的情报所示，狼环郡主的非洲在南荒沙漠里失联了，而他们最后传出来的求助信息则表示他们在南荒腹地里面遭遇到了围捕，并且疑似遇到了能操控雷电的始源星魂将。对此，黄妙英就有点疑惑，南荒腹地甚至夏玉国那边应该是没有能操控雷电的始源星魂将才对，
如果是他印象中所知道的那个人的话，那情况就很复杂了。在我跟洪小姐吃饭的时候，朝廷的封赏队伍也来到了永安城边界的西北空域了，而永安城城主孔帆也在这个时候带着府衙的同僚来到了封赏队伍面前。果然，他们一家在做狗腿子这件事上是专业的。在得到登舰许可以后，他们孔家的飞舟就停在了正空艇的船头停机坪上，而孔帆在下船以后就催促自己的同僚们手脚快一点，别怠慢了朝廷下来的高官们。与此同时，封赏队伍也在皇家卫队的簇拥下，从正空艇的内部来到了孔帆他们的面前。对此，孔帆一行人就立即下跪拜见那位手握朝廷兵权的大公公，而林公公在见到他们以后，就一脸和蔼地让他们站起来说话，并表示孔城主他们对自己太客气了。然而林公公不知道的是，孔家的非洲上还有着一个人躲藏着，而躲在顶棚夹层处的正是最近到处跟别人说要做宋云祥头号鹰犬的孔真老爷子。不过不得不说，他的此番举动还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他能通过望远镜看清楚封赏队伍的全部人员构成，而这里面就有来自于绣衣局的绣衣御史。不过有点奇怪的是，新天监和耶代监居然派出了他们的年轻官员前来，这就让孔真老爷子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并且他在封赏队伍里面还看到了一位宋家的老仇人，所以他有点担心此人会在封赏宴上故意挑事。对此，他就决定把这些个家伙全部拍下来，等会回去他就跟云祥少爷汇报此事。与此同时，林公公手下的宦官就询问孔城主接下来的行程是否已经安排妥当。对此，孔帆就表示事情已经安排好了，等会他会带着府衙的飞舟在前方开路，从这里出发绕行一段路后，他们再从永安城的北门进城，而且那边他已经在驿馆里面给各位大人备好了客房和南州特色酒菜。而那位替林公公询问的宦官在听完安排以后，就询问孔城主为何不直接从西城区这边进城，特意安排绕行北门是有何用意。对此，孔帆就表示西城区那边平民杂居比较多，如果让他们看到如此气派的仪仗船的话，难免会引起骚动，并且驿馆离北门比较近，所以他就做了这番安排。而林公公在听完了以后就出声表示，孔城主果然是一位爱民有家的好城主，所以他决定接下来就按孔帆安排的行程去走，避免惊扰到城内百姓。而此次一同前来的吏部阮大人就小声跟隔壁户部的鲍大人表示，他认为孔帆这人才不是什么爱民有家的好城主，这人狡猾得很，因为他在来之前就听闻永安城西北区是一片贫民区，所以他安排绕行北门的举动，估计是怕影响自己的政绩考核罢了。对此，鲍大人就表示没必要去跟一个穷乡僻壤的边境小城主较真这么多，在这里任职城主就别说什么政绩了，平时估计连油水都捞不着，把永安城里那些一线家族放到他们中州那里的话，也不过只是一些勉强温饱的小中产阶级而已。对此，他还跑去询问了一下兵部的瞿大人，因为他觉得宋家被贬到这种犄角旮旯之地，是有够难为他们几代忠烈的。而瞿大人在听到以后就表示，这是宋家可怪不得别人，在他眼里完全就是他们自作自受罢了。不过他也有点可惜，难得在老的死了以后又出了个小的，但结果还是陨落了，所以他只能感叹天道对宋家是何等的不公。与此同时，来自于新天监的曹大人则把这几个老家伙的话都听了进去，然后他就跑去跟隔壁绣衣局的冷大人告状，说这几个老家伙过来肯定不只是凑热闹这么简单，说不定他们还想在封赏宴上搞点事情出来。而他在告完状之后，就转过头去跟军器监的上官大人搭话，并一脸天真无邪地表示，他听说这次受封的宋家素人和上官家拥护的二皇子交情匪浅，所以他想知道如果有人在封赏宴上搞事的话，上官家会不会出来阻止。对此，上官大人就表示，他们家跟宋家素人真的不熟，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而绣衣局的冷大人就表示，新魂降素人乃是国之重器，所以素人封赏的事情也是国之大事，如果有人敢在封赏宴上搞事的话，他们绣衣局绝对不会轻饶了对方，因为这等于是损坏了皇上陛下的威严和脸面。对此，曹大人就表示，绣衣局果然办事刚正不阿，而冷大人也果真清正无私，他很佩服。然后他就转头跑去询问密察司的铁大人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因为他知道密察司那边办事一向都是公正无畏、嫉恶如仇的。然而他的话才刚问完，密察司的铁大人就立即顺身离开了此地。而夜市间的孙公公和辅政院的刘大人则对铁大人此番举动感到了习以为常，所以他们对此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反而是绣衣局的冷大人对此意见非常的大，并表示密察司的人都是些藏头鼠辈罢了，所以在他眼里这群人一辈子都难谋大事。与此同时，在孔城主带领他们前往北城区的时候，我跟洪小姐的晚宴也准备结束了，而我在离开包厢前就跟洪小姐表示，我刚才最后说的那些话她可以回去慢慢考虑，然后我就拿上了从她那里得来的资料准备离开，并表示我很期待接下来我们两家的合作。而在我走后，洪玉箫则看着桌子上我给他的丹药和礼盒陷入了沉思，在细细打量过那些丹药以后，他的心里一阵欢喜，所以刚刚我所提出的条件他实在是无法拒绝。然后他就吩咐身旁的两位姐妹去办点事情，因为他洪玉箫明天将会代表洪氏商会在封赏宴上给宋公子送上一份厚礼。与此同时，聊完事情吃完饭后，我就带着马爷他们乘坐电梯离开永安大酒楼，而马爷则趁机询问我事情谈好了没，并且他还一脸坏笑地询问我洪家那边要我们出多少彩礼。对此我就表示自己刚刚跟他们谈的是丹药和炼造相关的生意而已，
哪有他说的彩礼什么事？对此，他还不死心的跑去询问清代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因为他觉得洪小姐肯定是看上了自家少爷，而清代则表示这是纯属是马爷多虑了。直到电梯抵达大厅的时候，这个话题才正式结束。而我在走出电梯的时候，就发现通讯手环上有几则黄前辈的来电提醒。对此，我就让清代和马爷他们先回去非洲上休息，我打完电话后就会过去找他们。等到我找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以后，我就拨通了黄前辈的电话，而电话才刚接通，黄前辈就一脸不悦地询问我刚才是跑哪去了，为什么不接他电话？对此，我就只能尴尬地表示刚才有重要的事情在处理，所以我就把手环静音了。而他在听完了以后也消气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西水国有一支队伍在南荒腹地那里遇到袭击，最后传回来的消息是遇到了一个操控雷电的星魂将，所以他想询问我是不是用左慈幻化出他的文仲去干的坏事。对此，我立即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并表示自己到现在都从未幻化过文仲，不过实际情况却只有我自己知道。新主系统那边不知道是有什么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星辰色文仲到现在还无法使用。而黄妙英在听完答案以后就松了一口气，不过这样的话事情就变得更麻烦了。对此我就询问他，那支遇袭队伍有什么重要的吗？对此黄妙英就表示，那支失踪的队伍是他们西水国神机院测试新型量产机的队伍，最重要的是队伍里面有一位研究人员是女帝陛下的亲妹妹，所以如果此事是夏玉国或者南荒杀贼干的话，处理起来就会很麻烦。而我在听到南荒杀贼这个名字以后，就联想起了前世那伙出身于南荒沙漠的黄帽子团，虽然我没有正式遭遇过他们，但上一世他们则在南州陷落以后，就打着苍天已死，替天行道的旗号，配合着弥伦和夏玉国杀入了南州。根据当时的情报显示，这伙人的首领是拥有着掌握雷电之力的星魂将素人。对此黄妙英就表示自己已经在赶往永安城的路上，并要求我明天跟他一起去一趟南荒腹地，而我对此则根本不敢答应，并跟他说明了朝廷封赏的事情，所以明天我没有可能跟他一起去南荒腹地的。不过黄妙英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在得知封赏宴这事以后，他就立即表示自己要给我准备一份贺礼，而我在听到以后就连忙谢绝了他的好意，并表示自己跟他说封赏的事情不是为了让他给礼物的，但他则表示他会以西水国镇国四柱的身份走外交流程进城赴宴的，所以他的这份贺礼不会给我添麻烦的。不过我在听他这么说完以后，却感觉麻烦好像更大了。对此他则不再给我任何拒绝的机会，在说完这些以后就立马挂断了电话。然而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身后却突然传来了另外一把有点耳熟的女人声音。等我转过头去才发现，来者正是天都国未来的4大歌姬之一的林镜花小姐。但我有点搞不明白的是，她此番特意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当封赏队伍入驻到了永安城驿站的时候，朝廷里那些老家伙的如意算盘也悄悄运作了起来。时间回到我跟黄妙英打完电话的时候，一直在永安大酒楼等待我赴约的林镜花小姐也趁机找到了我。对此我只能尴尬地表示，刚才自己没认出她来的原因是她换了发型，整个人都变好看了不少，所以我才没认出来。而她在听到我夸赞她的新发型以后，就一脸娇羞地表示，自己之所以换发型，是因为有粉丝觉得之前的发型不太好看，所以建议她换个能盖住额头的款式。对此她还问我觉得这个发型是否合适她，而我为了不跟她扯上太多关系的原因，就只能使出了直男3大话术来应对。还不错，看着挺别致的。而林镜花小姐也是一个聪明人，在听到我较为敷衍的回答后，就立即切换了话题，并询问我最近是不是一直都很忙。对此我就只能实话实说了，因为我自从返回永安城以后，就真的一直在忙各种事情，所以才没有空闲时间过来赴约，希望他能体谅一下。而他在听到我的解释以后，神情就稍稍有点失落，或许他认为我这是在敷衍他吧。与此同时，我跟他一路闲聊下来，刚好就碰到了在大堂等待我的马爷和清代他们。对此我就跟镜花小姐表示，她要是没什么事要找我的话，我就准备回家休息了。而镜花小姐则表示，她听闻永安城宋府要在明天举办宴会，所以她想知道我的家是不是就是这永安城的宋府。对此我就感到了有点意外，按理说朝廷封赏和封赏宴的事情她应该是不知道的才对，所以我就询问她是从哪里知道这个消息的。而她则表示，他们剧团接到了城主府一位老先生的委托，要他在明天的宴会上表演歌舞助兴。与此同时，马爷他们一行人也留意到了跟在我身后的林镜花小姐，并开口询问我关于她的信息。对此我就跟他们介绍了一下镜花小姐的身份，并表示我跟她是之前在回家的客运船上认识的。而马爷这老顽童在得知镜花小姐的身份之后，就立马不正经了起来，并表示他自己早已仰慕红石商会著名签约歌姬林镜花小姐很久了。对此镜花小姐则表现得异常平静，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她在见到马爷他们以后，就把目光一直锁定在了宋涟漪身上，因为她觉得涟漪跟自己儿时的玩伴小娥真的好像，但涟漪在见到她以后，却好像不认得她一样，所以她怕自己认错人，就没有过去询问这事。与此同时，在镜花小姐发呆的时候，马爷就趁机凑了过来，小声地跟我说，这歌舞表演是孔征那老头特意为我准备的。对此我就感到了非常的无奈，此刻的我是真想回去好好削他一顿，再任由他这样折腾下去的话，
我都不知道他能玩出些什么花样来了。而马爷趁着我无语的时候，就跳了出来表示，如果永安城没有第二个宋府的话，那明天那场宴席就正式举办在自家少爷的家里。对此，林镜花就一脸兴奋地询问我明天会不会出席宴会。他那神情，我一看就知道他很希望我能出席看他表演一样。但因为我之前已经无意中改写了他一点未来的发展了，所以此刻我只能较为敷衍地回答他，自己明天应该是会出席的。而在一旁的马爷则一脸玩味的表情看着我们。随后，在我们走出永安大酒楼的路上，镜花小姐就表示，明天我要是出席的话，她就跟着剧团一起去参与表演，希望我不要嫌弃。对此，我只能尴尬地表示，能看到她的歌舞表演，那简直是美事一桩。而马爷这老不正经也在出门的时候表示，他认为镜花小姐的表演肯定能让宴会增色不少。他这话一出，瞬间逗得镜花小姐眉开眼笑的。然后我在准备登船的时候，就礼貌地让镜花小姐早点回去休息，并表示自己很期待她明天的演出。而我不知道的是，镜花小姐在看着我们的非洲离港时，却陷入了沉思，并在心里一直默念着永安城宋府和我家里老爷子九安侯的封号。与此同时，我则突然留意到了涟漪的异样，因为他自从登船了以后，就一直把目光看向了窗外，并表露出了一副耐人寻味的神情。所以我在非洲行驶出去不久后，就询问他是不是很在意镜花小姐这个人，而他则表示自己没有这样想。然后他给出来的解释是，他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感觉到镜花小姐好像对我有点意思，所以他才多看了几眼。而马爷也趁机跳了出来，表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甚至连平时沉默寡言的夏北叔也抽空对我竖起了大拇指。与此同时，在我们回家的时候，宋府里的其他工人也没有闲着，明天用来领赏的封坛也布置得差不多了。而老侯爷之所以没有过去监工的原因，则是孔征这个小老弟大晚上的跑过来，表示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我汇报。对此，老侯爷就让他淡定一点，不用急躁的在客厅里打转，并邀请他坐下来喝杯茶休息一下先。而孔征则表示自己获取到的情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才这么着急赶过来找云翔少爷汇报的。对此，老侯爷就感到了非常诧异，因为他万万没想到之前一直心高气傲的孔老爷子竟然会被自己的孙子收服了。不过他认为以自己孙子现在那深不可测的手段来说的话，这事倒也挺合理的。然而就在他们两位老人家各自沉默的时候，他们却突然感觉到了宋府的天上出现了一股圣阶魂力的波动。对此，大木叔就提醒老爷子他们，这可能是那位大人回来所闹出来的动静。随即老爷子就带着大木叔和孔老爷子一起来到了外面院子查看情况，而结果也跟大木叔他所推测的一样，刚刚那动静正是出去约会玩回来的三太爷搞出来的。而老爷子在看到自己三叔安全回来后就放心了下来，但跟着他一起出来凑热闹的孔征却差点吓破了胆。随后老爷子就走上去询问三叔为何没有跟呼延女士一起回来，他们之间不会是闹不愉快了吧？对此，三太爷就一脸无敌的表示，威尔之所以没跟自己一起回来，是因为得知了明天是云翔那小子的封赏宴，所以他要去准备一份贺礼再过来。而老侯爷在听到威尔这个称呼的时候，就差点一口老血忍不住喷了出来，因为这代表着呼延女是跟自己三叔的关系更进一步了。不过他认为这原因完全是因为呼延前辈在自己孙子那里得到了想要的丹药罢了。与此同时，在老爷子震惊不已的时候，三太爷却发现在场有他不认识的人存在，所以他转头就询问起了此人的身份信息。而孔老爷子在听到面前的圣阶强者询问自己身份的时候，就立即双膝下跪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表示自己是在云翔少爷坐下听后调遣的一名鹰犬。在得知了孔征的身份以后，三太爷就表示自己今天累得不轻，所以他现在要回去自己的院子里休息了，并摆出了一副腰酸背痛的欠揍模样，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离开了。而孔征在看到三太爷离去的时候，他就细细回想了一下自己知道的那些陈年往事，其中最让他惊讶的是，眼前的三太爷不但没有如传言般陨落或者身负重伤的情况存在，并且状态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好上许多。对此他心里就一阵狂喜，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赌赢了，并非常庆幸他们当时没有跟我们宋府翻脸，不然他们孔家现在估计已经不复存在了。与此同时，在三太爷回家的时候，朝廷的封赏队伍也早已入驻到了永安城北城区的驿馆里面了。而我们都不知道的是，刚才三太爷在宋府这边闹出来的动静已经引起了封赏队伍内某位老家伙的注意，并且他手下的探子已经查明了那股圣阶魂力波动的大致方向，并把自己的推测汇报给了顶头上司。而那个人在得知波动来自于宋家的时候，则表现得非常平静，好像这是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一样。对此，他的手下就表示，他们在出发之前，陛下就有推测过宋家那位圣阶强者还未陨落的事情，所以他想知道接下来他们该如何处理这事。而他的上司则一脸淡定地表示，就算那位圣阶没有陨落，也对他们造成不了什么威胁，因为他知道在20年前的那场大战中，那位圣阶身负重伤了，所以他估计对方的境界也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了。对此，那名手下就称赞起了自己上司对此次封赏的护卫布置。明面上大家只看到他们有一位天阶随行，但实际其实是包含了他们两人在内，一共有6位天阶强者，其中还有2位是天阶巅峰的大内供奉，所以就算那位圣阶还活着也无妨。
他们也有信心可以力保大人全身而退。而他的上司在听到这顿抬举以后，就让自己手下接下来先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他想先试探一下宋家那边的态度，以后再做打算。对此，他的手下就表示了理解，因为他知道此次六部那边派过来的几位老家伙就是自己上司亲自安排的，其中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与此同时，在三太爷爷回去地下庭院后的不久，我跟马爷他们也顺利回到了宋府东院这里。而我们刚走进东院大门的时候，就发现远处有俩人在等候着。走近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孔老爷子和大木叔他们，并且孔老爷子看起来好像有急事要找我的模样。对此，我就询问他有什么事情找我找得这么急，并询问了一下他的脚怎么回事，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而他则表示自己的腿是跪麻了而已，没什么大事，让我不必替他操心。然后他就让我跟他借一步说话，这里人多眼杂，他不放心。对此，我就吩咐清代他们把那名北国俘虏送到我房间里看管好，待会我处理完事情就回来亲自拷问这人。在他们离开了之后，我就带着孔老爷子走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准备听听他有什么要事汇报。而他则表示自己今晚跟随着城主府的非洲潜入到了封赏队伍的船队里了，然后他还冒死拍下了这次封赏团的随行官员，并让我小心其中的几位人物。他很担心明天这几个人会对我宋家不利。明天就是朝廷给我封赏的日子了，但我现在还不敢肯定负责带队过来的林公公到底是敌还是友呢。在孔老爷子给我汇报情报的时候，宋云瑞则带着管家宋水去到了宋府正门的广场上。对封赏事情一无所知的他，在看到工人们在搭建戏台的时候，就跑去询问管家，为何工人们要在这里搭建这种比武招亲的戏台。而水叔在短暂的无语后，则回答他，明天是东院云祥少爷的封赏仪式，朝廷上派了封赏团前来宋府宣旨，之后还有封赏宴，所以家丁们现在搭建的是云祥少爷受封用的封坛。这话一出，云瑞瞬间就想起了那个他非常讨厌的身影。在知道真相以后，他就更加懊恼了。他完全接受不了那个去年还是个只知道玩乐的废物，变成了星魂将左慈素人的事情。他不理解自己每天已经这般努力了，为何这种好运就不能眷顾一下他？而水叔在看到自家少爷一副愤慨的神态以后，就担心少爷会做出些不理智的举动。不过幸好的是，在他准备开口安慰几句的时候，宋云瑞就抢先开口提议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回去西院那边。与此同时，他心心念念的孔欣欣也跟他的情况大致相同。永安城城主孔帆在回到家以后，就对自己女儿说教了一通。虽然女儿和宋府那边的婚约被取消了，但孔帆还是想让自己女儿明天以城主之女的身份去出席封赏仪式和之后的宴会。但这让一贯刁蛮任性的孔欣欣感到了非常的难受。可是孔帆却没有给他任何拒绝的机会，并在离开女儿房间前再次警告他，明天不要想着在仪式上闹事，因为朝廷使团来的人都是他们需要仰望的存在，所以他希望女儿可以好自为之，别因为意气用事毁了整个孔家。在他走后，孔欣欣心中的怒火就再也无法压制下来了，并把手中的枕头狠狠地砸向房门。对于封赏的事情，他跟云瑞的想法居然高度的一致。不过他感到可惜的对象则是自己的巡下哥哥，因为他无比希望明天受封爵位的是巡下。可他在发泄了一通以后，却又陷入了无比的失落之中，因为他的巡下哥哥已经有一天没有联系他了，而他打过去的通讯也同样石沉大海。不过这也不要紧，因为他相信凭借巡下哥哥的努力，未来一定可以后来居上超越宋云祥那个人渣的。与此同时，此刻的孔老爷子则在云祥少爷的身边当着马前卒。云祥少爷坐着他也不敢落座，只能在一旁蹲着给少爷提供情报，而我则喝着茶去观看他所拍回来的照片。其中他在说到户部鲍大人的时候，就额外提了一嘴，因为大皇子的生母鲍贵妃就是来自中州鲍家的。然后站在后排的几人，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下。左边那个三角眼的瘦皮猴是礼部的善部主事侯大人，背后没什么背景。中间那个黑皮八脸的壮汉姓杨，是刑部都官员的外郎，此人信息较少，所以他也不是很清楚。而右边的是工部的沈大人，来自天都城炼造家族的沈家。在分别介绍完六部的官员以后，他就特意指出了兵部的瞿大人，让我特别留意。别看他一副老迈的神态，其实他是一名天阶的高手，行武家族出身，并且据传闻所说，他和我们宋家的恩怨还非常的深。但当我听到其中的缘由时，就差点被一口茶水给噎死了。因为我万万没想到兵部的瞿大人跟我们宋家的恩怨竟然跟三太爷有关，这风流成性的家伙当年竟然跑去欺负瞿大人的祖上。而孔老爷子在等我缓过劲以后，就给我介绍了一下孙公公这人。这人是朝廷三监之一耶世间的主事人，同时也是林公公的门下高徒。而耶世间里面基本全都是宦官，是陛下直属机构，平时代陛下执掌所有军权。然后他让我留意一下那个身穿百花谢制袍的女官，他估计此人是来自绣衣局的带刀御史，而绣衣局原本是耶世间的下属机构，后来才独立了出来。平时绣衣局的工作主要都是围绕着朝廷内部，监察各方文臣武将，暗中搜集所有官员的证据情报。在朝廷之上有闻风奏事之权，权力之大让他们文能直接参奏弹劾，武能不经流程对官员刑讯处置。久而久之，绣衣局就成了所有人眼中最不好对付的一群人，而且一般这些人出现的时候都准没好事发生。对此我也感到了少许棘手。上一世我身在玄甲卫的时候，虽然在天都城里也遇到过绣衣局的人，但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在此之后，孔老爷子
就给我介绍起了新天监的女官。因为他跟那边不熟，所以他不清楚对方的姓名信息。但按朝廷的传统来说，每当有素人封赏的时候，新天监都会派出一名女官陪同去宣旨。而我也是第一次跟新天监的人打交道。上一世我在天都国的时候，还没觉醒成为洞渊主的素人，所以我跟他们之间的交集也不多。不过据说新天监是掌管古文明遗迹典籍的机构，所以素人和始元星魂将这些都归他们管理。在我想事情的时候，孔老爷子就给我介绍了一下辅政院的刘大人，而辅政院则是替陛下统管所有政务的机构，算是6部的上级也不为过。但奇怪就奇怪在，按理说封赏仪式，这是应该是不需要辅政院参与的，所以他不太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随后当他介绍军旗间的上官大人时，我就想起了上官学姐这人，但这位上官大人怎么看都跟学姐是2种风格完全相反的存在啊。而照片中没有拍到的那人，孔老爷子就推测他是密察司的官员。而密察司和绣衣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主要是负责对外的事务，搜集情报、侦缉逮捕，平时还会参与到地方上的各种重案调查。在说到林公公的时候，孔征就告诉我，朝廷里的4位大公公都是陛下最信任的左膀右臂，其中林公公主抓军权，葛公公掌管军器炼造，何公公负责各大情报机构，裴公公则是替陛下打理内堂的。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孔老爷子，因为按理说封赏素人爵位的事情，应该是惊动不到4位大公公这个级别的才对，所以他不知道林公公此次亲自前来的用意到底是为了什么。对此，我也感到了压力山大。这人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存在，所以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他与我们宋家之间到底是敌是友呢。与此同时，在我想事情的时候，清代则在东院会客厅外敲门，表示有事情要跟我汇报。而他在进来之后就表示，刚刚宋木叔过来跟他说封坛已经搭建好了，所以侯爷要他过来问我要不要去走一下试试。对此，我就让他去跟老爷子说，封坛的事情他们安排就好，我就不插手了。在清代离开会客厅的时候，孔老爷子也起身跟我拜别，并表示明天他会带上那些被他收服的永安城各方势力和各大家主一同前来恭贺，而且他还自作主张的去邀请了剧团来为封赏宴助兴。此事已经和宋母叔做好了对接，而他的这番表现我也感到了非常满意，所以我就给了他一枚天灵丹作为奖励，并表示这枚丹药服用后可以帮助他突破一个小境界，希望他以后可以继续好好做事，我不会亏待他的。对此奖励他感动的老泪横流，转头就又给我来了个双膝跪拜之礼，以示尊敬，并表示自己以后定将为我再接再厉，再创辉煌的。而我在送他离开之后，却陷入了沉思。对我来说，封赏团和永安城各大家族的臣服都是些上一世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这也代表着现在历史的轨迹已经因为我的插手开始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几十天后即将到来的南荒受潮到底会向什么样结局发展，其中这么多势力搅在一起，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都是我当下最棘手的事情了。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深夜时分，而我则趁此机会幻化成了寻夏的模样，准备去审讯一下那名北国俘虏。当我为他解除了迷药的控制后，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而他在苏醒后就瞬间慌了神，因为他发现自己正毫无防备地躺在了一个陌生的房间里面，而且自己床边还坐着一个男人。对此，我就以寻夏的身份提醒了一下他。下午我从坏人手里救下了他后，因为他晕了过去，所以我担心会再有危险，就把他带了回来。而他在药效退去了以后，也想起了被伸手帮和军战司联手追杀的事情，所以他就再次向我道了一声谢谢。等到他稍微镇定了下来以后，他就询问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对此，我就询问他是否有听过永安城宋家的名号，因为他现在所处的地方正是永安城宋家的府邸。而他在听到自己在宋家里面的时候，就非常的惊讶，并询问我这个宋家是不是就是掌管着南荒长城铁壁军和赤鸾军的那个宋家。对此，我就肯定的表示这里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宋家，然后心里推测他的身份应该不是一名普通人，因为他刚刚所说的那些信息根本就不是普通人会去关注的，所以我估计这个女人和弥伦军方有着某些关系。而他在确认了自己的所在地之后，就一脸警惕地询问我，为何白龙帮的帮主会和他一起出现在宋家这里，因为他知道这里同样不是我该待的地方。对此，我就让他不要大吵大叫的稍安勿躁，因为我能给他解释我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然后我就以寻夏的身份来谎称自己其实是一名密探，至于我为什么能出现在宋家的原因，则需要他稍等片刻，等会他就能知道事情的缘由。对此，他的好奇心则被我顺利的勾了起来，所以他在我出门变换样貌的时候，就全程乖乖的等着。而我在换回自己的样貌以后，就推门进来表示，这位叫宋云祥的纨绔少爷是在下现在的伪装身份。我之所以伪装成他的样子，是为了潜入宋家搜集证据。这一幕的出现让他瞬间感觉自己的大脑不够用了，因为他根本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趁着他大脑宕机的时候告诉他，根据我目前调查到的线索显示，永安城宋家正在暗中和弥伦国勾结，所以我推测这里面恐怕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他在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就立马坐不住了，并一时情急说漏了嘴，因为他在结合了我的话以后，推测是宋家和军战司那边联手追杀的自己。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所以立马捂着嘴当没事发生过一样，然后还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质问我为何要告诉他这些情报，他想知道我图谋些什么。而我在听到军战司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他大概率不是来自葛老派的势力了，所以我准备将计就计的利用他去布置一些圈套，好让他们弥伦国吃点亏。随即我就表示，
凭借自己从事密探工作多年的经验来看的话，我推测他是西水国暗境司派来的密探，而且我还非常欣赏他那非凡的演技和反侦查意识，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和他来一次合作。而公孙展展在听到我这么说以后，心里就一阵窃喜，并想着接下来要从我这里套走更多他感兴趣的情报。在打定了主意以后，他就装模作样的表示自己的身份被我看穿了，但对于合作的事情，他则保持开放的态度。对此，我们俩都用一副看傻子的眼神去看着对方，然后我就继续着自己的表演，并表示我愿意先共享出一条机密情报来促成此次合作，而他则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并表示合作与否，他要先看看这条情报有多少价值。对此，我就跟他说，在我调查到的线索里，宋家这边暗中勾结了弥伦国那边的一个将军，而他在听到将军这词的时候，就立马来了精神，并询问起了此人的具体信息。随即我就表示，宋家勾结的这位将军正是弥伦国太和佣兵团的游击将军叶网。这下可给我逮到机会狠狠地坑一下这位老冤家了。而他在听到叶网将军这人之后，就非常震惊，因为这则假情报的杀伤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对此，我就决定再给他整一波大的。随即我就表示，宋家这边是通过百慕商会那边和叶网将军的佣兵团做的金钱交易，平时他们和天都军队的战斗其实都是在做样子给弥伦朝廷看的而已，实际上太和佣兵则以养寇自重的策略盘踞在弥伦边境，伺机而动。永安城万众期待的封赏仪式终于开始了，那些对我们宋家不怀好意的老家伙们也展开了他们的行动。时间回到我和那名北国俘虏博弈的时候，他在听到我提供给他的假情报以后，就陷入了沉思，因为刚刚这条假情报跟他曾经听说的传闻非常相似。过去他曾听自己的兄长抱怨过那伙太和佣兵在战斗中表现不积极的事情，所以此刻的他选择了相信我所提供的情报。对此，他转头就跑来询问我有没有找到叶网将军和宋家交易的证据，如果有的话，他想查阅一下。而我在听到他的请求以后，就表示目前潜入宋家的只有我自己一人，所以这些关键证据我很难入手。随即我就再次向他提出了合作的邀请，并表示到时候我会想办法去吸引宋家家主的注意力，而他则可以趁机去他的房中搜查证据。对此，他立即就同意了此次合作，并表示自己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的。而我则趁此机会询问起了他的身份信息，并以自己与他已经认识老半天为借口旁敲侧击了起来。对此，他只能战战兢兢地临时给我编造了一个叫孙展的身份出来，但他那紧张的模样，我一看就知道他在说谎。随即我就以开玩笑的语气去询问他，孙展的写法是不是公孙的孙和茶盏的盏？而他在被我猜中了身份以后，就立即否认了这个事实。但我在看到他那副慌乱的神情以后，就更加确定自己是猜对了。毕竟自己前世跟弥伦国交手这么多次了，他们那边有哪些姓氏的贵族，我还是很清楚的。不过我在得知了他的真实身份以后，却没有去戳穿这一层窗户纸，转而表示给他在宋府东院这里安排一个侍女的身份做掩护，并表示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方便他在宋府里面行事。而这个提议则直接戳中了他的痛点所在，因为他现在跟自己的手下们走散了，由于当时撤离的太紧急了，所以他的身份证件和钱财都还在手下们的身上，而且军战司那边还盯着他的性命，所以他认为我的这份提议是一个不错的保命选择。不过他在同意之前还想确认一些事情再做答复，而我则表示，既然我们已经是盟友了，他有什么顾虑都可以直说无妨。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大小姐考虑了这么久的原因，竟然是在担心宋府侍女这份工作是否包吃住的问题。对此，我就立即表示这些都不是问题，在宋府这里工作是包吃包住的，而且食宿条件还蛮好的，待会我会叫人带他去参观一下。然而在我准备叫青带进来带他去宿舍的时候，却突然感觉到了自己布置在宋府周围的探测阵法出现了异常情况，而公孙小姐也留意到了我紧张的神情，所以不明真相的她就询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突发情况。对此，我就表示刚才好像有人闯入宋府，触发了我留的暗手，不过这问题不影响我和他的合作，所以我让他在房间里待着就行，等一下我会让东院的侍女长带他去侍女宿舍的。而我在离开自己房间以后，就立即跳上了房顶，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往触发警报的南院方向赶。然而触发警报的那个贼子在我抵达南院的时候就已经撤走了，所以我暂时无法得知此人闯入宋府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什么。而在我之后抵达现场的还有马叔和夏北叔，而他们前来的原因是他们在东院那边警戒的时候看到自家少爷突然飞奔而出，所以他们也跟了上来查看情况。对此，我就告诉他们，刚才有只老鼠想偷偷闯入进来，不过这人在触发了我布下的探测阵法以后就知难而退了，所以我推测此事应该不会是什么大问题。而马叔在得知这事以后却一反常态的认真了起来，因为他觉得能感觉到探测阵法存在的人肯定是一位擅长侦查的行家，所以他提议我要不要派些隐卫出去搜索一下。对此，我就表示不必为此事去折腾了，当下对方有没有恶意还不好说，而且明天来的都是些庙堂之上的大人物，所以现在有点暗流涌动也是理所应当的。然后我还给马叔展示了一些好玩的东西，并表示刚刚闯进来的那只老鼠身上已经沾上了我的阵法标记，所以此人到底是猫还是老鼠的这个问题，就等我们再次遇见的时候就会揭晓。与此同时，在我跟马叔他们讨论这事的时候，一道身披夜行服的身影正在永安城的高楼之上快速穿梭，在找到一处没人的巷子之后，此人才停下了他的脚步。当他确认自己身后没人跟踪之后，就卸下了所有伪装，而他的真实身份则是天都密察司的铁大人。
而他之所以潜入宋府的原因，则是在之前他发现了孔城主的非洲上有个老头在偷拍他们这些朝廷官员，所以他一路尾随此人去到宋府。只是他没想到宋府里竟有人暗中布下了如此高明的探测阵法，所以他当时只能立即放弃潜入，马上离开。这也归功于他非常精通追踪和潜伏的本事，这让他对探测类的阵法认知颇深，所以才能及时抽身退走。而他的这番结论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的，因为他在潜入前还对宋府做了一次周密的侦查，所以此刻的他对于我手下拥有如此之多天阶高手的事情感到非常震撼。刚刚要是他继续潜入的话，恐怕就要当场被擒了。对此，他在离开小巷的时候就认为此次前来封赏的那些大人们还是太小瞧宋家的实力了。与此同时，铁大人口中的那些大人们则在驿馆的套房中谋划着明天要如何针对宋家的事情。对此，那位来自中州鲍家的户部鲍大人就跟瞿大人表示，明天自己将会以户部的名义好好落一落宋敬中那个老匹夫的面子。而吏部的阮大人也同时跟瞿大人表示，自己手上有不少宋家爷孙的黑料，有需要的话明天也可以拿出来大做文章。对此，刑部的杨大人也表示，明天他自己以瞿大人马首是瞻，需要配合的地方他都可以提供帮助。而瞿大人在听到其他3部对自己的表态以后，就提前感谢起了他们的好意。与此同时，在他们几个老家伙密谋造次的时候，来自绣艺局的冷大人则独自在驿馆另一边庭院中练剑。看起来年纪轻轻的他在武道剑艺上的功夫可不输那些常年南征北战的将军，要是有外人有幸看到他练武过程的话，也肯定会感到非常的赏心悦目。但今晚的他在挥出那最后的一剑之后，却感觉到了一阵心烦意乱，所以他当即就收起了长剑，闭目调息，希望能把自己的心境平复下来。可那紧锁的眉心却久久不能舒展开来，对此他只能把自己的目光看向了天空之上，没人可以得知他到底是为了何事而如此苦恼。与此同时，来自军期间的上官大人则在自己的套房中和二皇子殿下打起了电话，而二皇子那边则让他明天以自己的名义去给宋云祥那小子送上一份贺礼。对此，上官大人也表示自己家的家主也叮嘱过要跟宋家这边交好的事情，但他认为明天那众目睽睽的情况下，由他代表二皇子去送礼的话，多少是有点高调了，所以他让二皇子殿下务必要注意一下这里面的分寸。对此，二皇子天泽海也认为这是确实有点高调了，而且之前他还被那小子坑了不少钱，所以他觉得少他一份贺礼的话，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而上官大人则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给殿下，并且这个方案既能对外暗示宋云祥和殿下这边的关系，同时还没那么的张扬高调。等到封赏仪式结束以后，上官大人就会以军期监的身份去检查铁壁军的军器储备，到时候他就可以随便找个由头帮他们换一些新的浑将服或者其他武备什么的，那样宋家和其他人自然就会知道这是殿下给的诏符了。而二皇子在听完了这份方案以后，则同意了此事，并叮嘱上官大人在执行此事的时候务必要遵守原则和流程，不可做出些破坏制度的事情，被人抓住画饼。与此同时，来自工部的沈大人则来到了坐落于永安城的沈家分支这里，而身为永安城2线家族的沈家，则由现任家主沈化带头一起过来恭迎这位来自沈家主脉的沈大人。对此，沈大人就跟沈化表示他太客气了，因为沈大人一直跟永安城的这一支沈家非常的亲近，所以他让沈化直接喊他叔父就好了。然后他还邀请自己的堂兄沈鹤过来和自己同坐，但身为前任永安城沈家家主的沈鹤却不为所动。对此，他给出的理由则是沈大人此刻官服在身，就是代表着朝廷，所以他身为一介草民才不敢与之同坐，就算自己修为达到了地阶后期，他也不敢去冒犯朝廷的官员。而沈大人对此则不以为意，并且表示自家族人关上门了就都是家事，而且他知道沈家的诸多分支中，就属永安城这边的分支在商业成就上最高，每年给主脉贡献的财富也是最多，所以他认为沈鹤是有资格和自己同起同坐的。对此，沈鹤却谦逊地表示，这些都是他们这些分支血脉的分内事而已，不足挂齿。他们这么做也只是希望沈家能继续繁荣昌盛下去。而等到沈鹤终于愿意坐到沈大人旁边的座位以后，沈大人就表示今晚让族亲们受累了，所以他让除家主沈化以外的人先回去休息，接下来的谈话有他跟沈鹤堂兄在就可以了。与此同时，时间来到了深夜时分，永安城西街这边的红灯区则还是一副热热闹闹的景象。不过很奇怪的是，其中有一位打扮得挺时髦的男子却异常平静地在红灯区中行走，周围那些女人对他招手示意，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但等到他走到某处阴暗的小巷子时，便头也不回地立即走了进去，然后就消失在了灯红酒绿的红灯区之中。与此同时，东院侍女长青黛则带着公孙小姐去参观了一下侍女宿舍。等到她走到分配给自己的房间以后，就非常惊讶，因为她没想到宋府侍女们的住宿条件竟然是独立房间。随即她便同意了这份差事，并在青黛的陪同下领到了属于自己的侍女服，甚至她还感觉这款式挺好看的。然后青黛还让食堂给公孙小姐做了一份宵夜，但不知道是她真的饿了，还是以前没吃过什么好吃的。总之，她给宋府的员工伙食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而让她感到最幸福的还是自己独立房间中的大浴缸，因为这几天在外面风餐露宿的，所以能像这样舒舒服服的泡个澡实在是太享受了。而且房间里的床也非常的松软，虽然不大，但她还是认为这比之前在贫民窟的破庙里面打地铺要舒服上千百倍。所以她此刻的心中突然萌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因为他觉得一直在这里当个侍女好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与此同时，跟他有同样爱好的张六爷则跟着紫苏和宋云华两个吃货在开小会，原因则是云华这小淘气听说明天的封赏仪式之后有封赏宴，所以他兴高采烈地跑来通知其余2位同胞这个消息，而且他还表示自己听说贵宾桌那边的菜品有很多平时难得一见的硬菜，所以他让紫苏和张六也明天在外院厨房集合，而紫苏则提议他可以去引开厨师长好，让他们俩下手偷吃。与此同时，跟他们同样爱吃的朱拉和齐格则在南影计划的秘密据点中利用通讯手环点着外卖，在点完外卖以后，齐格就告诉朱拉，刚刚收到组长的指示，明天他们2人要去宋府宴会上做侦查收集情报。而朱拉在听到有宴会之后，就把收集情报的事情抛诸脑后了，并询问齐格宴会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对此，齐格就尴尬地表示，组长只是让他们在附近侦查而已，但朱拉却提议他们乔装一下就可以混进去吃吃喝喝了。他认为没人可以看得出他们2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是杀人不眨眼的地阶高手的。而且朱拉还表示自己挺喜欢在天都这边的生活方式的，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反正他也不知道南影计划到底是要干嘛的。不过要是让他能继续这样有吃有睡的行动下去，他也挺喜欢的。与此同时，红石航运在永安城的办事处在半夜时分还灯火通明的，而明天要在宴会上演出的镜花小姐则带着歌舞团在排练着明天要表演的节目，而他为此还特意写了一首名叫《降魂》的新曲，歌词的字里行间无不在歌颂着那位守护了圆鼎城的大英雄。然而在他排练节目的时候，中州张家的2少爷张大贵也着急忙慌地来到了红石航运的办事处，而他之所以如此着急的原因，则是今晚他才从宋波的口中得知了那位圆鼎城英雄跟宋总之间竟然是叔侄关系，所以他在得知真相以后，就为了一份贺礼在永安城里到处奔波。但这也没让他改掉自己喜欢吹牛的陋习，并且在和宋总的电话里还表示自己曾经和宋公子一起并肩作战过，并宣传我们是在凶兽群中嘎嘎乱杀的好兄弟。而他在跑到船长办公室的时候，就跟宋总表示自己现在正准备着明天的贺礼，等会他会再联系宋总那边对接明天的事情。然而在他胸有成竹地推开船长办公室大门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里面坐着的全是老熟人，而来自夏玉国萨马林家的奈拉小姐和费格则一脸淡然地看着冲进来的张大贵。由于之前有过一起对抗凶兽的经历，费格在看到张大贵身旁的五叔后，就礼貌地点了点头以示友好，而五叔也回应了费格一个点头礼。这对原本要在船上打起来的冤家，此时却给人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而不拘小节的张大贵则没有心思去管这么多，而他在进入船长办公室以后，就看到了那位猫族妖奴的存在，随即他便开口询问船长这个妖族奴仆的价格，他有意买下。然而房间中被他忽视掉的奈拉小姐就提示他，这只妖奴已经被他们买下了，他手中还拿着小梦的卖身资料呢。对此，船长大人就表示，他们刚刚以3倍的价格买下了小梦，而来晚一步的张大贵就只能恨自己为何跑得这么慢。而完成交易后的奈拉和费格则开心地带着小梦准备离开这里。对此，别无他法的张家少爷就表示自己可以出5倍以上的价格来买这个妖奴，并拉下面子去恳请奈拉他们把小梦转让给自己。而奈拉他们则头都不转的就带着小梦离开，并表示他们知道张少爷此举跟自己一样是为了给宋公子准备贺礼，所以他们是不会考虑转让的。对此，张大贵就只能无能狂怒了起来，并表示自己一定会抱上宋公子这条大腿的。而费格其实对奈拉准备的这份贺礼也有些不解，虽然他知道宋公子在船上救过他们，但他还是认为自家大小姐有点过于用心去准备贺礼了。对此，奈拉就一脸玩味地嘲讽了一下费格，并且表示宋公子的强大远超他们想象力的上限，所以用心一点总没有错的。与此同时，没有买到小梦的张大贵则怒气冲冲地询问船长还有没有其他妖奴可以卖。对此，船长只能尴尬地表示没有。随即张少爷就把目光放到了剧团上的那些舞姬身上，此想法一出，差点把船长大人吓得够呛，因为在剧团的工作人员都是受天都法保护的自由人，所以私自买卖他们的话，那可不是一般的行哦。对此，张大贵只能放弃这个想法了，并询问五叔之前联系的那些灵药灵才有没有消息。而五叔则表示，一旁的马牛问过的那些商会都表示他们没货，所以他建议少爷去找一下宋总那边，因为他听说宋总有位偏房太太家里是做药材生意的，所以那边或许还能有点希望。随即张大贵就只能再次拉下脸皮去联系宋总，在拜托宋总明天给自己跟宋公子引荐的同时，还询问起了宋总夫人娘家那边的药材生意。与此同时，来自新天剑的曹大人则趁着夜色登上了南州顾家的非洲之上，而他之所以前来的原因，则是顾家之前承诺过要给总监事大人一些东西，所以他作为下属就替领导过来收取物件。双方在随意寒暄了几句以后，曹大人却突然示意大作的在非洲上慢慢踱步，而他在细看了一下舷窗外的景色以后，就便开口吟诗：夜半绸缪待天明，玄铁古匣藏旧事，南靖孤军诉峥嵘。在抒发完心中的感想以后，他的心情瞬间就好了起来，一边大笑还一边自夸了起来。然后他还跑去询问顾英和顾院长对这事的感想，此举让顾院长有点手足无措，所以他只能略带尴尬地赞叹了一下曹大人的文采，并表示此诗余味悠长，意境深远。而顾家家主顾英则表示自己是一位粗鄙武人出身，所以不太懂风雅诗词这些，
但他还是能听出曹大人这首诗的构思非常巧妙，里面肯定有着别样的深意。在各方势力紧锣密鼓的谋划中，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上午，已经有很多人来到了宋府正门的广场上，而作为封赏仪式主角的我，则跟随着老爷子在签到处做着迎宾的工作。后方签到台上的主持人在接收到来宾的贺礼时，会通过广播实时的通报全场。与此同时，宋云瑞的亲姐宋云秀则调侃起了自己的弟弟，因为宋云瑞昨晚在吃饭的时候，曾经以今天要上学为借口，表示自己是不会来观礼的。正当云瑞准备给自己狡辩的时候，在他隔壁打着哈欠的宋云起则说出了真相，因为他在学校里听说了孔欣欣今天也会来，所以云瑞才不去上学跑来观礼的。对此，云瑞立即给了云起一个臭脸，并警告他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然而下一秒，签到台上的主持人就通报城主府孔家贵宾的到来，并且通报他们给了贺礼100万和奇珍一对。而云瑞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瞬间都开朗了起来。与此同时，在前面迎宾的我，则在老爷子的带领下，跟孔城主他们寒暄了起来。对此，老爷子还询问了一下他的孔争兄弟怎么没有跟他们一起过来。而孔帆则告诉侯爷，自己父亲还有别的事情，所以没和他们一起过来。而孔欣欣在跟我们寒暄完了以后，就立即感觉到恶心，然后还小声的跟自己父亲吐槽说，刚刚那个纨绔子弟竟然无视他的存在，以后他的寻下哥哥封爵的时候，他定要把这个面子找回来。然而他话音刚落，就被身后突然冒出来的宋云瑞吓了一跳，所以俩人就只能这么尴尬的打起了招呼。不过幸好的是，云起和云秀两人在他们刚打完招呼之后，就冲上来架着云瑞走了回去。为了救这个傻瓜，他们两姐弟可是煞费苦心了。而目睹这一幕的孔帆和孔欣欣就更尴尬了，要是现场的人看到这一幕的话，肯定会以为宋家和孔家之间有什么矛盾呢。不过孔帆毕竟是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这么久的老江湖了，所以他在收拾了一下心情以后，就带着女儿坐到贵宾席的座位上。而在气头上的孔欣欣则在四处观望着，在没有看到什么有头有脸的宾客后，就感觉宋家的人脉也不过如此罢了。然而正当他在窃喜的时候，签到台上的主持人就通报起了一则劲爆消息，他的爷爷孔争协同陈禄、陶楚4家的家主一起来到了，并且他们的贺礼是5亿天都币和奇珍灵药灵才各10箱。这一消息一出，孔欣欣那没什么用的大脑瞬间就飞到了外太空去了。他能理解其他家主给贺礼的含义，但他不懂得是为何自己的爷爷竟然也在其中，而且爷爷一出手就是这么阔绰大方，这让他开始有点怀疑自己和父亲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了。永安城万众瞩目的封赏仪式终于开始了，在这热闹非凡的日子里，会发生些什么事呢？时间回到孔城主带着女儿落座在贵宾区的时候，一心想看宋家出洋相的孔欣欣，在看到稀稀疏疏的来宾时，就忍不住偷笑了起来，并且心里还认为宋家的人脉也不过如此罢了，连一桌有头有脸的宾客都凑不齐。当他扫视完全场以后，他嘴角上的笑容就越发狡诈了起来，因为他看到除了他们孔家以外，永安城里的几大家族只是派了些负责外联业务的一般族人过来，所以他认为其他家族也跟自己一样瞧不上宋家这个永安城里的外来家族。然而就在他偷偷窃喜的时候，一则非常劲爆的消息则瞬间传遍了整个会场内外。永安城里4大一线家族陈禄、陶楚4家的家主在孔争的带领下来到了封赏仪式的会场上，并且5人一共给出了5亿天都币和奇珍灵药灵才各10箱作为贺礼。而听到这个消息的孔欣欣则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今天在出门之前只知道爷爷是有事情要去处理而已，所以他根本没想过自己的爷爷竟然会以这种方式来登场。与此同时，在签到台前迎宾的老侯爷在听闻此消息以后，就主动迎了上去，跟各大家族的家主们打起了招呼。对此，其余4位家主大人则一脸毕恭毕敬地对着老侯爷说了一些祝贺的话语，而老爷子则在谢过他们的好意以后，赶忙邀请他们去贵宾区那边入座。然而孔老爷子则向老侯爷表示入座的事情暂时不急，因为他们几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处理一下。转头他就带着其余4位家主大人来到了我的面前，然后当着全场来宾的面，率先以单膝下跪的姿势来祝贺我荣封爵位，并以下属的身份向我行起了参拜之礼。其余4大家族的家主在看到孔老爷子率先表态了以后，也纷纷效仿了起来，并且都以下属的身份祝贺起了我这位少爷荣封爵位。这极具冲击力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瞬间愣住了，原本较为喧闹的会场也瞬间安静了下来，因为在场的所有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这事。对此，我则让他们几人起来说话，并再次欢迎了他们的到来。与此同时，坐在贵宾区里的孔欣欣则更加恐慌了，而坐在他一旁的永安城城主孔帆此时也陷入了莫大的震惊当中，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理解父亲大人的行为。而另一头和他们一样被震慑住的还有宋云起和云秀、云瑞两姐弟。虽然他们在族内晚宴上已经被我震惊过一次了，但永安城里5大一线家族的家主一起下跪拜服的这一幕，则让他们更为直观地体会到了我的强大。对此，会场内的所有来宾也纷纷小声地议论了起来，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知道宋家作为永安城的外来家族，和其余4大本土家族一直以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所以他们就很好奇，为何今天他们这些家族的家主大人要对着一位永安城的著名纨绔子弟俯首称臣。而最终他们则把答案归功于素人觉醒的事情上，毕竟未来的圣阶强者前途无量啊。与此同时，
被自己爷爷的行为震惊到的孔欣欣，则找上了同为陈陆陶楚家的第三代们一起讨论这事。然后他还一脸不可置信地跟陆子涵确认那位是不是他的爷爷，并询问他的爷爷为何会给那个废物纨绔子弟下跪称臣。对此，跟陆子涵同为陆家子弟的陆子豪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而子涵则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然后还一脸错愕地调侃了一下孔欣欣，因为他们孔家的老爷子刚刚也一起跪了，并且他还是跪在最前面的那个呢。随即他们则向一旁坐着的楚浩辰和陶子轩询问起了此事，而他们俩人则表示自己跟他们一样完全不知情，所以现在他们俩也迷糊得很。对此，坐在陶子轩隔壁的陈熙俊则表示自己虽然也很震惊，但冷静下来之后，他貌似看清楚了一些事情。随即其余几人就围了过去听他解释，而他则表示他估计他们几家的家主应该是看在孔老爷子的面子上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都知道孔老爷子的修为突破到天阶的事情，而他们几人的爷爷则还是地阶修为，并且他还听说过孔老爷子之前有邀请他们几家的家主去永安大酒楼吃饭的事情。如此一来，他就认为自家爷爷是看在孔老爷子的面子上才对宋家这么客气。对此，陶子轩和陆子豪在听完之后也认为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了，随即便心满意足地退出了讨论。然而另一边的孔欣欣在听了以后就觉得陈熙俊这番言论完全就是在扯淡，虽然嘴上还是在奉承着对方足智多谋，实则心里面已经在暗暗骂着他们这群白痴了。要是因为他爷爷是天阶高手的原因给面子的话，那宋家老爷子早就是天阶了，怎么之前不见他们的爷爷去给人俯首称臣？对此，他只能把这一切认为是宋家那边和他们几大家族之间一次不为人知的交易，或者是宋家利用了权势裹挟了他们也说不定，并且他还认为这几位家主已经是宋家那边的底牌了，所以他依然觉得这场封赏仪式的牌面不过如此罢了。然而就在他心中萌生这个想法的时候，签到台上负责播报消息的主持人又再次给所有人送来了另一则劲爆消息，因为就在此时，洪氏商会在南州地区这边的总掌柜洪玉箫小姐携带着7亿天都币和10副奇真灵药灵才来到现场。这消息一出，全场瞬间就炸开了锅，在场的来宾都不敢相信那位尊贵的洪小姐竟然会亲自过来观礼，因为他们知道洪氏商会南州地区总掌柜这个名头的分量可远比刚刚那些编程家主厉害得多，并且他还带着满满10个储物符的贺礼过来，其中所蕴含的意思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随即很多人都感叹了起来，因为他们在今天之前完全没料到宋家和洪氏商会那边竟然有如此深厚的交情，所以之前那些认为宋家只是虚有其表的人也就此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悄悄计划着之后要如何去增进与宋家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在看到洪小姐大驾光临并向我祝贺的时候，就热情地迎了上前表示欢迎，并乖巧地感叹到像她这样的大美人来我们宋家做客简直是蓬荜生辉啊。对此，她在听完以后心中也是一阵窃喜，并表示自己曾经听说天都的勋贵们都喜爱妻这个字，所以她就擅自做主定下了7亿天都币来作为此次我受封爵位的合金。而我则先感谢了一下她的这番好意，然后就表示那些勋贵们所谓的七上八下其实就是为了讨个彩头而已，相比起来我其实更喜欢9字。对此洪小姐就有点疑惑了，因为她觉得99归一这个说法有暗指着从头再来的意思，所以她不明白我为何会喜欢9字。而我对此则略带顽皮的表示，因为最近有点缺钱，所以刚刚下意识的就觉得9亿比7亿多出了2亿来。对此洪小姐在被我逗笑了以后，就笑称我这格局果然非同一般，普通人完全无法与我匹敌。而我则表示自己只是个俗人而已，真正的格局应该是跳出格局之外，不受格局所束缚的才对。然而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刚刚一直在我身后的老爷子则满脸欢喜地走了上来，询问我为何不给他介绍一下这位漂亮的姑娘。随即我们3人就互相介绍了起来，那画面看起来就跟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而在交谈的过程中，老爷子则表示自己跟洪小姐的祖父洪克己在过去有些交情，所以他让洪小姐以后叫他宋爷爷就可以了。与此同时，在远处看到这一幕的孔欣欣则气愤的身体都颤抖了起来，这股恨意甚至让他忽略掉了正在和自己交谈的陆子涵。而这一幕的出现则让他觉得这是宋家对孔家的背刺，因为此前他根本不知道宋家那边主动退婚是因为什么，所以当身份和地位都远比自己优秀的洪玉箫出现的时候，答案就呼之欲出了。然而在他强忍心中的愤怒时，刚刚还和自己交流意见的陶子轩却突然询问起了孔欣欣是如何看待自己前未婚夫的事情。他的这个问题算是彻底点燃了孔欣欣的怒火，随即他转头就离开了此处，并在离开的时候恶狠狠地表示自己早就跟那个纨绔子弟退婚了，所以他的事情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当他带着愤怒回到自己座位的时候，同样看到刚刚那一幕和女儿一脸不高兴的孔帆，就让自己女儿别再出去丢人现眼了，并解释说那位洪小姐在南州这边的影响力远在她这个城主之上，所以她让孔欣欣暂时安分一点，别再出去因被解除婚约的事情给自己丢人了。与此同时，云锦堂姐在梳妆打扮了一番以后也来到了会场上，然后询问了一下弟弟云起为何在席位上没有见到父亲、二叔和四叔小姑他们。对此云起就表示他们父亲昨晚说了，他军务在身不能擅离职守，所以他要等午饭时再来吃席，而二叔和四叔他们俩都去招呼他们各自的朋友了。对此云锦就有点好奇，四叔那个肥宅平时都不怎么出门的，所以他有点好奇他的那些朋友是从何而来的。
对此，云起就表示四叔这些年其实一直在搞一些画本创作之类的事情，而且四叔和朋友们还创办了一个书局，不过他忘记了这个书局叫什么名字了。但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然后就让自己姐姐往签到台那边看一下，并让他观察一下那位正在和云翔堂兄交谈的女子。然而崇尚武艺的宋云锦在看了一眼洪小姐以后就表示，此人相貌确实非常的出众，但对他而言也只不过是一位娇弱女子罢了。对此云起则提醒了一下他，那位是来自洪氏商会的洪小姐。随即刚刚还有点小嫌弃洪小姐的宋云锦在听到洪氏商会这个名字以后就立即反应了过来。对此云起就一脸贱兮兮的表示，他知道姐姐最近一直在为赤鸾军的军费问题而头痛，所以他觉得要是有这么一个财大气粗的大腿成为他嫂子的话，姐姐手上的赤鸾军想要扩编的梦想也不是不可以实现。此话一出，云锦堂姐瞬间就精神抖擞了起来，并表示有如此弟媳她甚是欢喜。而宋云起则提议他们应该立即去给这位未来的金主嫂子打招呼示好。而坐在一旁的宋云秀则一脸看傻子的表情看着他们两姐弟离开，但当他回头看向自己弟弟的时候却更头疼了。虽然他觉得云锦和云起两姐弟的智商堪忧，但此刻宋家里面最有病的那位还得是他家的宋云瑞，因为这蠢货在被他拉回座位以后竟然还一个劲地盯着隔壁桌的绿茶星。与此同时，作为永安城现任城主的孔帆此刻也开始理解自己父亲为何要对那位宋家少爷俯首称臣了，因为他知道宋家在傍上洪氏商会这条大船以后前途将会更加的不可限量，所以此刻的他不得不佩服自己父亲的眼光和决心。而坐在他身旁的孔欣欣则依然沉浸在自己扭曲的世界里，对他而言洪氏商会也只不过是财大气粗的商人罢了，并且他认为像洪小姐这样的洪家子弟外面多的是，所以这有什么好稀罕的。对此他还认为这位洪小姐就是宋家这边最大的倚仗了，于是乎他就开始臆想自己的寻夏哥哥以后封爵了，他们孔家便可借此重归中州孔家的主脉之上，以后有了孔家那些在朝高官的照拂，他的寻夏哥哥一定能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与此同时，签到台上的主持人又再次通报起了喜讯，兰州顾家和南州鸡舞院的顾院长也来到现场，并分别给了3亿和10万作为贺金，同时跟在他们之后一起来的还有徐先生和鸡舞院的教官程先生，俩人则分别给了5000和250作为贺金。对此孔欣欣在听完以后就一脸鄙夷地嘀咕了起来，他认为宋家把鸡舞院的师长喊过来，这是很掉价，一点分量都没有，并认为自己中州孔家的那些在朝高官比这些蝼蚁要强上千百倍。然而就在他继续鄙夷着宋家的时候，会场的上空却响起了朝廷的仪仗钟声，这让在场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天空之上。在看清楚情况以后，人群中就有人激动地表示，天上那艘飞船载着的是朝廷负责封赏的上士。与此同时，二叔、四叔和小姑他们也把自己的目光放到了天空之上，这重要的一刻终于到来了。很快，朝廷封赏团的使船就降落在了丰潭广场里的停机坪上，伴随着仪仗钟声的不断鸣响，封赏团也缓缓从船舱中走出，而负责领路带头的宦官们则大声地向四周宣告着朝廷使团的到来。闲人速速避让！听到此话的人群很快就分散到了广场上的两边，而老爷子在见到林公公走到队伍最前方时，就以九安侯宋敬忠的名义率领着我们这些宋家嫡亲上前拜见各位上使大人。对此，林公公也和老侯爷打起了招呼，并表示自己和宋侯之间好久没见了。然而老爷子在听到林公公的问候以后却没有起身回应，并以一个更加谦卑的姿态再次拜见大公公。对此，林公公则闭起双目，让宋侯不要再折杀自己了，并表示自己现在圣旨在身不方便上前相扶，所以他让宋侯快免礼。在看到老爷子起身以后，林公公就拿着圣旨来到了我们跟前，并询问起了侯爷身旁那位气宇超群的青年俊秀是否就是宋云祥宋公子。对此，我连忙对着林公公行起了拜见之礼，而老爷子则给林公公介绍起了自己的孙子。而林公公在审视了我一番以后，就喜笑颜开地称赞道：“宋公子一表人才果然不凡，以后必定是人中龙凤。”对此，我立即谦逊地表示，自己只不过是一介俗人而已，大公公过誉了，能在此接待各位才是我最大的荣幸。我宋云祥万万没想到，这封赏仪式真的是够热闹的呀！各方势力才刚到场就状况百出呢。时间回到林公公他们抵达现场的时候，他在跟老侯爷寒暄了几句以后，就询问我们等会用来接旨的丰潭香案是否准备好了。对此，老侯爷就表示这些已经准备好了，并以及时将至的理由邀请林公公他们移步过去丰潭那边。紧接着，封赏团就在林公公的带领下慢慢走向丰潭的所在地。在场观礼的宾客们都纷纷从座位上起身，分列在道路两侧驻足观望。而永安城城主孔帆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提醒自己那不成器的女儿站起来观礼。对此，孔欣欣也只能不情不愿地站了起来。然而他在站起来之后就被眼前的画面给震慑住了。由于他刚才一直在低头生闷气，所以导致他现在才看到那些前来给宋云祥封赏的官员们。那些身披红袍的朝廷官员的出现让他感到了非常的难以置信，因为他父亲作为一城之主也只能身穿绿袍而已，所以他把这些红袍官员的出现定义为了天都朝廷对宋云祥的重视之举。但他实在想不明白朝廷那边为何会如此看重那个纨绔子弟。与此同时，在封赏团抵达宋家的时候，宋府外院临时烹饪区这里的厨师们则忙得热火朝天呢，因为他们要在集市前给外面宾客们准备好200盘凉菜。
然而此时厨师长桂姐却从负责传菜的侍女口中听到了一个不怎么好的消息，由于第一凉菜间那边已经摆满菜品了，所以她让手下们将接下来新出品的凉菜放到第二凉菜间那边临时储存。与此同时，在宋府第一天工作的公孙小姐则在侍女长清代的安排下来到了烹饪区这边帮忙。虽然桂姐平时都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但她在得知公孙小姐是东院那边新入职的侍女时，就让她这个新人去第一凉菜间那边帮忙清点菜品数量和把菜品装上餐车而已。随后公孙展展就去到了第一凉菜间那边准备开始工作。然而当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景象给深深吸引住了，因为他万万没想到这房间里竟然摆放着如此之多精致的美食佳肴。等到他稍微缓过神来的时候，他就听到房间的角落里有人在窃窃私语。与此同时，在公孙展展靠近查看情况的时候，小紫苏和张六爷他们则在宋云华的带领下偷吃着等会要拿出去上桌的凉菜。由于他们实在是吃得太忘我了，所以等到公孙展展走到他们的面前询问他们在干嘛的时候，他们才惊讶地发现房间里出现了一个陌生人。而平生第一次上班打工的公孙展展则错把他们几个偷吃者认成了凉菜间这里的工作人员，所以他向众人表示自己是东院那边新来的侍女，并询问他们几个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自己帮忙的。对此，宋云华和小紫苏这两个大吃货则感到了万分庆幸，并庆幸着此人是新来的侍女，不认识他们，不然偷吃菜品的事情暴露出去的话，他们肯定要遭到严惩的。然而正当他们在窃喜事情还未暴露的时候，公孙展展就询问他们几人，桌子上的这些凉菜不是给宴会那边准备的吗？他们这样吃掉不会有影响吗？对此，宋云华就对小紫苏表示，他认为这个新来的侍女脑子不太好使，所以他打算亲自出马去解决掉此事。而小紫苏也认可了这个提议，并表示自己可以见缝插针的给云华小姐打助攻。随即宋云华就摆出了一副大小姐的姿态，表示自己是宋家西院的宋云华小姐，他们来这里是奉命抽查贵宾席菜品品质的。然后他就让身旁的小紫苏给公孙展展也挑一块试试味。对此，公孙展展则立即推脱了起来，并表示自己对美食没什么鉴赏能力，所以他让云华小姐他们试吃就好，自己则按照厨师长的吩咐将菜品装车。但生怕事情会暴露出去的小紫苏他们又怎么会把人放跑呢？趁着他说话的间隙，小紫苏立马就将一块银杏百合水晶糕强行塞到了对方嘴里，让他跟自己一起同流合污。而被强行塞入糕点的公孙展展则一脸抗拒的准备将食物吐出来，但当味蕾尝到那新鲜的味道时，他就不受控制的开始品尝了起来。随即他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一大片由银杏和百合花组成的花海，这对他的味蕾来说简直是一次奇幻冒险。嘴中 Q 弹的水晶糕在他舌尖上不断跳动着，就像一群可爱的小精灵在欢快的舞蹈。在细细咀嚼以后，嘴中充满了银杏的清香和百合花那淡雅的芬芳，再搭配上枸杞甘甜的点缀，瞬间让他觉得这精致的水晶糕完全就是一件艺术品。而当他沉浸于美食的世界里时，小紫苏和宋云华他们也在偷偷窃喜着。等到公孙展展把水晶糕咽下去以后，小紫苏还贱兮兮的去询问他觉得这道菜品是否合适拿去当贵宾席的小凉菜。对此，公孙展展就表示这道菜简直是人间美味，而且这还是他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小糕点。在此之后，宋云华就招呼起了众人继续开始抽检，并表示后面还有很多道菜需要他们的品尝。与此同时，由林公公领衔的封赏团和我们宋家的嫡亲都来到了封坛之上，而来自夏玉国萨马林家族的奈拉小姐和费格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观礼现场。而奈拉小姐在看到如此热闹的盛况以后，就跟费格称赞了一下天都国这边的传统礼法和仪式感，仅仅是素人封赏仪式就可以搞得如此隆重。与此同时，在他们抵达观礼现场的同时，为了筹集贺礼而奔波了一天一夜的张家少爷也在此时匆匆赶到。等到他们跑到签到台的时候，台上的主持人就给现场观众通报了一下萨马林家给出的贺礼，除了1000万的贺金以外，他们还献出了一只猫耳族的妖奴。对此，已经到场的宾客们则纷纷讨论了起来。由于萨马林家在夏玉国里是3大实权贵族中最富有的，所以奈拉小姐的到来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有些人则对他们献上妖奴的举动感到了有些诧异，虽然他们都认为那只猫娘看起来挺可爱的，但却还是很鄙夷这些夏玉蛮夷们拿奴隶当贺礼的做法。对此，孔青青也有同样的看法，因为在他眼里，这些夏玉蛮夷根本就是些上不了台面的货色而已。与此同时，我在听到主持人的通报以后，也留意到了奈拉他们的到来，并看了一下他们所带来的那个妖族服务员。而那名叫小梦的妖族服务员在看到我的时候，则热情地打起了招呼，并表示自己以后就是宋公子的人了。而他这个举动则引起了一直在现场溜达的三太爷的注意，而他在看了一眼这个猫耳妖奴以后，则感叹起了后代子孙的艳福。紧接着，在他们入场之后，中州张家的张少爷也献上了自己的贺礼。而在主持人通报他们张家献礼5000万和灵财灵宝1箱的时候，我也把自己的目光看向了张大贵的方向，而他在看到我以后，则立刻站直了身姿。他和萨马林家这两个势力对于我来说，虽然只是有过一面之缘而已，所以他们给出这么多贺礼的情况下，我也不能丢了礼节。而张大贵在看到我向他点头示意以后，瞬间就心情大好了起来。然而当他看到朝廷的封赏团时，却又突然紧张了起来，因为他在那些官员里面认出了来自中州的阮家、瞿家和鲍家，所以他认为这些大人物能来此地，
就代表着这是朝廷对宋公子的重视，并且在他的印象里，中州鲍家那可是有圣阶坐镇的，而且他们还是现如今大皇子生母鲍贵妃的母族。与此同时，处于风坛上的鲍大人在得知中州张家的到来时，却表现出了一副极度鄙夷的神态，因为在他眼里，张家只不过是中州各大家族里的暴发户而已，所以他也认为宋家已经没落了。此等重要场合，竟然邀请洪氏顾家、张家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商户过来撑场子。对此，阮大人就让鲍大人和瞿大人去留意一下那个夏允蛮夷家族，并提醒他们说，宋家是来这里镇守边境的，如果他们和外邦商业家族有联系的话，他认为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存在。虽然他的这番话已经尽量说得很小声了，但还是被绣衣局的冷大人给听到了。与此同时，费格在看了一下封赏团的站位以后，就好奇地表示自己看不懂为何他们要斜着列队。对此，奈拉就表示，封赏队伍是代表着天都的皇帝，所以按传统来做的话，他们就必须要背对着西北面朝东南宣旨。而费格在听完奈拉的解释以后，就一脸厌恶地表示，天都国如今之所以会如此腐败的原因，就是这里的人整天讲究这种虚头巴脑的规矩。对此，跟在他们身后一起入场的三太爷则对费格的说法表达了认可，并跟费格他们表示，台上那群穿红袍的废物就是腐败的根源。但当奈拉他们去询问这位白衣大叔的身份时，他却让他们不用在意自己是谁，大家各聊各的就是了。随即，三太爷就在他们诧异的目光中走到了风坛旁边，并以一个极其礼崩乐坏的姿势爬上了风坛。对此，老侯爷就立即上前让自己的三叔别在这个时候来添乱，但三太爷却表示自己是必须要来的，要是他不来的话，等会自己的外甥就要带着全家人跪拜那个裤裆里没有把手的家伙了。此话一出，老爷子立刻就把自己三叔的嘴给捂上了。要是这话给林公公他们听到的话，封赏仪式就分分钟变成宋家的斩首仪式了。而封赏团那边的小公公在看到三太爷上台以后，就表示，在封赏仪式开始前，闲杂人等理应速速退下，非宋家嫡系者不可入坛。对此，老侯爷就跟他们表示，刚刚登坛这位是我们宋家嫡系长辈，只是平时他不怎么露面而已。与此同时，宋云起在听到这话的时候，就跑去询问自己姐姐有没有见过这位嫡系长辈，而宋云锦也表示自己从未见过此人。对此，云起就怀疑此人是老爷子又在外面搞出来的私生子，但他不理解的是，同为老爷子私生子的四叔是没资格上台的，那为何此人却可以？与此同时，昨晚已经见过三太爷的孔老爷子则暗暗兴奋了起来，并向其他几位家主表示接下来有好戏可看了。紧接着，老爷子就向林公公表示吉时已到，封赏仪式可以开始了。而在林公公准备宣读圣旨前，站在他身旁的两位小公公则暗力向外宣告，让我们宋家全体跪接圣旨。随即到场观礼的宾客们也纷纷跪了下去，因为当仪式开始时，负责封赏的队伍就代表着天都皇帝的威严，所以他们全体都要下跪观礼。然而，当在场所有人都跪下了以后，站在我身后的三太爷却突然表示，我们宋家乃是有天都八将坐镇的圣阶家族，区区一道圣旨而已，就算是帝王亲临我们宋家也无需跪拜。对此，林公公则表示，如果宋家那位圣阶还在的话，那以躬身礼接旨他也可以接受。然后他还转身询问起了那些六部官员们对此的意见。随即阮大人则一马当先的跳了出来，表示自己不同意这个做法，并提醒在场众人，宋家那位圣阶在20年前已经陨落，天都八将之名也早已易主，所以他认为宋家现在已经不算是圣阶家族了。对此，杨大人还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跑去询问礼部的侯大人，并表示他记得天都礼法里面有提到过，圣阶亲临在场的话，其他家族嫡系才有不跪之权。而早已跟他们串通一气的侯大人则表示礼法里确实有这么一条规定，并且再次强调这个不跪之权要在圣阶亲临现场的情况下才能行使。对此，兵部的瞿大人就一脸玩味的调侃了起来，并建议我们宋家现在就去把那位不知道还是否健在的老家伙抬上来，要是那位圣阶能来的话，他们几个也不会再因此失去为难林公公。然而瞿大人话音刚落，瞬间就被三太爷恶狠狠地怼了回去，并表示自己早就知道他们这些小杂毛来宋家这里肯定是没安好心的，所以他让这些狗杂碎们都睁开眼睛好好看看，他四海侯宋秉川现在就活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而对面那群六部官员在听到宋秉川这个名字的时候，瞬间就被震慑住了，因为这个名字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而且眼前这人看起来比他们还年轻不少，所以他们不敢相信眼前这人是新魂将曹仁的素人宋秉川。其中最惊讶的还得是兵部的瞿大人，其他人还不知道的是，他手上有着一幅他祖母亲手画的宋秉川画像，所以他在认真看了一下眼前之人以后，就彻底慌了神。而还未分清楚情况的鲍大人却气急败坏地表示，眼前这人是冒牌货，因为他坚信真正的宋秉川早就已经以天都八将的身份陨落沙场了。对此，三太爷就善意地提醒了一下，他们待会记得站稳扶好了，不然被意外吹走的话，可就丢脸丢大发了。紧接着，一道属于圣阶强者独有的魂力威压瞬间拔地而起，在场准备不足的人全都被震翻倒地。内心刚刚还在嘴硬的六部官员，在被压得抬不起头后，心底里绝望的情绪也瞬间抵达了顶点。而负责带队过来封赏的林公公，则一脸淡然地抵挡着这道圣阶威压。从他的神情中，我可以读出他对这种情况应该是早有预判的。与此同时，在台下观礼的孔征老爷子则感慨了起来，自己能抱上宋家的大腿，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等到三太爷胡闹的差不多以后，我就让他老人家
赶紧把神通收一收，因为再任由他这样闹下去的话，事情就不可挽回了。对此，我就跟林公公表示，吉时已到，不如我们先把仪式进行完了再说。而林公公也认可了这一提议，不过在开始之前，他却先跟四海侯宋秉川道了一下歉，并表示自己没有认出侯爷，这是过于失礼了。虽然他也曾听说侯爷重伤陨落的传闻，不过现如今在看到宋大人安然无恙之后，他就希望侯爷待会不要跟自己和身后的诸位大人继续计较，就此翻篇。对此，三太爷就表示自己刚刚只是跟小朋友们玩玩而已，不碍事。而林公公也趁此机会表示，既然有圣阶亲临在场，那不贵之权也是顺理成章的。在风波顺利平息了以后，他就开始宣读圣旨，而其中的内容则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以博得君临天都，朕之域内贤才辈出，今有宋云祥者，天赋异禀，觉醒为星魂将左慈素人，乃上苍眷顾天都之祥瑞，元鼎一役，战况惨绝。朕之二子身处险地，幸得宋云祥挺身救驾，护得周全，既救二皇子于水火，其谋诱敌活捉匪将，又在受朝中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威震四野，其之奋勇，大功于国，朕心甚悦。所以皇帝决定派遣封赏团前来束功贡赏，封宋云祥为临北县南知爵位，连进2等，并赏10亿千户，金陵若干，不取300。当林公公宣读完圣旨以后，他就让我上前领旨谢恩，并表示从此刻开始，我在朝廷中的身份就升格成了宋县男了。对此，我在接过圣旨的时候，就以君臣之礼回应了陛下的好意。至此，封赏仪式就圆满结束了。在处理完这事以后，林公公就再次恭贺了一下我们宋家，并表示自己很期待看到宋家一门3侯的那一天。而老爷子在谢过林公公的好意以后，就邀请他们这些朝廷官员移步到内园宴客厅那边入席，因为待会庆功宴就要开始了。随后，我和三太爷就跟随着老爷子和林公公的步伐离开封坛。而在封赏仪式结束以后，云起就跟姐姐表示，她到现在还有点不敢相信那位看起来有点猥琐的大叔竟然是自家的圣阶强者。而云起不知道的是，自己姐姐在得知家里隐藏着一位圣阶长辈的事情以后，就默默留意起了爷爷和云祥堂弟的表现。当他看到我们不怎么意外的神情以后，他就开始猜测那位太爷的状态恢复或许和云祥那臭弟弟有关。与此同时，当我们准备离开正院广场的时候，一路跟随着队伍行动的瞿大人却再也忍不住自己心中对宋家的怒火了。然后身为朝廷兵部官员的他，就当着全场宾客的面，以宋家老贼的称呼质问宋秉川是否还记得自己。他的这番话瞬间就引起了三太爷的注意，并一脸不悦地反问起了这个小杂毛的身份。对此，瞿大人就表示，宋秉川当年在中州欺他祖父，诱骗其祖母，所以他今天就是来找宋家老贼报仇的。而三太爷在听他细数完自己的恶行以后，就一脸嚣张地表示自己根本不记得对方祖母是谁，并扬言说他当年睡过的寡妇比对方的野爹还多，所以这种小事他根本不可能记着。这话一出，报仇心切的瞿大人瞬间就怒火攻心的要冲上来跟三太爷决一死战，而在他身旁的其余6部官员则死死地按着他，并劝他放下执念。可是鲍大人在劝架的时候却越劝越气，心里想着自己中州鲍家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随即他也跟瞿大人一样气急败坏地走出来宣战，并表示就算四海侯宋秉川还活着又如何，就算恢复巅峰实力也不过圣阶3重而已，这实力放到他鲍家里面依然是不够看的。而他的出现则成功点燃了三太爷的怒火，他是真的没搞懂为何今天会有这么多不要命的人跳出来跟自己作对。对此，鲍大人则表示自己是不会在圣阶强者的面前低头害怕的，因为他中州鲍家也有圣阶坐镇，并且还是现任天都8将之一。然而在他发表此番言论的时候，宋府的上空却有着一道不怎么起眼的烈焰在翻腾。而三太爷在留意到这一幕以后，就询问了一下鲍大人，他们中州鲍家里面有着多少位圣阶的存在。对此，还未察觉到异常的鲍大人则一脸嚣张地表示，他家老祖和宋秉川一样是圣阶3重的修为，并已经抵达巅峰，随时都有可能进阶到4重。然后他还着重地强调了一下，鲍家里面除了这一位圣阶以外，还有着无数的天阶强者。而三太爷在听完对方的介绍以后，就摆出了一副看傻子的表情，然后指了指签到台的方向，因为接下来他要给在场的众人隆重地介绍一下宋家的三太奶了。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庄重圣洁的封赏仪式才刚结束，朝廷上派下来的官员中就有人按耐不住地跳出来要挑战我们宋家。在鲍大人向我们宋家发起挑战的时候，观礼现场的观众们也瞬间炸开了锅，因为他们也没有预料到宋家的圣阶居然还活着的事情，并且那位100岁圣阶看起来比在座的大部分宾客都要年轻得多。对此，早早投靠到我们宋家的那几位永安城1线家族的家主们就非常的激动，因为三太爷返老还童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并且他们还猜测这是肯定与宋公子有关，所以他们非常庆幸自己能攀上宋家这艘大船。而孔老爷子在听到他们的夸赞以后，就一脸淡定的让他们都冷静一点，然后他就让其余几位家主大人以后在宋公子面前好好表现，这样宋公子肯定也会赐予他们大机缘的。与此同时，那些原本只派了年轻后辈过来联络感情的家族们，则立即向自己家里汇报了此事，并要求家里立即让家主大人或者最老资历的强者过来拜贺，而且他们之前所给出的贺礼则必须换一份，并且要按最高的规格的礼仪来置办，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们这些家族以后就不用在永安城这里继续混下去了。其中反应最激烈的还得是我们永安城的城主孔帆，因为他知道宋秉川就是浪哥的三叔公，并且当年浪哥对他还有提携之恩，所以他见到三太爷返老还童的事情后就非常的激动。而同样震惊不已的孔欣欣则从父亲的口中得知了刚才登场的那位就是星魂将曹仁的现任素人。对此他就如同坠入了冰窟一样，脑海里充斥着绝望的情绪，因为他的寻夏哥哥曾经斩钉截铁地向他表示，他能感应到星魂将曹仁的现任素人的寿元即将燃尽陨落，最多也只剩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现在当他看到宋秉川在风坛上身强体壮的状态后，就感到了非常绝望，因为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快死的垂暮老人，而这也就代表着他的寻夏哥哥要继承星魂将曹仁的事情将会遥遥无期。对此，孔帆在听到寻夏这个名字以后，就立即怒气拉满地甩飞了孔欣欣的手臂，并以逆女这个称呼斥责起了他的愚蠢。因为证据已经自己走上台了，那个姓寻的市井无赖根本就是一个欺世盗名的贼子，欺骗了自己那愚蠢至极的女儿。而孔欣欣在被自己的父亲教训完了以后，就彻底魔怔了，因为他不愿意相信自己被寻夏欺骗玩弄了，所以他认为宋秉川返老还童的事情全都是宋云祥搞出来的障眼法，并坚定地相信只要寻夏哥哥来了，就一定能拆穿他们的把戏。对此，孔帆就感到了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才导致生出了这么一个愚蠢的后代。然而，正当他们父女俩在为各自的事情懊恼时，在场的宾客们则留意到了天空中有着一道火焰在疾驰而来，随即他们就发现此人是一位可以御空飞行的圣阶强者，而且当他降落到签到台前的时候，他们还发现这位女子的容貌非常的美不胜收。对此，已经服用过延寿丹药重新容光焕发的呼延卫则对他们的这些评价毫无反应，因为他此番到来是有着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对于他的出现，顾家家主顾英则有点紧张，而徐老则一脸淡然地欣赏起了此番美景，但程教官却感到了些许后怕，因为在他的印象里，这个老女人是非常危险的存在，而且他大脑里的美女雷达还发现了这位呼延女士好像比之前见面的时候变得更加年轻貌美了。与此同时，签到台上的主持人则向在场所有的宾客通报道，夏玉国的呼延卫女士给出了2枚裂空结晶作为贺礼，而听到此消息的宾客们则再次被震惊到了，因为他们都知道裂空结晶是拿来制作储物符的稀有材料，所以他们都感叹起了这位圣阶强者的大手笔。但最让他们惊讶的则是，以前一直在永安城里默默无闻的宋家，现在居然突然蹦出来2位圣阶站台的事情。对此，此次负责带队前来封赏的林公公也心生忌惮了起来，因为呼延卫这个名字他非常清楚是代表着什么，但他搞不懂的是夏玉国的呼延卫为何会前来赴宴，而这也导致他原本打算利用那些6部官员去试探宋家虚实的事情无法继续下去了。与此同时，三太爷在看到呼延卫的到来后，就一脸挑衅地表示，我们宋家现在有2位圣阶到场了，所以他很想知道瞿大人和鲍大人接下来要如何应对。然后他还让鲍大人现在回去请自家的老祖过来，并表示自己和小魏姐想和对方的那位圣阶好好玩耍一番。而三太爷此话一出，之前带头闹事的瞿大人和鲍大人瞬间就蔫了，因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们这些官员连放狠话的权利都没有。对此，三太爷就对他们几个蝼蚁冷哼了一声，而小魏姐的站位也摆明了她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宋家和朝廷封赏团之间的紧张气氛也在此刻到达了冰点，而原本打算投鼠忌器的林公公则在此时站了出来打圆场，并以一副恭敬谦卑的姿态确认起了呼延卫是否就是呼延一族的那位老祖及星魂将哪吒的现任素人。对此，小魏姐给他的答案只有一个恩字，然后视线还特意避开他这位大公公，转身往我的方向走来。这下让出来打圆场的林公公尴尬不已，但他此刻也只能继续用谦卑的话语来祈求呼延女士的回应。然而小魏姐对此却完全不理不睬，但在我面前，她却摆出了一个诚恳的姿态，说出了祝贺的话语。而外人们不知道的是，小魏姐在对我表达祝贺的同时，还传音感谢起了我的赠丹之恩，并表示这份情谊他们呼延家永远不会忘记。对此，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了她，在表达欢迎她到来的同时，我让她以后跟三太爷一样喊我云祥就好了，因为他这位前辈喊我宋先生的话实在是太别扭了。而他在收到我的魂力传音以后，则表示在东大陆这里丹师的数量屈指可数，他家其实也供奉着数位丹师，但单论技艺的话，他100多年以来都没见过有哪位先生能有我这般出神入化的手艺，所以他认为尊称我一声宋先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对此，我只能略带尴尬地挠了挠头，然后让三太爷过来带呼延前辈进去内厅里稍作休息先。而林公公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轻咳了几下，引起了我的注意。看他这个样子，应该是想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对此，我就主动给小魏姐介绍起了那些朝廷官员，并着重地介绍了一下我们眼前这位林福光林公公是朝廷上派下来的封赏特使。然而当我介绍完了以后，小魏姐却依然是一副冷淡的态度回了一声哦，这让现场的气氛又再次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所有人一时之间都没了动静。而那几位6部官员则对此感到了莫大的侮辱，估计他们从出生开始到现在也从未被人如此无视过吧。正当气氛再次走向冰点的时候，小魏姐她却主动走到了三太爷的身边，准备离开此地，这让在场的所有人且包括我在内对此都感到了一阵无奈。而跟着林公公一起受气的那位小公公却在此时忍不住了，
然后双手颤抖地表示小魏姐的这般作为是对大公公的无礼之举。对此林公公则一脸严肃地打断了他的话语，并让这位小公公别在圣阶的面前放肆，而他本人则默默地注视着呼延卫和宋秉川的离开。陷入沉思的林公公此刻则想起了陛下所给出的提示，因为在他出发过来之前，陛下就曾经预言过宋家里面肯定不止宋秉川这一个变数。与此同时，当三太爷和小魏姐有说有笑地走进内厅时，场外的贵宾席中，同样来自夏玉国的萨马林家二人组则在暗暗观察着他们。而奈拉小姐在仔细观察了一番以后，就跟费格表示，她很肯定那位圣阶强者是呼延家的那位老祖。然而费格却表示自己有点看不懂现在的局势，因为他不明白那位强大的老祖为什么会亲自出现在宋公子这里。而奈拉对此也同样不解，而且他们还看得出来，呼延家的那位老祖在对待宋公子时的态度是非常客气的。对此费格就认为奈拉小姐作为呼延家的未婚妻，待会应该找机会过去跟未来老祖打声招呼，而且如果宋公子能在那位老祖面前美言几句，让奈拉小姐尽早嫁入呼延家的话，萨马林家族在夏玉国就有着大靠山罩着了。而奈拉小姐在听到费格的提议以后则表达了同意，但细心的她却表示他们应该先去跟宋公子打招呼才对，因为呼延家的那位老祖对宋公子都这般礼敬有加，所以他认为宋公子肯定还有着更多的过人之处。与此同时，在封赏广场上的另一侧，来自平天圣宗的朱拉和齐格也悄悄地来到了封赏现场。然而他们的潜入行动才刚开始，就在拐角处被宋家的家丁给撞见了。但因为今天是封赏仪式的大日子，所以那位家丁把他们俩误认为了是来观礼的宾客，并指引他们两人从签到台那边的入口进入会场。对此朱拉和齐格就顺势摆出了一副走错路的模样，感谢了一下那位给他们指路的宋府家丁，然后朱拉就带着齐格往反方向走，而齐格就询问到为何他们不从签到台那边进去。对此朱拉就表示那边的入口要给贺礼钱才能进去，而齐格则询问起了价格，并表示这次侦查任务上头只给了少量经费，所以他们要省着点花。对此朱拉则表示他是绝对不会给贺礼钱进去的，因为来这里白吃白喝才是他此行的真正目标。然后他就跟齐格说，西墙这里的警戒是最弱的，所以他们地阶巅峰的身手完全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随即他便率先一跃而起准备潜入，但他的身体在越过围墙的时候却突然感觉到了一丝异样。对此他在落地后就询问起了齐格是否有同样的感觉，并表示刚才他体内的境界压制装置突然震动了一下，而齐格对此则表示那种感觉是因为他们触发了宋家里面的探查阵法所导致的。随即他便感叹了起来，因为他认为在居民区里布置这种军用级别的警戒阵法实在是太奢侈了。而朱拉在听到齐格的解释以后却感到了一阵后怕，因为他担心触发了阵法以后他们的潜入行动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对此齐格就表示，如果这个阵法只是用来探测修为境界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他们体内的境界压制装置会将他们伪装成没有修为的普通人，所以在没有任何警报响起的当下，他们的潜入行动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随即打消了顾虑的他们就急匆匆地展开了下一步的行动，但他们没留意到的是，刚刚他们所触发的可不止探测阵法这一层而已。与此同时，我作为封赏宴的主角，此刻正在内厅的大门前引导着朝廷官员们的入场。当新天监的曹大人走过我身旁的时候，有人触发了探测阵法的无声警报也在此时传入了我的神识当中。昨晚我就考虑到今天可能会有老鼠出没，所以就特意布下了多层探查阵法，普通人和有境界的新魂师通过都不会触发警报的，所以我很肯定那两只被探测出来修为在地阶巅峰的老鼠应该是使用了境界压制装置的迷轮探子。而看到我突然走神的曹大人则询问我是否有事，并以宋县男的称谓向我投来了慰问。对此我就含沙射影地表示自己只是在担心今天会不会有小老鼠混进来，并让曹大人以后直接称呼我名字就行了。而他在听到我的话语以后就一脸风趣地认同了这个叫法，因为他估计自己很快就要改口喊我宋侯爷了。至于说到抓老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下绣衣局的冷大人和密察司的铁大人，并表示他们两人都是抓老鼠的一把好手。对此冷大人和铁大人都纷纷过来对我表达了祝贺，而我也礼貌地跟他们打起了招呼。随后我装作无意地表示自己感觉铁大人身上的气息有点熟悉，然后我就询问他是否曾经来过宋家这里做客。对此铁大人则回应我，他是第一次来永安城这里，所以他认为我是认错人了。但我们俩都心知肚明的是，他昨晚就已经来过了，虽然他及时撤走了，并自认为不可能被人察觉到，所以他觉得我刚才的话是故意在炸他。而正当我准备继续跟他周旋一下的时候，手腕上的通讯手环则突然传来了黄前辈的来电提醒。对此我就跟各位朝廷官员们请辞了一下，并表示有一位贵客需要自己亲自接他进来。而走在前面的瞿大人在听到我要去接贵宾的时候，又忍不住吐槽了起来，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的贵客可以比他们这些身穿红袍的朝廷官员更重要。对此鲍大人也附和了起来，他觉得这人连封赏仪式观礼都迟到了，完全就是没有诚意的表现，并认为这人应该是来蹭饭的。而走在队伍最前方的三太爷在听到他们俩吐槽的话语之后，就回头狠狠地盯了他们一眼，眼神里充满了要当场刀了他们的意思。对此瞿大人和鲍大人立刻又粘了下去，因为他们还想活着走出宋家的话，就只有闭嘴装孙子的这条路留给他们走了。与此同时，丰坛广场上的停机坪则同时降落了2艘非洲。对此
我就有点好奇，为何大伯铁臂君的非洲会和黄前辈的一起到场呢？然而，正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黄妙音前辈却已经从非洲内部御空飞行了出来，并主动为了迟到的事情向我表达了歉意。对此，在外场的宾客们就再次惊叫了起来，因为这是第3位给宋家站台的圣阶强者，所以他们已经不敢去想象宋家的底蕴到底有多强的事情了。而在这片惊呼声之中，却有着一个人感到了格外的难受。平日里对所有事情都云淡风轻的徐老此刻手冒青筋，他实在是搞不懂为何自己会在这里遇到他。那刻骨铭心的苦楚此刻又再次涌上了徐老的心头，那牢不可破的誓言在他的脑海中不停地回响，仿佛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昨天一样。继星魂将哪吒的素人登场了以后，现在黄妙音又以西水国镇国4柱之一的身份驾临现场。今天这封赏仪式实在是有点太过于热闹了，而黄前辈在来到现场后，则第一时间来到我的面前解释起了迟到的原因。由于他这次到访天都国这里是走的正规圣阶临时入境手续，所以一来一回就耽误了一些时间，导致错过了封赏仪式。对此，我则表示前辈能来这里就已经是很给我面子了。而他在听到我称呼他为前辈的时候，却有点不乐意了，并再次强调让我喊他阿妙。对此，我就感到了非常尴尬，因为现场这里还有很多外人的存在，所以我怎么敢用那个称呼啊？而他在了解了我的苦衷以后，则表示，既然我得到了他父亲的阵法传承，名义上我跟他之间也算是同门师姐弟了，所以他让我以后在外人面前就称呼他为师姐就行。反正前辈这词，他是一点都不想再从我嘴里听到。对此，我就感到了更加的头大。虽然说这也不是不行，但这辈分貌似有点太乱了。与此同时，在我招呼黄妙音的时候，我的大伯宋清也从铁臂军的非洲上走了下来。由于我这位大伯是一个非常刚正不阿的职业军人，这导致他很讨厌我以前那玩世不恭的纨绔作风。在家里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掩饰过他对我的厌恶。所以老实说，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怎么友好。但这一次是我回来永安城以后第一次见到他，所以我还是连忙上前给大伯请了个安，并礼貌地跟他寒暄了几句家长里短。对此，大伯则一反常态地跟我道起了歉，然后表示自己是因为军职在身，所以才错过了封赏。而这方面我也是能够理解的，毕竟大伯他是现任天都国南州铁臂军总帅的同时，还兼任着南荒联合防线天都方这边的总指挥使，所以公务繁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原本他预计着要到中午左右才能赶过来的，但由于西水国的上柱国黄大人给他带来了一份紧急军情，所以他才得以抽身提前陪同而来。而在我询问是什么军情的时候，黄妙音则表示这次紧急事件他需要我的协助。对此，宋清大伯就询问起了我跟黄大人的关系，因为他看我们俩好像挺熟悉的样子，而他心里则有点好奇，因为黄妙音身为老牌的圣阶强者了，他是凡阶如蝼蚁的事情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所以他就推测黄大人是因为自己侄子觉醒为了左慈素人才得到了对方的重视。然而下一秒，黄妙音却告诉他，他的侄子是自己先父的弟子，所以他现在的身份是我的师姐。而这个答案一出，瞬间就让大伯感到了非常的不可思议，甚至连他那蒙圈的眼神都清澈了不少。对此，我只能解释说，自己在机缘巧合下得到了一位阵法大师的传承，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大伯口中的上柱国大人现在是我的师姐。而大伯在听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复杂的以后，就立即请黄大人和我进去内厅以后再细说这事。因为这里人多眼杂，但性格有点执拗的黄妙音却表示自己要先过去送上贺礼以后才能跟我们进去，而我则连忙让他不要如此客气，因为我欠他的实在是太多了。而他对此则不予理会，转头在来宾登记完成后，就送上了5亿溪水币和灵材灵药以及炼造材料各10幅作为贺礼。与此同时，在场的宾客们就再次沸腾了起来，因为他们也很清楚西水国镇国4柱的身份是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超级强者来为宋家站台。而这也导致在场有很多人让自家正在赶来的家主大人可以不用来了，因为这正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家族在今天之后就可以滚出永安城了。而在后台准备登场表演的林静花小姐在听到这则消息以后，也感到了少许错愕，因为她也听说过西水国皇家眼高于顶的传闻，所以她不明白宋公子是如何跟对方扯上关系的。不过在场最震惊的人依然是我们永安城的城主大人孔帆，因为他知道宋家如果有这3位圣阶相助的话，就具备了割据一方的条件了，所以他很担心自己以前那些背刺之举会引来宋家的秋后算账。而他那不知死活的女儿此刻还在不停地闹腾着，但他那寻夏哥哥的电话却一直都打不通。不过有人忧愁也有人欢喜，一直负责着家里商业板块的二伯宋波，此时则被各路商户代表给围得水泄不通。所有人都表示他们与宋家之间的合作价格可以让宋总随便提，甚至之前有一家被二伯收购的企业还愿意主动退回一半的钱来作为贺礼。而跟我组成宋家双废的四叔宋仓也因此沾上了光。书局里有的学徒就感觉小卒子老师的侄子很有话本男主的味道，因为他觉得今天的情况跟那种3年之约已到，恭请帝王归位的话本情节非常的相似。不过也有人觉得那位侄子更像是话本里的那些有追求的反派，嘴里总嚷嚷着人类总是重复着同样的错误那种。然而当四叔的朋友在介绍自己做的星魂将模型时，来自平天圣宗的朱拉也在这个时候悄悄地来到了宴会现场。
与此同时，那些接到现场消息正在赶来宋府的各大家主们，则不约而同地堵在了路上。其中林家和沈家的非洲还在变道的时候发生了碰撞，场面显得非常混乱。对此，沈家的家主沈化则让司机不要再去跟对方纠缠了，因为他们现在非常的赶时间。而老祖沈赫则紧张地询问起了孙女沈代是不是真的认识那位宋公子，而沈代的嫂子则表示让他们家赶紧去确认一下，因为如果待会认错人的话，他们沈家就丢脸丢大了。对此，现任家主沈化则表达了认同，因为他很想借此机会让他们沈家得到宋家的赏识，这样他们家在永安城的地位就必定会再进一步。所以他不希望待会出现认错人的事情，如果搞错的话，沈代他们一家就要为此事负责。而沈代在听到自己父亲的提醒以后，就有点担心了起来。虽然他们在船上那一战一直都跟宋公子在一起，但要论交情的话，他可不敢保证这是万无一失。对此，他的女儿小文却表示自己有办法可以找到那位大哥哥，因为他记得当时大哥哥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了他，并表示小文想什么时候找他吃饭都可以。与此同时，在黄妙英完成来宾登记以后，我和大伯就陪同着他一起走向了宴会那厅的方向。而在此过程中，落座于贵宾区的顾英和徐老也正好看到了这一幕。俗话说得好，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而顾英和顾校长作为知晓这件事情的人，就立即出手摁住了徐老的双手，并不断劝说让他不要冲动行事。而此刻的徐鹤鸣则激动得整个人青筋暴起，导致身体也跟着不停地颤抖。要是他已经跨过了圣凡之别的话，估计他应该已经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了。但这也是他现如今最无奈的问题，因为圣凡之别是他与黄妙英之间的一道天堑鸿沟，所以他现在只能继续隐忍。等到他稍微恢复了一点理智以后，他就跟顾英道了个歉，并表示自己是分得清场和轻重的，反正几十年他都忍下来了，所以现在他也不会冲动行事。而看着徐老咬牙切齿解释完的顾英，则更心疼起了自己这位大哥。虽然一直以来他都希望着鹤鸣大哥可以放下这份恩怨去享受当下，但他也很清楚那位叫黄素妮的女人在大哥心中是有着怎样的地位。对此察觉到异样眼神的徐老就跟他们表示，自己愿意继续相信宋云祥那小子，甚至还要在这小子身上赌一把大的。而顾英在听完了徐老的这番话以后，也暗暗下定了决心，他打算等到这次宴会结束以后，就去找宋云祥好好谈谈。如果他真的能帮鹤鸣大哥完成心愿的话，他这个顾家家主就愿意倾尽全力去促成这事，即使以那个秘密作为代价，他也在所不惜。与此同时，在我跟黄妙英路过贵宾区的时候，封赏宴也差不多是时候开席了，所以林金花小姐就带领着歌舞团准备上台演出。而她在上台前则看到了我和黄妙英边走边聊的身影，对此她就感叹了起来，因为她觉得宋公子真的非常厉害，竟然能征服那位冷血无情的黄家家主。但下一秒她却深感不妙，因为她从黄妙英的长相样貌来看，她估计宋公子应该是喜欢那种更大更成熟的类型，所以她觉得自己这种能一眼看到肚脐眼的类型是很难引起宋公子的注意的。与此同时，在走过了宾客众多的外场以后，我跟师姐和大伯他们终于来到了宴会的内厅当中。对此，我就率先开口感谢起了师姐的大手笔，而黄妙英则表示那些贺礼对于她黄家的家底来说只不过是9牛1毛而已，不必客气。然后她又私下给了我3个储物符，并表示这里面是按我之前给她的清单找回来的灵药，缺少的那几样在女帝陛下的宝库中，她暂时还没拿到。而我在接过储物符以后，就先感谢了一下师姐，然后表示自己也给她准备了一份礼物。但她在看到礼物以后，却表现出了一副无所谓的神情，估计她是觉得我一个小小凡阶应该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吧。对此，我就靠过去悄悄地告诉她，自己手上的这2枚是可以延寿和驻颜的高阶丹药，外面可找不到此等好物。然而她在听完了我的悄悄话以后，却突然生起气来，并质问我是不是在嫌弃她年纪老。对此，我瞬间就傻眼了。原本我是打算拿这些丹药来补偿一下自己欺骗她的事情的，但我没料到这居然会踩到她的雷区。而她在得知我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以后，就给我解释了起来。他们西水国的修炼方式是比较独特的，所以她有60多年的时间都是在冷冻睡眠的状态中修炼的。虽然我不懂她为何要给我解释这些，既然她不需要这些丹药的话，我就提议回头给她换别的。然而她下一个举动又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嘴上说着别人嫌弃她年纪大，手却直接把丹药夺了过去。果然是女人心海底针啊！而全程跟在我们身后的宋清大伯则一言不发地看着，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看到这一幕以后到底会作何感想呢？在结束了这一段小插曲以后，我们一行人也顺利地来到了内厅之中，看着驾驶各路人马已经按各自的阵营落座完毕了，而小魏姐和三太爷则以圣阶强者的身份陪同在了老爷子的身边。而当黄妙英走进内厅的时候，老爷子和林公公的目光则率先投向了这边，紧随其后的还有同为圣阶强者的三太爷和小魏姐，而他们俩的眼神中还带着少许的谨慎之色。与之相对的，黄妙英也留意到了他们的眼神，然后他的神态也恢复成了传闻中冷血无情的西水国镇国四主。瞬间整个内厅当中火药味四起，仿佛下一秒大家就要跳起来掐架一样。等了这么久，今天这个封赏宴终于是人齐了，这就让我很想知道朝廷那帮官员们在看到宋府如今的实力后会作何感想呢？于是乎，我立即就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黄妙英的身份，并着重地强调了一下
他是西水国现任的上柱国之一。此话一出，那群来自六部的官员们瞬间就被惊呆了，因为他们很清楚西水国镇国四柱的身份地位是跟天都国这边的天都八将是一样的。对此我就全当没看到他们惊讶的表情一样，转头就给师姐介绍起了自己的爷爷即天都国的九安侯宋敬忠。而老爷子在听到我的话以后，则立即起身给黄大人行礼以示尊敬，并表示自己今天能一睹皇上的风姿是其人生之幸事。对此黄妙音则以万福礼做出了回应，并客客气气地跟侯爷寒暄了几句。而那群六部官员在看到了这一幕以后，就开始小声地议论了起来，因为他们刚刚很明确地听到了我喊黄大人做师姐的事情，所以他们很想知道我一个小地接宿人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圣阶师姐，并且这位师姐还是别国朝廷中非常重要的大将之一。与此同时，在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我则给师姐介绍起了我宋家的曾祖天都国的四海侯宋秉川，以及和他同席而坐的呼延卫前辈。而三太爷则表示自己跟黄柱国大人有很久没见了，然后他还主动询问起了对方的近况如何。而小魏姐则礼貌地点了点头，并表示自己有听说过黄大人的威名。对此黄妙音在听到他们两人的话语以后，也礼貌地做出了回礼，但因为各自所属的阵营不一样的缘故，所以他就没跟他们继续做过多的交流。在第三位圣阶强者到场了以后，朝廷上下来的林公公瞬间又满脸卑微了起来，而无法参与话题的他就只能小声地咳嗽了几下。而我则瞬间读懂了他的意思，这老狐狸这么做完全就是想让我们别忽略了他的存在嘛。于是乎我就给黄妙音介绍了一下这位林富光林公公，并着重地说明他是此次封赏仪式的特使。然后我还借此机会将六部的官员们也一并介绍了一下。而林公公在被我介绍完了以后，则立即站了出来行礼致意，并以一副谦卑的姿态来表示自己能见到上柱国大人的真容是实属有幸。对此在场的朝廷重臣们也跟随着林公公一起向黄柱国大人行礼致意。此等场面下，他们各自此行的目的虽然都不一样，但也没人敢有任何的怠慢失礼之举。而黄妙音对此也做出了礼貌的回应，因为他此行走的是正规的外交入境手续，所以在外交礼节上他也不能让女帝陛下有所蒙羞。随后在各方势力会面的差不多以后，老爷子就站了出来邀请黄大人到上席入座。而让大家都出乎意料的是，黄妙音居然拒绝了入座上席的事情，并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表示自己要跟师弟同席而坐。他此话一出，其中所蕴含的意思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有心的人甚至可以将他的此番话语当作是对我的庇护之举。对此，身为封赏特使的林公公就在我们入座的时候率先发出了提问，而问题的核心则直指我宋宪南与黄柱国之间那莫名其妙的师姐弟关系。虽然他脸上的神情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但我看得出来他实质上是在有意的试探我是否跟外部势力有些不为人知的联系。而老爷子也从林公公的话语中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立即传音让我想好了再去回答这个要命的问题。然后在传音结束了以后，他就装作一脸好奇地表示自己也想知道这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并且他还告诉我内厅中的诸位都是可以信任的自己人，所以有什么话我都可以拿出来说。而我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就传音让老爷子可以放心此事，因为这个事情的答案我早已想好了。随即我就告诉在场的众人，自己前段时间去了一趟南荒沙漠，并在一处秘境中得到了一位阵法大师的传承，所以我现在是那位前辈的隔世传人。而黄大人身为那位前辈的女儿，就理所应当的成了我的师姐。与此同时，在我说出这个完美答案以后，林公公就只能一脸尴尬地向我表达了祝贺，并表示我这运气实属逆天，简直好到了让人羡慕的程度。而老爷子也趁此机会跳了出来打圆场，并让我记住自己身为天都之臣，就要为陛下好好尽忠，有幸得到了机缘，就要更加努力地为天都国好好效力。对此林公公也表达了认同，并表示宋家虽然已经远离了天都的权力核心许久，但侯爷还能如此的深明大义，他实在是非常的佩服。而老爷子在听到对方夸赞的话语后，则表示年轻人还不懂事，所以他让大公公和在座的诸位大人以后要多多监督和指导自己的这位后辈。对此，那群朝廷重臣们就纷纷向侯爷行礼致意，并表示侯爷已经教导有方了，客气严重了。与此同时，在大家表面上其乐融融的时候，吏部阮大人的心中却感到了一阵气愤，因为他认为老侯爷的那些话语完全就是在嘲讽他们。因为宋家在亮出了3位圣阶强者以后，他们这些原本想着来闹事的人就成了找死的小丑了。而刚才作为送死急先锋的户部鲍大人则跟他的想法有些不一样，虽然此刻他不敢出来造次，但他依然认为自家的老祖也可以像宋家一样请来3、5位外援来帮场子。对此，作为领头人的兵部曲大人则一反常态的异常平静，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之前他扮作失智来以身入局，就是想利用鲍贵妃的鲍家来激化大皇子和二皇子之间的派系矛盾，但奈何宋家那边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所以他的计划才被迫停止。而他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要给无上皇陛下的复苏争取更多的时间，他要让2位皇子之间的斗争长期保持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如果大皇子那边拉拢了宋家的话，势力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所幸的是，鲍大人这货自傲无谋，所以瞿大人就打算等宴会结束后再去找机会挑拨他和宋家之间的关系。而在各方势力都陷入了沉寂以后，
站在老爷子身后的侍女就提醒侯爷，开席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厨房的饭菜也已经准备好了。对此，老爷子就向众人宣布封赏宴正式开席，并让身后的侍女去把这个消息传递下去。随即内厅之中的全息投影也开始了工作，画面里则实时转播着外场宴会区的宾客们。对此，老侯爷就以宋家现任家主的身份举杯向各位来宾致谢，并邀请所有人和他共饮此杯，来庆祝今天这个大好日子。而外场的宾客在听到老侯爷的话语以后，就纷纷高喊起了祝贺的话语。此刻宋家的大名在永安城这里瞬间就抵达了顶点。当现场气氛慢慢稳定了以后，我们宋家的侍女们和红石商会著名歌姬林静花小姐领衔的歌舞团就开始了属于他们的工作。在场的各位宾客也借着此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推杯换盏，因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永安城里经商过生活的，所以趁着这个机会互相多交流总没错的。而当孔城主开始交际往来的时候，他女儿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是死透了。与此同时，处于内厅之中的我们也开始跟在座的各位官员们敬酒，毕竟以后还要跟他们打交道的，所以该做的礼节我们宋家一个都不能少了。而当宴会开始呈现出一片其乐融融的时候，那些接到消息赶来补票的各大家主们也在此刻抵达了宴会现场，所以转瞬之间签到台那边就排起了一条长长的队伍。他们所补送的贺礼可以说是一份比一份的更加贵重，但因为迟到的原因，所以沈家众人在完成了来宾登记以后，就只能默默地走向贵宾区的方向。不过好消息是，小文跟他们说，屏幕上的那位大哥哥就是在船上救了自己的人。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宋家已经很久没有办过如此大型的宴会了，所以今天宋家的侍女们可以说是全部出动，甚至连刚刚入职的也被派了出来工作。而打算潜入到宴会中白吃白喝的平天圣宗二人组，也趁此安保薄弱的时候来到了贵宾区当中。但很不巧的是，他们那鬼鬼祟祟的模样被四叔他们看到了，所以他们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此事。然而四叔身旁的那群书呆子们却完全没在意过这些，并且他们在看清楚了朱拉和齐格这两位美少女以后，就激动得根本说不出话来。于是乎，略懂一些人情世故的朱拉转头就摆出了一副清纯可爱的模样，询问眼前这几位大哥哥能不能让他们坐在这一桌一起吃饭。而四叔在听完了以后，原本还打算先询问一下对方的身份的，但他身旁的那几位好哥们却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并抢先一步主动邀请朱拉他们一起吃饭。然后负责捂嘴巴的那位兄弟还让四叔待会少说点话。他们几位兄弟难得能和美少女一起吃饭，所以他们不希望四叔破坏了这次机会。而没见过大世面的朱拉他们却根本没工夫去搭理他们几个书呆子，因为他们的目光已经被桌子上的美味佳肴给深深的吸引住了。然而平日里一向爱吃的朱拉却突然躲到了齐格的背后，而被吓了一跳的齐格就询问他这是怎么了。对此朱拉就给齐格指了指隔壁桌负责上菜的那位侍女，并表示这个侍女就是他之前说的那个看起来好像他们老祖画像的人。而齐格在看了几眼之后，却表示自己没有看过撕过堂里的画像，所以他不确定对方到底有多像。对此朱拉就表示自己每次见到这个人都会感觉很不对劲，但齐格却不理他，自己先去找吃的了，所以朱拉也不去管这么多了，转头就开始了自己的大吃大喝模式。而四叔他们几个在看到他们的吃相以后，就瞬间崩溃了。于是乎，他们中那位主营玩具业务的好兄弟就让大家给自己新做出来的模型玩具提点意见，然后他就表示桌面上的这个是他按比例去缩小制作而成的星魂酱玩具，因为接下来他打算把这个商品量产出来拿去销售，所以他想先听听自己几位好朋友的意见。对此四叔则认同了这个想法，而其余两位则表示这个玩具可以做成半成品的模样，这样用户就可以自己去改造打磨，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星魂酱。而那位兄弟在听完了这些意见以后，却露出了一副尴尬的神情，并且表示他有一个不情之请想要麻烦四叔帮个忙，因为他想邀请元鼎城的英雄给自己的星魂酱玩具代言，所以他需要四叔出手去帮自己这个忙。与此同时，坐在桌子对面的齐格就询问朱拉什么是星魂酱玩具，因为在他的认知里，星魂酱这三个字就代表着杀人工具，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将杀人工具做成玩具。对此朱拉就让他别去在意这么多，因为他觉得天都人总是喜欢搞这些花里胡哨又没用的东西，所以他们现在就只管吃就行了，别人聊什么他们可以不必在意。然而在他话音刚落之际，他却突然留意起了那位给他们桌上菜的侍女。等到那名侍女转身离开后，他就小声的让齐格去观察一下那个人，因为他从那个人身上感觉到了一丝异样，而这种异样则来源于他们体内的境界压制装置。所以朱拉就有点好奇，刚刚那个给他上菜的是不是自己人？书接上回，当来自平天圣宗的朱拉发现宴会上有疑似同为弥伦国卧底的侍女以后，他就在想回去以后要不要给莫奇族长汇报此事，但转念一想以后，他还是觉得直接给圣宗在军战司那边的高层汇报此事会比较稳妥。然而下一秒，今天原本只打算来宴会吃白食的他，却又有了新发现，随即他就立即让身旁只顾着吃饭的齐格跟自己一起观察一下宴会上的另一个侍女，因为他发现此刻在不远处上菜的那个女人跟莫奇族长之前开会时所提到的目标人物十分的相像。由于此人目前处于失踪状态，所以他询问身旁的齐格，他们要不要立即去跟族长那边汇报这个发现。与此同时，跟他们俩同桌的四叔却在仔细把玩着自己朋友做出来的星魂酱模型玩具，然后他还提议让朋友回去用对魂力存在敏感度的特殊材料，将模型的关节处做成可活动部件。
他此话一出，那位带来模型的老哥就如醍醐灌顶一般，瞬间就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如果利用那种材料的话，模型玩家就可以使用魂力去操控手上的星魂降玩具，而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可以去请阵法大师来布置一个按比例缩小的模型场景来作为模拟战场，这样玩家之间就可以操纵自己改造的星魂降玩具在里面进行实时对战。如果发展顺利的话，后期他们还可以用圆顶城之战来作为模板，设计出任务模式给玩家们进行团队对战，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锻炼孩子魂力的口号去选拔优秀的星魂师，再加上宋宪南代言的话，他们的这个计划或许还能得到朝廷上的支持。与此同时，在四叔他们脑洞大开的时候，我跟老爷子则在内厅中给各位官员敬酒，毕竟以后在朝廷中我也是有爵位的人了，所以得跟他们这些官员多接触一下摸摸底。而我们在敬酒的时候，林公公则跟自己的手下小声地吩咐了点事情，并让那名小公公现在就立即去处理此事。随后那名拿到任务的小公公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到了兵部瞿大人和刑部杨大人的身后，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小声地邀请瞿大人到院外说话。这个举动瞬间就让以瞿大人为首的其余6部官员们警惕了起来，因为早前他们已经跳出来闹事了，所以此刻大公公的手下这么做，他们肯定会有所担忧。而鲍大人作为在场大皇子派的头号支持者，此刻却只能静观其变，因为在场的那2位外域圣阶强者比他家的老祖要强上不少，所以在瞿大人他们得出结论以前，他暂时是不会有进一步行动的。而坐在他们对面的冷大人也留意到了这一幕，因为绣衣局作为专门监察内政的机构，所以他对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荒唐事也格外的关注。与此同时，得到邀请的瞿大人则跟随着那位小公公去到了院外墙边静候吩咐，而林公公那边的意思则是让瞿大人放下与宋家的恩怨情仇，不管他是出于任何目的都好，大公公都希望他能先顾全大局，并提醒他宋家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所以大公公让他不要去惹恼宋家。对此，瞿大人就表示自己愿意服从大公公的安排行事，并一脸谦逊地感谢起了大公公的提点。然而这一切都是他故意演出来的。在那名传话的小公公离开以后，他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起来。其实他之所以敢在封赏仪式上用计挑拨鲍家和宋家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林富光这个老狐狸在来永安城之前有暗示过让他们出头去打压宋家，所以此刻大公公想以怀柔政策去拉拢宋家的决定，就等于是背刺了他们这些出头鸟，并拿他们去当祭品来博取宋家的欢喜。与此同时，在那名小公公回去内厅的时候，之前跟着瞿大人一起闹事的鲍大人也悄悄地摸了出来，找瞿大人打探消息。而鲍大人在见到瞿大人的一脸愁容以后，就立即询问是不是大公公怪罪他们了，并摆出了一副极度厌恶的神态。毕竟他所在的鲍家也是有圣阶强者坐镇的，所以他并不怎么害怕被怪罪的事情，再大的麻烦也有人可以替他出头。对此，瞿大人则暗自窃喜了起来，因为他正愁着要用什么借口继续去挑拨鲍家跟宋家之间的关系呢。所以鲍大人这个傻狍子的出现，简直就是对他的雪中送炭。对此，他就将计就计地表示自己明白了大公公的意思，毕竟宋家现在展露出来的实力远超预计，所以此刻再去得罪宋家的话，他们完全就是在自讨苦吃。然后他就假惺惺地去劝说鲍大人要以大局为重，他那点个人荣辱就全当作是为了朝堂和为了大皇子殿下。然后他还表示，既然宋家有如此实力的话，他们若是将其拉拢收服于大皇子麾下，也未必不是大功一件。与此同时，在瞿大人用计去挑拨鲍大人的时候，绣衣局的冷大人则悄悄地在一旁的墙角处观察着，而作为大皇子派系头号支持者的鲍大人则傻乎乎地以为瞿大人是在真心为大皇子殿下考虑，并称赞起了对方此举是忍辱负重，深明大义。他今天其实也很不服气，他们今天的失利完全就是因为宋秉川那个老匹夫竟然跟呼延家的圣阶强者勾搭上了。而更让人气愤的是，那个庶子宋云祥竟然也跟自己的先祖一样勾搭上了西水国的圣阶强者，所以他认为宋家这次赢得一点都不光彩，手段还非常的下作，简直就是男人之耻。然后气不过的他还大声的咒骂道，宋家就是天都之耻，大丈夫在世就应该靠自己的实力堂堂正正的去证明自己，靠外邦女人来借势，完全就是在狗仗人势。然而他话音刚落，就被突然出现在墙上的三太爷给怼了回去，因为他早就料到这2个老不死肯定会在背后编排自己，所以他在看到他们离席以后也悄悄跟了出来。对此，瞿大人和鲍大人都被他吓了一跳，甚至鲍大人在质问三太爷为何会出现的时候，还改口尊称起了对方四海侯的爵位，而三太爷则表示自己在家想去哪就去哪，他们这些外人还管不着，就算他在这里掐死2只蚂蚁，也不会有人敢有意见。对此，瞿大人则感觉到自己想要的机会来了，因为此刻就是他挑拨宋家和鲍家之间最好的机会。随即他就询问宋秉川是否有听完整他们的对话，然后他就表示他跟鲍大人都是大皇子殿下的人，并正式向宋家送来入伙邀请，并且他还表示，只要宋家为大皇子殿下效力的话，他和鲍大人就可以大度一些，不计前嫌的和宋侯握手言和。对此，三太爷就表示自己有点耳背，听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表示，想让我们宋家效力的话，就等大皇子真的当上了太子以后再说。而立功心切的鲍大人在听完了四海侯的话以后，就愤愤不平地跳了出来，并严肃地表示，从龙之功就摆在宋家的眼前，他希望宋家莫要不识抬举。对此，三太爷算是听明白他们的意思了，然后一脸狡诈地询问他们俩，
是不是在暗示大皇子内斯想要造反早日登基，所以才这么着急来拉拢他这位圣阶强者入伙？而三太爷此话一出，瞬间就点燃了鲍大人的怒火。愚公身为朝廷重臣的他，绝对不允许有人随便污蔑当朝皇子。于斯大皇子是他家鲍贵妃的孩子，他就更不允许对方拿鲍家来胡说八道。所以他再次奉劝四海侯不要不识好歹，枉费他们的诚心相邀。对此，三太爷就不打算继续跟他们耗下去了。然后他就让躲在墙角处的冷大人出来评评理，因为他认为派系斗争都已经如此激烈了，秀一局也是时候该出来管事了。而躲在一旁偷听的冷大人，在被四海侯点名了以后就愣住了。如果这个时候他出去的话，事情将会向何种方向发展下去呢？而秀一局对于朝廷内部的派系争斗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呢？时光荏苒，宴会很快就进入到尾声了。经历了这么多事故以后，今天的封赏仪式总算是平稳度过了。然而表面上风平浪静之下，却依然有着暗流涌动。好不容易恢复实力的三太爷，却跟中州鲍家的人起了矛盾。虽然这一切都是兵部的杨大人在背后推波助澜所引起的，但这依然给我们宋家的未来埋下了一颗不安定的种子。不过幸好的是，和三太爷一样溜出来偷听的人，还有来自秀一局的带刀御史冷锐。他在被三太爷点名了以后，就从墙角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的突然出现让杨大人和鲍大人都吃了一惊。对此，三太爷就立即向其表示，刚刚那两位大人跟自己说大皇子企图造反，并且想拉我们宋家入伙，所以他建议冷大人把他们两个抓起来好好拷问一下。而冷大人在听完三太爷的话以后，就奉劝杨大人和鲍大人以后要注意好自己的言行。身为天都朝廷的重臣，有些话可不能乱说的。他知道三太爷的话里多少有点浮夸的成分，所以他建议今天的事情大家就此作罢，但他们俩所说过的话，他依然会如实上报回去的。对此，鲍大人却提出了异议。然后他还很不服气的让冷大人先去查查四海侯的罪行，因为假死欺君在天都刑法里可不是一件小事。然而冷大人却驳回了他的请求，然后再次提醒他圣阶强者是不可妄议的，即便他鲍大人是朝廷重臣也没资格这么做，并且冷大人认为即使对方有欺君之实，自己也不应该在这个场合下去处理此事。对此，三太爷就立即让冷大人停下来，并奉劝他有些话可不能乱说。虽然他对冷大人的处理是没什么意见，但他感觉对方后面所说的话是在给自己乱安罪名，所以他就一脸严肃地走了上去，让冷大人给自己好好解释一下什么叫欺君之实。然后他就询问冷大人是不是没有听说过自己不死鸟的称号。假死这种事他又不是第一次做了，所以他就指责冷大人刚刚那番话是在毁他清誉。随即三太爷还表示，他可从来没说过自己死了，所以那些陨落的传言都是他们那些官员擅自以为的。然后他还以诽谤圣阶强者的罪名威胁起了鲍大人他们，并询问他们怕不怕自己哪天走夜路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暴毙了。对此，冷大人则立即出声打断了三太爷的话语，并神情严肃地去警告四海侯要适可而止。然后他就表示，圣阶在天都的地位上虽说是不可侮辱的，但天都朝廷的威严同样也是不可被蔑视的，所以他不允许有人当着自己的面去威胁在朝命官，即使对方是圣阶强者，他也不可以视若不见。与此同时，他此话一出，瞬间就让杨大人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如果有秀一局给他撑腰的话，他的计划就可以再往前推进一步。对此，杨大人就立即趾高气扬地指责起了三太爷对他们的无理诽谤，并且他还表示宋秉川在10几年前假死脱身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天都八将和侯爵的身份了，所以他质问宋秉川凭什么敢威胁他们这两位朝廷命官。随即跟杨大人同一阵线的鲍大人也做了跟进，他也质问起了眼前的这位草民是不是在藐视他们这些天都朝廷的重臣。对此，三太爷则一脸淡定地去询问他们，凭他圣阶3重的实力是否够格，不够的话他还可以在弹指一挥之间弄死他们。而鲍大人对此却不以为意，并且还非常嚣张地表示，若是宋秉川有种杀他们的话，当年为啥要假死逃遁呢？对此，杨大人也趾高气扬地出言去挑衅三太爷，让他有种的话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了他们。而杨大人此话一出，三太爷瞬间就起了杀心，因为眼前这两个跳梁小丑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像这种动动手指就能做到的事情，他之前只是不想去计较罢了。而冷大人在看到四海侯出手的时候，就瞬间被震慑到了。虽然在他的认知里，这件事双方都有错，但他还是不能允许有人在自己眼前无故杀害两位朝廷命官。随即他便挥舞着手中的长刀挡在了杨大人他们身前。纵使这一击是出自圣阶强者之手，他也要尽全力去保护好身后的朝廷重臣。由于交手双方在实力上有着巨大的实力差距，所以冷大人就只能利用自身过硬的刀法去强行改变那道魂力斩击的方向。虽然结果是成功将对方的攻击抛向了天上，但冷大人的自身也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对此，三太爷就勉为其难地称赞了一下对方那精妙的刀法，因为他觉得眼前这位小小的天阶高手还是有点东西的。虽然自己只是使出了1/1000的力量，而冷大人却根本没有心思去搭理此事，因为他从四海侯这随手一击中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如果真如对方所言的话，刚才他的全力抵挡于对方而言就只是个笑话罢了。与此同时，
在冷大人思考要如何继续保护身后的同僚时，被刚刚那一幕吓得涕泪横流的鲍大人也感到了一阵后怕，因为他不敢相信对方竟然真的敢下死手。而一直在推波助澜挑起事端的杨大人则偷偷地躲在了鲍大人的身后，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次有点玩脱了。对此，三太爷就对冷大人表示，刚刚是他们俩要求自己去杀他们的，所以身为天都中最有种的男人，当然会满足他们这个小小的愿望的。而鲍大人在听到这话以后就更不乐意了，并表示自己回去一定要在朝廷上参他一本。然而知道自己玩脱了的杨大人则躲在后面不敢出声。他今天之所以以身入局，就只是想利用鲍家来激化大皇子和二皇子之间的派系矛盾而已。但如果让他自己用命去制造祸端的话，他是肯定不愿意的。既然如今宋家对大皇子反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他就打算见好就收了。随即他就随便撂下2句狠话以后，就急匆匆地往宴会内厅的方向走去。他这波连滚带爬的操作让鲍大人瞬间傻眼了。他估计没料到，原来这事还能这么玩吧？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所以在杨大人离开后，他也装模作样的跟在其背后一起离开。对此，冷大人则向四海侯表达了歉意。虽然他知道自己那2个同僚有错，但他也有自己的职责所在，所以他希望四海侯能原谅自己的冒犯之举。对此，三太爷则不以为意。然后他还询问冷大人要不要跟自己一起去厕所方便一下，这让一向冷言冷语惯的冷大人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眼前这人实在是太有松弛感了。与此同时，在这件事情完结了以后，封赏宴也来到尾声了。在老侯爷出去跟贵宾们打招呼的时候，大伯宋清就接替起了他的工作，去招呼朝廷的官员们。而我在收到夏玉国萨马林家族的邀请后，就带着呼延前辈去了外场，跟他们俩打起了招呼。然后我就得知了奈拉小姐竟然是呼延家准媳妇的事情。等我跟萨马林家的人接触完了以后，二伯宋波就过来给我介绍了几位商界的前辈，其中就包含着来自中州张家的张大贵少爷。在跟二伯他们聊完了以后，我就独自走到了孔老他们那桌，而他所带来的几位家主大人就立即借机向我表达了敬意。对此，我就跟他们说，大家以后好好表现的话，回报肯定只大不小。与此同时，当宴会准备结束的时候，大伯宋清就代表着我们宋家在内厅中跟那些官员们一一拜别。而在官员们离场的间隙中，天都炼器间的沈大人就邀请我过去跟他们沈家在永安城的分支见一面，并表示在炼造方面，如果我有需要帮忙的话，他们沈家必定会全力协助的。对此，我就感到了万分荣幸。不过最让我高兴的是，小文竟然也跟着一起过来了。只要看到他那天真无邪的笑容，我就非常开心。在将小文抱入怀中以后，我就拿起酒杯跟沈家的人打起了招呼。汤师傅和沈代两夫妇在见到我以后也如释重负了起来。之前他们俩还担心我不会来见他们了。快乐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在送走了沈家的人以后，我就来到四叔那边打招呼，而他的小伙伴则非常激动地跟我介绍起了他的生意大计，甚至他还邀请我去给他的模型玩具做代言。与此同时，当天色渐渐昏暗下去的时候，宾客们则陆陆续续地开始了离场，而我们宋府的家丁们则开始将宾客们的贺礼往仓库中转移。这笔巨大的财富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如虎添翼般的存在，就算之后大战再急，我也不用去担心丹药的库存了。等到送走了所有宾客以后，我疲惫的身躯终于可以好好的松口气了。要是有机会的话，我真想好好的睡一觉，虽然过程真的很累，但这也是我们宋家上下最齐心的一次了。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在封赏仪式结束了以后，我的师姐黄妙英则表示她需要我的帮忙，所以她就留在了中院的会议室中。而我在了解了一些情况以后，就感到了少许的错愕，因为根据她的情报显示，西水国的狼环公主居然在南荒沙漠里失踪了。由于此事我前世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也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她去寻回这位公主殿下。对此，师姐就表示，她在来我们宋家之前就做了一些调查，那伙劫走西水国公主的黄帽子团之所以敢这么做的原因是，他们从弥伦国的军战司那里得到了一批神秘的古代文明设备，而这也是师姐必须要我跟她一起前去救援的理由。因为情报中显示，那批神秘的古代文明设备是南影计划的关键所在，所以她需要我去查明这个南影计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她估计这或许跟即将到来的兽潮有着必然的联系。我是万万没想到的，封赏仪式才刚结束几个小时，阿妙师姐就给我带来了关于南影计划的线索。现在看起来前世的我还是稍显稚嫩了点啊。在师姐给我们提供这则情报的时候，在场的宋家骨干们就立即提起了兴趣，就连一向吊儿郎当的三太爷也一改常态的专心听讲了起来。对此，师姐就表示，这个南影计划是弥伦国军战司那边针对南荒联合防线所设计的一个秘密作战计划。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施的话，天都国的南部边境以及西水国的山南道都会受到波及。对此，老侯爷和宋清大伯就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们宋家现在才好不容易恢复了点实力，结果却又遭噩耗，并且此次是外敌来犯，所以我们宋家作为镇守天都国边关的圣阶家族是必须要全力出手去阻止的。而我在听完这则情报之后，就向师姐求证了一下这份消息的可靠性，如果消息有误的话，就会耽误我接下来对南荒防线的针对性防御部署。对此，师姐就表示，相同的担忧她也有，所以她才会一回到西水国后就开始着手去调查关于兽潮预兆的事情。随后，西水国的暗境司就从弥伦国那边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就顺藤摸瓜地调查到了这个南影计划，所以他认为这则情报是真实可靠的。而我在听到暗境司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再次想起了那个老妖婆。虽然此人有点一言难尽，但在他的管理下，暗境司的工作能力还是相当出色的，所以我也开始重视起了这个南影计划。对此，大伯宋清就想从黄竹国那边得到更多更详细的情报，因为他是镇守长城的铁壁军的最高统领，所以他想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更多细节，这样他就可以提前做出相应的部署。而很遗憾的是，由于时间比较仓促的原因，师姐她目前也知道的不多。对此，师姐还表示，她在调查狼皇公主失踪之事的时候，还调查了一下那伙来路不明的南荒杀贼。而在此调查的过程中，他就发现对方从弥伦军战司那边得到了一种未知作用的古代文明设备，所以他认为狼皇公主失踪案和南影计划是有所关联的。对此，大伯宋清也给黄竹国大人透露了一则情报。当时狼皇公主的飞船在通过防线进入南荒腹地进行实战测试的时候，他其实也派了一支15人的中队一直在远处暗中保护着他们。而师姐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神情立即就严肃了起来，因为他认为这是天都国对西水国新款量产新魂将测试的窥探。对此，大伯就立即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并且他还特意交代过那支中队，只允许他们在暗中保护。而坏消息是，目前这支队伍也全体下落不明。当时他们在跟随狼皇公主深入南荒腹地以后，就遇到了没有信号的问题，所以他们只能靠人力往返去有信号的区域里汇报任务情况。而他们最后一则任务简讯是在狼皇公主出事前的一天传递回总部的，而且消息里并没有提到他们有遇到任何的异常。对此，我在听完了以后就有了少许疑问，既然大伯的铁壁军中队也一并失踪的话，那师姐那边的人又是如何得到屏幕上的这个画面的呢？随即他就表示，他们在狼皇公主的飞船上特别配置了一个最新型的小型基站，来确保测试数据的安全性，所以飞船的所有监控画面以及测试记录都会实时传输回西水国中。而我在解除了疑惑以后，就询问了一下大伯对此事的看法，因为这是和他的铁壁军也有关系，所以我认为他们内部应该也已经开始了相应的调查。对此，他就表示，那支被派往南荒腹地执行保护任务的中队是一支在南荒作战里非常有经验的侦察兵，所以他推测，如果敌方能让他们在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情况下失踪的话，这就说明敌人的低阶战力肯定有着数量上的优势。保守估计，敌人的数量至少是那支中队的4倍兵力以上，才能做到瞬间将他们压制下来或者歼灭。而且据他所知的是，狼皇公主的船上应该是有天阶高手随行护驾的，那这样就说明了敌方在高阶战力方面也有着天阶中后期以上的强者，并且结合任务情报画面来看的话，这伙南荒杀贼中还有着圣阶强者坐镇，以及能使用雷电之力的始源新魂将。而整件事情的关键就在于，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中显示，这伙敌人能够在危险重重的南荒腹地中神出鬼没，并且在目的达成以后，还能在短时间内隐匿行踪。对此，大伯就推测敌方的阵营中还有着一位能力卓越的阵法师坐镇，并且他们的据点很可能就是建立在强大的隐匿阵法当中。对此，阿妙师姐就表示，他的意见和宋帅的一样，因为根据一些旧帝国的记录显示，南荒腹地中是有着一些当时遗留下来的天帝国前线据点的，而且这些据点外围还有着强大的古阵法保护，所以他认为，无论是寻找狼皇公主的行动，或者是勘破南影计划的阴谋，他都需要一位4星以上的阵法宗师来出手协助侦查。而当他在提出了这个任务需求以后，会议室里的众人都立马将自己的目光纷纷锁定在了我这个晚辈的身上，里面还包括着一直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的三太爷。对此，我就感到了少许的无奈。世上果然有些事情是不能太过于显摆的，如果早知道如此的话，我就不给他们展示自己的阵法造诣了。而阿妙师姐也没有给我任何拒绝的机会，并立即神情严肃的点头表示，我就是他所需要的那个阵法师。不过他的此次行动毕竟是一次紧急的救援任务，所以在战力方面，除去我这个阵法师以外，他还从西水国那边带来了一支精锐小队。对此，老侯爷和大伯就都表示，他们可以从影卫里面和铁壁军中各抽调出一支装备了新型机体的精锐来协助我们的行动。而我在听完了以后，就拒绝了他们这个提议，并且表示我跟师姐是先去侦查而已，所以人多了反而更碍事。对此，老侯爷就让我们自己把握好分寸，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尽管开口。为了两国之间的联盟也好，为了查明南影计划的细节也好，我们宋家都必定会全力以赴的。而三太爷对此就询问我需不需要他跟着一起前去，并且他还建议我们先别去管这么多，当下最紧要的事情是先去找到那伙黄帽子团的驻地。而在他老人家看来，只要弄清楚了敌方的驻地在哪以后，就一切都好办了。他们3尊圣阶大神只要联合起来的话，完全就是一场碾压局。在此等阵容面前，敌方的那一位圣阶是完全不够看的。对此，我连忙让三太爷冷静下来先。虽然这个想法是很好，但因为我还有事情是需要他老人家帮忙去办的，所以此次行动暂时还不需要如此劳师动众的。而三太爷在听到我有事需要他帮忙以后，就立即来了兴趣。不过我让他在会议结束后再来找我。随后老爷子就询问起了大伯有没有给黄柱国大人安排好接待的住所。对此，大伯就只能略显尴尬的表示，由于永安城里的大驿馆被孔家那边拿去安排给了封赏使团了，所以今晚他只能委屈一下黄柱国大人去他铁壁军驻地中的宾馆将就一下。对此，老侯爷就询问黄大人会不会觉得军中的宾馆设施比较简陋，并客气的提议如果他不介意的话，今晚也可以在宋府这里暂住一宿。
然而老爷子在说完这些客套话以后，却得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回答。阿妙师姐竟然不假思索地表示，她今晚愿意在宋府中留宿。这一下让老爷子瞬间感受到了一阵无语，自己只是稍微客气一下而已，他是完全没有想过这位圣阶强者竟然会如此不客气的。与此同时，在我们讨论如何去营救狼皇公主的时候，那伙藏匿于南荒腹地深处的黄帽子团则在做着一些不为人知且非常可怕的实验。在一声异于常人的嘶吼声中，黄帽子团第2据点的机库里又有一名倒霉的星魂师永远的倒下了，而死因则是魂力耗尽。而那台停靠在机库中的那架巴塔型量产星魂将的4肢看起来则跟凶兽的别无二致，而且这种类型的机体在他们的机库中还有着很多，型号几乎包括了东大陆所有国家现役的装备。而那些在机库中工作的技工师傅们在看到又有星魂师死亡的时候，却将其称为消耗品，并且由于目前消耗品库存快见底了，所以就有人在小声地嘀咕着，想从那批新抓来的俘虏中借几个过来用用。与此同时，在黄帽子团拿星魂师的生命去做实验的时候，那些来自朝廷的重臣们却在永安城的酒屋包间里享受着。在封赏宴结束后的晚上，阮大人就偷偷地约了鲍大人一起去驿馆外的酒屋谈事情。而跟阮大人是连襟的鲍大人在酒过3巡以后，就跟阮大人表示，他跟阮兄之间是真正的自己人，有什么话都可以但说无妨。对此阮大人就直说了，因为他觉得瞿大人今天的表现有点奇怪过头了，所以他担心鲍兄着了对方的道。而鲍大人则表示自己也有同样的看法，并且他从今天瞿大人的表现中还看出了对方肯定不是真正站对大皇子这边的人。对此阮大人也认可了这个说法，并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因为他觉得鲍兄今天配合瞿大人的行为有点过了头，所以他担心之后会有其他不好的事情发生。而鲍大人在听完以后则表示，阮家跟鲍家不一样，他今天这么做都是为了自己的圣阶家族而已。他很清楚，对于那位陛下来说，因为一些小事互相看不过眼且彼此之间有矛盾不和的天都八将才是最好的天都八将。话已至此，阮大人瞬间就清醒了过来，并询问鲍兄是不是在利用瞿大人来故意将鲍家置于宋家的对立面上。对此鲍大人就表示，如果按原计划来执行的话，宋家被发现是孱弱不堪的，他们这些6部官员就会捏造一些罪证去打压一下就算了。但既然宋家是如此这般的强大了，那他们就根本不用再去做些什么了，因为来自于陛下的忌惮可比那些莫须有的罪证好使多了。而阮大人在听完了解释以后，就称赞起了鲍兄的高明手段，因为他也知道朝廷内派系矛盾的越多，这样陛下的平衡之术就越有利，这样鲍家还能因为宋家的强势而获得陛下更多的资源倾斜。对此鲍大人就让阮兄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他不知道瞿大人今天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只是在见到有这么好的机会以后就顺势利用了一下罢了。然而阮大人其实还有着另一个担忧，虽然知道鲍兄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他觉得对方今天的演技实在是太浮夸了，所以他担心那几位陛下的眼线也跟自己一样看出了鲍兄是在演戏。对此鲍大人就表示，自己演的好不好是无所谓的，事情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这些人要向陛下做出表态，并且他还告诉阮兄，今天在封赏仪式上演戏的人又不止他一个，宋家那老匹夫不也配合得挺好吗？因为他知道今天最大的赢家依然是宋家，既向陛下展示了实力，又故意树立了和鲍家圣阶对立的形象，这样互相平衡的宋家和鲍家对于陛下来说才都是稳定可控的。话及此处，鲍大人则感到了少许惋惜，因为他觉得自己所效忠的大皇子殿下好像不怎么会这些帝王权术。对此阮大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大皇子殿下不懂这些，所以他才始终不明白父王扶持起2皇子和他互相砥砺的良苦用心。不过幸好的是，3皇子是个只好声色犬马的混世纨绔，只要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大皇子就还有时间去学习成长，而2皇子那种为了理想不管不顾的性格实在是太容易打破大势平衡了，所以他认为2皇子是绝对不可能成为继位人选的。对此鲍大人还认为，按照今天的情势来看的话，宋家是早晚都要重返天都城的，而这也是中州各大家族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与此同时，在鲍大人他们讨论着帝王权术的时候，我们宋家和师姐的会议则刚好结束，而会议的最后，老爷子就让我去给师姐安排好今晚的住宿。而之前听说我有事相求的3太爷在会后就立即找了上来，并摆出一副老好人的样子来询问我到底需要他去做些什么。随即我就询问他，以呼延前辈目前与他老人家的关系来说的话，我希望3太爷能帮我去呼延家那边刷脸借兵。而这个问题一出，3太爷瞬间就想到了我是在为了不久之后的受朝做准备，但借兵这事他说的可不准，如果他亲自去的话，估计还有点成数。对此我就交给了他一张储物符，并让他拿着这些丹药去给人送点礼物。现在我走出去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我总不能让家中长辈出去办些空手套白狼的事情吧。对此3太爷就称赞了一下我的做法和准备充分，并询问我想从呼延家那里借多少兵力过来，而我则表示兵肯定是越多越好的，并且我让他注意好时间，别到处乱逛，务必要在10天之内赶回来宋家。对此3太爷就让我放心，并表示自己办事肯定让人满意。等到他离开了之后，阿妙就走上前来询问我借兵的事情是不是在为未来那场大战在做准备，而我在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以后，也询问了他回去西水国后是否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对此阿妙就表示自己拿不出证据去说服西水朝廷派大军过来驻守，所以
他只能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尽可能的调集了一些战力。随后我们就一边聊一边走的回到了宋府东院里面，而大木叔则一直在大门附近等候着我回来。而他在见到我之后就第一时间给我汇报，顾家的家主顾英女士今晚特意前来拜访我，并已经在东院会客厅中等候我多时。对此我就询问了一下大木叔，他知不知道对方前来拜访是所谓何事。按理说他们顾家在封赏结束以后就应该回去南州那边了，而大木对此则表示自己不清楚，并且他还表示顾英女士此次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前来拜访。对此我就让大木叔吩咐清代去给阿妙准备好客房，并将师姐交给他来接待，而阿妙则让我早去早回，因为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去南荒沙漠里执行任务，所以他希望我能好好休息一下。随后大木叔就开始接待阿妙前去客房的方向。而我们不知道的是，黄妙英今天在来到宋家以后，也在不断审视着我们的实力。等到他看清楚了大木叔的修为以后，就感到了少许错愕，而且这已经不是他今天见到的第一个高位凡阶下人了，因为在他的印象里，宋家立足于南荒边城这里也只不过短短10几年而已。如果再加上同样有着2位素人的情况下，再给宋家一段时间去发展的话，恐怕就可以达到他们黄家的程度了。与此同时，在处理好阿妙师姐的住宿以后，我就马不停蹄地去到了会客厅里，面见了南州顾家的家主大人。而他在见到我以后，就立即向我道了个歉，希望我不要介意他大晚上来打扰我，并一脸谦卑地称呼我为宋爵爷。对此，我在招呼他落座以后就表示，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要见外了，他有什么需要我这个晚辈帮忙的话，直说就是了。而他则表示自己独自前来确实是有事相求，但在这之前，他希望我能听他讲一个故事先。故事的开始，他要从几十年前开始说起。当时他还只是20出头的小姑娘，因为痴迷于剑术的缘故，初出茅庐的她就离开了顾家，出去四处游历。后来在各种因缘际会的巧合下，她在南州游历的过程中就结识了3位同样痴迷于剑道的好友。后来因为他们4人在结伴游历的时候行侠仗义，为不平事仗剑而为，逐渐声名鹊起。世人从那以后就将他们称作为南州4剑。但好景不长，他们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那位被鹤鸣大哥视作为至交好友的男人，竟然是弥伦国派过来的密探。而鹤鸣大哥也因此一度借酒浇愁，一蹶不振。后来剩下的2人为了让鹤鸣大哥重新振作起来，就决定带他去西水国那边游玩散心。但他们这好心之举却在无意中酿下了大错。可能鹤鸣大哥自己也没曾想过，他竟然会在西水国里遇到了自己这一生中最大的劫难。徐鹤鸣徐老在天都国内曾经也是一代天骄般的存在，但世事弄人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修为还一直卡在天阶巅峰大圆满的境地。而且好巧不巧的是，当年他被挚友背叛后，就被顾英他们拉着去了西水国的全城游玩散心。而在那里，他与一位西水国的少女相遇了，2人一见倾心，甚至他们很快就私定了终生。然而当他准备和那位少女离开西水国返回天都的时候，他才骤然发现，那位叫黄素妮的少女竟然是出身于地位非常显赫的圣阶家族全城皇家，并且她自身还是一位先天素人。对此我在听顾英讲到这里的时候也稍微有点惊讶，因为我没有想过徐老那家伙竟然和师姐的家族有着这样的渊源。随后顾英就给我讲述了一下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他险些就被阿妙师姐用魂力威压给埋进了土里。虽然他们3人在凡人的眼中都是少年天阶的人中龙凤了，但在真正的圣阶强者眼里，天地玄黄也只不过是被统称为凡阶的蝼蚁而已。不过万幸的是，那时候的阿妙师姐因为要顾及黄素妮的感受，所以就选择放了他们一条生路。而徐老则因为这份屈辱以及他对素妮忠贞不移的爱，在全城的100丈高墙下立下誓约，他此生一定要以凡人之躯踏入圣阶之列。而在顾英的眼里，鹤鸣大哥的这份誓约既是他的前进动力，也是他此生中最大的劫难，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期盼着入圣之日的到来。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用尽了所有办法，也依然无法跨越那道圣凡之别。而凡人的寿元终究是短暂的，那份誓约则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侵蚀着他的内心。而我在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也由衷地表达了一下自己的钦佩之情。不过如果他不是如此执着的话，估计也不会与我相遇。对此顾英就表示，他知道鹤鸣大哥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来到我身边的，所以今晚他厚着脸皮来找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或者手段可以让凡阶天才踏入圣阶之列。而我对此则给了他一个确切的答复。当下这个时代的成功率虽然不高，不过我确实是有些手段，正想做点实验，而且如果真能推几位天阶巅峰入圣的话，这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对此顾英心头上的那块大石头总算是可以放下了。虽然这个答案让他感到匪夷所思，难以相信，但只要对方的实验能成功的话，世上就从此再无圣凡之别的这个说法了。随后他就在巨大的震惊中选择了直接向我下跪叩首，请求我赐予鹤鸣大哥入圣之法。为此他还愿意给我奉上一个重大的秘密。对此我连忙上前去搀扶他起来，他整这出实在是让我这个后辈有点难以接受。不过在这之后，我还是很想知道他口中的秘密到底是些什么，而且这个秘密竟然能重大到让他认为可以拿来跟我交换入圣之法。对此他就表示，这个秘密不仅与10几年前的那场地灵之战有关，而且跟地灵秘境还有着很深的联系。与此同时，在顾英给我讲述那个秘密的时候，身为此次封赏特使的林公公则展开了他的行动。而他在把一位名叫孙觉尘的小公公传唤到自己房间以后，他
他就询问起了对方是否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拜入他门下的。对此，孙公公就表示，他8岁便净身入宫，此后的10年时间里，他都一直在内廷中伺候陛下。后来幸得陛下中意，所以他才被特招进了耶世间，并在3年前拜入了林公公门下。而林公公在听完了他的回答以后，就表示，孙公公在耶世间里面也算是老人了，虽然天资一般且才能匮乏，又没有什么经验，但他很欣慰孙公公能时刻记得陛下的恩宠，所以他秉持着陛下用人胜在忠心勤勉的份上，他决定是时候给孙公公加点担子了。对此，小孙就立即感谢起了林公公的提拔之恩，并表示自己日后有机会的话，必定会好好报答这份恩情的。而林公公却对此表示，让他不用感谢自己，因为这都是陛下的意思。随后，他就站起身来，在房间中宣读了一份陛下密旨，而密旨中则表示，陛下觉得南荒边城这个地方局势多变，所以联合防线是至关重要的存在。对此，陛下就委任一贯钟情谨慎的孙觉臣去担任铁壁军的总指挥，并赋予了他节度南荒联合防线全数天都军队的权利。而孙觉臣在接旨后就表示，自己定当竭尽全力，不负陛下圣恩，往后必谨慎监军，不敢有半分疏忽。对此，林公公就告诉他，耶世间之前暗插在铁壁军中的眼线，在这1-2天之内就会将南荒联合防线的详细情报送过来，所以他让小孙回去提前做好准备，而且过几天他会亲自陪小孙去上任的。与此同时，在我们不知道铁壁军将要换帅的时候，我与顾英的会面也已经结束了。而我在走出会客厅的时候，就让大木叔去通知阿嘎过来找我一下，并吩咐他去护送顾英离开。随后我就向顾英郑重地表示，那个实验我还需要准备几天，所以我让他和徐老回去静候我的消息。等到送走了他以后，我就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不过我在听完那个秘密以后，就觉得自己不能只听顾英的一面之言，因为地灵秘境这个隐秘实在是牵连太多了，所以我决定之后有时间再去找机会查证吧。不过无论如何都好，在兽潮到来之前，让那几个天阶老头突破到圣阶是肯定要做的。但明天这趟去南荒探查黄帽子团的事情却会耽误我不少时间，所以当下我要想个办法去弥补这些损失掉的时间。在我回到永安城以后，各类事件的线索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了出来，这让我觉得上一世的南荒兽潮远没有我想的如此简单。而且在我看来，尼伦国的计划和那群南荒杀贼之间也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所以此行我必去不可。但就算我按计划在10天之内返回的话，也依然会耽误不少时间。不过还好这次我有黑界和众生无相的能力加持，所以我打算试着开个马甲小号来双线操作。虽然黑界的远程链接还需要花些时间去优化，但只要能让链接变得更加稳定的话，我就可以使用寻夏的肉身在永安城这里开展行动。在做好决定了以后，我就让阿嘎去隐卫地牢里将寻夏给我带过来，并让他在我房间附近进行警戒。随后在阿嘎离开后，我就开始召唤小红出来，而这小家伙一出现就开始阳奉阴违的恭喜我这个宿主荣封爵位，并调侃我是杂鱼爵爷。对此我就懒得跟他贫嘴了，因为我忙了一天已经够累的了，所以我就哄着他来帮我继续优化这个黑界的链接。不过在开始对黑界进行改装之前，我就打开了母亲的遗物盒给他看看，并询问他能否查清楚这个盒子里的玉盒是拿来控制什么的。而他随后则仔细查看起了那枚玉盒，并从星网中开始搜索玉盒的相关信息。随即他就告诉我们手上的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独立星端的控制玉盒，不过这个玉盒上的信息都被人为抹除了，而且根据它的对比，这个玉盒应该是一个仿制品。根据星网的资料显示，这种仿制品的制造时间大概是在第18到第29纪元之间。而我在听到这些消息之后就开始思考，现在已知的是，我手上经过改装的黑界和这枚伪控制玉盒都是在第18到第29纪元之间出现的产物，那为什么掌握了此等高度文明的古代人会灭亡呢？对此我就询问小红，什么叫做独立星端，以及它都有着哪些功能。而他在准备回答我问题的时候却突然卡壳了，原因是独立星端这个词在星网上属于是加密信息，如果要搜索相关信息的话是需要星网授权的。然而当他去申请授权的时候，星网却以权限不足为理由拒绝了他的访问。而在我追问他到底知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破大防了，并且他还向我表示他是可以直接连接星网数据库的，所以他当然什么都知道。然后他就把权限不足的锅甩给了我，并表示是因为我权限低才害他无法阅读更高权限的数据的。对此我就只能既无奈且郁闷地继续询问他是否知道这个玉盒是如何使用的，而他则一脸显摆地在我眼前启动了这枚玉盒，并美其名曰给我上指导课。然后在我接过玉盒以后，他就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去使用这个东西。然而当这枚玉盒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我的心头却涌现出了一股不好的预感，而结果也和我预感的差不多。突然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和小红就都被传送进了一个神秘空间里。随后我在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以后，再结合上这种熟悉的传送方式，所以我估计自己应该是身处在某处幻境当中。随即我就打算进行一个小小的测试，而结果却和我所想的不太一样。经过实验证明，这片空间是一处尚未被开发过或者是被人为格式化过的秘境。如果是身处幻境的话，星魂将的构装过程是完全可以省略掉的。而这个发现瞬间就让我兴奋了起来，然后我就掏出了方天画戟，开始修改附近的地形，并准备在此处建造出一栋楼房。对此小红就感到了非常无语，
并询问我这是在干嘛，为什么要突然开始刨地。随后他就指着控制玉盒跟我说，操控玉盒就可以改变秘境中的地貌，只要我想，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实现。对此我就感到了无比的尴尬，为了掩饰尴尬，我就只能默默地开始操控那枚控制玉盒。而我在操控了一番以后，就发现这仿制出来的玉盒和龙海秘境里的那枚是基本一样的，但不同的是，这枚玉盒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秘境，那枚则只能按照既定模板来进行修改。随后在我的操控之下，这处秘境中瞬间就多出了许多大山和奔流不息的河川。在体验完基本功能以后，我就在自己附近构建出了一栋楼房，随后我就解除了构桩，走进了这间房屋。然而当我走进去之后，才发现建筑的内部竟然是空空如也的，这样看来建筑内部也是需要自己创建的。对此我就询问小红，这枚控制玉盒可不可以在秘境中创建出一处时间流速与现实空间不同的区域。而这嚣张的小家伙在回答了我一句应该可以的之后，就开始罢工，并且他还让我自己去探索一下这枚玉盒的各种功能。对此我只能默默地打开了玉盒菜单，然后非常仔细地浏览了一番。而这也让我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因为通过这枚玉盒，我可以将秘境中的时间流速调慢成现实世界的12倍左右。那这样在里面待1年的话，外面也只是过去了1个月左右而已。对此我就觉得可以在这个秘境中创造一个练兵场，这样我方势力都可以在这个安全且隐秘的环境中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而且如果连秘境中的幻境也可以实现的话，那我就可以将前世南荒之战的记忆拿来做模板，创造出一片模拟大战场，供我方战力提前模拟一下。当我在新发现的空白秘境中做着各种实验的时候，去了一趟隐卫地牢的阿嘎也扛着寻下的肉体回到了宋府东院这里。当他向2楼少爷的房间走去时，他就发现侍女长清代竟然一动不动地站在了少爷的房门前，而且他的神情还有点紧张。对此阿嘎就上前询问了一下清代他这是在干嘛，而清代对此则表示自己是因为感觉到少爷的魂力突然消失了，所以他才过来查看情况的。而阿嘎则好奇地往房间里查看了一下，但在门没有上锁且没发现房间周围有布置隐秘阵法的情况下，他也和清代一样感应不到少爷的魂力波动。对此他就表示少爷不久前才让自己去地牢里带个人过来找他，而且他在上来之前还问过马叔少爷有没有出去才上来的，所以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随即经他这么一说，他们2人的神经瞬间就绷紧了，甚至他们还认为是有神秘高手闯入了宋家劫走了他们的少爷。对此清代就提议马上进房查看，并将这事情定义为了紧急情况。随后宋家2大新晋的天阶高手就非常默契的同时启动，2人在进入房间的第一时间还做好了攻防准备。然而下一秒他们就感觉自己有点小题大做了，因为少爷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他们所想的一样发生过激烈打斗的痕迹，但更奇怪的是他们在书房和卧室中都没有找到少爷的存在，甚至阿嘎连洗手间也查看了一番，但也没有任何的发现。对此阿嘎就提议清代让他立即将少爷失踪的情况上报给大木叔。与此同时，正当他们准备将自家少爷列为失踪人口的时候，我就从秘境中传送了出来，而他们2人在见到我突然出现以后都大吃了一惊。对此我也感到有点好奇，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为何会一起出现在我的房间里。不过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的关系，我就没有给他们任何的解释，并将自己的目光放到了陷入假死状态的寻夏身上。随即我就查看了一下他的生命体征，在发现他还活着之后，我就决定拿他来做一次小白鼠，顺便试一下将活物带到那个秘境里，看看有没有哪些副作用。不过我在出发前还是跟阿嘎和清代说了一下，让他们回去各忙各的，不用在意我，因为今晚我做实验会比较忙，所以没时间跟他们解释这么多了。然后他们就这样看着自家少爷在自己眼前消失不见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有着丰富的进出秘境空间的经验的。对此他们也很蒙圈，所以清代就询问了阿嘎，这种情况还要不要通知给宋木总管，而阿嘎则认为应该是没有这个必要了。与此同时，我则带着寻下的空壳肉体进入到了星端空间之中，并将手中的黑戒交给了小红来处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优化黑戒的操控功能，只要降低了远程操控时的延迟，我的这个马甲小号才叫基本注册完成。对此我也是感到了些许庆幸，因为有这个星端空间的存在，我就可以在做各种实验的时候节省出大量的时间，再将时间流速调整到最大的12倍以后，在这里面待3天也只不过等于外面过去6小时而已。对此我就抓紧时间跟小红一起开始了优化工作，然后我就询问他是否可以利用星主系统和秘境空间来间接增强黑戒的远程控制。对此他也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因为在这片星端空间里的时间流速比外面快上12倍，所以这应该可以缩短2边之间的传输延迟。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的早上，老爷子因为担心我昨天太过于忙碌的缘故，今天一大早就来了东院这边找我，生怕我睡过头耽误了黄柱国大人的救援任务。而他在推门进入房间以后，却意外地发现曾经那个整天睡懒觉的孙子竟然准时起床了，甚至他还换好了衣服。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感叹，就被再次震惊到了，因为在他眼前竟然出现了2个宋云祥。而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的是，眼前的2人竟然还同时跟他打起了招呼。而他接下来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眼花才看到了重影，所以转头他就一个劲地开始揉搓自己的眼睛。对此房间中的我们就表示他没有看错，并且在他眼前的我们还能独自运行，做出不同的动作。这下本以为自己见多识广的老爷子算是彻底惊呆了，因为在他的认知里，
就算夺舍的手段再离谱，也不会离谱成这样。对此，我们就搂了上去，安慰了一番他那受到重击的心灵，并解释说自己是用了点特殊手段，搞了个小号来进行双线操作，这样我在陪师姐去南荒沙漠的时候，另一个我就可以留在家里做战前的准备。然后我还调皮的询问了一下他分不分得清楚哪个才是真正的我，这让老爷子瞬间感到了一个头两个大，那双老眼瞪得跟铜铃一样。对此，我就感觉到了非常满意。他这反应就代表着昨晚我的实验非常成功，只是实验成果有些吓人而已。随后我就跟老爷子道了个别，因为真正的我要去跟师姐执行任务了，家里的事情就留给他们俩去处理了。而我在走出房间以后，就终于松了口气。虽然实验是成功了没错，但刚刚一直一人分饰两角，还要自己和自己对话，这是确实是挺累人的，因为过程中需要我将意识的专注点进行左右切换。不过一般时候我就交给改良后的 AI 进行托管就好了，如果一直要我进行双线操作的话，我得当场累死过去。与此同时，在约定好的时间点，我来到了阿妙师姐的客房前，询问她是不是可以出发了。而她对此则表示，我们要先去一趟铁臂军的驻地，然后跟他带来的精锐小队汇合以后，再乘坐西水国的飞船离开。而在我跟师姐准备出发的时候，老爷子就询问我的分身这样做会不会出问题。对此，我让他放心就好。昨晚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了严密的测试，即使出现问题了，我还有几十种设定好的紧急预案来解决。随后，我就拿出了另一份战前准备计划来让他配合我执行。在人员需求上，我让老爷子去给我准备30到50名死囚犯，然后我还让他去通知一下顾院长，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把关押在祭武院的那个女俘虏也一并带过来。对此，老爷子就询问我要这么多死囚犯干嘛？要干活的话，家里就有充足的人手。而我则给他解释说，自己打算参考这个分身的方式，尝试搞一条炼丹流水线出来。因为炼制丹药是当下最耗我时间的工作。当家里的我开始搭建炼丹流水线的时候，时间很快就过去了3天。在这3天里，我跟师姐在南荒沙漠中却毫无收获。我们所乘坐的飞船以公主失踪的位置为中心，搜索了3天，但却连一条线索或者任何有关于黄帽子团行踪的消息也没找到。在师姐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就安慰了一下她，因为像这样子找不到也是正常的。俗话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所以我认为那伙杀贼应该也不会在自己老家附近进行犯案。对此，我就在地图上标记出了几处高亮地点，如果要我去找地方隐匿起来的话，我肯定会选择这几个地方。所以我相信到那里我们应该会有所收获的。而师姐也觉得我说的合理，然后她就命令飞船驾驶员往西边8点钟方向前进。与此同时，在我去找失踪的蓝环公主时，永安城北街的一家书店门外则迎来了一位身穿斗篷的神秘客人。而店里的前台在见到这位客人的时候，就一脸懒洋洋的以书店在盘点书籍为由，让这位客人择日再来。对此，公孙芷意就脱下兜帽亮明了身份，而且他的口中还喃喃细语道：“梦醒镜花水月，脚踏星天万重。”而那位店员在听到这话以后，整个人瞬间就精神了起来，然后他就一脸严肃的让这位客人出示信物来验明真假。对此，芷意就掏出了那枚父王交给他的踏星门令牌，然后他也和对方一样紧贴了起来。而那名店员在见到令牌以后，就带着芷意去到了书店的深处，并打开了一处通往店内密室的暗道入口。随后，芷意在对方的带领下来到了一间位于书店地下的密室当中。对此，那位店员就让他在此处稍作休息，他自己则会去跟负责人汇报情况。当密室大门关上的那一刻，芷意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几经波折之下，他总算是找到了这处踏星门的隐秘据点。而他的父王还表示，这座南荒边城的负责人是一位很不得了的人物，而且父王还再三提醒他，让他万万不可轻视此人，因为对方是传说中玄甲6杰的第7位成员，其代号为足。自从我带领着侍女们进入秘境中训练后，现实世界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3天。然而在这3天时间里，我却是他们所有人之中最忙碌的那一个。在天才画师小紫苏的监督下，侍女特装版微远视就差不多完成了所有设计。当主体设计基本定好了以后，我就利用秘境空间将其投影了出来。从那张抽象的画稿开始到现在设计完毕，真就只有天知道我到底受了多少罪。每当我准备去下单定制这批机体的时候，天才画师小紫苏在机体的配色上就会又提出些新的需求，而且他还想让我将机体的腰部改瘦一点，甚至他还想在腿部加个装饰品。而每当我拒绝他的时候，他就跟我撒娇跟我闹，然后还不断的提醒我，只有在机体上增加代入感，才能提高他们的凝聚力。对此向来耳朵软的我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去进行修改。不过这也总算让我明白了堂姐为啥总是在为赤鸾军的军费到处奔波了。当机体的设计全部定下来之后，就来到了配属武器的环节了。对此，紫苏就希望自己的机体能有一柄像方天画戟一样的长柄武器，这样他就可以跟少爷一起挥舞着重武器去秒杀凶兽。然后他还告诉了我其他人的武器需求。在这几天的训练里，涟漪比较擅长远距离支援，所以他想要一套高精度的射击武器，而宋兰的需求则是想要赤鸾军用的那种刀，而且最好是双刀。在定好了他们3人的武器以后，我就询问了一下他还有没有其他需求，要是没有的话，我就按当前设计去提交订单了，希望姬武院那边能来得及改制出来吧。而在敲定好了专属机体以后，我就让紫苏回去跟姐妹们继续训练。虽然过程很累没错，但对于我来说的话，也算是弥补了一点前世的遗憾吧。那时候没有他们和影卫的拼死守护，
我也逃不出即将沦陷的永安城。与此同时，经过这3天的训练，侍女们的基础战斗技巧就培训的差不多了，所以接下来我就打算让他们进入幻境副本里和凶兽进行实战演练。而这支侍女小队的存在也能为我解决不少的问题，毕竟到时候兽潮来临，影卫肯定是要作为精锐战力抽调出去的，所以到时候保护宋府家眷的任务就要靠他们了。等幻境副本测试完毕以后，我就将大伯的铁臂军和大姐的赤鸾军都拉进来进行训练。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家里的影卫和孔老他们组织的家族战力也必不可少，而且在这里面进行训练还能有效避开外界所有人的监视。毕竟此刻的永安城里还有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存在，我们太过于高调的话，或许会出乱子也说不定。然而，正当我在给大伙设计训练计划的时候，一直保持连接着秘境空间的星主系统却突然弹出了危机预警，然后小红也跟着出现了。对此他就告诉我，星主系统的这个警报是出自于我本体那边，而且系统侦测到那边有能威胁到宿主生命安全的敌人出现，所以他让我立即将意识集中到本体的身上来应对此次危机。对此我就立即做出了响应，在秘境的时间加速下，我的意识几乎是在瞬息之间就回到了本体之上。与此同时，原本在飞船上正在休息的我便猛然睁开了眼睛，随即我就立即告诉师姐有圣阶以上的敌袭来了，并让他指挥飞船做好防御准备，而且对方躲在暗处出手，摆明了就是来者不善。对此师姐就一脸难以置信地询问我是怎么知道有敌人来袭的，因为她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圣阶神识竟然感应不到有任何异常。对此我却没有功夫再去搭理他了，因为系统告诉了我敌方的攻击正在来袭，请宿主马上撤离，所以我只能立即使用风灵阵法包裹住了整艘飞船。而就在阵法生效的一瞬间，敌方的偷袭便从飞船的上方落下，数十道雷霆之力瞬间就将我们的飞船包围了起来。要是没有阵法保护的话，我们估计就已经埋骨于黄沙之中了。尽管如此，在风灵阵法的保护下，我们的飞船依然受到了重击，而这也看得出来对方是想将我们一击秒杀。对此黄妙音就感到了少许震惊，因为他身为圣阶强者，竟然没有提前察觉到刚刚那一波袭击，如果不是师弟及时出手的话，后果完全无法想象，所以他就怒发冲冠地传送了出去准备御敌。虽然他没能察觉到敌方的偷袭，但在正面战场上西水国镇国四柱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而他在构装完星魂降文重以后，就发现刚刚躲在暗处出手的敌人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我们飞船的正前方，而且敌方的周围还充斥着大量的雷霆之力。然而在黄妙音质问对方身份的时候，对面却根本不理他，并再次使出雷霆之力攻向了我。对此师姐就立即做出了回应，星魂降文重身后的武器阵列也携带着雷霆之力飞向了敌方。当这两道相似的力量碰撞到一处时，原本死气沉沉的南荒沙漠瞬间就沸腾了起来，两股雷霆之力则犹如阴阳太极一般不断的互相纠缠又互相排斥，这两台始源星魂将之间就好像天生宿敌一样，命中注定着要走向对立的方向。而对战双方也同时发现了这一点，在不能分出胜负的情况下，两人就都停下了手上的攻击，因为再这样继续互相消耗下去也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与此同时，那伙南荒杀贼的头目在2次出手都未能成功的情况下，就率先收回了自己的感应武装，为接下来的战斗继续做着准备。对此他就感觉自己今天是在走大运，因为他原本只是像往常一般出来偷袭过往船只，打算带点俘虏回去的，所以他从没想过这次咬钩的鱼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星魂降文重。既然如此，他就决定接下来要和对方好好玩玩。而且他很清楚，对面这种老牌圣阶的威名可都是在战场上实打实的打出来的，所以如果稍有懈怠的话，后果会很严重。不过话虽如此，他星魂将张角的名号也不是浪得虚名的，而是在这片沙漠中一步步杀出来的。近期天都国内一直有传言说，弥伦国军战司在酝酿着一个名为南影计划的作战方案，所以这个计划和未来的南荒兽潮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时间回到今天的早些时候，最近暂时销声匿迹于南荒沙漠的那伙黄帽子团的匪首们都被团长大人召唤回了总部之中，召开作战会议。而他们总部所占据的这处古代战场遗迹，则是旧天帝国时期设立在南荒沙漠中的超大型前线据点，其中还蕴含着许多现在已经失落的旧帝国高科技产物。与此同时，在会议开始后不久，团内负责情报收集的干部就告诉团长，弥伦军战司那边给他同步了一则消息，近期在南荒腹地里盘桓的那艘西水镇空舰上疑似有圣阶强者的存在。对此一向沉默寡言的团长就让这名修为在天阶后期的情报组长去继续盯着那艘西水国的镇空舰，而那名叫牛郎的情报组组长在领命后就先行一步离开了作战指挥室，并表示自己一有最新消息就会立即联系团长大人。在他离开之后，另外一名修为同样在天阶后期叫加竹桃的干部就表示，沙雕城的麦西愿意给他们提供沙雕王的作战数据，而交换的条件是对方希望黄帽子团可以派出强者去帮他夺回沙雕城的实际控制权，并协助他击杀麦金将军，为其父报仇。对此团长大人则同意了这份交易，然后还安排了天阶巅峰的老罗和天阶后期的蓝霸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并提醒他们3人速去速回，因为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而在其余干部都领到自己的任务之后，最后一名叫苏塔的干部就询问团长自己应该去干点什么。对此团长就表示，
他在晋升到尾生异虫后的状态依然不太稳定，所以他让苏塔继续待在基地的实验室中接受调制。而苏塔在听到团长的吩咐以后，就气鼓鼓地离开了作战指挥室。与此同时，在安排好所有人的任务以后，黄帽子团的团长就盯着自己桌子上的一幅素描画沉思了起来。而那幅素描画上则记述着他心底里最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个秘密也让团长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作战会议结束了以后，团长大人就独自一人去到了位于基地顶层的研发室中，那些从迷伦军战司手上接收到的古代文明造物就都摆放于此，而在设施中间的那个大坑中，则放置着整个南影计划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整个东大陆未来最大的火段。与此同时，负责执行计划的黄帽子团首席研究员在见到团长后，就兴奋地汇报了一下自己近期的工作成果。他们脚下的这套裂缝诱发装置原本是还需要1个月左右才能完成充能的，但在吸收了之前得到的那些神阶移退以后，剩余的充能时间就有了大幅度缩减。现在他们只要静静地等上10天左右，就可以拿这套装置去进行超大型裂缝的诱发测试了。对此，首席研究员就表示，到时候打开的裂缝规模是绝对足以让圣阶凶兽畅通无阻的，并且他保证这个裂缝可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内稳定维持着。而团长在得知了这个确切的消息以后，就询问起了其他地方的准备工作进度怎样了。对此，研究员就表示，目前他们在南荒地区的5个据点内一共部署了17台裂缝发生装置，其中16台中型设备已经充能完毕，目前就只剩下他们脚下这台超大型裂缝发生装置还在充能中。而团长对此则依然感到不满，并询问研究员是否可以再将充能时间缩短一些。对此，研究员就表示，根据迷伦军战司那边提供的数据来推算的话，他有把握可以将时间缩短到3天之内，但条件是要得到更多的神阶移退。虽然事情是可以办到没错，但按照双方的约定来执行的话，他们只需要启动12台中型设备，并维持10天左右，就可以积累到数量足够配合南影计划实施的兽潮了。所以他询问团长是否真的需要启动这台超大型裂缝发生装置，因为如果按之前的测试数据来计算的话，这台设备的启动可能会招来足以毁灭整个南州地区的圣阶凶兽群的。对此，团长就表示，迷伦国的这个计划是想利用兽潮将天都国的战力牵制在南部边境，然后他们再从北境发动突袭罢了。而他执意要启动这个装置的目的，就是想将战况升级到2国都无法控制的程度，这样整个东大陆就会天下大乱，那群太渊的怪物们也会因此被吸引住，唯有这样他们黄帽子团的计划才能继续进行下去。然而正当他期待着天下大乱早日到来之时，情报组的牛郎就给他打来了紧急通讯。在通讯接通以后，牛郎就紧张地表示，他侦测到溪水那艘镇空舰上可能有着阵法师的存在，而且目前对方正在他们2号据点附近徘徊，所以他担心对方会识破了他们的隐秘阵法。与此同时，首席研究员就表示，他们在2号据点内部署有5台中型裂缝发生装置，如果遭到敌方破坏的话，事情会很麻烦。不过在他之前的测试里，有2头圣阶凶兽被困于该据点内的阵法结界中，所以他提议将其释放出去，吸引掉对方的注意力。对此，团长则拒绝掉了这个提议，并让研究员给自己开启上层甲板的出入口。由于这种机会实在难得，所以他打算在计划开始实施之前，先亲自去会一会那些老牌圣阶们，因为如果这一关他都过不去的话，后面的计划就完全是在纸上谈兵。随即他便构装出新魂将张角正式出战，而这也是他们黄帽子团在东大陆打响自己名号的第一战。而他在赶到2号据点的时候，就悍然向着西水国那艘镇空舰出手。但有一点出乎他意料的是，那艘镇空舰上的阵法师竟然能预判他的攻击，并及时在船身周围开启了防护阵法。当他一击失手以后，对方的圣阶强者也因此跟他发生了直接冲突。而在双方交手过后，他便感到了一阵狂喜，因为他发现那些光芒万丈的老牌圣阶们的实力也就不过如此罢了，自己在修为境界上也不落任何下风。与此同时，当他在沾沾自喜的时候，对方处于盛怒之下的圣阶强者则在对峙中率先出手，由魂力所牵动的雷霆之力很快就完成了充能准备。对此，团长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操控着星魂将张角身后的雷符去进行防御。而他之所以选择不出手的原因，则是他想要看看对面这些老牌圣阶还有些什么手段没有使出来。然而让他感到很失望的是，对方这看似全力出手的一击，竟然连雷符的防御阵列都无法突破。对此，他就打算让对方也好好看看自己的实力，什么才是圣阶强者该有的模样。而他的黄帽子团则从今天开始正式走上历史的大舞台。虽然世人们总说圣阶强者之间的战斗都以保存自身实力为主，点到为止，但那些真正见识过的人又有多少能存活下来的呢？当师姐的第2次出手被防御下来以后，星魂将张角就展开了他的攻势。四周天地间那澎湃无比的雷霆之力正源源不断地汇聚到由6枚雷符所组成的怒雷天诛阵之上。而且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星魂将张角的拥有者在战斗技艺上貌似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简简单单的一招雷公鞭竟在他手上被演变成了天宫5连鞭。对此，师姐就立即后撤，跟对方拉开更远的距离，
并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专注力与警觉性。当对方的攻击来临时，星魂将文仲的高机动性则在师姐的手上展露无遗，并且他还在不断的躲闪中开始酝酿着反击的手段。当他找到对方攻击漏洞的时候，机体上所配属的6枚破琼锥马上就进入了攻击模式。在突破敌人的层层阻挠后，师姐还特意找了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去进行反击，而那3道魂力闪电则画着弧线绕开了敌方所有的拦截手段，并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向目标飞去。对此机动性较为不足的星魂将张角在拦截手段失效以后，就再次操控着雷符展开了防御阵列。而在对方开启防御阵列以后，师姐的反击就显得有些软弱无力，连一丝魂力打击都无法穿透那层无形的屏障。虽然这一击收效甚微，但这也让师姐得到了一个难得的由守转攻的机会。当敌方进行防御的时候，她就开始不断的往破琼追上灌输魂力，准备下一波的攻势。然后趁着雷符的防御阵列还没解开之前，6枚蓄势待发的破琼锥就瞬间爆射而出。而且在师姐精妙的微操之下，那些飞射出去的破琼锥则分别飞向了不同的方向。等对方在看清楚了他的攻击意图时，就一切都晚了。因为那6枚携带着大量雷霆之力的破琼锥已经将其团团围住。对此，敌方首领则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应对思路。在被围住之后，他就静静地等待起了师姐的下一步动作，并尽可能地去寻找对方的攻击漏洞。随即，他就在精妙的计算之下，找到了一条最佳路线，躲开了这波攻击。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刚刚躲开的这波打击竟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第一波打击未能奏效的情况下，黄妙音就立即开始念诵口诀：冬极清玄9天应元精确雷击。而在口诀的催动下，那6枚破琼锥的移动速度也在逐渐加快，并且他们在移动的过程中还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射的状态。对此，敌方首领就只能再次开启雷符的防御阵列去应对威胁，并且他还在此基础之上展开了星魂将张角的太平领域，来强化了自身对雷符的控制。与此同时，在敌方展开太平领域的时候，师姐的破琼绝杀阵也已经完美成型，无数的雷霆之力从4面8方不断的轰击着对方的雷符防御阵列，只要有一发能突破进去的话，这场战斗就将结束。对此，敌方首领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也在拼尽全力的去进行防御。然而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雷符的活动空间在不断经受打击的情况下正在慢慢缩小。与此同时，师姐要一直维持住此等规模的攻势也绝非易事。此刻的她状态其实也不怎么好，并且由于魂力消耗过大的缘故，他身体上的无力感也在不断加剧着。但此刻的对战双方都很清楚，在大家修为境界对等的情况下，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意志力的比拼之上，谁先撑不住就将是这场对决的失败者。对此，黄帽子团的首领就打算采取破釜沉舟的计策来打破此等僵局，因为他能感觉到对方的攻击强度正在逐步减弱，所以他就趁此机会瞬间燃烧掉了大量魂力来完成突围。而在他完成突围的同时，星魂将文仲以及张角的雷符与破琼锥都尽数损毁。然而在我们都不知情的情况下，黄帽子团的首领居然开始服用续魂丹来补充刚刚那一波的消耗，而没有进行任何补给的师姐则在苦苦支撑，并且他还很不理解，在修为对等的情况下，对面那个家伙为什么会如此难缠。与此同时，在飞船指挥室的我也一直观摩着他们的战斗。虽然星魂将张角在机动性上要略低于文仲，但那攻防一体的手段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滴水不漏，所以在同进同级的情况下，星魂将张角对于文仲来说的确是个难缠的对手。随后我就开始思考，以自身现在的境界去介入圣阶之间的战斗的话，无疑就是在找死。不过在空战方面，或许我能利用星魂将曹仁那极高的机动性来为师姐创造点机会也说不定。对此，在打定主意之后，我就让飞船的驾驶员将飞行高度再进一步降低一点，并让他打开舱门。与此同时，在飞船降落的过程中，星魂将张角与文仲之间的战斗就再次爆发了。因为双方此刻都失去了远程攻击的手段，所以接下来他们就打算以近身缠斗的方式来决出胜负。当张角召唤出天宫荡魔剑的时候，文仲的应援御雷剑也已经构装完成。在双方都做好了准备以后，他们第2回合的战斗瞬间展开。随着一声爆响，2大始元星魂将就都携带着澎湃的雷霆之力在南荒沙漠中撞在了一起。对此，师姐就采用了双手持剑的方式，试图在力量上直接压倒对方，而结果也正在往他所想的方向发展。然而在他以为自己将要压倒对方之时，从战斗开始就一直单手持剑的敌方首领竟突然从身后使出了一招天宫雷煞掌，而这也让来不及格挡防御的师姐瞬间就吃了大亏。对此，敌方首领在偷袭得手之后就略带嘲讽地表示，虽然自己在境界上差了一点，但在战斗经验上他感觉对方完全就不像是老牌强者，所以他质疑黄妙音是不是一直打的都是些靠境界碾压的顺风局。随即他在嘲讽完了以后，就使出了天宫荡魔斩来继续追击被打到飞了出去的师姐。而还未站稳身形的黄妙音，在只能使用横剑格挡的情况下，就再次被打飞。对此，黄帽子的首领就在天空上摆出了一副胜利者的姿态，那嚣张的气焰仿佛像是在向天下宣告自己已经胜利了一般。与此同时，机体内部的操作面板就提醒他，之前损坏掉的雷符已经完成修复，可以重新构装。随即他就将损坏的雷符进行了重构，并打算给对方补上最后一击。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就向师姐再次发起了攻击。然而他在行动的过程中，机体的头部却突然遭到了一发威力极小的魂力射线打击。对此，他就感到了极其气愤，因为他觉得偷袭自己的鼠辈，要是能打点伤害出来倒还好，最多算是自己疏忽大意罢了。但毫发无伤的就有点太瞧不起人了，所以他就打算将这只老鼠抓出来，并教一下对方什么叫做神仙打架凡人退避。俗话说得好，神仙打架凡人退避。所以被骚扰到的黄帽子团首领就很好奇，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来插手自己的战斗。对此，在地面上的我就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这一点，并表示刚才就是自己用破天云巨功给他来了一套头部按摩的。而师姐黄妙音在看到刚才那一幕的时候，就趁机调整好了身位。对此，他则感到了非常震惊，因为他很担心对方会因此对我痛下杀手，这样他父亲的残魂就会彻底消失。不过我的出现还是给了他一点喘息的时间。与此同时，黄帽子团的首领在听完了我暖心的问候之后，就更加气愤了，因为我在他的眼里只是区区蝼蚁罢了，所以他就决定要给我降下最严酷的绝罚。随即，他手中那6枚浑身缠绕着雷霆之力的雷符，就像得知了主人的心情一般，向着我的方向爆射而出。而对方的此举则完全在我的意料当中，所以此刻的我就异常淡定地等着攻击的到来。由于我先前认真观摩过他们2回合的较量，所以在那些雷符向我发起覆盖性打击的时候，我就瞬间从攻击的空隙中跳了出去，然后我就立即切换出了星辰色曹刃来应对接下来的威胁。对此，敌方首领在未能一击秒杀我这个蝼蚁之后，就恼羞成怒地控制着雷符不断地向我发起进攻，而我则利用曹人的凤凰形态那超高的机动性来继续为师姐争取喘息的时间。对此，黄帽子团的团长在心情平复下来之后，就仔细观察起了地面上那只正在到处逃窜的老鼠。当他看清楚了以后，一则关于星魂将左慈的传说就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对此，他就感觉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而且左慈能变换不同星魂将的能力，还给他带去了极大的震撼。如此离谱的设定，他还是头一回遇见。与此同时，在他不断追击着我的时候，休息了片刻的师姐就开足了马力再次冲了上去，而师姐满腔怒火的咆哮声则引起了敌方首领的注意。由于全部雷符在远处来不及回收，所以他就立即构装出天宫荡魔剑来应对星魂将文仲的威胁。而师姐在看到他不遗余力地去追击我之后，就非常的愤怒，所以他就算拼尽全力也要保护好父亲最后的一缕残魂。对此，盛怒之下的他也玩起了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套路，并利用自身机动性上的优势暂时压制住了敌方首领。而对方在此等近乎疯狂的攻势下，就只能全取手势不断的往后撤。对此，他在拉开了一段安全的距离以后，就立即开始回收自己的雷符，因为他知道再这样分心下去的话，局势将对他不利。而我对此则感到了少许失落，因为我原本的计划就是打算一直拖着敌方的雷符，从而逼迫他一心两用。与此同时，在我思考接下来该如何继续诱敌的时候，敌方首领则准备配合飞回去的雷符给文仲来一招前后夹击。不过幸好的是，师姐在知道我那边解除危险了以后，就恢复了理智，所以这让他顺利地避开了来自背后的偷袭。而敌方在偷袭失手以后，他就干脆直接带着6枚雷符发起了进攻。反正他知道在文仲的破穷锥完成修复以前，优势的必然是他。对此，师姐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看到敌方来势汹汹的时候，就直接将手中的应援御雷剑扔向了对方，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但这种像杂耍式的攻击在圣阶对决中却根本没有作用，对方仅需微微抬手就能解决。然而黄帽子团的团长在击飞了应援御雷剑以后，却突然听到了自己背后传来了一声龙的咆哮，而我则趁他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就立即操控着寒沙龙往他的背后使出了龙吼炮。虽然我跟师姐的这一波合作在配合上天衣无缝，但碍于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我依然无法对其造成任何的伤害。而敌方首领则因此变得极度暴躁，转眼间6枚雷符就瞬间包围住了寒沙龙，随后的一波齐射，寒沙龙就被还原成了原子状态。与此同时，团长在融化了那条惹怒他的长虫以后，就发现自己打爆的并不是星魂将的本体，而是一头魂将兽罢了。对此，他就往地面上不停地查看，但转了一圈都没有任何的发现，甚至连一丝魂力波动他都没找到。不过他不相信那头老鼠能跑路跑得这么快，所以他转头就让雷符下去展开地毯式搜索。与此同时，解除构装后的我则给自己套了一层隐秘阵法，躲在了他脚下附近的大坑之中。由于刚才强行调取的天阶魂将兽被对方打爆了，这导致我必须要服用续魂丹来补充消耗。而刚才我的2波偷袭结果都印证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算我全力出手，也根本无法给对方造成任何伤害。像这种程度的骚扰，就只能给对方挠挠痒，而且能用的我都用了，但手上的曹人除了机动性高以外，却没有能还击的手段。而吕布虽然可以对空还击，但在机动性上完全就是个活靶子。虽然敖丙的寒沙龙可以凑合着用，但被打爆所消耗的魂力实在是太大了，完全就是得不偿失。对此，我就在想，要是复制回来的文仲可以使用的话，或许我就能利用意念武器在远距离上牵制敌方，这样我的本体还能隐匿于阵法之中不被发现。随后，我就把小红叫了出来，并询问他
一直受不可抗力因素所导致无法使用的星魂将文仲现在到底怎么样？对此他就表示，星网资料中给出的不可抗力因素是，我们没有得到星魂将文仲的星辰色配色数据，所以该机体目前依然无法调用。而我在听到这个原因之后，就询问他是否可以像之前修复曹仁的时候一样，随便搞一个临时配色来救一下火。对此小红就表示，如果是临时配色的话，他可以试一试，但不能保证肯定成功。与此同时，当敌人发了疯一般到处找我的时候，师姐的文仲也修复的差不多了，而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和后，除了破琼锥被重构了之外，师姐自身的状态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等到天地间的雷霆之力再度围绕在他身边的时候，敌方首领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到底犯了多大的错误。随即师姐就趁此机会率先发起了进攻，转眼6道雷霆之力便被发射而出。对此敌方首领就再次召回了那些散落出去的雷符，并命令他们立即去拦截对方的攻击。随后在他的身前就出现一道同样由雷霆之力所构成的防御屏障，并拦截住了师姐的攻击。而已经吃了2次亏的师姐这次就学聪明了不少，当第一波攻击被拦截后，他就利用机动性上的优势开始边走边打。对此敌方首领就只能一直被动的防御，想要反击他却根本拉不开距离。而师姐在看到自己的计划奏效了以后，就围绕着敌方的四周开始盘旋，并持续不断地往对方身上倾泻着密集的火力。在成功牵制住敌方以后，他就打算将这个任务交给我来执行。对此我在听到之后就瞬间意识到了他想要做些什么，所以我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而很走运的是，小红在同一时间就告诉我，他调用了星网的算力制作出了6款临时配色来供我选择。对此我就胡乱地选了一个，只要能用就什么都可以。随即一道天雷降下，临时配色版的星魂将文仲就完成了构装。对此小红就跟我表示，这个配色的文仲属于是临时调用，所以跟真正的星辰色文仲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而我则没空再去管这么多了，转头我就指挥着全部的破琼锥去接替师姐的位置。与此同时，师姐那边的战斗则发展得越来越激烈，两边都在拼尽全力的去争取战场的主导权。而就在这个时候，在我操控下的破琼锥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悄然地到达了预定位置。随即6道雷霆之力就在顷刻间轰击到了星魂将张角的身上。虽然这次的结果和之前一样，对方并没有受到任何实际性的损伤，但却再次成功地引起了他的怒火。所以气不过被骚扰的他，转头就操控着雷符想要去破坏掉我的破琼锥。然而下一秒，他却被自己眼前的画面给震慑住了，因为在他的雷符发起攻击时，那6枚破琼锥竟然全都躲开了。而且他从那种诡异的回避方式上看出了，那只偷袭自己的老鼠在意念武装上有着很丰富的操作经验，水平至少和他相差无几。与此同时，我在发现他的动作稍显迟钝之后，就立即向他头部发射出了一道雷霆之力。虽然这一击依然没有奏效，但敌方的首领却快要被我恶心的要发狂了。然而正当他准备跟我继续较劲的时候，他就察觉到了自己的背后出现了巨量的魂力波动，仿佛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一般。与此同时，今天受尽憋屈的上柱国大人就以星魂将文仲的名字向上天起誓，请求借天威一用。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是怎样当上西水国的镇国4柱之一的。随即乌云密布的天空之上就降下了一道异常生猛的雷霆之力，而被天威所笼罩的星魂将文仲则宛如神明般降临到了人世间。当师姐将威力无穷的天威召唤到人间的时候，星魂将文仲与张角之间的战斗就进入到了一招定胜负的环节。而那些从天降的天威之力在被破琼锥压缩完了之后，就汇聚到了星魂将文仲的身边。然而让在场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那股被压缩到了极致的天威之力竟然能被文仲牢牢地抓在手中，而这就是师姐给对方准备的最强杀招——星魂将文仲的大回潮模式。对此一直在场边隐匿身形观战的我也感到了很不可思议，因为我没想过师姐竟然能利用天雷来给自己的机体充能，从而启动这个过载模式。与此同时，此刻宛如神明降世般的星魂将文仲就摆好了攻击姿态。在启动了过载模式以后，文仲的机动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让机动性本就处于劣势的黄帽子团的首领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对此，他只能一个劲地往后退去，并不断地利用魂力来加快自己的后退速度。正当他以为自己可以逃出师姐的攻击范围时，属于我的破琼锥则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旁。对此，他为了躲开我的攻击，就只能横向改变了自己的撤退路线。不过这也极大地影响到了他的飞行速度，而师姐又怎么会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他趁着敌方速度受损的一瞬间，就完成了近身突袭。对此，被我们逼入绝境的黄帽子团首领就只能很无奈地摆出了防御姿态来硬吃了这一招。而师姐在一击得手之后，就立即开始乘胜追击，手中的那2道天威之力被他舞得那叫一个水泄不通。在此等攻势之下，之前还气焰嚣张的黄帽子团首领瞬间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对此，师姐就给他好好的上了一课，并以强悍的实力告诉了对方，西水国镇国4柱的位置可不是谁都能坐上的。而敌方首领在被击飞出去以后，就立即命令所有雷符以自己为中心环绕着散开，随即他就使出了太平幻术中的妖影乱惑，刚才散开出去的6枚雷符瞬间就都幻化成了星魂将张角的模样。然而师姐对此却毫不在意，并表示对方这种低级的幻术在他面前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
随后他就利用天威之力开启了星魂将文仲的第3只眼睛神通眼，而在神通眼开启的一瞬间，所有幻化出来的星魂将张角都被一道巨大的雷光所笼罩，除了本体以外，其他虚假的分身都被打回了原形，无法动弹。对此，黄帽子团的首领也感到了非常震惊，因为他万万没想到星魂将文仲竟然还有这种后手来识破敌人的幻术。而师姐在占尽了上风以后，也不打算跟对方多啰嗦些什么了，随即2道威力巨大的十字斩便瞬间灭掉了对方所有的分身，并从根本上打碎了敌方所有的防御手段。而黄帽子团的首领在看到自己的感应冰装被全部摧毁了以后，就立即放弃了反击的想法，并准备撤出这场战斗。对此，师姐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因为他还要从对方的口中找到失踪的狼环公主。随即2道巨大无比的天威之力就幻化成了雌雄蛟龙鞭，向着敌方首领飞去。而已经失去了所有防御手段的星魂将张角则瞬间被天威之力所笼罩，这让处于新冠之中的黄帽子团首领也遭到了重创。而他为了保持机体不被强制新减，就只能不断的消耗魂力来维持够装。对此，他在强行承受完了这波伤害以后，就立即服用丹药来补充魂力。而在魂力得到了补充以后，星魂将张角机体上的损伤也在快速修复着。随后，他便头也不回地往沙漠深处飞去，因为在2打1的情况下继续战斗下去，他将必败无疑。而为了寻找狼环公主的师姐也立即跟了上去，并利用大回潮模式爆发出了惊人的速度。对此，我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立即出声让师姐停下来，别再追击。而他对此则感到了非常疑惑，因为他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在他占尽上风的时候叫停他。对此，我就告诉了他一个道理：穷寇莫追，追兵难归，并让他先回来我身边再从长计议。而他在听完了我的话以后，也感觉这是有道理的，毕竟他今天已经因为自己的鲁莽吃了不少的亏。随后他就解除了大回潮模式，回到了我的身边，并询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们要如何才能在这茫茫沙漠之中找回失踪的西水国公主。对此，我就凑到他身边大喊着说道：我担心那家伙逃跑的方向上有埋伏，所以我们要回去摇人，然后再杀回来。然后我同时在私底下则给师姐传音说，刚才的战斗中有几处可疑的地方，那几个位置对方在战斗中不但会刻意避开，甚至他还会主动防御我们打过去的攻击，所以我怀疑那些地方有他们隐藏在阵法中的据点，并且从对方撤退的路线上，我还看出了他有意想将我们引开，所以我建议师姐等到晚上我们再回来夜探这几个区域。对此，师姐就同意了我这个想法，而且她现在确实也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来补充消耗。随后我们就将计就计地开始撤离，并在撤离的路上高喊着我们要回去摇一支军队过来镇压这些胆大妄为的杀贼。与此同时，在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之前逃跑掉的杀贼首领其实就躲在一旁的沙漠中，所以他也听到了我们的这段对话。对此，他就感到了少许的可惜，因为他其实正如我所想的一样，想利用诈败将我们引开到别的区域中去，甚至他还想借此再拖延一段时间的。而他在看到西水国的镇空舰真的像我们所说的一样离开以后，他也放心的回去总部了。在此之后，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而我则趁着师姐去休息恢复的时候，在家里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并当着所有参会人员的面说出了南荒受潮的事情。因为即将到来的受潮程度是前所未见的，所以铁壁军、赤鸾军、宋家隐卫、姬武院、顾家以及永安城所有的可战之士都要团结起来一起御敌。对此，我还向他们保证，自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用尽一切办法去提高他们所有人的战力水平。然而参会人员中除了老爷子以外，其他人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直接陷入了沉默或者震惊当中，仿佛是无法相信我所说的话一般。但因为早前圆鼎城之战的事情，却让他们无法做出任何的反驳。对此，堂姐宋云锦则率先打破了沉默，因为近几十年里已经很少有大规模的受潮出现了，所以他实在无法相信我说的未来是真的。而老爷子在听完了他的话以后，就让他不要去质疑这个预言的真实性，因为秘境的力量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他选择相信这个预言是真的。对此，顾英作为长辈也站了起来支持我的说法，并表示他们顾家愿意调集一切资源来全力配合我的计划。而顾院长也紧跟其后，代表着姬武院投了支持票，并且在此之前，圆鼎城的太玄重工已经在加班加点地赶制那些新型的微远士。然而，在几位老前辈都站出来支持的情况下，堂姐则依然想要得到一些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受潮是真的。但大伯宋清则抢在他前面表示，他明天就会从铁壁军中调集一批精锐来加入我的练兵计划。随后，他还神情严肃地要求自己的女儿要带着赤鸾军全力去配合这个计划。对此，堂姐也不好再发表任何意见了。然后他也表示明天会调集一批赤鸾军的精锐来参与计划。而老爷子随后也要求宋木叔明天去隐卫那边挑选人手，并从里面调出1半的人来参加训练。对此，我就让他们几位大佬先别急着找太多人来，因为秘境里能承载的人数有限，所以第一批参与幻境模拟体验的只有将领级别的人以及各大核心人员，等他们都训练完了才换下一批。而大家在听完了我的话以后，则有点疑惑，因为他们对于秘境的认知十分有限，所以他们根本没听懂什么是人数有限以及幻境受潮模拟。对此，我就掏出了秘境玉盒给他们展示了一下，并且提议让他们几位先进去体验一下。与其听我解释，
还不如直接上阵亲身感受一下。随后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0分钟，在秘境里结束了2个小时体验以后，我就拉着大家一起回到了会议室之中。而起初不太相信我的堂姐和自身实力较弱的顾院长在里面出来以后就深感后怕，因为幻境中的受潮规模远超了他们的想象。然而我不知道的是，家中的几位长辈在体验完了幻境试炼以后，竟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魂域的传承秘境，而徐老和顾英他们则敏锐地察觉到了秘境里的时间流速与外面的不同，甚至徐老还准确地说出了里面的时间比外面的快出了12倍的事情。对此我就表示，今天只是让他们先体验一下而已，所以我希望他们在见识过受潮的威胁以后，明天一早就能带第一批参加备战练兵计划的人过来宋府这里集合，毕竟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与此同时，在会议结束以后，我就特意叫停了徐老，让他留下。对此他就立即心领神会地询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要单独拿出来孝敬他这个老家伙。而我在听到他的调侃以后，就打趣地表示，不知道凡阶入圣的法子算不算得上是好东西呢？对此他老人家则有点站不住了，因为他不敢相信我竟然能这么快就集齐那些东西。随后我就跟他说，东西是集齐了没错，但这个办法是有一定风险的。目前我需要一位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士来进行测试，所以我想知道他是否愿意做这个先登之人，来替大家试一脚这条踏圣之路。在我帮助徐老突破圣阶桎梏的时候，南荒沙漠里的那伙黄帽子团也在为他们那疯狂的计划进行着准备。之前参与作战会议的苏塔，在回到超强化兵1号调制实验区之后，就被团内的首席研究员放进了巨大的培养罐中，继续进行着调制实验。但很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前14轮的实验都均以失败告终。而根据报告显示，苏塔目前的境界依然是伪圣一重，下一阶段的突破进度还卡在76%。对此，首席研究员就让助手在下一轮的实验中继续加大一退混合液的注入剂量，并要求马上进行第15轮的调制实验。而他的助手在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则提出了少许异议，因为他担心继续加大剂量强度的话，会影响到实验体丙025的寿命以及精神状态。然而他的想法却立即遭到了上司否决，并且对方还转过头来一脸阴沉地盯着他，一言不发。对此他就立即下跪请求上司饶恕自己，并表示他是在担心实验素材的死亡会影响到计划实施的进度，因为目前包括丙025在内，只有3个实验体达到了伪圣境界，其余实验素材的存活率则不足1/1000。而研究员在听完了他的担忧以后，则表示这个问题无需担心，因为3号据点那边的克隆体方案进行得很顺利，所以他们很快就不用再去担心素材耗损的问题。然后他还跟手下们说了一个好消息，等他们拿到终极沙雕王的数据以后，他们就可以利用大量的伪圣超强化兵来作为驱动核心，这样他们黄帽子团就将拥有能横扫整个东大陆的无敌兵团。而在他描述着美好的未来时，另一名手下就给他带来了一条新的信息，由于迷伦军战司那边也对他们的伪圣境界调制技术很感兴趣，所以那边希望可以像之前一样，用神界一退来交换此项技术以及已经调制成功的超强化兵实验体。对此，研究员就代表团长同意了这项交易，并让手下去将这项技术以及那些已经成功调制的实验体免费送给迷伦军战司那边。而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则是神界一退现在已经不算是什么稀罕的宝贝了，因为沙雕城卖家宝库里的库存迟早都得落到他们黄帽子团的手中，所以他们现在就无需为了这点东西去做什么交易了，而且让迷伦那边先去将局势彻底搅乱了，他们黄帽子团的理想才能实现，这样他们就能向太渊那群家伙复仇。等到黄天世界降临之时，一切的虚妄都将被度化。对此，他在准备开展下一轮实验之前，还叮嘱了一下那名手下，让他在交接实验体的时候，将那名在圆顶城受潮时捕获的学生也一并提供给迷伦军战司那边。虽然当时没在他身上找到左慈的魂玉，但那小子在强化调制的适应性上似乎有着不错的表现，所以他认为这人应该是个不错的实验素材。与此同时，早前佯装撤离的我和师姐就趁着夜色降临再次摸了回来，然后在隐秘阵法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去到了之前那几处有可疑的目标地点。而在接近第一处目标地点的时候，我就让师姐提前放我下去先侦查一番，随后我就利用起了一些在别的大陆学回来的特殊手段，开始对附近的空间进行扫描作业。而结果也正如我所预料的一般，那处可疑的地点反弹了我的侦测信号，随即我就对该区域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探查，并利用封印阵法去加强了此次侦测的力度。在得出结果以后，我就告诉师姐那个地方有一处隐匿在古代阵法之下的秘密据点，并将探查回来的情报递给了她查看。对此，我就提议先从此处入手，要是狼环公主没在里面的话，我们再去下一处地点。而师姐也认可了这个方案，并让我立即骑到她身上，然后一起飞过去。对此，我就感到了非常的尴尬，之前已经做得我浑身难受了，所以我就表示这几步路我自己走走也是可以的。然而我拒绝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整个人抱了起来，并表示现在救人要紧，所以他让我别浪费时间，慢慢走过去。而我是真没想到，成何体统这4个大字竟然会有一天从我的嘴里蹦出来。随后我在离敌方据点还有3到4米的时候，就让他放我下去，不然我们就会撞到古阵法上。对此，我就告诉师姐，我们眼前这道阵法的阵纹语言很古老，并在双重隐匿功能的表面下增加了警戒和防御用的阵法，如果强行闯入的话，后果会很麻烦。随即我就开始对封印阵法进行升级迭代，试图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加入黑界的破阵功能，并将这个功能的效果尽量做得低调一点。
与此同时，在我改造封印阵法的时候，师姐其实一直在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然后她就发现我除了融会贯通了她父亲的封印阵法之外，竟然还能往里面加入一些连她也从未见过的全新阵法语言。对此，她就深感震撼，因为这种事情她根本没可能办到，所以她就认为像我这种在阵法和丹道之上都天赋异禀的人才，留在天都国内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而在她思绪万千的时候，我手上的封印阵法就完成了升级迭代，随即我就将其小心翼翼地推入到了古阵法当中，而结果也正如我设计的那般，在打开缺口的同时，却不会破坏掉原有的古阵法。等我们走进去之后，古阵法上的那道缺口就随之愈合，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不过挺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到处遍布着凶兽的南荒深处，竟然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古代建筑群，而且科技水平看起来还完全没有落后于时代。对此，我就给师姐提议分头行动，并将一道传音阵符交给了她。由于这里通讯手环没有信号，所以刚才我入侵这里的阵法时，就特意创建了一个后门程序，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阵符来进行传音。与此同时，在我们分头去寻找公主下落的时候，黄帽子团2号据点的机库内却发生了一些我们意料之外的情况。团内负责情报收集的牛郎，在得知西水国那边派出了圣阶强者来救人之后，就带着手下再次来到了关押着西水国俘虏的铁笼之前进行审问。对此，他就表示自己没时间再跟他们耗下去了，如果对方再不乖乖交出次世代量产机的构装数据的话，他就会让他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生不如死。而狼环公主却根本没有理会对方的要求，并异常激动地斥责起了他们这些疯狂的变态之徒。他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一群神经病，会将凶兽的素材缝合到星魂将身上，这种禁忌的实验实在是太疯狂了。当我跟师姐潜入了黄帽子团的据点以后，就找了个机会劫持了一名负责巡逻的杀贼，过来打听一些这里的情报。这人被我突然扯入到隐秘阵法中时，就已经被吓傻了，所以他为了保命，就一股脑的将自己所知道的信息都说了出来。但在他说完了所有的情报以后，我还是动手拧断了他的脖子，因为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这样我们的潜入行动就不会有暴露的风险。在处理完这名小喽啰以后，我就跟师姐说，他们这个据点内近期确实在南荒深处俘获了一艘西水国的飞船，而且随行保护的铁壁军中队也被他们抓到了这里。对此，师姐就提议我们接下来分头出去探索，而我在认同了这个方案以后，就让他先行一步，因为我要处理掉地上的那具尸体才能继续行动。随即我在跟师姐分开行动以后，我就带着尸体找了一处通风管道钻了进去，并顺手换上了那名小喽啰的衣服，以防不时之需。而我在管道中前行的闲暇之际，我还利用星主系统对这处据点的建筑构造做了一次详细的扫描，以便自己探明前进的方向。当我在经过一个类似于宿舍生活区的时候，就稍微观察了一下，在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以后，我就继续往下一个区域中摸去。而在走过了几个区域后，我就发现这个据点内的基础设施与人员配置都非常的齐全，从安保室到食堂再到宿舍区一应俱全。而且我在经过浴室的时候，还发现这伙杀贼里面有着不少女兵。对此，我就感觉这个黄帽子团里面应该有着很多秘密，因为在我眼里，这伙南荒杀贼完全就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事组织。从综合实力上来说的话，他们完全拥有着割据一方的能力。而在我思考问题的时候，就恰巧找到了这处据点的仓库所在地，随即我就从通风管道中跳了下去，并准备仔细探索一下这个仓库区域。要是能找到一些值钱物品的话，那我这趟南荒之旅也不算白来。但在仔细查看了一番以后，我失望的情绪就涌上了心头，因为眼前这个仓库里堆放的全都是一些低价值的炼造材料而已。不过秉持着有总比没有强的道理，我还是将敌方的这些炼造材料全都收入到了系统空间内，这样还能从根本上直接削弱敌方的整体实力。对此，我就在地图中标记出了几处高价值目标，因为这几个地方看起来像是适合建造宝库的地方。随后我就回到了通风管道中，往这几个地方摸去。但由于管道的设计过于错综复杂了，这导致我在寻路的过程中花了不少的时间。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我在一处管道尽头找到了第一个目的地。但由于通风管道无法直达仓库里面，所以我就只能下来从大门处进入。随即我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那2名卫兵无法看到隐匿于阵法里的我，但如果我破解这个大门进入的话，就一定会被他们发现。对此，我就打算放弃寻宝的这个念头，先去寻找那些失踪人员。然而意外惊喜却突然到来了，因为在我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仓库的大门竟然自己打开了。对此，我只能感叹了一下自己的好运气，并趁着里面的人出来的时候偷偷溜了进去。然而在仓库大门关闭的时候，我却听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因为那2名女兵在出去之后就跟卫兵们表示，他们对4号裂缝发生装置的维护已经完成，所以他们叮嘱卫兵们要做好自己的保卫工作。而我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仓库内部，而在仓库中耸立着的则是一台体积巨大的裂缝发生装置。随即过往所有的线索都在我的脑海中串联了起来，而且从设备的部署与改进来看的话，这伙黄帽子团应该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了迷人国的计划里面了，很可能当时的圆顶城内也有他们的人存在，甚至我很怀疑他们也参与了对阿散的围捕。
但这就让我感到了非常的疑惑。如果说上一轮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是人为计划出来的话，那他们这些人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而现在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因为当前时间线由于我的介入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那头至今下落不明的神阶凶兽以及出现在沙漠中的神阶遗退也改变了很多事情的发生节点。随后一个想法就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既然改变已经不可逆了，那如果我现在出手破坏掉这个装置的话，南荒兽潮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但这样也有另一种可能性，一旦我没能成功的话，那兽潮将会被提前发动。对此我就打算先研究一下这些裂缝发生装置，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去阻止南荒兽潮的发生。但在仔细看了一会后，我却只能看出这是他们从超古代文明遗迹中挖出来的黑科技，里面的工作原理我依然无法理解。而在我去检查这个装置的能源供给时，我就发现里面竟然蕴含着神界一退的能量波动，这样我之前所有的准备工作就都得加快脚步了。因为如果这东西是由神界一退来供能的话，那南荒兽潮的发生时间肯定会提前不少。不过好消息是，我找到了无损破坏眼前这个装置的方法，但在动手前我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并且我还想起了一件更加不妙的事情。因为从这个据点的建筑结构来看的话，至少还有3处地方可以存放裂缝发生装置，而且刚刚那个研究员也说了，这个仓库里的是4号机组，所以我很怀疑他们在各个据点中都搞了很多台这种装置。虽然我现在就可以破坏掉眼前这个装置，或者将其装入到系统空间中带走，不过这势必会导致他们狗急跳墙，提前发动兽潮。但现在已经算是打草惊蛇了，因为之前师姐已经跟敌方首领交战过一次了，即使现在我什么都不做，也无法保证他们会按兵不动，或者没有其他意外的发生。所以在情报太少，无法做出有力判断的当下，我就只能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尽可能的削弱他们的实力，并且后续的寻人计划也要因此而做出改变。像这种装置能打断一台就算一台，这样应该也能削弱些许兽潮的规模。在拔掉装置的功能线路以后，我就打开了系统空间，将其收了进去。随即我就召唤小红出来，让他去分身那边开启系统空间，帮我将众生无相面具装进去，因为接下来我要提高一下自己这边的行动效率了。与此同时，身处在星网秘境的分身则在操办着徐老的进阶实验，而徐老则在阵法和丹药的加持下感悟着超凡功法。随后我本体的意识侧重点则偏移到分身之上，重新主导了这副身躯的行动。不过好消息是，我在查看了一下进展之后，就发现这场突破实验已经不需要我时刻盯着了，剩下的事情交给阵法托管即可。至于能不能突破成功，就看徐老他自己的造化了。随即我就带着小红离开了秘境空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当中，并将佩戴在寻夏肉身上的众生无相交给了小红。随后完成了变装的我，就以研究员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仓库大门，并照葫芦画瓢地跟卫兵们交代了一下4号裂缝发生装置已经维护完毕。而在我走远了之后，其中一名卫兵就询问自己的同伴，刚刚不是已经有2个研究员离开了吗？怎么现在又多出来一个？而他的同伴则表示自己记不清楚一开始进去的是3人还是2人了。当我发现了黄帽子团手上有裂缝发生装置以后，我就利用众生无相幻化成了他们研究人员的面孔，在据点内搞起了破坏。而那些负责巡逻保卫的卫兵在见到我时，都会毕恭毕敬地向我敬礼示意，这让我怀疑自己幻化这人的身份在黄帽子团内有着一定的地位，所以我估计后面要营救俘虏的时候，他应该也会有所用途的。随后在我探明了几处裂缝发生装置的所在地以后，就收到了师姐的实时传音通讯。对此我就立即开启了隐匿阵法，并找了一个角落躲了起来，才回应了他，这样免得我们的对话内容被路过的小兵给听到。而他在得到了我的回应以后，就告诉我他已经找到公主他们了，并且他还在地牢里发现了铁壁军俘虏的关押位置。虽然敌方人数有点多，但在没有圣阶的情况下，他有把握可以独自完成营救任务。对此我就将敌方手上有裂缝发生装置的事情跟他说了。虽然其中的4台设备已经被我顺走，并在他们原有的位置上做了一些障眼法，但在情况有变的当下，我希望师姐先别急着动手，一切等我过去汇合了再从长计议。而师姐在听完了我的话以后，就将自己的位置同步了给我。对此我则提议待会我们试着看能不能偷偷将人救走，尽量拖延被他们发现的时间，这样后续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拿去破坏更多的裂缝发生装置。随后在通话结束以后，我就解除了隐匿阵法，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机库的方向。与此同时，在我赶往机库跟师姐会合的时候，黄帽子团他们则对西水国的女兵们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审讯工作。机库的地上已经有好几名女兵被打得倒地不起，奄奄一息。虽然他们都是些低阶士兵，但骨子里那股宁死不屈的精神让他们经受住了敌方的严刑毒打，就算自己性命垂危，他们也没有给敌方透露出任何一点有用的情报信息。对此，那些负责逼供的杀贼们就加大了他们的逼供力度，完全不顾女兵们的死活。与此同时，眼见审讯工作毫无进展的牛郎组长就把目光放到了铁笼里的研究员身上，随即他就一脸阴沉地走过去询问那名西水国的研究员对眼前的景象有什么感觉，有没有要乖乖配合他们的意思。然后他就一把抓起了对方，恶狠狠地表示自己的耐心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他们再不招供的话，接下来就会发生更多可怕的事情。对此，公主殿下也表现出了自己倔强的一面，
并嘲讽起了对方这些低级手段。而他身后的天阶首领也跟着公主殿下一起叫嚣了起来，并表示他们西水国的军人全都是女中豪杰，所以他们是绝对不会接受男人们的胁迫的。对此，牛族长在听到他叫嚣的话语以后，就一脸轻蔑地命令手下进去笼子里，将这位女中豪杰带出来给自己亲自审讯。而他被人抓出去的时候，也曾设法反抗过，但奈何身上的魂力被不知名的毒素压制了下去。不过此刻手无缚鸡之力的他，态度依然很高傲狂妄。对此，那些杀贼就攻击他的膝盖，逼迫其向他们的族长大人下跪。而牛族长在看到眼前的天阶强者被小兵们羞辱成这样以后，就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对此，那2名小兵也得意地跟着一起笑了起来。而族长大人随后则抓住对方的脖子，将其扯了起来，并友好地奉劝他这位女中豪杰不要继续做无用的挣扎，乖乖交出试验机的构装数据的话，他就能少遭点罪。然而对方却根本毫不在意，并以杂碎之名继续嘲讽着他们这些杀贼。对此，牛族长就抡起了拳头，狠狠地给了他沉重的一击，现场瞬间鲜血四溅。然而那名女将在被痛揍完了以后，却依然很不服气，那充满怨恨的眼神仿佛像是在让对方解开自己身上的毒素，再好好过2招一般。对此，族长大人却笑得更开心了，并嘲讽性地询问对方魂力受阻是不是很难受。然后他就一脸玩味地欣赏起了眼前的女中豪杰，并告诉其身上所中的可是北国大名鼎鼎的魂力阻断药，想要解药的话就乖乖地将数据交出来。但对方却以一口带血的唾沫回应了他的话语。对此，族长大人的耐心就被彻底消耗殆尽了。既然他这么急着想死的话，他也很乐意效劳。随即他便一脚狠狠地踹在了对方的肚子之上，而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女将领则立刻口吐鲜血，失去了意识，并且整个人飞出去了数米远才停了下来，然后就躺在地上没了任何动静。而牛族长在玩开心了以后，就准备离开机库出去办点事情，并在离开前吩咐手下们继续对其他女兵进行审讯，而那个研究人员则留给他回来再处理。随后他们在离开机库的时候，他的手下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因为他觉得在那几个嘴硬的小娘们嘴里应该是问不出些什么有用情报的，所以干脆将他们送去当缝合机的耗材算了，反正那边正急需着耗材补充。对此，族长大人则否决了他这个想法，因为他怀疑那个研究人员的身份应该是一位出身高贵之人，所以接下来的事情他要等迷伦军战司那边的情报组查清楚了之后再做打算。对此，那2名手下就认为族长大人有点多虑了，因为他们觉得能跑来南荒深处测试新型机的人根本就不是些惜命之人，会这样做的人不是有病就是疯子。而族长对此则告诉他们，今天早上他们这个2号据点的附近来了一艘乘坐着圣阶强者的西水国镇空舰，而这就是他怀疑那名研究人员身份的原因。虽然那名圣阶强者被团长大人轻松击退了，但对方出动圣阶强者来找人的这个举措就很值得他们深思。而且根据团长的战斗报告显示，对方此行还带上了高阶阵法师支援。虽然他认为对方应该暂时无法勘破据点的防护大阵，但这已经足以给他们敲响警钟了。对此，他就让手下们留着那些西水国俘虏的命线，因为这或许能换到一大笔赎金。要是缝合机那边缺少耗材的话，就先用那群铁臂军的俘虏。与此同时，在他们走远了以后，我就思考起了他们刚刚的对话，并且我对他口中的缝合机还挺感兴趣的。不过当下之急还是救人要紧，所以我在抵达机库大门之后，就联系上了师姐，跟她简单的说明了一下接下来的行动细节。正巧之前我还在想着要如何光明正大的将人救出去，而不被发现的事情，索性接下来我就直接变成他们干部的模样，这样我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将人领出去了。然而当我步入机库大门准备救人的时候，却突然被自己眼前的景象给深深的震慑住了。因为在这个机库中竟然停放着一些跟凶兽部件直接缝合起来的机体，而且各个国家的现役机体都被他们缝了个遍，甚至连退役下来的旧型号君子舰都在其中。对此，这伙黄帽子团的疯狂程度就再次刷新了我的认知极限，并且眼前这台君子舰的形态我还觉得非常的眼熟。当我细细的回忆了一下之后，就发现他们缝合出来的这台君子舰跟我在龙海秘境中看到的那台非常的相似，所以我怀疑秘境中出现的那个神秘的南州幽灵就是出自他们的手笔。如果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的话，黄帽子团这群人就铁定是参与了上一世的圆顶城之战，这样当时的二皇子殿下则很可能命丧于圆顶城之中，或者长期沦为了敌方的俘虏。而晚到一步没能救下皇子殿下的徐老，则会因为没有超进丹的存在而败给了平天圣宗的盛世。而且南州幽灵身上的天魔解体模式还能印证出另外一件事情，这伙黄帽子团除了和迷伦军战司合作制造裂缝发生装置以外，他们跟平天圣宗之间肯定也有着深度的合作，说不定上一世失踪的左慈魂玉和0号实验体也跟他们有所关联。在我收缴了杀贼们的4台裂缝发生装置以后，我就幻化成了他们干部的模样，去到机库中开展人质救援行动。当我抵达机库深处以后，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3台吸水国的次世代量产机体。从外观上，我就可以看出他们参考了部分医治鞋的设计理念，整体发展方向则朝着泛用型机体设计。性能上预计将比过去的素女是全方位的提高3成左右。与此同时，我在观察机体的时候，还发现了师姐在机库高层的藏匿地点。所以这样看来，那些正在被杀贼虐待的女兵们，应该就是这次任务要营救的人了。而那些杀贼在看到自己老大以后，
就有点疑惑地询问起了他突然返回的原因。对此，我则利用咳嗽声给自己打起了掩护，并将自身的魂力波动和嗓音调整成了和那个带队离开的家伙一样，免得我等会一说话就露馅了。随后我就跟他们说有突发情况发生。根据团长传回来的情报显示，西水国的营救队伍正在据点附近徘徊，而他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杀贼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则询问起了营救队伍的人员构成。对此我就告诉他们，今天早上的时候，2号据点附近来了一艘西水国的真空舰，并且对方舰上还有着一位圣阶大佬，所以团里怀疑他们是来营救俘虏的。而那些杀贼们在听到对方出动了圣阶大佬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全都被震惊住了，因为这种情况除了团长大人以外，就没人可以处理。而与之相对的，被打得不轻的西水国测试团队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则瞬间恢复了些许精神，因为他们没想过女帝陛下竟然会派出了一位上柱国大人前来营救自己。与此同时，我在给那些杀贼解释完自己突然返回的原因以后，就吩咐他们将这些俘虏们全部押送回地牢县，并且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跟他们一起同行，美其名曰这样可以避免在押送过程中发生一些意外情况。然后我在出发前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给隐匿在高处的师姐打了个眼色，让其跟在我后面见机行事。而师姐在看到我的举动后，则心领神会的跟在了队伍后方，一起坐电梯前往地牢。随后待电梯关门了以后，里面的气氛却有点奇怪，身为俘虏的公主殿下竟然堂而皇之的站到了我的身边，并且她从上电梯开始就一直盯着我，眼神中还透露着复杂的情绪。对此我就质问她，这样看着我是不是有事？而她在听到我的询问后，却一脸不悦的把头转了过去，这让我有点搞不懂这女人的心里到底在想着些什么。随着电梯抵达地牢后，杀贼们就继续押送着俘虏们回去牢房。在此过程中，我就开始思考等会要如何将这些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救出去。如果我现在假扮的这个小头目被识破的话，那就只能靠阿妙师姐强行出手了。对此我则想到了一个方案，等他们被送到牢房以后，我就让小红将分身那边的玉盒装进系统空间里给我送过来，这样我就可以将西水国这些女人以及铁臂军那些俘虏都一起装到秘境里带走。不过考虑到现在还不适合在西水国这些人面前暴露秘境玉盒的事情，所以我得再想个办法糊弄一下才行。随后我就想到了，待会我可以在秘境空间中创建一个时间流速正常的独立区域，然后将其模拟成风灵阵法的视觉效果，这样我就可以跟师姐说这是司空景前辈传授给我的阵法绝学。而为了增加可信度，我还可以说需要他在里面同时开启风灵阵法作为阵眼维持运作。随即我在打定主意了以后，我就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营救行动。首先我给小红发消息，让她直接去分身那边帮我把星端玉盒带过来。在安排好这一步以后，我就让杀贼们将公主殿下给我带过来，并要求他们去给我安排一间安静的审问室，并表示待会我要单独审问他。而那名杀贼在听到我的命令时就愣住了，不过他很快就一脸猥琐地笑了起来。对此他就贱兮兮地表示我的这个要求他非常理解，并很乐意为我效劳。然后他们几个就笑嘻嘻地带着俘虏和我往地牢的深处走去，并表示他们按老大上次的吩咐，在这边的地牢里也特意准备了一间拷问室。对此我则没有在意这么多，并转头用眼神让师姐待会一起跟着进去。然而当我带着公主殿下他们走进这个拷问室的时候，就当场傻眼了。这房间里摆放着的东西可实在是太齐全了，这让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作何评价才好。而公主殿下在走进这个房间以后，却表现得异常兴奋，甚至她的眼神都有点迷离了。与之相对的，则是闭关修炼了60载的阿妙师姐，她在看清楚房间中的刑讯用具后也愣住了，震惊的神情中还带着些许羞涩。对此我也只能没好气的让那些杀贼出去别打扰我的审讯，并吩咐他们出去以后走远一点，没有2个小时不要回来打扰我。而他们对此则非常贴心的表示，他们会乖乖的守在地牢电梯口的，这段时间之内绝不会让任何人打扰到老大的审讯。在他们关上审讯室的大门以后，看着那些道具入了神的公主殿下，才终于反应了过来，这些东西是要拿来招呼自己的。对此他在看到我一言不发步步紧逼的时候，就连忙往墙角退去，并颤颤巍巍的警告我不要靠近他。而我则没有理会他的警告，并让他不要乱动，因为我要给他解开身上的绳索。结果在我准备给他松绑的时候，这个小妮子居然对着我的手就一口咬了上来，这下可把我疼得够呛，我可从未想过这人居然能如此生猛。对此我立刻换了只手将他控制了起来，并查看起了自己的伤势，然后吐槽他是不是属狗的，怎么见人就咬。而跟着一起潜伏进来的阿妙师姐在看到这一幕以后，就立刻解除了隐匿，制止了我的行动，并让我不要对公主殿下无礼。对此狼环公主则被吓了一跳，因为她无法理解黄柱国到底是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的。而我在听到师姐的劝解以后，就解除了伪装，并向师姐吐槽起了他们这个属狗的公主殿下。结果我变身的这个画面却让公主殿下更吃惊了，那不可置信的眼神差点把她的眼珠子都挤了出来。对此我就询问她是否认得来救她的阿妙师姐，并让她在松绑以后别大喊大叫的，如果引来卫兵们的注意就麻烦了。而她在重获自由以后，就跟小女孩一样抱着阿妙师姐哭了起来，并楚楚可怜地感谢起了黄柱国的亲自营救。与此同时，在公主殿下抱着阿妙师姐撒娇的时候，小红则通过系统告诉我玉盒已经存入到了系统空间。而非常嫌弃烦人的师姐则一把将公主殿下提溜了起来，然后询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撤离计划。对此
我就信心满满的跟师姐表示，自己有个办法可以将大家都装进阵法空间中带出去。而她在听到我的这个方案时，就大为震惊，因为她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种阵法的存在。对此，我就给她传音说，这个阵法空间是司空景前辈留给我的绝密手段，所以我希望师姐她能帮我保密一下。而她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传音过来询问我是不是真的。对此，我就表示这个方法还需要一个同样精通风灵术的阵法大师在内部维持阵眼的运作，所以这个人选就非师姐莫属了。以她的阵法造诣，应该是可以胜任的。而师姐在听到这话的时候，就不出我所料的露出了尴尬的表情。虽然她嘴上还在硬称自己可以的，但她风灵术的实际水平我可清楚得很。不过我也没给她任何拒绝的时间，转头我就在掌心中运行起了风灵术，然后趁着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将这个伪阵眼交给了她，并叮嘱她待会在进入阵法以后要反向维持住这个脆弱的阵眼。随后我则在星端玉盒上罩了一层风灵阵法的特效，做了一下伪装，将这个善意的谎言进行到底。而阿妙师姐在接过阵眼后，就跟中了定身术一样，在原地半点都不敢动弹，整个人的神经都绷紧了。对此，我就告诉她别太紧张，因为待会进入空间压缩大阵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类似于进入秘境时的那种扭曲感，所以我希望她能放空精神，不要抵抗，并且再三叮嘱她一定要维持好这个阵眼，不然空间大阵崩塌的话，会将其他凡阶人员都压扁的。而她对此则只能勉强答应了下来。不过他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传送走了。随之经过了一阵空间扭曲以后，他就发现自己去到了一处阵法空间中。待他看清楚了周围的环境以后，就很确定这是属于他父亲的风灵阵法，因为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的时候，就是住在西空山上的一处风灵阵法内。只是他没想到这真的可以压缩空间装入活物。虽然这个发现让他非常震惊，不过他眼下首要的事情是维持好自己手中这个逐渐扭曲的阵眼。与此同时，在他努力维持阵眼的时候，狼环公主也被我传送了进去，而她在意识恢复好了以后，也对这处阵法空间非常的感兴趣。对此，她就询问身后的黄柱国，这里是不是就是那个人说的阵法空间？而她在得到师姐肯定的答复以后，就感慨了起来，因为她没想到那个人看起来年纪轻轻的，竟然有这么多神奇的手段，所以她很好奇黄柱国是在哪里找到这么厉害的阵法师的。对此，师姐就只能颤颤巍巍地给她介绍了一下天都国的宋府。而在她的介绍下，公主殿下就想了起来，自己之前跟这个叫宋云祥的人有过一面之缘，并感叹起了缘分的妙不可言。与此同时，在处理好他们两人以后，我就开启了隐匿阵法，走出了这个让人尴尬的审讯室。而对我来说最好的消息是，那些杀贼卫兵真的全都走开了，这对接下来的行动非常的有利。随后隔壁关押着吸水国女兵的牢房大门就跟闹鬼了一样自己打开了，而我的突然出现则吓得他们不轻。不过他们在得知我是来救他们的，就听话的没有大喊大叫。然后我就跟师姐那边一样如出一辙的告诉他们，待会我会将他们装入阵法空间中带走，所以让他们的意识都不要抵抗，免得露馅。与此同时，在秘境空间中的阿妙师姐还在努力的维持阵眼不要崩溃。而随着阵眼中传来一阵提示声之后，之前那批被俘虏的吸水国女兵就全部被传送了进来。对此，负责带队的那名女将就感到了很惊讶，因为她没想到刚刚被单独带走的公主殿下竟然已经得救了。然而让她感到震惊的是，他们的上柱国大人竟然也在这处阵法空间中，只是他的状态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劲而已。不过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他们这些隶属于青药军的将士们立刻就感谢起了上柱国大人的恩情，而这次护主失职的柳宁则更是愧不敢当。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上柱国大人的心里其实比他们更加的慌，他只希望现在不要有人来打扰自己，因为他手中的阵眼已经扭曲的不成样了，再这样下去真的就离崩溃不远了。与此同时，我终于找到了关押着铁壁军俘虏的牢房。要是按那个头目的话来说，我再来晚一点的话，这些人就要被抓去当缝合机的耗材了。而我在打开牢房大门以后，就解除了隐匿阵法，并告诉他们我是宋家派来救他们的宋云祥。对此，其中一名宋家的家将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次来救自己的竟然是那个云祥少爷。随即名为宋衙的中队长就带领着所有兄弟向我下跪感恩，并表示他们愿意服从我的一切号令。对此，我则让他们放空神识，不要抵抗就行，我会带他们离开这个鬼地方的。而我在将他们吸入秘境之后，就在这两处牢房中都布置了一个幻象阵符，这样应该可以多争取一些时间。因为如果俘虏被救走的事情暴露的话，这些杀贼和迷伦军战司那边一定会提前开始行动的。所以在完成了救援任务以后，我就立刻启程回家，因为留给我做准备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回去还要给各方势力做特训和战力提升的事情。虽然这处据点的4台裂缝发生装置已经被我收走，但天知道这些机器他们手上到底还有几台。随即赶路心切的我在未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很快就返回了隐匿在2号据点外不远处的吸水国镇空舰。而镇空舰上的皇家女兵在看到我独自返回的时候就很诧异，并表示如果没有看到家主大人的话，他们是不会开船离开的。对此，我就跟他们表示，我现在就将他们的家主大人放出来，并要求他们赶紧开船送我回去永安城。然而当我把他们从秘境中传送出来的时候，却有点傻眼了，
因为这群人在里面竟然自发地围成了一圈，给努力维持阵眼的阿妙师姐加油助力。而当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从阵法空间中出来以后，一直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就松懈了下来。阿妙师姐对此则感到劫后余生了一般。真要比起来的话，早上跟敌方首领打内架都算是轻松的事情了。对此，他就向众人宣布我的计划成功了，并将主要的功劳都挂到了我的名下。而我则略带遗憾地向他们表示，在撤退的路上，西水国和铁壁军被扣押的2艘船以及那3台测试机，由于目标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只能先留在那里。对此，狼皇公主则根本不在意这些，并一把推开了正在向我答谢救命之恩的宋雅走了过来。然后他就一脸自来熟地挽着我的手臂，表示那些测试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重要的测试数据都已经实时传送回青药军的驻地了。随即他就一脸兴奋地询问我有没有兴趣成为他的试验对象，因为他现在对我比对那些机体更加的感兴趣。然而他的话才刚说完，就感觉到自己被人提溜了起来，并且身后还传来了几声严肃的轻咳。而阿妙师姐在将他扯开了以后，就跟公主殿下郑重地表示，就算她贵为公主，也不要对自己的小师弟随便动手动脚。在此之后，他们2人就展开了沉默的对抗，火药味瞬间就在剑桥上蔓延开来。对此，我就只能夹在中间充当起了和事佬，并劝说师姐去下令开船离开这个危险的区域先。而师姐在听到我劝说的话语以后，就保持着高姿态转身去吩咐船员们开船返回永安城。对此，我就估算了一下返回所需的时间，从南荒深处这里即使全速前进，也至少需要2天1夜的时间才能回到永安城。所以我真的希望回去的路上不要再出什么变故了。随即我就让小红将众生无相和星端玉和送回去分身那边，因为这样我才能继续双线操作。在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我就决定先去好好睡一觉，因为明早我还要将意识集中到分身那边，保证第2天的秘境特训计划顺利进行。而很幸运的是，接下来的一整个晚上都无事发生。在运气的加持下，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早上。唐杰手下赤鸾军的飞舟也如约的一早就来到了宋府东院这里，而紧随他而来的则是赤鸾军的东南西北4营的总营长，以及之前被派来负责接应我回家的总帅副官子服。对此，云锦堂姐就跟大木叔汇报，此次由他带队总共6人都会参与到特训计划里面。而他的副官以及4位领长在见到大木叔以后，就毕恭毕敬地向这位前任总教官请安。对此，大木叔则让他们以后别再喊自己总教官了，并再次强调自己现在只是宋府东院的管家而已。但他的这番话却被学生们当做了耳边风，毕竟1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道理，他们还是非常重视的。而在他们之后来到宋府东院的，则是隶属于铁壁军的非洲，并且西营长阿密还发现铁壁军那边来的胖大叔应该就是东营长宋孝的父亲，但宋孝本人对此则并不在意，并让身后的众人跟上队伍先进去东院里面后再说别的。与此同时，隶属于铁壁军2营和5营的主将宋农和宋克离得老远的就开始跟许久没见的大木哥打起了招呼。对此，大木叔也感叹了起来，因为他也没想到铁壁军那边竟然会派他们这2个老家伙过来。而宋农对此则表示，既然是绝密的特训计划，就肯定是他们这些宋家将士最为靠谱的，其他人来的话他们可不放心。对此，宋克就兴奋地回忆起了过往，因为他们3兄弟上一次并肩作战还是在上一次受潮的时候，直到现在他都还记得。三夫人当时特意把他们2人调过来跟大木哥一起组队，并且还给他们的组合起名叫微作战小队，甚至当时三夫人还要给他们3人改姓刚来着。最后是宋农和大木哥哭着喊着死活不同意，才让三夫人放弃了这个想法。而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就询问起了大木叔是否知晓三夫人和3少爷的近况。对此，大木叔则生硬的直接打断了这个话题，并催促他们进去东院里面开展特训。当参与特训的人员都齐聚到宋府东院的时候，我也把自己的意识集中到了分身这边来给受潮提前做着准备。而阿金和阿嘎他们一早就带领着隐卫的特别行动组来到我的房间前参与特训。对此，站在他们身后的4名隐卫成员在见到我以后也纷纷向我鞠躬请安。而我在跟他们碰面的第一时间，就感觉他们几人身上的魂力波动非常的熟悉。随即我就回想起了在圆顶城刚重生的时候，当时我就感觉自己身后一直有几个人在暗中跟着我。现在看来，他们应该就是老爷子安排在我身边保护我的几个隐卫了。而随着他们从阴影中走出，我就在里面发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东院老熟人。在我还小的时候，宋克可以算是我的专属坐骑了，东院的家丁里面就属他最宠我再怎么闹腾，他都会耐心的陪着我。后来他还是我为非作歹的好帮手和坚实的后盾。而他在被我认出了以后，就久违的跟我打起了招呼，并重新介绍了一下自己。隶属于隐卫特别行动组的他，现在的修为实力在地阶后期。对此，我就上前跟他寒暄了几句，毕竟当时我真的以为他是回老家结婚去了，所以我从未想过他竟然一直在隐卫之中。而他则亲切地表示，其实当年他就已经是隐卫中的一员了，以前之所以以家丁的身份跟随我，也是奉老侯爷之命护我周全。对此，我就询问起了他身边几人的信息，毕竟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身份背景。而他则毕恭毕敬地跟我介绍起了他们这个行动组。在我入学圆顶城南州基武院的时候，侯爷就从隐卫中挑选了他们几个在暗中守护我。站在右手边的女士名叫宋秋，修为境界处于地阶初期，而在她左手边依次站着的则是尹六和荼蘼，他们的修为分别是地阶初期和玄阶巅峰。与此同时，在宋克介绍到荼蘼的时候，
他就一脸谄媚地询问我是否记得他以前南院侍女的身份。对此，我只能如实地告诉他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印象，而他对此则向我诉起了苦，搞得好像我对他做过什么一样。随后他就跟我说，自己曾经多次提出过申请要调入东院这边侍奉我，但都给某些阴湿小人给驳回了。他这话一出，让阿金和阿嘎都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东院侍女长清代，然后他就一脸委屈地表示，他为了来到我的身边，就只好加入到了隐卫，并在里面一路过关斩将，才争取到了特别行动组的资格，在暗处默默守护着我。所以这次他能光明正大地出现在我面前，可以说是苦尽甘来了。感动之余，他还撒娇般的过来挽着我的手臂，好像在跟某人宣泄主权一般。而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整个人就被涟漪甩了出去，并且涟漪还言辞尖锐的让他回去暗处默默看着少爷的背影就好。对此，荼蘼也不甘示弱的呛了回去，他让刚刚突破到地阶的小涟漪别太嚣张，自己很快就会超越他的。这下让喜欢八卦新闻的阿金瞬间就上了头。不过常年在外执行任务的他，在内部信息上却不怎么清楚，所以他第一时间就跑去询问阿嘎是否知道些什么内幕。而平时严肃的跟木头人一般的阿嘎，则表示自己也不太清楚女人之间的问题。与此同时，在涟漪和荼蘼争夺少爷主权的时候，云锦大姐则带着赤鸾军的女将们来到了特训集合点。而平日不苟言笑的大姐，今天在见到我的时候，则一本正经地向我这位爵爷行起了参见礼。对此，我就让大姐以后在家里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种大礼我这个小辈可受不起啊。但我话还没说完，他身后的女将们则有模有样的跟大姐一样，毕恭毕敬地向我行起了参见礼。对此，我只能略带尴尬地向他们问好。而荼蘼和涟漪之间的战争还在往愈演愈烈的方向发展，醋意大发的两人就差没大打出手了。与此同时，赤鸾军东营的总领长宋孝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很失望。原本他以为眼前这位永安城头号纨绔子弟已经有所长进了，结果现在却看到他在这种重要场合还在和女人们拉拉扯扯。而南营的沈英则发现自己无法观测到爵爷的修为境界，对此他就推测应该是被某种阵法手段给屏蔽了。而北营的白苏则关注起了爵爷身边人的实力，不过让他有点难以置信的是，侍女长清代竟然突破到了天阶。对此西营的阿米却完全不在意这些，因为他在来的时候就听说宋府东院这里的伙食相当不错，所以他现在只想知道今天的特训是否会管饭。与此同时，在他们到来后的不久，宋木叔就带着宋克和宋农走了进来。而在路上，大木叔就询问他们两个为何大伯那边只派了他们两兄弟过来。对此，宋克就表示，原本一起过来的还有宋苗和宋德，但在出发之前，铁壁军那边遇到了一些麻烦。随即大木叔就询问他们铁壁军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是否需要家里提供帮助。对此，宋农就表示，有不速之客到访军营而已，问题不大，所以总帅就让他们俩先过来了。与此同时，还在南州深处返回永安城的西水国镇空舰上，铁壁军侦察营的中队长宋牙则正在给总帅大人汇报他们获救的信息。对此，大伯就让他将详细情况整理成军报，并命令他尽快返回驻地进行汇报。在结束简短的通讯以后，大伯就让第二营的张牧去将南荒杀贼的情况同步给西水国那边，而他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随即他便返回了会议室，继续接待突然到访的林公公一行人。而林公公在看到总帅大人处理完公务以后，还亲切地慰问了他一番。对此，大伯就向林公公表达了歉意，并表示刚才是有紧急军情，所以才有所怠慢。而林公公在听完大伯这番话以后，就表示他很清楚宋帅身兼多职是有多辛苦，所以他表示自己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体谅宋帅的。然后他就从身后的小公公手上接过了一道圣旨，准备开始宣读。而大伯此刻则终于明白了他们此行的用意，只是他天都军人的身份让他无法做出任何的抵抗。与此同时，在林公公宣读圣旨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同步军情的张牧却不紧不慢地走进了一处四下无人的卫生间之中，然后他就将自己反锁进了其中一间厕所内，并利用通讯手环将俘虏被救出杀贼据点的消息加密发送了出去。在永安城局势动荡不停的时候，迷伦军战司的南引计划也在悄然进行着，而他们负责情报传递的情报小组今天却收到了一条意料之外的加密信息。对此，组长拓跋伯就询问手下手忙脚乱的是在干嘛，是不是有什么突发情况？而他的手下就表示，他们有一个一直未启用的频道刚刚收到一条信息，而且这条信息还使用了军战司的特级加密。这个发现让拓跋伯瞬间就来了兴趣，并仔细查看了起来。结果这一看却看出了大问题，因为他发现这条信息是右司大人亲自安插在铁壁军中的那个暗桩发来的，而且这条信息的内容还非常的紧急，所以他转头就让手下立即去联系右司大人，并要求他去使用紧急军情频道。而在通讯接通了以后，他整个人瞬间就绷紧了，仿佛看到了很恐惧的事物一般。然后他就向右司大人行礼参见，全然忘了将紧急信息汇报上去。对此，屏幕上的右司大人就一脸不耐烦的让他赶紧说是别用紧急频道在这里打哈哈。而被训斥完的拓跋伯立马就将情报汇报了上去，并恳请右司大人对南荒杀贼据点暴露以及西水国俘虏逃走的情况做出下一步指示。对此，右司大人就让他立即去跟黄帽子团那边核实情况，并让拓跋伯去通知万骑组长做好启动第13时期和22号应急预案的准备。而拓跋伯在通讯结束了以后，就一把挤开了手下，亲自上阵去通知有关人员。他紧张的程度让手下都吓了一跳。与此同时，
南荒长城铁壁军驻地大本营里的林公公则在宣读圣旨，宋帅德能兼备，被陛下赞为国之干臣，所以陛下就以国家政务日渐繁重为由，将宋帅特擢入兵部到京中，任职协理兵部诸事。而这道升迁令则让大伯如坐针毡，因为他很清楚陛下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随后圣旨上还宣布，在宋帅赴京任职之前，让他跟耶世间的孙觉臣公公交接军务，以后就由他来接任南荒联合防线总指挥使一职。而陛下鉴于宋帅镇守南荒多年，劳苦功高，所以特许宋帅保留铁壁军总帅之衔，而接任总指挥使的孙公公则兼任铁壁军的监军。待宋帅入京后，铁壁军则交给他来代掌。林公公对此还美其名曰道，这是陛下的嘉奖之意。他希望宋帅赴京后仍然可以在新职位上恪尽职守，再立新功。所以他在宣读完圣旨以后，就恭喜了一下宋帅，并期待以后能与他在京中一起为陛下效忠。对此，大伯宋清就只能接受了这一份调令，并感谢陛下的圣恩。与此同时，宋克也把林公公到铁壁军宣旨的事情告诉了我，并希望我能给出一些应对措施。对此，我则深感不妙。宋家身为天都国的圣阶家族，虽然拥有着一定的自治度，但大伯铁壁军是朝廷下属的军队，所以他们在圣旨和陛下面前是不能有半点忤逆之举的，不然事态就会完全失控。在这节骨眼上，说实在的，我也没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他们在受朝到来之前不要太过于乱来，不然到时候局势将会非常凶险。与此同时，宋农在看到神情凝重的我以后，就非常的感叹，仿佛三少爷再次出现在了他们眼前一样。对此，宋农就跟宋克说起了悄悄话，询问他有没有感觉三少爷比1年前成熟了很多。而宋克则表示，来人有所经历以后总是会成长的，不过他也觉得三夫人他们如果能看到这一幕的话，应该会感到非常的欣慰。与此同时，在我跟大木叔他们讨论铁壁军传来的噩耗时，跟联谊争斗完的荼蘼则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通讯手环拍了很多云翔少爷的照片，并转手将其全都发送了出去。而毫不知情的我，随后就跟到场的人员宣布特训正式开始。由于时间紧任务中的关系，其余没能赶来的人就不等他们了。随即我便开启了星端域，和将大家一起吸入到了秘境空间中开展特训。与此同时，一艘隶属于邻国宫萧家的飞舟则在天都国东州出发，往南州永安城方向驶去。而这艘船上坐着的则是现任玄甲卫的狄兰总帅和陵兰郡主萧贤。而狄兰在处理完玄甲卫的公务以后，就看起了密探给他发来的宋云祥照片以及宋府特训计划。对此他也挺好奇的，因为资料里这个办事沉稳能掌控大局的宋云祥，跟他印象中被所有人称为永安城第一纨绔子弟的他出入太大了，所以他想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与此同时，爱八卦闲不住的萧贤就发现了狄兰正在看自己小老表的照片，对此他就调侃了起来，他是完全没想到外表高冷的狄帅会有这种变态的兴趣，竟然让玄甲卫的密探去干偷拍的事情，而没兴趣搭理他的狄兰则让他哪里来滚回哪里去。对此萧贤就一脸得意的继续调侃，因为这趟行程明明是狄兰听说了宋云祥搞了个秘境特训计划，才找上他这个宋家亲戚出马带小狄秘密前往宋家的，所以他让小狄兰搞清楚这里面的主次关系。随后他就让小狄兰以后对他的态度要好一点，因为他现在的身份可是宋云祥的大表姐。对此狄兰就略带质疑的询问道，就他那脑袋瓜子能算清楚这里面的辈分吗？而萧贤对他这个问题则早有准备，因为他上次回家之后就专门仔细打听了一下，甚至他还抽空自己画了一张宋家与萧家的关系图，里面详细记录了两家从高祖辈开始的所有直系血脉。他在和宋云祥同辈的情况下，年纪又比他大，所以他理所应当的认为自己就是对方的大表姐。而狄兰在看到这个抽象到了极致的关系图以后，就彻底无语住了。不过他提醒了一下萧贤，算漏了点东西，宋家老侯爷那位夫人的地位可不简单，因为她是先帝的幺妹柔仪公主，曾经吴上皇最宠爱的小女儿。这话一出，萧贤那本就不怎么发达的脑袋瞬间就宕机了。宋云祥爷爷的夫人是吴上皇的小女儿，他父亲的妈妈是宋太妃的女儿南香公主，而宋太妃又是先帝的妃子，之后先帝又是吴上皇的父王。狄兰这个问题一出，瞬间就让聒噪不停的萧贤原地炸裂开来。与此同时，在萧贤安静下来以后，狄兰就注意到了宋云祥手上的那枚秘境玉盒，这个发现让他也有点猝不及防，因为他没想到三夫人当年留下的东西，他竟然能如此轻易地掌握了。当我在南荒沙漠深处发现了南影计划的具体以后，我就亲自上阵监督着宋府各部开展特训，但现实却给我浇了一盆大大的冷水。这群临时拼凑起来的战力在模拟实战中的表现实在是有点差强人意，如果将他们直接拉上战场的话，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所以这也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在难度设置上是不是出了岔子，难道是因为难度太高才导致现在的这种情况吗？其中表现最差的居然是堂姐的赤鸾军，前面3轮模拟实战下来，他们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全灭。相较之下，铁壁军和隐卫的众人则相对较好，但他们在战场上发挥出来的作用则聊胜于无。对此，大木叔就询问我是否可以将那批新型微远士配装到模拟战中，这样他们就可以提前适应和开发出对应的战术打法。而我在听完了大木叔的建议以后，也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这样或许他们还能坚持得更久一点。与此同时，在我们商量接下来的训练计划时，模拟实战的控制台就给我们传来了他们全员阵亡的消息，所以这也让我不得不尽快去进行调整。随后我就让大木叔也一起参与进去试试手，以防将来有什么意外，他也可以在后方进行统筹调度，顺便再让他这个曾经的总教官去指导一下他们的作战部署。对此，我就让大木叔去告诉他们，在战场上要先想办法让自己活得更久一点，不要一味的莽出去战斗，要一边苟着一边观察，多动脑子思考，积累经验，保持战力完整，才有反击的机会。在交代完这些以后，我就将大木叔传送了进去，然后我再将那批新型微远士都给他们配装上，并且再给大木叔开了个特殊权限，这样他就可以更方便的在几组人的位置之间穿梭指导。在开始了新的一轮模拟战以后，我就打算去徐老那边看看他突破的进度，毕竟他作为头号白鼠的经验，往后我还能用到其他自己人的身上。随即我便传送到了徐老的突破场所附近，查看起了具体情况。从散发出来的气息上来判断的话，徐老他离圣阶就仅仅只有半步之遥了，而系统显示出来的情况则是他现在正处于心魔幻境的阶段。这样看来，徐老突破的进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得多。对此，我就想起了顾英之前所说的徐老过往，所以我就想进去吃个瓜什么的，如果出什么乱子的话，我还可以给点帮助。随即在打定了主意以后，我就利用秘境的权限将自己传送了进去。但当我来到徐老的心魔幻境以后，却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因为我搞不懂徐老他的心魔为何是与他过去的结拜兄弟有关，而对战中徐老的话语则透露着浓厚的恨意，就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能知道他有多恨袁九日的背叛之举。对此，袁九日则表示自己这次是带着诚心而来的，甚至他在战斗中还一直恳求徐老看在过往兄弟情谊的份上停下攻击，听他说几句。而满腔怒火的徐老则根本不给这个叛徒任何的机会，他手中的剑士更是招招索命。对此，袁九日也收起了心神，开始认真迎战，因为他很清楚徐老是有多想手刃他这个叛徒的。随后在他招架住徐老的攻击以后，他便以一招角度刁钻的上挑将徐老逼得往后躲闪，而身经百战的徐老在躲开攻击以后，就借势扭身发力继续抢攻，他手中的长剑更是直奔对方的面门而去。对此，袁九日则在长剑即将刺中自己的时候，爆发出了惊人的速度，往自己身后急速退去。而他在躲过这致命一击以后，便在空中借力与徐老之间拉开了一段安全距离，而徐老则趁此机会做好了大招一剑碎山河的准备。对此，与他一起修炼多年的袁九日一眼便看穿了徐老的意图，所以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接下来便是决胜时刻。而巧合的是，他们这两个共同探索剑道多年的手足兄弟，在这个决胜时刻竟然同时使出了战技一剑碎山河。当这两道威力巨大的斩击碰撞到一起以后，所产生的爆炸直接摧毁了战场附近的几里米，而他们两人在被爆炸吹飞出去的同时，机体构装也被强制解除。然而难忍心中怒火的徐老则在飞行的途中强行扭转了自己的身形，并在落地的瞬间就构装出了自己的佩剑继续抢攻。而袁九日在看到这样杀意浓厚的徐老以后也有点吃惊，这也导致他拔剑的速度受到了少许影响。等到他反应过来拔剑抵挡的时候，昔日结拜兄弟的长剑则已经划破了自己的头颅。不过很显然的是，徐老的这一击留手了，不然叛徒袁九日早就身首异处了。对此，徐老其实也很痛心，因为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徐鹤鸣的结拜兄弟南州四剑之一的穿影剑袁九日竟然会是弥伦国军战司的密探，所以他恨的其实是自己当年看走眼的过错。而他刚刚留手，则是放了曾经的兄弟袁九日一马，算是履行了自己结拜时的诺言，同时也斩断了这份兄弟孽缘。而往后他对拓跋旭便不会再有任何的留守和情面。对此负伤的拓跋旭则继续以袁九日的身份对鹤鸣大哥道起了歉，并将过往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但他这次前来是诚心相邀徐老与他一起加入弥伦国的，因为他们那里有徐老一直想要的凡阶入圣之法。在提及这个话题的时候，徐老的心中便回想起了自己对黄素妮许下的诺言，而这个凡阶入圣之法便是他履行诺言的关键之物。对此，拓跋旭就表示，他们军战司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突破，他相信不用很久，这项技术就可以推广实用。为此，他们称这个研究为伪圣计划。与此同时，在模拟实战中的众人则在进行着第4轮训练。宋克和宋农两兄弟则带领着铁臂军的2营和5营进行着重甲型和炮击型微远式的实战测试。而对比结果也很明显，由常规微远式驻守的防线均已被凶兽突破，唯独只有他们两人的防区还在苦苦支撑。然而拥有着炮击型微远式的2营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因为数量无穷无尽的饕餮和或斗种凶兽已经踩着同类的尸体踏上了南荒长城之上，与他们展开了近身搏杀。战阵前排的将士们则只能举着盾牌，不断地填补着战线的缺口，为后排的输出手创造攻击机会。对此，2营主将宋农则一反常态的下令，让炮击中队将炮口转向左边47度12分的位置，朝着1850米开外，以3营城墙外交战点为目标，左右各延展15度，实施扇形火力覆盖。虽然手下的将士们不理解这道命令到底是为了什么，但他们依然服从了这道军令，将炮口瞄向了目标方向。当一切准备就绪完毕，炮击中队的魂力加农炮便立刻全力发射，而本已经沦陷的3营防区，在得到这波火力支援以后，压力立马骤减。
那堵被凶兽冲垮的城墙也因此倒塌，暂时封住了。然而宋农在执行火力支援的时候，就留意到了自己防区对面来了一头从未见过的圣阶凶兽。要不是他参与了这个特训计划的缘故，他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种可怕的生物。而且在他的面前，南荒联合防线就跟纸糊的一样，一撞就碎。隔壁被突破的1营和3营防区就是最好的证据。对此，宋农在见到这种怪物靠近自己防区以后，就果断下令让2营全体战斗人员立刻放弃这个防区，并让他们趁着刚刚那轮轰炸创造出来的空隙，穿越已经沦陷的防区去驰援5营。与此同时，同样在南荒长城上驻守的铁壁军5营，则利用着重装型微远式的重盾优势，在城墙外建立起了一道临时防线，这样可以避免凶兽直接冲击到长城的本体。虽然重装型微远是在近身作战上有着武器优势，但缺点是杀敌效率不够，要是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话，这道临时防线被冲垮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对此，5营的主将宋克就不断招呼着手下的兄弟们抡起大棒进行战斗，力求不要漏过去任何一只凶兽。而5营的将士们在听到主将的命令以后，手中的重锤就一刻都没有停下来。在防线暂时稳住了以后，宋克就观察了一下3营和4营那已经沦陷的防线。虽然他清楚这只是一场实战模拟而已，但战场的逼真程度让他感到了非常震惊。所以如果这一切正如少爷所言是既定的未来的话，他很希望到时候宋农那边不要出什么乱子。与此同时，大量突破了长城防线的凶兽们则已经入侵到了永安城内，并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而那些盘旋在天空之上的闭方形凶兽，则在肆无忌惮地屠戮着那些没能来得及撤离的城内百姓。对此，负责在城内游击作战的隐卫特别行动组则负责清理这些凶兽，为无辜百姓创造更多的撤离时间。而驾驭着狙击特化型微远式的宋克，则在城内的制高点上负责隐患，并且他手上还拿着再次加强过的重型弩炮。对此，在一旁充当他狙击僚机的荼蘼就让他这个大叔省点魂力，别把怪都全引过来，因为他觉得与其浪费魂力去救那些人机，还不如直接跳进敌阵中大杀四方，更能吸引少爷的目光。而宋克对此则沉默不语，并将他们四周的凶兽都统统吸引了过来，为平民撤离创造了大量的时间。对此，荼蘼就只能认栽了。随后他就乖乖地从高楼上跳了下去，准备杀敌。而他在即将落地的时候，还耍酷一般回头往天空摆起了造型，并邀请自家少爷好好观看他的猎杀时刻。由于他属于是感知力较为敏锐的星魂师，所以给他配装了一台辅助型飞刃微远式。该机体的2个背匣打开的时候，左右个无柄特制飞刃便会立即出鞘。这种机体在对付数量众多的低阶凶兽时会有奇效，唯一的缺点就是能驾驭这种机体的星魂师数量较少，无法大规模试装。与此同时，隐卫特别行动组的宋秋和尹六则在宋府附近的街道中带领着其余隐卫阻击凶兽入侵。而最让他们感到棘手的则是那些数量颇多且喜欢从地底发动攻击的蜈蚣型凶兽。这种凶兽除了难以杀死以外，他们还会不断在战局外围发射尖刺袭扰对手。对此，配装着对人特战型微远式的宋秋则可以轻松应对。机体背后可折叠的2面盾牌可以有效的弹飞尖刺打击，并且宋秋还可以利用机体机动性上的优势进行单击杀敌。然而由于隐卫这些人非常缺少与凶兽对战的经验，这导致他在战场上总会忽略掉凶兽们擅长群攻配合的特性。不过幸好的是，这一轮特训中同样配装了特战型微远式的尹六，可以利用特制长剑及时为他解围。对此，宋秋就感谢了一下尹六的支援，但不怎么爱说话和专心于战斗的尹六却没有搭理他，并且转头他就顺手将宋秋之前的斩首目标也一起大卸了8块。行动之迅速和精湛的剑术可以说是完全发挥出了特制长剑的威力。而宋秋在见到同伴如此生猛的支援以后，也不甘示弱的转身继续投入了战斗。与此同时，在徐老星魔幻境中吃瓜的我则听到了一个非常意料之外的消息。在前世的记忆里，拓跋旭口中的伪圣技术是通过外力将圣阶能量注入到适配者体内，借此强行将肉体催化为圣阶战力的一种竞技手段。当时弥伦大举入侵天都的时候，这种技术确实已经达到了可以稳定实战的程度。而让我更意料不到的是，兰州4剑之一的穿影剑元9日竟然是我记忆中弥伦军战司的那个拓跋老怪。而他向徐老透露出伪圣计划的这个时间点，让我很怀疑弥伦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在天都南部边境上扶持了南荒杀贼这股势力。但从黄帽子团据点的科技实力来看的话，我无法断定这些技术到底是出自哪方之手。与此同时，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拓跋旭则态度恳切地以结拜兄弟的名义再次邀请贺明兄加入到弥伦国的阵营里面，这样他们兄弟2人就可以再次并肩协力光复天帝国正统，为统一分裂的东大陆贡献出他们的力量。对此，徐老则一脸决绝地表示自己这一次不会再上他的当了，因为他的好兄弟元9日已经死于了刚刚的那一剑，他宁可此生无缘圣阶，也不愿做出任何背叛之举。并且他还告诉眼前的拓跋旭，在凡阶入圣的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人帮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劳兄弟费心了。随即他身上的气息就开始不断的攀升，圣阶的力量则在他体内慢慢凝聚，这让心魔幻境中的环境也发生了改变。而徐老圣阶的气息蔓延出去的同时，他的心魔幻象也开始分崩离析。而徐老跨过这道坎以后，也代表着他过去的心结已经解开。或许当时他放弃摆在自己面前的伪圣计划时，也有后悔过吧。
对于普通人而言，凡阶通胜之路就像是身处迷宫中央，且周围还被迷雾环绕，既没有方向，也没有视野。这样，即使是天资卓绝之辈，穷极一生也不可能找到迷宫的出口。而素人之所以能够直通圣阶的原因，则是他们的先天已经标记出了那条从迷宫中央到达出口的那条最近的路。对此，我只能感叹现在的东大陆实在是有点过于落后了。因为我提供给徐老的魂脉淬炼诀，在中央大陆那边属于是比较常见的功法之一，虽然做不到像素人那样开挂般标记出正确路线的能力，但却至少可以为突破者点亮迷宫出口的方向。剩下的就看突破者要如何去穿过迷雾抵达迷宫的出口了。对此，我就感叹了起来，因为我没想到徐老竟然可以一次就突破成功，而且进度比我预计的时间要快了很多。这或许正是他多年以来坚守本心不懈追求的回报吧。他之前几十年的积累，终于在这一刻厚积薄发。然而，正当我打算吐槽徐老这个弱鸡心魔的时候，幻境中的环境竟然再次出现了巨变。原本已经稳定下来的场景，突然就转到了西水国全城的高墙之下。在这100丈高墙之上，还屹立着宛如神明一般的星魂降文仲。这难道才是徐老真正的心魔吗？而在星魂降文仲的手中，还囚禁着徐老的爱人黄素妮。这下算是让我知道了徐老的口味了。这老东西眼光还挺毒辣的。与此同时，刚刚突破成功的徐老在看到这幅场景的时候，所有的回忆瞬间就涌上了他的心头。而在高空中俯视着众生一般的黄柱国则表示，纵使他突破了圣阶又如何？因为区区圣阶一重初期，在他的眼里和凡阶是没有区别的。对此，我也有点吃惊，因为我没想到阿妙师姐竟然还有如此威严恐怖的一面。她这副模样跟平时与我接触的时候相差实在是太大了。而我在看到徐老真正的心魔以后也是服了。我不理解他明明都已经突破成功了，为何还要给自己整出一个这么强的心魔干嘛？这完全就是在讨打。对此，徐老则不是这么想的，因为此刻正是他履行诺言的时候。当年的誓言与屈辱，他没有忘记丝毫，而那枚陪伴了他一生的君子剑，也宛如读懂了主人的心意一般，向他径直飞去。对此，徐老就对自己来晚了几十年，这是向素妮道歉，并诚恳地让对方再多等自己一回，因为终有一日他会踏碎这100丈高墙，带他离开这座牢笼。随后，老型号的君子剑符便亮起了耀眼的光芒。这个本该被世代淘汰的老家伙，此刻却迸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气息，宛如得到了重生一般生气蓬勃。紧接着，徐老便驾驭着自己的老伙计，向星魂降文仲发起了挑战，手中准备了数十年的战绩也已经蓄势待发。在第4轮兽潮模拟战中，虽然我给他们都配装了新型微远式，但号称坚不可摧的南荒防线依然被铺天盖地的兽潮给攻破了。目前就只剩下宋克所把守的5营防区还在坚守，而宋农在果断放弃了2营防区以后，则带着队伍从城墙内侧往5营的防区赶去。但由于防线已经大面积沦陷，所以他们在赶往2营防区的路上，还要跟入侵到墙内的凶兽进行战斗。对此，宋农在登上城墙后，就命令手下的第6中队依托有利地形留下来殿后，就算是死，也要将凶兽拦在他们脚下的这条楼梯之下。然而，宋农在城墙上指挥队伍前进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到绝望的情况。由于只剩下一个防区的缘故，那些原本散落在各条战线上的毕方形凶兽，竟然完成了河流，并径直地往5营防区飞去。与此同时，在城墙外固守的宋克也发现了这一情况，对此他只能强行下令让兄弟们赶紧架盾防御。而他手下的战士们在听到命令的时候，就立即将重型盾牌从地上拉起，并将其举过了头顶进行防御。但由于向他们发起进攻的毕方形凶兽拥有足以碾压他们的数量优势，这导致5营的防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大伤亡。而在防线出现缺口时，那些小型且敏捷的或斗种凶兽则在饕餮种的掩护下，迅速地突入了5营防线的那层区域。对此，5营主将宋克则感到了非常的头痛，因为他知道，就算自己立刻调兵过去堵住缺口，防线上也会有其他方向遭到突破。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的兄弟宋农则及时地带领着2营的炮击小队来到了5营防区之上，并立刻向防线上的缺口实施了火力打击。而此举则让5营的将士们获得了短暂的调整机会。随后，宋农则下令让炮击小队切换成对空战斗模式，并让他们使用自己背后的蜂窝炮对空自由开火。随即，无数的高爆火箭弹从他们的背后爆射而出，顷刻间，天空之上就形成了一道密集的火网，拦住了毕方形凶兽的前进道路。在打乱了敌方行动后，他就让队伍后方的射击手开始对空弹幕射击，这样他就可以持续为5营的地面防线牵制住毕方形凶兽的注意力。对此，宋克就向其兄弟表示了感谢之情，并赞叹起了对方这果断驰援的决定。而宋农则表示，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想着他们兄弟2人至少要保住一个防区，毕竟他们这次已经换上新型微远式进行战斗，所以他不想在云翔少爷和大木哥的面前丢了铁臂军的面子。对此，他就让宋可专心去对付地面上的敌人，空中那些毕方形凶兽就交给他来处理。然而，在他们2个营联合起来共同御敌的时候，更多的凶兽也在向着他们所在的防区发起了冲击。在绝对的数量优势面前，2营的对空弹幕则逐渐开始显露疲态。而在地面上奋战的5营则慢慢的被黑色的浪潮所吞没，而那些成功突破弹幕封锁的毕方形凶兽则向着2营防线展开了蛮不讲理的自杀式攻击。而
而躲闪不及的射击手方阵则瞬间被冲散了队形，城墙上的场面一度陷入了混乱。对此，宋农就让第5小队跟着自己去围杀那些落在城墙上的凶兽，但他们在城墙上的防线也因此陷入了被动之势。在阵型被打乱以后，他们的对空火力也遭到了 B 方型凶兽的压制。与此同时，地面战场上的武营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好不容易稳住的防线，正面转眼间就被几头天阶的穷奇种凶兽撕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而他们的利刃就连重型微远式的盾牌也无法完全抵御，仅仅只是一击就击退击伤了那些前来填补防线缺口的武营将士。对此，宋克也是坐不住了，转头他就抡起手中的双锤亲自上阵。然而他的这个决定也只是延缓了防线被突破的时间，因为其他方向上的防线也已经岌岌可危。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之下，2营和5营的防御节奏则被彻底打乱，战局开始不断的往乱战方向发展。而在城墙上带队围杀落单凶兽的宋龙也陷入了独自奋战的境地，这让他手中那头被压制住的凶兽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对此，宋龙则全然不顾自身安危的将身后的炮口直接对准了凶兽的头部进行对射。不过幸好的是，新型微远式的机体防御力提升了不少，不然他这波肯定没法全身而退的。而他在解决完手头上的凶兽后，就开始统计战场上己方士兵的伤亡情况。然而令他感到绝望的是，经过刚刚那一波乱战以后，他手下的将士们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倒下，而他自身的状态也不容乐观。所以在这种死伤过半的情况下，他就认为自己的这场训练应该差不多到此为止了。与此同时，地面战场上的宋克也无力回天了，在被数头天阶凶兽围攻的情况下，他很快就败下阵来了，身后的防线也因此门户大开。对此，被穷奇死死按在地上的宋克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维持着机体构装不被撕碎。而宋农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也只能深感无力。现在这种情况，就算他想给予火力支援，也无法凑齐足够的炮击小组了。然而，就在他们失去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时，那些盘旋在防区之上的 B 方型凶兽群却突然遭到了猛烈打击。等到宋农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在他们陷入苦战的时候，云锦小姐的赤鸾军也赶赴到了前线这里，并且这次他们为了洗刷之前的败绩，还特意开来了2艘镇空舰进行作战。而他们在抵达前线以后，配备了空击型微远式的小队则立即展开了行动。赤鸾军东南西北营的总营长们也发誓要洗刷掉前几次训练时的丑态。与此同时，在赤鸾军的女将们开始行动时，徐老这边也正式的向自己的心魔宣战。他手中的独创战绩正是为了此刻而创，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很久很久，所以这一次他不允许自己失败。然而战力上的鸿沟是无法单靠气势来逾越的，站在他对面的黄柱国甚至连手都不用抬一下，便召唤出了数道雷霆之力进行反击，而完全没有防备的徐老也因此吃了大亏。他在被击中后，就连人带机体一起坠落回了原地。对此，我只能无奈地笑了起来，因为我没想到平时成熟稳重的徐老竟然有如此莽夫的一面。而他在遭受重击之后，整个人的状态也出现了问题，他身上那好不容易才凝聚起来的圣阶魂力则开始逐渐消散。对此，我则深感不妙，因为我从他的气息上能察觉到徐老的境界正在跌落回凡阶水平。而此刻的徐老则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自己失败的事实，他不惜求助于宋云祥也没法打破这天地间法则的这事，让他的内心很受挫。对此，我则感到了莫大的委屈，明明是他自己作死而已，怎么能扯到我身上来了？但由于我眼下对战力需求越来越紧张的缘故，所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徐老就这样跌落回去。为此，我就只能出手帮他作弊一把。原本我有想过按照徐老的需求给他弄一个强化版的专用机体的，但似乎是因为某种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这次赶不出来。对此，我就打算用飞剑型微远式给他凑合一下，而配色方面则沿用他君子剑一样的颜色。随后在我利用完幻境全线给他开好后台以后，徐老的身体就不受控制的开始了星魂构装。而在构装完成以后，他就很纳闷，他不懂自己为何会不自觉地说出飞剑微远式的这一句台词。对此，我在给徐老安排好机体之后，就打算顺手压制一下这个心魔阿妙师姐的境界水平，再将她压制到圣阶一重初期后，我还不放心的给她加了一点负面加持，免得待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故。而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徐老，也感应到了老妖婆的气势正在减弱。对此，他就认为优势在我，在有新机体的加持下，这次他应该可以与之一战。随即他便查看起了飞剑型微远式的武装配置。虽然过去他很少使用心念感应武装，但他在剑道上的深厚底蕴让他很快就找到了上手的办法。而他在清楚了这些飞剑的功能以后，就立即将他们全部派了出去，力求封住对手的行动，为自己的全力一击创造出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心魔阿妙师姐那边在发现自己被飞剑包围的时候，就打算利用文重的破琼锥来进行破局。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机体背后的破琼锥竟然因为不知名机械故障导致无法使用。对此，我这个背后黑手只能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接下来就看徐老他自己的造化吧。而徐老则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单手操控着飞剑击穿了星魂将文重的防御，并向其中灌输魂力，使其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整个过程有着很多奇怪的点，但他很清楚，眼前的心魔本就是他内心的恐惧与执念所化，这对于长久以来修习剑道的他来说
见到之徒修的是心魄的视障，所以今日他徐鹤鸣就要以手中之剑斩魔破境，正道圣阶。随后徐老的心魔幻境便再次开始崩塌，他长久以来的心结与执念也在此刻烟消云散。等到周围的空间恢复平静了以后，徐老的内心也得到了一丝安宁。在理智回归了之后，他就看懂了刚才很多的事情，所以在幻境结束之前，他就主动开口向虚无中的道了一声谢谢，然后幻境中的徐老就化成了圣阶之力，回归到了本体之中酝酿神魂。接下来只要再花一点时间将境界稳固好，就可宣告大功告成。当弥伦国那边把俘虏被救走的消息传给黄帽子团的时候，团长大人就当场怒不可遏地怒骂起了2号据点的那群酒囊饭袋，而正在通过视频通话汇报该消息的牛郎则单膝跪地不敢作声，生怕团长大人追究其丢失俘虏的罪责。不过幸好的是，火气上头的团长大人只是让他立即组织战斗人员前去追击，而并没有因此责怪他。与此同时，他在命令牛郎去追击逃跑的俘虏时，还吩咐团内的首席研究员去查看一下加竹桃他们那边的进度，看看他们那边什么时候能带着沙雕城的神阶移退回来。随后他还询问了一下苏塔的情况，询问其能否出击参与此次的追击行动。对此研究员就表示，苏塔尾圣异虫的调制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这个实验他可以强行终止，让他参与到行动中去。而团长大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表示，他们的计划可能会因为那群人跑了而发生变故，所以这次他会亲率部队前去追击。对此，在他出发之前，他就让研究员去准备一下提前开启受潮的工作，防止这起变故导致他们的计划受阻。然而研究员在听到团长的要求时却给不出任何回复。鉴于团长大人此刻正在气头之上，所以他数次想开口劝解，都把话咽了回去。而感到异样的团长则立即询问他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计划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对此研究员就表示，他们这边负责稳定裂缝规模的装置还未完成充能，如果提前开启受潮的话，情况将变得极度凶险。而他为了说服团长相信自己的话，则表示根据他的计算，如果现在开启裂缝的话，将会有76%的概率受潮的规模会大到他们也难以控制的程度。对此团长大人则略带紧张地询问他，什么叫大到他们也难以控制的程度。而研究员对此则给团长大人讲解起了裂缝发生装置的使用细节，其中在能量消耗上，开启裂缝其实仅只会占用到40%左右，而其余60%的能量则是专门供给给限制稳定器的。而这个限制稳定器的作用是可以精准地控制裂缝的大小，从而控制从里面走出来的凶兽数量以及强度。原本按照弥伦国那边的南影计划来执行的话，他们黄帽子团仅需启动12座中型裂缝诱发装置即可，这样天都国的战力将会被受潮牵制在南境边疆，而弥伦则会趁此机会展开南下侵略行动。而他们黄帽子团的真实目的则是借此发动一场足以吞噬天都国整个南州的受潮，推动天下大乱，从而引出太原那群一直隐藏在幕后的老怪物。之所以他们会制定出这样的计划，是因为他们两人都很清楚，太原那帮人虽然嘴上总是说着什么兼爱非攻武力介入的教义，但实际他们一直在做的则是制衡东大陆3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实力，从而排除任何有可能导致东大陆重新统一的风险。对此团长大人在听完这番话以后则陷入了沉思，因为他也很清楚自己的目标一直都是太原的那帮人。而研究员在看到团长陷入沉思以后，就说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如果现在发生超出控制的受潮的话，凶兽的数量将极有可能会翻数倍不止，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不知凡几的神阶凶兽。他此话一出，瞬间就让团长大人从沉思中清醒了过来。如果整个天都被受潮吞噬了，那就失去了其被侵略的价值，因为弥伦那边想要的是夺回故土，统一东大陆，从而光复天帝国，所以一片充满凶兽的焦土肯定不是弥伦人想看到的结果。对此研究员则补充了2个可能会发生的未来。第一种是，如果受潮强度大到能威胁整个东大陆的话，这样会有可能导致天都、弥伦、溪水暂时放弃争霸，联手对抗受潮。第二种是强度过高的受潮会直接毁灭掉整个东大陆，这样会导致文明直接进入下一轮纪元。而他基于这2种可能性来推测的话，太原那帮人应该都会坐视不理，这样不仅无法引出太原的博士，他们自身也会有被失控的受潮反噬的风险。对此团长大人也认同了他的说法，因为如果不能引出太原抓到博士的话，那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就都毫无意义。而只有他自己清楚的是，博士所拥有的力量可以让他回到属于自己的纪元，所以这份力量他一定要得到。随即他就询问研究员，如果现在他们调用起一切可用资源的话，最快多久可以保证发动原计划规模的受潮？对此对方就表示，只要加竹桃他们那边能顺利带回足够数量的神阶移退的话，最快3到5天之内就可以实施。如果遭遇变故的话，他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可以使用，他可以在发动受潮的期间加入时间间隔，将受潮原本持续的流速改成波状。这样的话，在现有资源的情况下，5到7天之内，他就可以诱发一个足以支撑圣阶凶兽通过且稳定的超大型裂缝。对此他就提议让团长大人带上困在据点内的2头圣阶凶兽去执行追击任务，尽量拖延时间，他会尽可能提前受潮的到来。当黄帽子首领亲自带队出发去追击俘虏的时候，他手下的家竹桃一行人则在沙雕城内协助麦西发动着一场复仇行动。那几名负责保护麦金将军的天阶长老，在天阶巅峰的老罗面前连1秒钟都撑不下去，而麦金手下的参谋长在看到他们几人的时候，
则立刻辨认出了他们是那伙臭名昭著的黄帽子团干部。所以他当场就质问起了他们几个来沙雕城的目的。对此，之前一直跟在队伍后方的麦西便作为这场复仇行动的委托方走了出来。而那几名被打倒的天阶长老在看到麦西小姐归来的时候，双手就忍不住地颤抖了起来，因为他们当时都在前任城主麦彪的陨落现场，而且之前麦西小姐还私下找过他们。对此，麦金在看到麦西走出来的时候，也难免地紧张了起来。他的右手还不自觉地握紧了左手的手腕，而他在强装出镇定的模样后，则询问起了麦西这是为了什么，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而从他勾结南荒杀贼这一选择上，麦金则质问他是不是想造反，大家都是一家人，为何要为了利益刀剑相向。对此听不下去的麦西就让他这个杀人凶手赶紧闭嘴，并表示自己这么做完全就是为了手刃他这个弑父禽兽。而麦金在得知自己设计弑父的事情暴露了以后，便悄悄地往后退了一步，但他口中依然狡辩着自己父亲是被疑似迷伦的歹人害死的，并且他还从衣服的袖口中抽出了几枚微型烟雾弹来做不时之需。对此，麦西则让他不用再狡辩下去了，因为事情的经过他已经从几名天阶护卫的口中得知，所以得知真相后的他才会做出今天的这个决定。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敬爱的父亲竟然会被眼前的这个禽兽利用来当诱饵枉死，并指责他此举简直就是枉为人子。与此同时，当麦金的面具被无情的撕破时，他也不打算继续装下去了。他作为父亲的私生子被收入麦家后，到底吃了多少苦头，受了怎样的脸色，才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他不允许自己失去这一切，无论如何他都要活下去。对此，他就表示麦西现在还是太年轻了，因为就凭这么几个人的存在，可别想着让他束手就擒。随即他手中的几枚烟雾弹便被猛地甩出，皇宫内廷也因此瞬间变得烟雾弥漫，这让黄帽子团的几名干部一时之间无法利用魂力将其定在原地。而他本人则趁此机会直接从皇宫的窗户逃了出去，并在落地前构装好了自己的机体，用于继续跑路。而且由于他使用的机体是经过强化后的那架巴塔型量产机，所以他很快就能翻越城墙逃往沙雕城别的区域。对此，麦西便连忙带着家竹桃他们展开了追击。而且他们几名干部为了确保此次委托能顺利完成，还特意配置了他们团内的缝合机来增强战力。与此同时，已经跑出去一段距离的麦金则往着沙雕城卫军的驻地赶去。只要他能跑到那里，便可调集军队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将那几名天阶干部活活耗死在这。而在他赶路的时候，则凑巧遇上了一队正在巡逻的城卫军，所以他立即表明了自己是麦家现任家主的身份，并命令他们过来给自己护驾。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便感觉到了自己身后有人在急速靠近。而当他回过头去查看的时候，则惊讶地发现身后飞来的那台素女士竟然长着一对属于 B 方形凶兽的翅膀。而由蓝霸驾驭的素女士缝合机在追上麦金的时候，则没有一丝废话，立即展开了攻击。他此举在逼退麦金的同时，还隔绝了城卫军与麦金之间的联系。对此，麦金则瞬间方寸大乱，因为这种可以飞行的小型机体实在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而趁着他被震惊的间隙，由老罗所驾驭的君子剑缝合机则突袭到了他的身边。当麦金反应过来进行防御的时候，则已经为时已晚。他手中的两柄短刀在饕餮型凶兽的利爪下一击就被斩断弹飞了出去。对此，老罗则没打算放过他，转头他便一爪狠狠地将麦金击飞。而在凶兽手臂的力量加强下，麦金单薄的机体瞬间就被打飞了出去数十米。然而当麦金艰难地准备站起身时，一双巨钳的出现则瞬间让他背脊发凉。而驾驭着巡海式缝合机的家竹桃则没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并利用巨钳将其牢牢地控制了起来。与此同时，在麦金被控制了起来以后，麦西则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同时他的出现也让麦金惊恐的情绪到达了顶峰。而当麦西对他举起枪的时候，他就搬出自己是他大哥的身份来求情，并威胁他如果不想让麦家的血脉就此消弭的话，就不要杀害自己。对此，麦西就再次询问其为什么要害死他们的父亲，作为嫡子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不堪。然而当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及时，麦金对权力的欲望就彻底冲垮了他所有的理智，所以对于麦西的问题，他则嘲讽其杀了自己也无法继承麦家和这座沙雕城，并咒骂麦西是庶出的赔钱货。在他眼里，麦西就跟他那卑贱的母亲一样。对此，麦西则淡定地表示，他没想到自己的大哥竟然会如此的天真，如果不是他弑父篡位的话，自己是不会站出来跟他争任何东西的。当他说完这些话以后，一道魂力射线便击穿了麦金的机体。自此，沙雕城的这场家庭闹剧也落下了帷幕。与此同时，那些之前被隔离在战场外的巡逻队则因此方寸大乱，因为他们很担心自己目睹了这起事件后，麦西会杀了他们灭口。对此，麦西则向他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表示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大哥这个禽兽设计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如果他们之中有谁不服他的处置的话，可以向下狱国王庭提出异议，他愿意承担这一切的后果。而那些巡逻队在得知眼前之人是麦西小姐以后，先是感到了些许震惊，因为他们也知道麦西小姐之前因为某些事情出走沙雕城，所以当他们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以后，就表示他们愿意奉她为麦家的新家主。随后，麦西便在家竹桃他们的护卫下再次走进了皇宫之内。而随着真相在城内的传播，所有的卫兵都臣服着恭迎新任家主上位，而之前那几位被捉拿起来的天阶长老也都纷纷下跪，向着麦西小姐宣誓效忠。对此，麦西则告诉他们，中原那边有句话
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几位长老在麦家也算是老臣了，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他让他们放心下来，只要好好做事，自己是不会亏待他们的。而得到大赦的罪臣们则纷纷感谢起了家主大人的恩情，并默默地退出了皇宫内廷，回归了自己的岗位。而在处理完这些事以后，麦西就向家竹桃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并表示他永世不会忘记他们几人的相助之恩。对此，家竹桃则让他不必客气这些，因为他们来这只是一场交易而已，所以他提醒了一下麦西该给他们黄帽子团结算报酬了。而麦西则如约地给出了终极沙雕王的详细数据作为他们的报酬。然而家竹桃则表示这份资料暂时不急，并提议其带他们去沙雕城堡库看一看，因为他们的团长对神阶一退很感兴趣。对此，麦西则只能略带勉强地答应了下来，因为他也想知道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与此同时，弥伦国糜州白汉城的军战私属衙内，南瀛计划也在持续推进着。而作为计划主心骨的右司大人拓跋绪，今天则召唤了游击将军叶网来安排工作。对此，他就表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所以他要求叶网手下的太和佣兵用实力证明自身的价值。这次他们太和佣兵将作为奇袭部队和公孙家的白马卫一起协同作战。随后他便叮嘱到，这次不同于以往那些刺探暗杀的小打小闹，所以他让叶网不要掉以轻心。而叶网在欣然接受了此次的作战行动以后，就表示自己会赌上太和佣兵的名誉与骄傲为右司大人效死。对此，拓跋绪就让他放心，他没有忘记自己之前答应叶网的事，并许诺他会从此次攻下的城池中给叶网和他的族人赏赐一处安身之地。而叶网在听到这话以后，就立即下跪替100万太和流民拜谢右司大人。对此，拓跋绪则表示，除了城池以外，他还可以给太和佣兵20个进入南宋秘境的名额，该秘境将于5个月后开放。至于是否能得到始元星魂将干将，就看他们自己的机缘了。在我帮助完徐老突破圣阶的时候，隔壁在参加兽潮模拟战的众人却总是卡在副本的中期进度无法推进，而宋克对此也感到非常的苦恼，因为他没想到自己换装了新机体也无法跟天阶凶兽单挑。对此，凶兽却完全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内心中那股无法填满的饥饿感只会促使着他们去狩猎那些比自己弱小的生物。而宋克在此等绝境之下，就只想到了逆转魂脉这一招，即使打不过对方，他也不能放任这些凶兽越过自己身后的防线。然而在他要自爆的前一刻，大木叔突然就连通了他的通讯系统，并让他冷静下来，不要冲动做傻事。而宋克在听到大木哥的话以后，抬头往天上看，就发现了2艘赤鸾军的镇空舰正悬停在自己的头顶，但伴随而来的还有数量多的吓人的地方性凶兽。对此，他们2兄弟对大木哥的增援都感到非常激动，但眼下这种情况却让他们不敢放松丝毫。而大木哥对他们之前的战场表现却不太满意，并重新强调了一遍云翔少爷的话，让他们先去想办法活得久一点，不要动不动就搞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只有多观察和多动脑子思考，才能把握好每一次机会，因为这才是他们参与特训的目的，并从中积累大规模战斗的战场经验。随即宋木叔就打算亲自下场给他们演示一下，不然光说不练，搞得自己只会耍嘴皮子一样。与此同时，那些跟随着镇空舰一起到来的地方型凶兽很快便发现了急速下落的大木叔身影，随即他们也跟着大木叔的脚步开始盘旋下降，并在其身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对此，负责指挥镇空舰的子服副官就下令让空击小队立即去掩护总教官的行动，并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将教官安全地送达到地面战场上。而宋木叔在察觉到身后的变化时，便利用魂力继续加快自己的下落速度，这样那些追击他的凶兽就会逐渐聚拢到一起。对此，稍晚一步从镇空舰上出击的第2批赤鸾军空击小队便心领神会地集中所有火力轰炸起了黑色漩涡的中心区域，给凶兽们造成了不少的伤亡。而宋木叔在完成了给队友拉怪的操作后，又再次回头查看起了自己身后的情况，随即他就在空中张开了4肢，并利用3面兽首圆盾来作为缓冲降落伞，减缓了自己的下落速度，借此给自己争取了一些操作空间。随后8枚宛若灵蛇般的飞剑便从机体手臂的机匣中急速飞出，而那些聚集在一起追击大木叔的凶兽，在遇到这股向上迸发的飞剑漩涡时，瞬间就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原本汹涌澎湃的黑色漩涡转眼间就化成了一片断壁残肢。而那头控制着宋克的穷奇种凶兽也感应到了自己头顶正有强敌降临，所以他想都不想的就向着天空射出了3道能量射线，意图将对方拦截下来。对此，大木叔则在空中再次利用手上的盾牌不断改变着自己下落的方向，即便不使用天阶的踏空而行，也能顺利避开凶兽的攻击。至此，大木叔已经给在场的众人演示完了一整套高空突袭的完整流程，接下来他就要演示如何在凶兽堆中杀敌。随后他一个转身跳跃，便避开了从战场另一端射来的能量射线。而他在空中翻滚调整位置的同时，手上的2把星形光影还在不断往外射击，而他射出去的魂力射线每一发都能命中各类凶兽的核心要害，在最节约魂力消耗的情况下，基本做到1发带走一个敌人。等到他从空中落地之时，那一片区域的凶兽就基本已经被他清理干净了。对此，那头脚踩着宋克的穷奇种凶兽就不乐意了，但大木叔却巧妙地运用了射击时的反作用力来避开了凶兽的能量射线。而宋农在城墙上看到这一幕时，心里也由衷地感叹了起来，并感觉今天这场特训自己可真没白来。如大木哥这般极致的操作，要是能学走一半的话，
自己也算受益匪浅了。对此，一向沉默寡言的大木叔则依然在继续着他的表演。他仅凭一人便在凶兽堆中杀了个七进七出，甚至就连空中的毕方形凶兽也难逃他的毒手。等到地面上被清理出一片干净的区域以后，大木叔就落地召回了自己的飞剑，并指挥着他们向穷奇种凶兽发起了总攻。虽然这些飞剑在斩杀低阶凶兽的时候效率很高，但在天阶凶兽有所防备的情况下，他们就无法造成什么实际性的伤害。不过大木叔的这一行动却让被压制的宋克得以脱困，而他从凶兽的脚底逃出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自己机体腰间的附加装甲，随即他便借着大木叔的掩护，直接绕到了天阶凶兽的正面，摆好了姿势。对此，他全身的魂力便向着机体的腹部聚集，这一发狮吼炮就宛如在宣泄他刚才所受到的屈辱一般汹涌澎湃。当这道巨大的魂力射线扫过大地时，一切的低阶凶兽瞬间就化作了原子，消散在了天地之间。然而，这威力巨大的招式却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每当使用者将其释放出去以后，自身的魂力也会因此而消耗殆尽。而这次宋克则遇到了最坏的结果，那头天阶凶兽在抵挡住他这一击以后，竟然没有彻底消亡，只要核心还在的话，对方就能凭借超强的再生能力快速恢复。对此，宋克却只能一脸着急地干看着，因为他的机体在自身魂力透支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强制心结，即便让他安全落地了，他也没有办法对大残的凶兽进行补刀。而那头无人补刀的天阶凶兽，则凭借着超强的自愈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重塑肉身。不过幸好的是，凶兽们重塑肉身的过程是无法动弹的，所以这留给了大木叔一个及时补刀的机会。对此，大木叔就跟宋克表示，让他以后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轻易使用这种会耗尽全部魂力的招式，而且这一招的覆盖面积越大，威力就越分散，所以他建议宋克以后将其改良成可以精准收束直击要害的版本。与此同时，在星端秘境中观看着他们训练的我，则感到了少许惊喜。虽然我想过大木叔他会很强，但他现在的表现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所以由他来指导实战训练，我很放心。然而就在我感叹此事的时候，那些我沿途布置在杀贼据点附近的警报阵法却突然被人触发。对此，我连忙将自己的意识转移回了本体之中，因为阵法被触发就意味着黄帽子团的人已经追上来了。与此同时，在本体重获意识以后，我就立即通知了师姐关于追兵的事情。但最让我感到背脊发凉的是，事情暴露得如此之快，就代表着我们这群人之中可能有内鬼的存在。因为要是没人通风报信的话，他们不可能这么快就能识破我所布设的障眼法。当我在分身那边感应到预防杀贼追击的警戒阵法被触发以后，我就立即将意识的侧重点转回到本体之中，而我则认为这其中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不然我在地牢里留下的伪装阵法不会这么轻易被识破的。对此，我就询问在场的众人，在我休息的这段期间，他们有没有向自己的上峰做过汇报，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事情与外界做过联系。而宋牙在听到我的问题后，就第一时间跟我说，昨天他除了给宋帅做过汇报以外，就没有跟外界进行任何联系。而柳宁则表示自己还没有给上峰汇报此事，但有按公主的意思去安排青药军的手下采购炼造新魂酱的材料。对此，师姐则表示，她有通过暗境司的渠道给女帝陛下报了平安。除此之外，整艘镇空舰就一直保持着通讯静谧。而我在听了他们的回答以后，就跟他们表示，问题应该就出在他们这些动作之中的某个环节导致的情报泄露。对此，在场的众人就瞬间警惕了起来，就连师姐也连忙询问我是不是怀疑我方势力之中有人向南荒杀贼传递了情报。而宋牙和柳宁在听到师姐这么说以后，就立即互相怀疑了起来。对此，柳宁则表示谍战意识一直是铁臂军的弱项，所以他很怀疑他们这群铁臂军里面有细作的存在。而在场一起听着的师姐则询问我有没有可能是那些杀贼识破了地牢里的伪装阵法，因为他觉得那群杀贼之中也有高阶阵法师的存在。对此，我也一时之间无法做出任何回答，因为就以目前得到的信息来说，我们之中任意一方都有被渗透的可能性存在。但青药军和暗境司那边，我现在无法直接进行调查，所以我回去就只能先从大伯的铁臂军开始查起，顺道我也想查清宋家的野种到底是谁。因为根据云瑞堂哥前世的说法，此人与永安城的覆灭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而在确定了回去以后的调查工作之后，我就大致估算了一下时间，按照目前镇空舰的行进速度来说，预计1天后就会展开与黄帽子团的追击战，这样受潮到来的时间就很有可能会大幅提前。所以在这1天之内，我要用分身去做好永安城的备战部署。而为了对抗受潮的话，城主府孔家掌握的城卫军和陈露、陶楚这些1线家族掌握的私人武装都要调动起来，而沈兆、孙罗这些2线家族的高端战力，以及永安城基武预备熟的教官学员，这些也可以通过孔家来进行调动。而目前最棘手的是，我们要如何在不引起居民恐慌的情况下，提前做好普通老百姓的撤离筹划，而且丹药和炼造材料以及战斗所需的食品物资也全都要做好准备。这些要在1天之内安排好，完全可以说是争分夺秒的事情。但现在我也只能先行动起来再说别的。与此同时，当我的意识回到分身那边以后，我就将黄帽子团和南影计划的情报同步给了老爷子，并拉着他一起前往三太爷的地下小院商量应对之策。对此，我在走出电梯的时候就告诉老爷子，现在事态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要更加严峻，并且对方有在我方势力中安插细作，导致情报泄露。而老爷子在听完我的话以后，
就想询问一些关于受潮的事情，但我却用手势让他先不要开口说话。随即我就在地下小院中展开了一道多重复和隔绝阵法，因为在没抓出通敌的细作之前，之后一切的行动都要进行得更加隐秘。而老爷子在看到我的动作以后，就意识到我带他来这里是要给他看一些有关于受潮的实际证据。对此，我就让小红现身，帮我把缴获的东西从系统空间中传送过来。而他对于我最近频繁的调遣，则感觉自己像我的工具人一般被呼来唤去。而我则告诉他，作为史上最优秀的辅助 AI， 他可以自信点把人去掉。对此，这小东西就傻乎乎的以为我是在夸他，并开始了物件的传输工作。与此同时，老爷子在看到小红的出现后，也暗自感叹了起来。这阵法手段在他眼里完全是超一流的存在，所以以后要是有时间的话，他一定要让自己孙子去把南荒长城那边的古代防御阵法修复一下。然而，就在他计划着如何去修复那些古代阵法的时候，小红就将我在黄帽子团那边缴获的裂缝发生装置搬了出来。这凭空出现的东西让见多识广的老爷子也吓了一跳。对此，我就告诉他，蓝影计划和黄帽子团就是打算利用这些裂缝发生装置，在南荒腹地人为的制造出兽潮来牵制天都国。而这4台装置也仅仅是我在他们的一个据点内缴获得来的，实际上他们手中还有多少台我也说不准。而老爷子在看到这几台装置以后，就想起了圆顶城战报里被上报缴获的那种装置。对此，我就告诉他，从技术上来看的话，这些装置应该跟那台被缴获的是系出同源的东西。而这个消息则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因为之前他一直认为我所说的兽潮是自然出现的，所以他在得知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灾难以后就非常的震惊。不过很快他的注意力就放到了我的身上，因为刚才我跟他说自己的本体和这些装置都在南荒腹地那边，所以他突然有点想不懂这些东西是如何传送过来的。而他在结合了我用星端秘境把人装进去的事情以后，就询问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那些被解救的人也传送过来。对此，我则暗自感叹了一下老爷子的洞察力，并直接告诉他，理论上我是可以将那些人也一起传送过来，但这个能力我暂时还不想过早的暴露出来，因为正如老爷子能看出这是一样，这种能力肯定会让某些上位之人如坐针毡。其二，我自己也做过尝试，这个方式虽然可以转移别人和物品，但却无法转移自己的本体，所以与其让我一个人从南荒腹地返回，还不如让阿妙师姐陪着我一起更安全。而老爷子在听到我这番说法以后，就似懂非懂地认可了我的做法。虽然他还没搞懂这里面的技术逻辑，但回到受潮的事情上，老爷子则表示，这么大的事情已经不能只考虑我们宋家或者永安城一城的利益了，因为他认为只靠目前所拥有的战力是无法处理此事。而我则没有作答，并询问起了老爷子对接下来的意见是什么。对此，他就表示，我们应该将这事通过掌握军权的林公公上报给朝廷，因为有此物证的话，朝廷那边应该会相信我的话，到时候就能调集大军和更多的圣阶强者前来增援，彼时受潮之危也会有办法解决。而我在听了老爷子的建议以后，则表达了认可，但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想跟他商量一下。因为敌方南影计划本来就是用来吸引天都国的军队和高阶战力的，所以我们现在上报朝廷的话，就很可能正中敌人调虎离山的下怀。其次，上报朝廷的流程冗长且繁琐，时间上肯定难以应付目前正在追击的杀贼的第一波攻势，所以我认为在不暴露我手上的底牌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先暗中进行备战部署，等我本体和阿妙师姐他们抵达后，再以合理的方式走上报流程。对此，老爷子则认可了我的看法，因为朝廷上那些老狐狸的眼睛也都毒辣得很，现在直接上报的话，肯定会被发现是有蹊跷，而且他也深知上报流程冗长的事情，朝廷方面的反应时间恐怕至少也要10几天，所以他也觉得不差这1-2天等我本体回来，到时候我们便可以说这些物证是装进储物符中缴获回来的，这样递交证据的理由也合理了很多。而他对此还有一个建议，在我们进行备战部署的这段期间，他觉得我们可以争取一下那位绣衣局的冷大人。对此，我也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因为绣衣局的带刀御史有先斩后奏见机行事之权，如果由他来指挥主导这件事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背锅人选。而我们在打定了主意以后，当天剩余的时间，我就和老爷子开始联络各方势力进行秘密部署。与此同时，在局势急速恶化之际，永安城嘈杂的商业街中则出现了一名有着一头亮丽红发的少女。而阿散在跟随太原小队来到永安城后，就一直秘密打探着公孙展展的行踪。当夜幕降临时，他便只身返回了太原在永安城里的秘密据点，在以敲门暗号上报了身份以后，秘密据点内的太原同僚则开门放了他进去。而这处据点明面上是一处正常营业的酒楼饭店，但暗地里这里面的所有工作人员则全都是太原的信众和后勤人员。与此同时，阿散的师傅缩娘在看到小队人齐了以后，就让小队成员汇报一下他们今天收集到的情报。对此，其中2名姐妹就表示，他们的任务目标公孙展展在与白龙帮接触后就神秘失踪了，所以他们认为公孙展展很可能被永安城的某些势力给藏匿了起来。对此，他们怀疑的目标有永安城的姬武预备署、永安城城主府、洪氏航运、铁壁军，以及最近风头正盛的宋家九安侯府。而阿散在听到宋家的时候，就突然想起了那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宋云祥，并且他的直觉还告诉他，那个奇怪的人很可能就是事情的关键所在。